第865集，主持公道。停，打什么呢你们这？你差点波及到我这个无辜人士了，这样多不好啊！修炼界和为贵，大家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慢慢商量吗？成哥挺热心的，一副和平主义者的模样。不过呢，被他挡下那个兵族女人是又气又急呀。闪开！他朝着江掌门挥了2剑就想闯过去，但以他那地形2重的实力还真的不够看的，2剑都被江掌门轻松挡下。而这时呢，后方的10几个人也追了过来，后面那群追兵其实也被搞懵了。原本他们就算能追上也要大费周章了，哪知道成哥这么一挡，倒是变相帮他们将那个兵女给堵住了。共享，我看你还往哪逃！为首一名地境1重的白面青年闪身而出，手中冰寒剑光凛冽，宛如他脸上的仇恨和戾气，令人望而生畏。你放心，这次我不会让你好死的。以前你不是很傲吗？我要让所有人看到你被踩成烂泥的惨样。那名被追的兵女宫晴剧烈喘着粗气，淡青色冰层构成的身躯之上还能看到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口，虽然没有鲜血，但足以看出伤势多重了。不过在面对追兵步步紧逼时，他还是迅速恢复了镇定，非但没有惊恐的尖叫，反而轻蔑一笑，语气中带着浓重的遗憾。朝光，就凭你这废物，若非意外，今天本该是你的死期。哼，死到连头还嘴硬。那名为朝光的青年兵剑一扬，给我拿下！他自己地境1重不够看，但他身后跟着的10几人中有2人是地境2重的，以多打少，这战不会有任何的悬念。然而让乘客意外的是，这种飞龙起脸的局面，对面的10几人竟像是端着随时会溢出水的茶杯一样，小心谨慎到了极点。而那青年自己在下令之前就已经忍不住向后退了过去，将自己牢牢藏在了2名地境2重的身后。他仿佛很担心宫晴会用什么奇怪的手段杀死自己。那10几名合围的地境并未大举杀上去，而是一点点的缩小了包围圈。他们的视线从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兵女宫晴半分，哪怕她手指的微微动弹都会引起注意的。仿佛呀，这个仅仅地境2重的女人非常危险。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是你们瞎了还是我开了隐身了呀？成哥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他娘的，你们当我不存在是吧？这么大活人你们看不着吗？啊！他不说话还好，这一说话呀，宫廷怒火上涌。要不是被人这么一拦住，他至少还能再逃一段，就算最后逃不掉，起码也不会在这里提前被围住呀。他星眸喷火，气得都不知该说什么了呀，只能瞪着江掌门的背影，恨不得给他一剑。而对面的朝光等人则是微微一愣，旋即纷纷笑了。我们确实是多亏了阁下这一挡啊！他们也不知道陈哥从哪冒出来的，之前还以为是来接应宫廷的敌人，现在一看呢，好像真的是一个路人。区地境1重也不值得一提。正在寻思着是赶他走还是将他杀掉呢，成哥倒是提前打断了他们。既然我帮了你们，那你们是不是该给我这个主角点尊重呢？朝光有些没反应过来啊！你说什么？你们双方有什么仇怨，说给我听听，我可以在百忙之中抽点时间来给你们评评理吗？他想着自己出道这么多年还没给人主持过公道呢，这次呢也算是填补了业务空白嘛。眼见众人都目瞪口呆，他还以为是不信任自己，于是拍着胸脯做保证了。放心吧，我这个人最讲道理，我绝不偏袒谁。尽管对面那个朝光看起来像是很标准的反派，但成哥做事很讲究啊，没问清楚之前绝不下结论，毕竟反派不能光靠说话和表情来判断呢。场中先是一片诡异的安静，紧接着呢，朝光和身边的10几人全都笑了。你刚刚说什么啊？跟俺们评评理？这个人莫不是刚从深山野林里出来的白痴心呢，还评理啊？你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就傻乎乎的往里面凑啊！你说哪个葱啊，哪也配呀？啊，轮到你出头了吗？其他人更是鼓噪，说把他干死了得了，让他见识一下修炼界的险恶呀！就连成哥身后的兵女都皱眉了，露出了不以为然之色。他出道这么多年，历经战斗和凶险无数，还没见过谁会这样多管闲事呢。何况呢，这人实力那么弱，完全就是不自量力。成哥微微摇头，小伙子们，你们把路走窄了呀！话不能这么说，评理这种事和境界没什么关系，我会一碗水端平的。来，你们给我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了？话没说完呢，离得最近的一名地境2重就一脸恼火的一剑劈来。难道那是谁呀？干的！另外5名地境1重也朝着成哥出手了。地境差1重就是差一个大境界，成哥面对地境4重上将打得有来有回呢，面对着地境2重那真的是碾压了呀！剑光一闪，周围人还没反过来呢，那名地境2重就被仙魂和玄门一套瞬秒了，连还手都做不到啊！
接连着又闪了数次，另外5名出手的地境异宠也都赶上了。一阵寒风刮过，明明都是修炼冰之力，但在场其余人却觉得遍体生凉啊！刚发生什么了？怎么莫名其妙倒了6个呢？其中还包括1名地境2宠。别说对面朝光了呀，就连身后的宫晴也吓得浑身一颤，美眸中满是难以置信。那可是地境2宠啊，即便他有把握杀死1、2个，也绝做不到这般轻描淡写。此人是一个超级高手，他的实力根本不是地境1宠。成哥吹了吹剑锋，这才淡淡的看向对面。现在我有主持公道的资格了吗？本集第866集，以理服人。朝光大怒：你好大胆，竟敢杀我们曹家的人！那难道不知道我们和土星星主是一家的吗？你竟敢！一个耳光突然戳在他脸上，打得他晕头转向，将他那半边白色的脸颊都抽红了，眼见着就肿起来了。成哥缓缓收手：我让你说废话了吗？啊！望着他那平静的目光，朝光将原本用来威胁的话都憋回去了。他看出来了，这人根本不在乎什么身份背景，表面上是个和事佬，实际上呢，比他们还要凶残呢。这一耳光效果挺好的，瞬间把他的气焰打没了。他甚至感受到恐惧了，只觉得浑身仙力都差点凝固了。成哥的目光明明没带什么杀气，朝光却像是被荒古凶兽锁定了一样，恐惧不由自主的往外冒。你前辈，您大人有大量，放我们验马吧。他小心翼翼的后退，而其他人才悄悄的转身想开溜。江掌门不悦的皱眉：跑什么呀？都说了，我是讲道理的人，崇尚的不是打打杀杀，而是以德服人。众人哭丧着脸：你都杀6个了，你这以德服人说出来，你谁信呢？不过呢，他们却不敢动了。倒是那宫晴眼见没事，连忙上前空手：多谢前辈相救，原本还以为前辈您是敌人，差点都有冒犯，还请您谅解。前辈今日救援之恩，来日必当报答。说完他就转过身打算离开。成哥心说：怎么的？你们兵界的语法和仙界不同吗？我说的话很难懂吗？你看，让你走了吗？他抬手横剑，将那兵女宫晴也拦了下来。都说了，我是来给你们评理的，溜什么溜啊？怎么的？做贼心虚啊？宫晴面色一滞，这才发现自己好像误会了。而对面原本一脸绝望的朝光等人却重新浮起了希望。他们本来也以为江城是来帮着宫晴的，比如来一个什么英雄救美呀什么的，只不过故意用了评理的幌子。现在一看呢，此人貌似还真是两不相帮，单纯来主持公道的。一名地境1宠立马就率先跳出来告状了：前辈说的太对了，他就是做贼心虚。前辈莫看他表面楚楚可怜啊，实际上是一个大奸大恶之徒啊。朝光一看，哎呦啊，还有这操作呢，也跟着连忙大声附和：啊，对，此女奸邪狡诈，这些年她悄悄潜入我朝家，暗中挑拨颠覆，害得数位族老身死，数百族人丧命，简直罪大恶极。此女心性之邪恶，心藏之毒狠毒啊，乃是我生平仅见，还请前辈除去此等恶贯满盈之兽心之徒啊！他们说的陈哥都快懵逼了。哎呦喂，这女的这么可怕吗？一个人征垮一个家族？难怪围攻他的时候，其他人都小心翼翼的，像是围攻毒蛇呢。看不出来呀。前辈切莫听他们一面之词。宫晴内心深处觉得主持公道这事就是荒唐闹剧，换在平时呢，他肯定不带理的。但没办法，陈哥实力太过强大了，他只能像审案一样为自己辩护，争取得到江法官的认同。他们朝家当年屠杀我宫氏族人无数，犯下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简直是人神共愤。当年1亿5500万年前，当时我们宫家作为天红岭的19位境主之一，守卫着一方安宁。朝家本是我族下属，哪料他们勾结外敌。朝光立即跳着脚反驳：什么外敌呀？你竟然敢如此诋毁现任领主金虫大人！金虫大人可是得到了领主标记，堂堂正正的领主。对你来说是领主，对我们来说却是杀人恶魔。宫晴狠狠地说着：这些年我改变身份，隐藏实力，潜入你们朝家为弊，就是要毁掉你们，一雪当年之仇。只可惜还没能害死你们满门。前辈也都听到了啊！此女生性歹毒无比，她亲口承认残害我们朝家数位族老和大批族人，所以我们追杀她，她这个凶手完全合情合理啊！陈哥迷迷糊糊的点头，好像是这么个理儿。但是呢，另一边的宫晴却不同意了。前辈，我那也是为了报仇，
没有他们当年灭门行救，我又哪里会潜入曹家？我也是无辜的呀。确实啊，江法官听得头都大了，这居然还牵扯出了历史恩怨。感情这还是一出荡气回肠的复仇戏吗？前辈，您刚不是还站在我们这边吗？对面曹光那群人纷纷表示这不公平啊。程哥摸了摸下巴，有吗？公情呢，则是直接追问了。前辈，你说究竟谁有理啊？这江法官有些后悔多管闲事了，太复杂了，理不清啊。这个，你们曹家以前灭了他公事满门，所以他报仇理所当然呢。你们灭别人一次，别人现在还你们一次，那就算扯平了吧。这事呢，到此为止，散了啊，各回各家。还得这样的吗？这事能扯平吗？两边都为了神仙节都给惊呆了。前辈，此女如此狡诈狠毒，绝不能留啊！她将来一定会继续报复我们。前辈，我们宫氏一族当年死了足足5万多人，这次他们曹家不过死了300多人而已，怎么能算扯平呢？他们也看出来了，只要谁得到这位前辈的支持，灭掉另一边不在话下。于是呢，两边再次争了起来。程哥脑袋嗡嗡的，差点崩溃啊！你们法官还是我是法官呢？我这扯平了就扯平了，退堂，起案，都滚！曹光和龚晴这才终于闭嘴了。双方要撤去呢，远处忽然又飞来一大群人。曹官，那妖女可曾抓住？是郡主亲卫啊！一看到领头那位地境3重出期，曹光喜出望外，如同找到了靠山。栾龙前辈，你可算来了，太好了！而龚晴则是面色一变，正打算逃离，却已经来不及了。他毕竟只是地境2重后期，与那栾龙差了个大境界，一个眨眼再次被围住了。本集第867集，竟敢对境主不利。那10几名境主亲卫也全都是清一色的地境2重，彻底将他的退路封死了。紧接着后方有数百人跟着追了过来，曹光一看更是喜出望外，他们曹家的其他追兵也追过来了。程哥呢正在一旁悠哉看戏，而曹光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突然一指他的方向，那是妖孽童的，此人颇有实力，不要放了他跑了呀！栾前辈，还想将那贼人一并拿下呀！栾龙并不是曹光的部下，但曹家与境主图姓是亲家，他作为境主的部下，当然不能不帮忙啊。闻言连忙一个闪身拦在前方。那看你这次怎么办？后面曹光喜出望外呀，他甚至都丢开了龚晴这个头号仇敌了，专门带了一大群曹家人再次将陈哥包围起来。那刚才不是很狂吗？这次呢，他可没有丝毫的恐惧和忌惮，有栾龙站在身旁，安全感十足呀。也再狂一个给我看看呢？还给俺们评评理，还主持公道，我呸呀！现在你让谁给您主持公道啊？陈哥叹了口气，随后朝他们笑了笑，笑容中带点遗憾。我刚不是说了扯平了让你们滚的吗？怎么就不听呢？那玩味而又戏谑的目光让曹光心头一颤，生出了一股自己可能做错了什么的直觉，但紧接着他就把这当成错觉了。有栾龙统领在，还有其他亲卫和曹家护卫高手，此人就算是地境3重也一样死无葬身之地。那很快就笑不出来了。他冷冷一笑，随后呢立即朝着栾龙告状，此人隐藏实力，正是那妖女龚晴的背后指使者，他们不光要毁掉我们曹家，还打算从内部瓦解此境，对图星境主不利呀！他这罗织罪名也是无比熟练，张口就来，就连程哥都直呼内行啊！什么？栾龙故作惊讶，他其实知道曹光是什么货色，也知道这肯定是编造的罪名，不过呢还是故意厉声喝着，你竟然敢对境主不利！面对他那直欲世人的逼问目光，程哥没有感觉到任何压力，他完全没辩解的打算，甚至嘴角一翘。是啊，我就是要对你们的境主不利啊，所以你打算怎么样呢？另一边被围着的龚晴差点当场喷水了，这人傻吗？别人诬赖你，你辩解一下呀！曹光罗织的罪名换成他来，有一堆办法找到漏洞，然后推翻。就算你不擅长为自己辩解，那你好歹否认一下呀！你傻乎乎的承认了你，那别人就算原本没打算动你，现在也不得不动手了呀。别说他的呀，就连曹光本人都没想到陈哥会这么配合。您看他认了啊，他认了，这种人不能留啊！都不用他煽风点火，那栾龙目光一立，如同钉子般牢牢地钉在陈哥的身上。拿下！他一声令下，周围的境主亲卫立即朝着江掌门出手了。
而江掌门的回答就是开启全部的 buff， 所有英魂堆上50道玄文加持着冰之规则，手持之前缴来的一柄10阶仙剑，施展出了10阶的不灭千华剑经。15门剑心呼啸而出，变异仙魂如魔影降临，在场中掀起了一阵滔天风暴。之前他和那禁虫领主打的时候用的还是9阶仙剑，现在呢鸟枪换炮，攻击力直接上了一个台阶啊！那群地境2重的护卫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呢，就被他一连串的5行剑心小世界爆炸给打懵逼了。那天上如同下饺子一样，砰砰砰掉了一大片。不光那些护卫，就连旁边一些曹家族人也同样被杀得人仰马翻。大胆！栾龙原本还以为江城最多也就地境2重，压根儿不用自己出手。等他反应过来时，跟他一起来的16名护卫已经没一个活人了，1秒钟群灭呀！什么实力？地境3重吗？啊不，即便他这个地境3重也做不到啊。他能击败10几个地境2重，那需要大量时间，而且不能保证杀死。但此人做到了，那就意味着成哥就没给他思考的机会。干翻那群亲卫之后，他主动杀到栾龙面前。5秒钟后，栾龙被他打得节节败退。对上地境4重，成哥因为玄文威能不太够，很难破对面的防，所以打的吃力。现在呢，对上地境3重初期，他可没这样的问题啊。50道玄文的威力彻底绽放，栾龙根本挡不住。一旁曹光已经当场懵逼了呀，他是做梦都没想到会这样。本以为栾龙带着亲卫过来，加上曹家数百名族人，对付江掌门那是飞龙起脸，想说都难，定然能将刚才的场子找回来，将此人碎尸万段。哪知道啊，对方比他想的还要强。栾龙这批人居然都不够杀的，随便碰上个路人居然都是超级高手，这怎么可能呢？你这么强实力，你不早说呢？而另一边的宫晴同样也处在了怀疑人生的状态。天哪！片刻之前他还以为江辰是个傻子呢，而现在这个人已经将栾龙杀得节节败退，那是他都无力对抗的地境3重高手，这到底有多强呢？他身边已经没有人包围了，因为其他人全都赶去给栾龙助阵了。这些助阵的人甚至都没碰到江城，就被剑心覆盖，成片的倒下。阁下住手啊！栾龙也就开战前3秒和江城对攻几下，之后一直都处在狂风暴雨的攻势下，如今已身受重伤，陷入了穷途末路了，连逃都办不到啊！误会呀，这都是曹光挑说的呀！啊别，我可是对你们境主不利的反贼，你怎么能放过我呢？成哥一边大笑一边加紧了攻势，栾龙肠子都悔青了，只可惜呢晚了。短短1分钟之后，战斗戛然而止，栾龙轰然倒下。堂堂地境3重，死状极为凄惨，浑身上下都被剑芒给切碎了，而其他亲卫和那数百曹家的族人也被杀得一干二净，剩下的也就一个原地呆若木鸡、瑟瑟发抖的曹光。本集第868集，那都是战利品呐！成哥提着剑再次来到他的面前。我刚又在你面前狂了一次，然后呢？曹光已经吓得说不出话了，牙关都在不断的打颤。在他眼中，强大崇高的地境3重那么轻易被杀了，这突破了他的认知呀！数百高手的陨落，更是击溃了他的心理防线。都说了让你滚，你说你这何苦呢？扑通一声，曹光跪了下来，磕头如捣蒜。前辈饶命啊！我错了，我真错了，我有眼无珠。待他认完错的，陈哥这才悠悠叹了口气。行了，你一定在恨我，看来呀不能留啊！不，我不敢呐！前辈啊，我是真知道错了。真的吗？真的。之前我说扯平了，都已经结案了，你可有不服呀？没有，绝对没有任何不服。他这会儿被吓傻了呀，只当此人随时都会处死自己，哪知道啊，江掌门接下来一句话却让他大出意外。行了，滚吧！曹光感觉这辈子从来没觉得滚字是那么的美妙动听啊！他做梦也没想到，此人竟然杀了那么多人，竟然还会单独的放过自己。一旁的宫晴看不下去了，前辈，不能放过他呀！成哥瞪了他一眼，你在教我做事？另一边呢，得到允许的曹光已经撒丫子逃走了，恨不得多长出2条腿呀！看到他逃得不见踪影，宫晴一脸的焦急和不甘，差点追上去将这个隐患给彻底剿灭。只是当着成哥的面他又不敢，于是呢只能连连叹气。前辈此举很不明智，他就差明着说妇人之仁了。咋的呀？成哥其实明知故问的，他何尝不知这是放虎归山呢？只不过呢他故意的。曹家精锐虽然已经被前辈施展雷霆手段灭掉，但此人回去后一定会通知境主屠星的，他绝不会善罢甘休。而只要干掉了曹光，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时半会儿也查不出来。
到时候前辈要面对的，那就是地境3重后期的图形了，而且他麾下的地境3重可并不止一个。看到他那分析认真的模样，陈哥差点笑出声了。打了小的来了老的，打了老的来了背后靠山，这事陈哥熟得很呐。之所以故意放走朝光，就是故意让他搬救兵的，只有这样他才能搞到更多的仙源点吗？如果灭了朝光的口，那个什么图星境主找不到自己，服务岂不是很不周到吗？哇哦，那个图星那么厉害吗？没错，图星在19位境主之中，实力至少能排进前10。他麾下多少地境3重啊？8位，不过栾龙刚才已经被前辈您斩杀，还剩7位。还有7个那么多吗？那都是一堆堆的仙源点啊，陈哥都乐开花了呀。他们一定有很多资源啊，不，一定有很多神兵利器吧？是的，他们都用上了10阶仙器，图星本人更是用上了1阶真气。1阶真气，也就是传说中的11阶仙器。成哥看了眼自己手里不久前抢来的10阶仙器，忽然觉得不香了。毕竟自己马上就是要拥有真气的人了，这装备升级速度简直感人呐！这次一定要小心点，不能像之前斩杀那个领主一样，把什么都摧毁了。宫晴哪知道他在盘算这些呀？前辈现在追上去杀掉朝光还来得及，他飞行速度不快，只要没传讯，应该还能掩盖很长一段时间。趁着这段时间，前辈可以逃离天红岭，或许还能幸免。啊不，我都已经放他走了，那怎么能出尔反尔呢？那不符合我做人的准则呀！宫晴急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立马又在内心给江城贴上了一层迂腐的标签。前辈三思呀，此举实在是不明智，而且留在原地非常危险。就算不杀朝光，我们也可以转移位置。成哥莫名看了他一眼，这女人咋那么喜欢分析局势呢？这如同军师一样的画风，配上这个兵女的外形，总感觉有那么些违和。你说的很对呀，那我转移一下吧。眼见他总算开窍了，宫晴长舒了一口气，但下一秒啊，他就差点崩溃了。前辈您这是飞向图星那边呀，这是自投罗网。成哥就是跟着之前朝光逃离的方向飞去的，他觉得呀，自己这么等浪费时间，不如主动去迎接真气的到来。不过呢，表面上他还乐呵呵的。不是说了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宫军师差点被成哥气笑了，但成哥实力太强，他也不敢冒犯呢，只能苦心劝谏。图星是不会漏掉周边区域的，我研究过此人，他心细如发，行事面面俱到。连他都研究过，能不能别那么能干呢？啊！成哥觉得这么能干的人，自己还是离远一点为妙吧，以免他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摊摊手，既然前面那么危险，你可以离开啊，我不介意的。宫晴面色一致，他确实不想跟着送死的。如果只有一个人，那他早就有多远逃多远了。之所以跟在成哥身边分析这么一大堆呢，是因为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勉强说上话的前辈高人了。宫氏一族作为前任领主的心腹下属，在前任领主被杀之后就成了打击目标了。在整个绯红岭，他都没有什么立足之地，根本见不得光。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隐藏身份实力，混入朝家。一系列离间暗害纵横之后，坑死好几个比自己更强的仇敌，甚至差点还全身而退，已经算是头脑胆略顶尖了。但人力有穷尽，修炼界毕竟是靠实力说话的地方。他再聪明，也还是受限于自身实力不足的短板。地境3重的仇敌，他就很难撼动。而江城的出现，让他看到了曙光。如果能和这位前辈搭上线，那对他而言意义太大了。本集第869集，这岂止是嚣张啊！宫晴其实也想置图星于死地，毕竟呢，图星当年取代的就是宫氏一族的位置。前辈您如果打算与图星为敌，那不妨从长计议，不必急于一时。天红岭19位境主彼此并不是铁板一块，有好几位其实与图星不睦，我们大可以从中挑拨拉拢。除此之外，想要挑战图星这境主之位的也并不是没有，我们可以散播消息，营造对他不利的局面。哎，行了，哎，行了，成哥都快被他说哭了呀！妹子呀，你收了神通吧，哥只想快快乐乐简单装个叉，然后收点战利品。你这又是连横又是合纵，又是挑拨又是散播消息的啊！你这操作太华丽了，不适合我呀。你走吧。成哥现在只想离他越远越好。尽管兵族一个个面容精致，宫晴更是顶尖的内档，但也不太符合成哥的人族审美啊。何况呢，他更不想被他打乱了装叉节奏。前辈三思呀！难得碰到一条平易近人的大腿，宫晴也不想就这样撒手啊。他不希望成哥就那么自取死路。行了，你不用说了啊，我就去找死的，你没必要跟我陪着我下葬，对不对？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宫晴也只能停下脚步。他也是聪明人，确实没必要跟着送死。但紧接着呢，他又狐疑了，那不对呀，你这人明知道很危险，为什么还这么满不在乎呢？
能修炼到如此实力的强人会简单吗？难道他其实早就有了对付图形的布置？又或者他只是在考验自己的胆魄，看看自己配不配追随他吗？不行，自己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不是，你怎么又跟来了？陈哥哭笑不得呀，他都有心直接加速甩开这个妹子了。前辈去哪我就去哪，我愿与前辈共进退。宫行紧绷着脸，宝石般的眼眸满是坚决，陈哥直接崩溃了。他哭丧着脸，在戒指内掏了一针，将之前栾龙那儿缴来的10阶仙剑拿了出来，一脸肉疼的递给他。哎呀，怕了你了，行不行？你是要跟我分一杯羹，对吧？这剑是你的了，哎，走吧走吧走吧。说出这话时，他都故意别过了脸。能让陈哥主动分出一点战利品，那真的太罕见了。宫情目瞪口呆呀，他做梦都没想到江城会有这样的操作。此人实力那么强，真要不想自己跟着，他完全可以恐吓或者直接出手啊。换成脾气不好的，甚至会直接杀了自己。而此人呢，却用了这种收买劝说的方式，这让他大感意外。前辈高人他虽攀不上，但还是见过一些的，有哪个会像此人这般平等对待弱者的呀？他觉得呀，这一定还是在考验自己。于是他强忍着诱惑，正色说：前辈，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刚才的战斗我还没有出力，无功岂能收录？我只想追随前辈左右。我是去送死，你说你何必呢？前辈救了我一命，我不能独自偷生。你不是说这不明智吗？图形也是我的仇敌，我愿与前辈一同赴死。你，哎呦，不是你到底图什么呀？啊，明说吧，难道是被我的俊帅征服了吗？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天你看到了韩阳，你直接你就，哎呀，人族的长相也不符合兵族的审美，不过宫情却是理所当然的说了。对啊，前辈风神俊朗，俊逸超群，气质更是超凡脱俗，此等人物我岂能失之交臂？话都说的这么动听了，陈哥还能说什么呀？那就当一个拍马屁的带着呗。哎，真是拿你没办法呀。宫情听他应允了，顿时喜出望外。于是呢，两人这奇特的组合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开向了前方。很快，视野范围内就出现了一座座冰窟构成的雄伟城池。尽管依旧看不到一丁点的花草树木，但银装素裹仍然是璀璨无比。来到这附近呢，宫情小心翼翼地收敛起了浑身气机，同时还不忘提醒自己的不省心的强大队友呢。前辈谨慎，镜主图星常年驻扎在此，您的气息很可能就会被他们察觉到。他话也还没落，程哥就耸耸肩，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而且人还不少。啊，前辈您怎么发现的？难道这位前辈真的在这里有布置吗？比如有帮手，有内应？果然呢，他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呢。看起来很鲁莽不着调，其实一切早都谋划好了。这有什么难的呀？一个仙魂覆盖不就都看到了吗？程哥说的理所当然，还顺便给宫情投去了一个同情的眼神。啊，原来你连这都不懂啊！宫情被他搞败了，他差点想当场怒喷队友了。你疯了吗？仙魂覆盖能查探远处的情况，我当然知道，但别人也能感知到你仙魂的波动，甚至还能察觉到你的位置。你这是侦查呀，还是自爆啊？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妥呀？我们还是快撤吧。搞了半天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想撤你就撤啊，我就算了，难得过来一趟。江掌门说话时，神念感知甚至都没有收回来。图形那边，朝光此时正在忙着哭天抢地的告状呢。顾长啊，那贼人劫钱凶狠，他不光杀害了俺们曹家一大批族老和族人，还残杀了栾郎统领啊！这小子当然不甘心，被放走之后，立马跑来搬救兵了。他还说俺什么都不是，靖主之位他也要抢了，此人是太嚣张了。涂光面沉如水，浑身杀意倒凝成实质了。确实很嚣张。他能清晰地感知到有人有仙魂不停地在自己身上扫射，那叫一个肆无忌惮的。这他娘的岂是嚣张啊！啊，这简直站在自己头上拉屎啊！他脑门都浮现出3条黑线了，当然不是屎啊！娘的，弄死他！随着他一声令下，点齐麾下其他7位地境3重和数千位地境2重的亲卫，浩浩荡荡就杀了出去。一时间，全城都为之瞩目，大批人族和兵族的修士都飞了出来。朝光都没反过来呢，图形已经出发了。他连忙追上去，殷勤地说：“顾长，您可能不认识他，俺在前面给您带路呀。”滚边儿去！那家伙化成灰，俺都认识。图形心说呀，我要再耽搁下去，我他妈底裤没准被他看光了呀。本集第870集，这队友带不动啊！当看到图形带着数千亲卫及7位地境3重杀过来时，宫情表示自己很绝望。他最担心的一幕出现了，
而偏偏他抱着的这条大腿到了这步还毫无反应呢，完全任由敌人将自己包围了。一直到包围圈变得里3层外3层，曹光才终于放心大胆，跟在涂星的身后冒了出来。真有缘呐，又见面了哈！一看到陈哥呢，这小子眉飞色舞的。现在感觉怎么样啊？难道是在我面前再狂一个试试呀？看他那个翻身装叉的嚣张表情啊，陈哥都有些同情了，真是个好用的工具人呐！啊，不光带路了，还将一堆敌人集中起来，方便自己杀。你不给他颁个奖，都委屈他了呀！陈哥咧嘴一笑，感觉棒棒的。曹光笑不出来了，他有些恼火呀，这可不是他想看到的反应啊！难道不是被吓得魂不附体，连连道歉，让自己好好的出气，但最后还是被杀死吗？哼，看来俺还是不知道自己陷入了什么样的绝境啊！他指了指旁边的涂星，傲然地说了：“俺姑丈可是堂堂地境3重后期的境主，还有这7位，那都是地境3重初期的高手。难当着他们的面儿，给俺再把之前的话重复一遍呢？”陈哥变出了一支烟，抽了一口之后呢，悠悠吐了个烟圈。看来你还是不服呀！想到之前丢脸认怂的场面，曹光破口大骂：“俺服你大爷！等会儿！”这涂星不耐烦地将他赶到后面。行了，有哪什么事儿？他眯起了眼睛，上下打量了江场面一圈，眼神还是很凝重的。栾龙是难杀的呀。尽管对方表面境界就地境1重，但能杀死栾龙，足以证明对方战斗力至少是地境3重中期了。何况当时在场那么多人，一个活口都没留下来啊！不对，还是有一个活口的。这种人呢，由不得他不慎重。啊，是啊，陈哥很诚实的承认了。阁下，因为啥要杀他？涂星其实不太相信江城是正好路过，他有些怀疑这是个阴谋。我看他不爽啊，想杀就杀了。身后的公卿当场无语了，你疯了吗？你是嫌敌人的怒火不够吗？换成他一定会利用自己的好口才好好的解释一番，能化干戈为玉帛最好了，就算化不了，那至少站个正义的立场啊，对不对？你哪有这样的呀？涂星眼眸中杀机涌动，带了深沉的压迫力。栾龙是俺的得力部下，阁下这是要和俺作对了呗？哼，你还真是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呢。你算哪根葱？还知道我专门作对吗？公卿都想骂他了，你不能说点好听的话吗？你非得说对方不喜欢的，有什么好处吗？你作死呀！涂星身后那群统领和亲卫大怒，纷纷祭出仙气，叫开战。大胆！该死的，那算什么东西啊？但是涂星本人却有些犹豫不定了，对方底气太足了，足得太过反常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啊，难道有埋伏？又或者他实力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吗？阁下是哪个派来的？难道是盯上俺这个靖主之位了吗？听到这话呢，公卿喜出望外，连忙抢话了：这位前辈可是大有来头，他和数位领主都是莫逆之交。反正江城也没人认识，他指望着能够虚张声势吓退涂星，那样呢免于一战，一场灾祸消弭于无形，岂不妙哉？然而成哥却很严肃地打断他：瞎说什么呢？谁够资格派我呀？涂星一愣：明然不说暗话啊，都到这一步了，阁下可以亮出底牌了。什么底牌啊？让俺的帮手同党都出来吧。没有啊，我就俩人。陈哥都有些不耐烦了，直接抽出了剑。什么领主靖主，我一个不认识，你放心吧。啊，他的目光还时不时在涂星那把剑上游弋呢，那就是即将属于自己的真妻吗？这是有些迫不及待呀。公卿都无语了呀，他真的是已经放弃治疗了呀，这个队友他真带不动了。别人原本还有所顾忌了，你现在的顾忌都被你自己打消了，这完全是哪里是死路就往哪里凑，生怕对方不开战的节奏。涂星呢也终于放下心了。哎呀，那可真是太遗憾了呀，闹了半天俺就是个孤魂野鬼，那俺就去死吧。话音一落，他率领的7位统领齐齐杀了上去，江掌门仙剑一扬，所有的 buff 都堆上，10阶大圆满的剑术和15门剑心轰然杀出，一场大战就在这座仙城的上方爆发了。陈哥压根儿不在乎涂星的进攻，也不在乎受不受伤，直接杀进了人群中。那些地境2重这辈子只玩过兵啊，哪见过这种五花八门的玄门攻击？片刻之后，就大批的亲卫从高空跌落，下方城池中无数修士哗然惊呼呀！我的天哪！
这是谁呀？疯了呀！竟然敢真着和靖主开战！这是何等凶人呐！涂星目眦欲裂，将城杀进人群中。他如果全力施为了，反而会伤了自己人。该死！杀了他！他怒吼只是徒劳。仅仅10几秒之后，他身边剩下的就只有那7名地境3重的统领了，其他亲卫全都被陈哥杀的是一干二净。帮你清理一些杂兵，不用感谢我，这我应该做的。陈哥也是生怕气不死人呐。去死！涂星怒吼不知传了多远呢。直到此时呢，真正的决战才算是刚刚开始。天空中再次日月交辉，5行小世界的爆炸连绵不绝。江城发现自己的战斗力已经莫名其妙提升了不少了。这不是他境界提高了，而是10阶仙剑比9阶要强大太多了呀，能发挥出的威能比之前提升了许多倍。如果他现在碰上之前那位地境4重的领主，没准还死不掉了。而此时呢，他的对手只是一群地境3重，7名统领面对剑心和玄文之力的轰击，根本就抵挡不住。若非涂星这个地境3重后期的境主在正面抵挡，恐怕他们中很快要有人陨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战彻底进入白热化。本第871集，叫不到人了。当看到上千亲卫就在片刻间被杀得一干二净，下方所有人都被震傻了。他们不认识江城，但知道宫情啊。宫氏一族早在上亿年前就被诛杀殆尽，就剩他这个漏网之鱼了。此女自己才地境2重，他能结识什么高手啊？看到他带着人杀回来，众人只当这是不自量力，自投罗网。哪知道啊，宫情这个帮手那么强，竟独自一人能和靖主的亲卫大军抗衡，这是何等实力！而宫情本人同样也惊呆了，他总算明白江长们为什么敢直来直去的杀上门了，这是何等的实力！难道是地境4重吗？地境4重那可是领主级的实力，自己竟然在无意中结识了一位领主吗？他感觉不太真实。然而此时正在激战的陈哥呢，却一点不开心，他还指望被杀一次然后开挂呢，那样多省事啊！只要死一死，也不用那么卖力就能解决战斗了。结果呢，你半天不死，这也就罢了。关键这场仗是不折不扣的硬仗，因为双方的实力相差不大。拥有10阶仙剑的他，确实具备了地境4重初期的战斗力。但对面的涂星作为地境3重后期，手持1阶真气，也具备了与地境4重一战的资格。何况呢，他还有另外7名地境3重做帮手，因此呀，他们和成哥杀的是难分难解。这一战打的是昏天暗地，日月无光。成哥浑身浴血，内心更是欲哭无泪呀。以成哥的根基底蕴，这样一直打下去，哪怕用年做单位也累不着他。只是呢，他不想这样卖力呀。然而不卖力战斗，直接放水被杀，系统又会认定是自杀，于是呢，他就只能继续打了。对于动不动就秒杀的他来说，这也算是最麻烦的一场战斗了。从日落打到天明，才终于出现了第一个陨落的统领。这一战的平衡呢，也终于开始渐渐的倾斜了。不过即便如此，还是足足打到第3天，他才如愿以偿，艰难的将涂星斩杀，获得了他那柄真气青芒碎离剑。这把剑对于兵器规则和武技的增幅已经达到了9阶仙剑的1倍之多，可想而知呀，战斗力加成有多大。拿到手之后呢，陈哥立即炼化了它。他可不想下次碰到其他地境3重还哼哧哼哧的打几天呢。刚才战斗中要是有这把剑，那他早都赢了。迅速收完战利品，将那些用不上的仙器兑换了一下，他也已经拥有了上万的仙元点了。哎呀，总算有点身家了，可以干点大事了。陈哥就这么漂浮在半空，点开了提升技能面板，完全无视的下面还有一堆人在看着自己呢。他第一个点开的技能是冰之玄文，这里是冰之真气。这个世界拥有的是冰之本源，所以这门规则提升对于战斗的帮助极大。冰之玄文目前的进度还是第7重10%呢，从当前进度提升到第8重还挺简单的，只需要90亿功德，也就是9点仙元点。点了个一键升级之后，冰之玄文顺利达到第8重，他立马感觉周围的一切都不大一样了。冰之力在4周活跃无比，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与这个世界本源的距离拉近了。事实上呢，这个世界的地境4重对于冰之力的领悟程度也就相当于第8重玄文的层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陈哥目前已经算是一只脚踏进了地境4重了，只不过他的仙力和神魂境界还没有达到，还需要像以前那样大量吃药升级。升到第8重显然不能满意，第8重到第9重每1%都需要100亿功德，一共1万亿，也就是1000仙元点。点下一键升级，他的冰之玄文又成功达到第9重，再次大幅增强了自己对冰之规则的领悟程度。提升的过程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呀。这个境界呢，已经远远的将地玄4重甩在身后了。而在第9重之后还有第10重，只不过这一重就艰难了，每提升1%都需要1000点仙元。
他关了面板，又花了80仙元点将10阶的剑法提升到了11阶，之后呢，又花了7000点将这门不灭千华剑经提升到了12阶。要知道，之前那位地境4重领主用的其实也就是第11阶的剑法。总算有些安全感了呀。成哥对这个系统提升功能表达了赞许，压根儿不用他满世界找什么功法秘籍修炼，也不用他参悟感悟，更不需要什么关键的进阶宝物，他需要做的就是加油赚仙元点，简单又粗暴呀。现在的他如果碰到几分钟前的自己，应该能打好几个了。这时呢，他才发现宫行已经压着朝光来到自己面前了。成哥又是刻意留下的他，也是很恶趣味啊。而朝光先前见势不妙，都已经逃了，结果呢，被宫行抓回来了。再次看到他，成哥笑了：“我又在你面前狂了一次，有缘哈。”他把朝光之前的话反问了一下：“怎么样？现在感觉怎么样啊？”朝光还能有啥感觉？他最大的靠山被干掉了，现在剩下的只有恐惧绝望了呀。他可不敢像成哥那样说感觉棒棒的。如果早知道屠星都搞不定，那他绝对是有多远逃多远，你何必回来搬救兵呢？面对人为刀俎的局面，他很识相的再次扑通一声跪下，痛哭流涕，发挥传统磕头技能。错了呗？错了，服了呗？服了，这次俺是真的服了。眼见成哥似乎又有放他走的意思，宫情都后悔了呀。早知道刚才抓回来时趁机斩草除根批了，留这个人那绝对是个祸患呢。宫军师苦苦劝谏：“前辈，此人真不能留，他一定还会继续兴风作浪的。”江主公不以为然：“以我的实力，用着怕他吗？”朝光为了活命，连声说了：“是啊，俺这次一定痛改前非，好好做人，再也不和前辈难作对了。”一听这话，成哥反而沉下了脸：“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不会再找人来杀我了？”“俺哪敢呢？而且俺也叫不到人了呀，俺知道错了。”“你真叫不到人了？”成哥的语气都变了。本集第872集，一境之主。真的叫不到了。朝光以为这样说能够尽量打消这个超级高手的杀心，没准呢他不把自己当回事就又放了，哪知道啊，这恰好激起了成哥的杀心呢。我留着你就指望你继续摇人来杀我呀？你接着摇啊，结果你不行了。既然你叫不到人，那我留你何用啊？朝光一脸懵，宫情有些愕然，远处那位围观的修士更是一头雾水呀，啥意思呀？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呢，成哥手中冰剑一闪，歘的一下，朝光倒了，死不瞑目呀！他很想控诉，我都说了我不会再叫人来杀你了，难道我这也错了吗？只可惜没机会说了。前辈杀得好！尽管没明白成哥的脑回路，但宫情还是高声赞同了这个举动。这时呢，下方那些修士也飞快地涌了过来。江掌门还以为他们是要为那屠星报仇呢，哪知道这些人是纳头便拜呀！擦驾靖主，擦驾新任靖主，恭喜前辈成为新的一境之主啊！新任靖主万岁！这山呼海啸的，搞得成哥一脸懵逼。他对兵界的风俗不了解，为了避免大庭广众出丑，只能传音问自己的军师宫情了。什么情况？我怎么成了新任境主了？宫情一愣，显然是没料到他连那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难道他真的刚从那深山野林出来吗？亲手杀了前任境主之后，您就得到了他的境主标记，自动成为新任境主了。成哥这才想起来，杀死屠星之后呢，自己身上确实多了一些什么，有点像之前杀死最早那个冰族人之后的效果。同样有个什么东西在隐隐的呼唤自己，而且呢就在下方的城池里面。原来那个东西叫做境主标记吗？所以当了境主有什么好处吗？每一境都有一处本源气息最浓郁的冰眼，唯有得到了境主标记的境主能坐镇。宫情耐心的科普，在冰眼之中修炼，能近距离感悟本源，规则感悟的提升速度要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快。因为这个原因，境主之位的争夺向来是激烈无比。他所在的宫氏一族就是这里的上一任境主，只是后来被屠星取代了而已。还有这好事呢？那为什么我当了境主，他们却看起来很高兴，完全没打算来抢呢？这是因为您实力强，他们知道抢不过您。宫情继续解释，除此之外，一境也必须要有一个境主，这对他们也有好处。为什么呀？只有境主坐镇冰眼的时候，才能使冰眼内的本源气息活跃起来，造福一境所有生灵。而且境主实力越强，冰眼的本源气息就越活跃。只需要坐着就能提升规则感悟境界，这对成哥还是挺有诱惑力的。那样呢，自己提升冰之玄文时就能节约很多的仙云点了。想到这儿，他都有些迫不及待了，于是大手一挥，高声说了：
这种造福所有人的事情，我最喜欢了啊！冰眼在哪儿呢？下方群修欣喜不已，连忙一个个抢着给他带路。家主这边请，家主你看看我是城内居家的家主啊！家主别看他呀，眼熟我呀！这帮人居然拍起了马屁了。宫晴连忙挡在了陈哥前方，一脸焦急。您不能接受这禁主之位，我们需要赶紧离开这里。陈哥一愣，妹子呀，你这又什么意思呀？怎么的？我不配吗？不是，而是我们继续留在这里会招来杀身之祸的。您杀一境之主，没有得到天红陵领主禁宠的默许，属于挑衅作乱。他飞快地说着。而且图形还是他的得力臂主嫡系先父，您杀了他，一定会令禁宠极度愤怒。他定然会纠集其他的境主前来报复，到时候想走就晚了。当年他们宫家是前任领主的嫡系，因为前任领主被禁宠所杀，所以才一起遭了殃。这背后的水很深呢。禁宠，程哥感觉好像在哪听过这个名字，但又没什么印象。他很牛吗？他是地境4重中期，而且他有调动副领主和其他18位境主的权利。快走吧！宫晴并不看好他，尽管江城独自干掉屠星和他的一众党羽，战斗力超乎他想象的强，但屠星毕竟只是其中的一个领主而已。江城干掉一境都费了这么大的劲儿，那面对其他18境联手，再加上更加强大的领主，可想而知会是什么结果。然而呢，程哥的脑回路注定是不一样的。听说还会有人来报复自己，他高兴都来不及呀！自己的先源点就指着这些即将到来的敌人了。什么话啊？这什么话？我堂堂正正靠实力取得的境主之位，岂能因为害怕报复而丢掉啊？这样我有何面目在外面混呢？啊，那岂不是传出去被人耻笑吗？我要是走了，周围这些父老乡亲没有了境主，该多失望啊！啊！他这么一说呢，其他人也纷纷起哄了。境主说得好，境主豪迈，不愧是先任境主呀！嘴上这么说呢，实际上他们也觉得这个新任境主挺傻的，明知道有强敌即将到来了，居然还留在原地等死。不过那关他们什么事呢？反正他们要的就是个境主，而且越强越好。禁宠就算带人来报复，最后杀的也只是江城，跟他们当地人无关。他们到时候无非就是再换一个新的境主吗？程哥没想那么远，他此时满脑子都是从那冰眼里搞好处，其他的不重要。宫晴看着他被众人簇拥着的背影，心里是又气又急呀。他好几次想转身逃离这里，但最终呢，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念头，还是跟了上去。一行人很快就来到冰眼面前，说是一境的正中心，其实呢，也就是个很不起眼的小冰窟而已。冰窟深也就1丈，一眼就能望到底，表面没有任何的本源气息波动，显得平平无奇的。就这么个玩意儿，程哥觉得没有排面了，想着以后是不是要在这里弄张龙榻装点一下门面，再把冰窟周围好好的装修一下呢？起码要稍微跟上自己的咖位呀。不过呢，其他人却是一脸向往，就连宫晴的美眸中都露出了激动和兴奋之色。这里毕竟是他们宫氏一族曾经坐镇过的地方。本第873集，咱又不是来冬眠的。距离冰窟树上，所有人都无法继续朝前飞行了，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势力在阻挡他们。唯一还能前进的就是拥有境主标记的江掌门了。他很顺利地进入了冰窟洞窟中，而当他进去的那一刻，冰眼霎时间就亮了。还没等他修炼呢，原本洁白的冰窟就被赤橙黄3彩光芒笼罩起来，紧接着一圈接着一圈的本源气息向着远处荡漾，延绵不知多少里，最终覆盖了这整整一境之地。这一境仿佛活了过来，突然就充满了勃勃生机。在场所有人都情不自禁的欢呼，欢呼中带着浓浓的惊喜和震撼。哎呦啊，竟然是3色本源呢！我记得图形以前指的是橙红双色，我的天哪，这位境主比图形更强啊！有他在，俺们有福了呀！冰眼能激活出多强的本源气息，除了看冰眼本身，还看境主自己的境界，境界越高，就能让冰眼产生更大的反应。程哥的境界不高，但他的冰之学问达到第9重了。要知道，地境4重的领主在冰之规则的领悟程度上都没达到他这个层次呢。而这里主要沟通的是本源，看的就是和冰之规则的亲近程度。他坐镇这里，效果其实比其他任何一个4重领主坐镇还要显著。在场众人呢，最震惊的那个正是宫晴。此时他满眼的难以置信，看程哥就像看一个怪物。相比于其他人，他这个前朝公主懂得更多。他知道这个冰眼的上限就是橙红黄3色，也就是说呀，这个人一到这里就直接激发出了这里的上限了。要知道他现在还没修炼，只是站进去而已，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怎么可能呢？难道他隐藏了实力吗？也不可能啊。之前他和图形的战斗足以说明一切，他并没有领主级的实力。一时间他陷入了思索，却怎么都想不明白。看到外面众人一副震惊的表情，压根儿不明白情况的程哥表示，这只是基本操作。
想不到呢，哥只是飞进来就让你们这么大反应了，难道是飞进来姿势太过美妙，自己变帅了？他陶醉了一会儿呢，这才想起来该修炼了。站在这冰窟内，确实感觉和冰之本源的距离拉近了很多。运转功法，闭目观想，他甚至都能看到冰之本源那巨大的投影，那就像是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太阳，缓缓散播着无尽的光辉。而他所在的这个冰眼，只是其中一道光辉的末端而已。他催动冰之玄文，开始仔细的感悟，但只过了5分钟呢，他就放弃了，不咋地的效果。确实，这冰眼比正常感悟的规则要快了至少100倍，但那第9重的冰之玄文连0.00000000001%都没有前进的。想靠这种方式提升1重规则境界，要多少亿年呢？事实上，他这个速度已经比其他境主快了，毕竟他的冰之玄文是第9重，换成其他境主只能搞个红橙两字，那提升最多也就比外界快个30-40倍。而对那些人来说，这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宝地了，能加快几十倍的修炼速度，还要什么自行车呀？可对江长们来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蹲坑练级，哪里比得上到处抢战利品换仙源点，然后直接点技能升级来的快？他立刻呢就失去了兴趣了。溜了。眼见他才进去一会儿就要出来，其他人不明情况。将主，俺怎么出来了呀？是啊，俺接着修炼呢。境主一旦离开冰眼，那全境的冰之本源气息就会渐渐的沉寂下去，重新变得不再活跃。这自然不是他们想看到的。你们当我是什么呀？冬眠的狗熊吗？滚！成哥不耐烦地推开众人，飞出了冰眼。眼见冰之本源气息飞速下降，众人连忙苦心劝说：别的呀，教主呀，您在里面也能得到提升啊。是啊，这冰眼别人求都求不来呢。成哥心说：你们当我傻呀？老子打了胜仗，然后跑这来坐牢来了？这种事你们谁爱干谁干，老子不奉陪了。要不是为了等着什么领主和其他境主来报复自己，他早直接飞走了。无论其他人怎么劝，他就当没听着，只是传音询问自己的专属客服宫晴。这个境主标记怎么能去掉？我不想要了。不想要了？听到这句话，宫晴第一次生出了想要打他的冲动。为了这境主之位，当年我们宫氏一族多少人流血牺牲啊！结果呢，你就体验了这么一会儿，就弃之如敝履了。冰之真界几乎每天都有为了争夺境主而爆发的战斗和阴谋，你让那些人情何以堪呢？境主标记想要去掉，有3种方式。哪3种啊？第一种就是类似图形那样被您所杀，标记就会自动转移到您的身上；而第2种则是脱离这一境的范围，持续3000年未归的话，标记就会脱落，回到冰眼上方。他缓缓地说着。那时候这里就会变得腥风血雨了，会有无数人前来抢夺。成哥一怔，离开这一境范围3000年，标记就会脱落，那岂不是让人很难离开自己的领地吗？那第3种呢？第3种是主动赋予，您可以将标记赋予其他人，不过极少有人会这么干。好不容易抢来的境主之位，有几个人会拱手相让呢？成哥听他这么一说，顿时放心了，能送就好，免得自己离开之后还真坑了这一境都无法得到冰眼内的气息本源了。他笑着，这样啊，那我把这个境主之位交给你吧。宫晴差点怀疑自己听错了。您说什么？不光他呀，其他人同样一片哗然。这可是堂堂境主标记，得到了就能提升修炼速度的至宝，无数人为之眼红的东西，竟然就这样随随便便的送给别人了。尤其宫晴更是彻底压麻呆住了。老实说呀，他这些年立下的毕生愿望就是将来变强后夺回属于宫氏一族的境主之位。原本在他想来，即便再经过数亿年，这个愿望也还是非常渺茫的。然而现在呢，突然实现了。本集第874集，你当我稀罕境主吗？您说的是真的？宫晴不敢相信，自己的毕生愿望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即将实现了，这太不符合常理了。乡长们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只是将那境主标记一点点的塞了出来。这还能有假呀？现在你就是境主了。宫晴望着那标记，差点当场热泪盈眶了。他双手颤抖，标记就近在咫尺，随时都能触碰，一旦碰到就会融入他的体内，他就会变成这里的境主。不但光复了宫氏一族的位置，还能得到冰眼的修炼加成效果。只是最终呢，他却艰难的收回手，朝着乡长们摇了摇头。我现在不能要。为什么呀？成哥能看出他很激动，这种情况下还忍什么呢？宫晴冷静下来。我现在毫无根基人脉，实力也仅有地境2重，就算收下这标记，我也守不住，可能用不了1天，我就会死在标记的争夺战中。何况境重领主也不会看着我当境主的，他绝对会除掉我这个前任领主的余孽的。这女人确实是头脑相当的清醒，面对巨大的诱惑还能冷静分析情况，做出最合适的判断。
成哥表示，你脑子是真好用啊，哥从来不想那么多，到哪都是莽一波。那既然他不要，你们呢？你们要不要啊？他看向了周围其他人，这个烫手山芋他是想早点抛出去的。如果没有宫廷那番分析，其他人恐怕早就抢着要了。但现在他们一琢磨呀，自己拿到标记之后守得住吗？这玩意儿没有地境3重中期以上的实力，拿到手那就是催命符呀。于是呢，众人一个个连连摇头摆手，不要，俺们也不要啊！是啊，高手您自己拿着呗。对呀，您留在这里就行，何必送人呢？成哥也挺无语的，不是说这是宝物吗？咋送都送不出去呢？他正打算将那标记扔回冰眼呢，远处高空传来一声长啸：“谁杀了我图形道友？何方小小竟敢擅自残害异境之主？”听到这2声长啸，所有人陡然一惊啊，而宫廷更是面色大变。糟了！咋了？是羽长靖主和飞傲靖主，他们是图形的好友，同列19位靖主，都是荆虫领主的嫡系。宫廷对这些人的关系堪称了如指掌。您杀死了图形，他们第一个就不会放过您。他一脸焦急，只是此时想离开呀，好像来不及了。就见高空之中，足足10几位地境3重高手从天而降，为首的是2个兵族高手，正是羽长和费傲。这2人的境界与图形类似，都是地境3重后期，实力不可小视。宫廷的心直接沉了下去。江城对付图形时费了那么大的劲儿，现在出现2位境主了，他绝对是必败无疑了。而他一败，自己肯定会被诛杀。这时呢，之前那些拥戴江掌门的本地修士呼啦啦的全都散开了。擦驾2位境主，图形境主之死可与我们无关呢。啊，对，俺们也对此毫不知情啊。无论谁当境主，对他们来说都一样的，只不过实力更强，效果更好。换个境主，他们也还是照样过日子，自然是不会趟这趟浑水的。羽长境主轻蔑的冷哼了一声，对这些人压根没放在眼里。哼，你们能不能脱得了干系，那要等以后再说。江掌门看了眼身旁，宫廷竟然没有和他划清界限逃离现场，这倒让他有些意外了。那位费傲境主呢，则是死死地盯着他们，杀意毫不掩饰。杀死我涂大哥的就是你们俩呀？成哥笑眯眯点头，是啊，我做好事本不打算留名的，不过你们既然都找来了，我也不好意思不承认呢。那图形是我杀的，而且呢，我杀得很不尽兴。怎么了？来了，又来了！不是你说的是人话吗？宫廷都无语了呀。这位前辈为什么每次都在朝着作死的方向前进呢？就没有一次能是说对台词的？这让他这个军师心累呀。听到这种不似人言的回应，全场再度哗然了。对面2名境主不出意外的勃然大怒。好大的胆气！说，是谁派你来抢夺境主之位的？是哪一领的奸细？成哥听得眉头直皱，什么玩意儿抢夺境主之位？说的我好像很稀罕当你们的境主一样。没等2人反应过来呢，他随手将那境主标记扔进了冰眼里，随后拍拍手。现在能开始了不？2位境主和周围一群地境3重的统领张张嘴，目瞪口呆呀！什么操作呀？啊，那可是境主之位呀！他们当年为了当上境主，不知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结果呢，这人竟然随手将那标记给扔了，这让他们一时间反应不过来。后方一些统领甚至露出了贪婪之色，他们看到了自己当境主的机会。你什么意思？羽长和费傲惊疑不定，开始怀疑这反常的举动有阴谋。没什么意思，你们不是来杀我的吗？快点的呀！成哥说完，当着他们的面祭出了图形曾经的真气。为什么这个人底气这么足呢？2人也没见到之前陈哥和图形内战的场面，还真不知道他究竟多强。反正呢，此人能杀死图形，实力肯定不会弱于他们。一时间，他们反倒畏首畏尾了。你残害境主，阴森共愤，禁从领主不会放过你，你死期将至。眼见他们畏缩不前，宫廷倒是明白了，妙啊！原来这位前辈是在虚张声势，故意摆出这狂傲嚣张的姿态，反而能吓住敌人，高啊！自己一开始都没能看穿他的用意，他都有些佩服江掌门了。直到他听到陈哥的下一句话：“怂什么呢你们呢？自己跑过来不敢动手，怎么的？又要我自己来吗？真是麻烦的。”说完呢，他骂骂咧咧的记起了碎离剑，直接就杀了上去。本集第875集，守株待兔。宫廷真想痛骂江掌门了，你疯了呀！好不容易吓住敌人，你见好就收，你还主动杀过去了，你这一杀上去岂不露馅了呀？你暴露你真实的战斗力了吗？到时候对面俩境主可不会留手了呀！他正想着呢，然后就看到场中一道冰凌组成的身影骤然炸开，紧接着无数的碎冰激射而出，
有不少围观修士被击中，当场受到重创。而那些落在城中的碎兵，哪怕只有小小一粒，都爆发出了巨大威能，将那城池炸的是千疮百孔。而这只是开战的第一幕前奏而已。在这前奏中，地境三重后期的费奥境主已经陨落了，他猝不及防之下被正面击中，真兵之体当场爆裂，没有任何的反应机会。一道身影紧接着贯穿了他先前所站的位置，也穿透了那无数的碎屑。凛冽的冰剑化作一道长虹，划入了后方那群头领中。仅仅第一个接触，就有2名统领步了后尘，同样的被轰碎的身躯当场殒命。而此时江城已经冲入了人群中，与另一位境主和10几名统领大战起来。宫情呆若木鸡，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他不久前还以为江城就比屠清厉害一丢丢，面对2大境主外加10几名统领，一定是挡不住的。哪知道啊，上去就秒了一个境主，啥情况呢？不久前他面对屠清为什么打得那么艰难呢？这一幕也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不光他，其他人也都目瞪口呆了，看着一个接着一个统领从半空掉落，他们都傻了呀。刚才他们都以为成哥死定了，完全不看好他，结果现在呢，这个新任境主强过头了吧？他们有些后悔刚才那么快和江城划清界限了，这是要赢的节奏啊。可问题是，他怎么就那么强？他们同样想到了之前和屠清内战，与内战相比，现在的成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可是呢，就算实力突飞猛进，也不可能进步这么大吧？这战斗力足足提升了好几倍呀！聪明的宫情迅速排除了成哥突然提升的可能性，因为那不合理。就算突然得到天大的机缘，也得有时间消化。屠星内战结束到现在，也才过了一会儿的功夫，所以他其实是隐藏了实力吗？他们又哪里知道，成哥还真的是刚刚那会儿临时提升的实力，在系统面板点了冰之玄文，又点了点不灭千华剑经，把这俩都提升了2阶，就是这么的简单朴实。再加上10阶冰剑换成了1阶真气，那他就脱胎换骨了。自身的玄文并不能直接沟通外界的本源，但被玄文加持着的规则烙印却能借用到本源的力量。当他的冰之玄文提升到第9重，冰之规则烙印能借用到这个世界冰之本源力量，也随之翻了数倍，带来的效果呢，就是攻击力倍增了。地境3重在不久前还算是他的劲敌，而现在对他来说渣渣。短短10几秒，场中剩下的就只有一个羽长境主了。他能活到现在，不是他能撼动江掌门，只是因为刚才其他人排在他面前死了而已。而现在只剩他一个人直面江城，哪里挡得住呢？不，阁下住手，误会啊！他一边打一边大声疾喊：我认可你是这里的境主了，我们不会再对付你，住手，也不能杀我！成哥差点被他逗笑了，他娘的，我又哪让你认可呀？怎么就不能杀了？唰的一下，碎离剑穿透了他的眉心，羽长骤然停顿，眉心的冰层飞快开裂，整个身躯就像是出现了无数裂缝的干涸大地，随后轰然垮塌，变成了一地的冰渣。战斗至此1分钟，先前还气势汹汹的2大境主10几位统领没了，而天红领也在这1分钟内出现了另外2个空缺的境主。成哥飞快的收外战利品，又搞到1柄真气，不过呢，他已经用不上了。而其他天才地宝和银月冰魄虽然谈不上多，但对现在的他来说也有就不错了。忙完之后呢，他才再次回到一脸复杂的宫情面前。哎，这俩境主死了，我怎么没有得到境主标记呢？因为他们跨境而来，不在自己的境内，您这算是在外境击杀的他们。他强忍着震惊，认真的科普。死在外境的境主，标记会自动回到他们那一境的冰岩。内心深处他只觉得荒唐啊，这么强大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连这些基本常识都不知道呢？哦，这样啊。是的，而且一个人也不能同时获得2个标记。啊，不能啊。成哥心说，那我身上还有另一个标记算什么呢？他之前击杀禁虫时也得到了一个标记啊。行了，那就接着等着吧。说完呢，他变出一张躺椅，在原地躺了下来，打算守株待兔。宫情有些无奈。啊，您还不打算离去吗？啊，你不是说还有其他的境主和领主要来吗？我要是离开了，他们找不到我，那该怎么办呢？多着急呀！啊，让他们扑了个空，多失望啊！宫情很无语，你还真是很会为敌人着想啊！就这样呢，2人足足等了3天。这3天，3境境主被杀的事情也迅速传开，令得周边各地无数修士震惊啊！江城也没隐瞒自己的名字，于是很快就有人开始议论这个突然冒出的人物。与宫情一样，所有人都认为接下来领主会很快过来复仇，他一定会很惨。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3天并没有高手找来，飞红岭领主和其他境主仿佛不知情一样，完全没消息。这让宫情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宫军师，看来你的预料是错了呀。
成哥笑眯眯地从躺椅上起身，还打趣了一下。如果是实力被看清，宫晴还能平静，那智商被取消，他不能接受啊。这不应该啊，太不合理了。靖虫不可能收不到消息，就算他在闭关，手下其他靖主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他才对。而以我对他的研究，他不是一个能忍得住挑衅的人啊。本集第876集，领地不能无主。眼见宫晴又要来一波漫长的分析，成哥连忙摆手：“行了，收了神通吧啊！”哎呀，我也该出发了。宫晴望着缓缓飘起来的他，心头一痛，不由得也跟上了。您接下来要去哪儿啊？他现在想一直追随这位前辈高人，这位前辈实力强大，又没什么架子，对他一直都是平等的姿态。而且他灭掉屠星和曹家，也算是为当年宫氏一族报仇了。虽然他的本意似乎只是为了抢些东西，但宫晴觉得呀，自己应该要报答他。尤其这位前辈似乎脑子不太灵光，正需要一个自己这样的人从旁辅佐。他的念头在下一刻戛然而止了。我打算去找那个什么领主，问问他怎么回事，都等了这么些天了，是不是不给我面子？他可不想放弃那些战利品，既然对方不来，那自己主动去吧。宫晴觉得自己应该重新评价一下这位前辈了，他已经不是脑子不灵光了呀，他完全就是无药可救啊！千万不要冲动，靖虫不是好惹的，他是地境4重中期的实力，与那3位靖主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呀。成哥很头痛，非常的头痛，这妹子怎么一天到晚憋着劲儿的阻碍自己装叉呢？啊，是，我就去找死的，你千万别跟着我了啊！他又在戒指内掏摸了一会儿，摸出了一些宝物，有银月冰魄，有丹药，有仙气。你呢，跟了我几天了，我也不能对你没表示，对吧？拿着吧，好聚好散。以成哥以前的风格来看呢，这已经算是把宫晴提升到飞仙门弟子一档的待遇了。说完呢，他又朝着冰野那边努努嘴，想当靖主也可以，那标记还在那呢。宫晴真的是无语了呀，此人竟然疯狂的要去挑战领主。且不说领主本身多强大，光是他身边高手就如云呢。地境4重并不止一个，这完全是找死。然而最终呢，他还是摇了摇头。您帮我报了仇，我要誓死追随前辈左右，报答您。成哥急了呀，这是要一直贴着自己吗？我不需要报答啊，我施恩向来不忘报。您不需要，但我不能丧失了准则，前辈将来会发现我的价值的。成哥无语了，妹子呀，我早就发现你的价值了，真的，你随便跟着其他任何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无论是那些顶尖大佬，还是位面之子得到你，那都是如虎添翼。有你这样的人辅佐，他们能少走弯路，提前规避危机，对周边局势了若指掌，还能得到完美的应对方案。他们应该主动来请你，三顾茅庐那样。可问题是，哥的风格跟他们不一样啊。你还真要当我军师啊？啊，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我真的随时可能会死的。宫晴看他如此反应，倒是扑哧一笑。主公若是身死，那我陪葬又有何妨？妹子都直接喊主公了，成哥还能说什么呀？哎，那就跟着吧。两人出发之后，周围那些本地的修士才终于冒出来，望着两人消失的背影，极度的感觉不可思议啊！刚才俩人说话也没藏着掖着，他们竟然要去找晋城领主呀？疯了吧？非但不赶紧讨命，还主动找上门，这是嫌死的不够快吗？不自量力！他们并不知道，此时的天红岭中心其实沉浸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下。天红岭的高手除了19位地境3重后期的境主之外，还有4位地境4重的副领主。如果将天红岭当成一个帝国，那境主算是封疆大吏，而副领主和中心区的其他长老算是朝中大员。他们是围绕着领主的中坚力量，而现在这4位副领主的表情都是愁云惨淡。晋崇领主死了，这个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炸在众人头顶嗡嗡作响。晋崇领主怎么会死？他的实力怎么可能被杀呢？现在当务之急不是这个，而是究竟谁干的？是啊，那个人身份成谜，而且杀了领主之后就没有下一步动静了。领主印记没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周边其他领肯定会掠夺我们的冰原本源的。他们这4位副领主倒不是要为晋崇报仇，而是现在天红岭的冰眼处于无主状态，这种情况就很不妙。没人坐镇的冰眼，不光里面本源无法被激活，同时还会遭到周边其他各领的觊觎。冰眼无主，这本源无人牵引，也等于是失去了守护者。周边离得近的那些领主一旦发现，就能利用那边的冰眼隔空借到这无主的冰眼本源气息，就像家门没上锁，谁都能来捞一笔。这会导致天红岭的本源气息进一步的下降。如果觊觎的人多了，时间一长甚至会导致天红岭变成本源稀薄的蛮荒之地。而面对这种局面，他们什么都做不了。目前他们只是封锁了晋城被杀的消息，避免传到周边的各领。
然而呢，这毕竟不是永久之计，迟早会传开的。当务之急啊，是要把人找到。不错，必须要将那印记给赢回来。我们的兵眼目前处在不设防状的，太危险了。还有图星、费奥、宇常那3位靖主被杀之时，现在哪有空夫去管这些靖主死活呀？在他们4人眼中呢，这些靖主其实不算什么。地境3重后期相当于他们这地境4重初期，完全就是2个层次。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领主不能一日无人呐。哎呀，真是多事之秋啊！也就在这天，江城和宫崎也抵达了飞鸿岭这座中心县城。相比之前那无数冰窟组成的城池，这里显得高级了很多。一座座五颜六色的冰雕高楼美轮美奂，散发着奇异的光彩，给人的感觉呢，就像是来到了童话里的场景。不同于仙界那边，这里的仙城并没有什么守门的，两人很顺利地进入了仙城内部。第877集，还不快去通报？靖宠的麾下有4位地境4重初期的副领主，其中严尊是他的嫡系。当年他斩杀前任领主时，此人也出了大力，所以这次您要面对的主要是靖宠和他。一路上，宫崎如数家珍一样，给江主公科普着敌人的阵容和人际关系，这倒是让江城稍微提起了些兴趣。哦，原来他们还有另外4个地境4重。宫崎一脸无奈，这种最基本的情报你不知道吗？他继续说了，另外还有根河和末年这2位副领主，此2人属于本地根深蒂固的老牌强者，他们历经了10几任领主了，家族根系庞大，并不在乎换谁当领主。但是他们目前受靖宠节制，所以只要靖宠下令，他们也是会朝您出手的。按照我的推算，他们不会像严尊那般薄命，这倒是可以利用的一个点。靖宠这些年或多或少的偏袒过严尊，他们暗地里应该也有不满。如果你能抢先压制靖宠，在他们面前展露出强大的实力，他们应该会停手选择观望。这女人之前明明一直隐藏在曹家当婢女，但整个天红岭顶层的动静似乎也全都逃不过她的分析。成哥看宫军师滔滔不绝了半天，自己要是不给些回应，未免有些不懂礼数了。于是呢，只能假装感兴趣，附和着问了一句：啊，那还有最后一个呢？最后一个是朗智，他也是我们唯一有希望能提前拉拢到的帮手。啊，拉拢？宫崎侃侃而谈。朗智是前任领主的心腹干将，靖宠上位之后，对前任领主的人手展开了残酷的清洗。朗智能活下来，全是因为他自身是地境4重，足够强大。靖宠想要对付他也很难，所以才只能放任他继续存在。您对付靖宠，他一定是乐见其成，但相应的，我们要提前说服他，得到他的信任，他才会跟我们干，否则他最多是两不相帮，不会对靖宠下手的。另外，此人能活下来，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八面玲珑。他……哎，行了，江主公感觉脑袋隐隐作痛，他怀疑自己不打断的话，这女人一直能分析个3天3夜。望着面前庞大的冰雕城池，他能感受到一股清晰的吸引力，那吸引力与他身上的那个标记遥相呼应，这让他有些疑惑。于是呢，他随便在路边拉了一个人：“哎，小老弟啊，晋宠住哪儿啊？”听到这个问题，路人面色一变：“你是谁啊？怎么直呼领主大名啊？”“我是江城，满意了没？”这个名字一出，不光被叫住的那个人，其他路人呢也都纷纷停了下来，旋即一脸惊愕地转过头。成哥干掉3名靖主的事已经传遍了整个天红岭了，他的名字在这几天被无数人谈论过无数遍，早就已经算是一个名人了。原本还不耐烦的路人立刻变得结结巴巴的。哪个江城啊？宫崎连忙急着抢着。我家主公只是和另外一个人同名而已，不是你们所想的那个。他真想把成哥的嘴给堵上啊，真是没有一刻能让他省心的。这次我们是深入敌营，危险系数极高，行动之前要保密，要低调，要隐藏啊。如果被晋宠和那几位副领主提前得知你来了，那岂不是一上来就要遭到围攻啊？结果呢，才刚刚面对一个普通的路人，你就自曝身份，荒唐啊！哎妈呀，吓我一跳！不是啊！那路人拍了拍心口，其他人呢也纷纷松了口气。他们没见过江城的样子，还真信了宫崎的话。想想也是，杀了3位靖主的凶徒，怎么可能大摇大摆来这里呢？怎么的？还有另一个江城吗？成哥有些不满意了。自己干了那么大的事，还不许说了，岂有此理呀！他把宫崎挡在后面，对着四周高声说了：“我就是那个杀了3个靖主的江城，有问题吗？”宫军师差点当场昏倒了，其他人呢也是脸懵，有没有搞错呀？还有人主动承认呢，他们反而不信了。切，假的吧？真是啥样的人都有啊！居然还冒充杀人凶徒，你这不知道死了怎么写的，无聊！
就你这样式的，你一定会上某音某手上一出现什么负面新闻，你就注册人家的名字吧，然后别人都去骂你，你涨粉儿。说完呢，路人纷纷散去了，这让宫晴再次看到了曙光，太好了呀！还好这些路人把他当成了吹嘘，没有相信，要不然完犊子嘞。他连忙用力将陈哥拉到一边。您能不能低调点儿？不能，我的逼格不允许我这么做。陈哥看着那些散去的路人，装叉失败让他相当不爽。宫晴差点想撂挑子了，没见过这么不配合的主公了，而更不配合的还在后面呢。很快呢，他就发现江主公接下来的路线笔直，直奔灵主府的方向，这惊得他再次花容失色，连忙追上。你要干什么呀？找禁虫啊！别呀，地境4重和3重是截然不同的。他再怎么说也没用了，灵主府又不远，成哥一个闪身已经来到他们前了。望着面前的富丽堂皇的冰宫，成哥点点头，这还挺气派。随后呢，没等宫晴赶上来，他直接上门了。门口的几名护卫立即拔剑横在前方，站住！何方小小，胆敢擅闯灵主府，滚！我江城。成哥笑眯眯地拔出了剑，为了避免别人不信呢，他干脆直接荡空一剑劈在灵主府的府门上，雄伟壮阔的宫门炸成了无数的冰凌，四散飞溅。与此同时，还有阵法禁制被强行破开之后散发出的一系列连锁爆炸。远远望去，甚至能看到一团巨大的冰雾迅速的腾起，简直就是大战爆发的前奏。那几名地境2重护卫刚才还在喝骂呢，此时全都当场石化了，站在烟尘废墟中一脸茫然。灵主府被攻打了啊！堂堂灵主府竟然会被攻打？虽然是担任的护卫支持，但其实呢也就是花瓶摆设，他们从没遇到过任何的攻击，一时间居然反应不过来了。成哥有些不耐烦，让你们当看门的，没让你们当呆头鹅呀！一群蠢货，还不去通报去？哎，好。那几名护卫撒丫子的朝着里面跑去，而这时呢，后面追来的宫晴看到这一幕，崩溃了。本集第878集，原来是他。当4位副领主得到通报时，都一脸不可思议。你们说什么？领主府被人攻打了？这种事他们也是活久见。即便当年晋宠抢夺上一任领主之时爆发过滔天大战，那战斗也是爆发在其他地方。领主府作为义领核心地区，还真的没被人冒犯过。短暂的错愕之后呢，几个副领主全都面露怒火。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呀！谁胆儿这么大呀？谁干的？他说他叫江城。哪个江城？不会是杀了3位庆主那个江城吧？什么？我们没去找他，他就该庆幸捡回一条狗命。居然还敢主动上门挑衅，灭了他！4名副领主点齐了人马，浩荡杀出。而这时呢，领主府外围已经是里3层外3层了。堂堂领主的宫殿被轰，这种事在天虹岭历史上头一遭。这里的修士几乎全都挤过来看热闹。一听说这是江城啊，众人也是错愕无比。听说此人杀了3位靖主，竟还敢来这里放肆，他不好好躲着，还敢出来晃呢？真是不要命了！主动挑衅领主，此人必死无疑呀！都不用领主出手，随便一个副领主都能干他。听了这些人的议论，宫晴那个急呀！主公，我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什么话？你说的什么话？好不容易来了，怎么能空手而归呢？成哥还等着干掉一批地境4重，让自己的仙云点再翻个几番呢。面对周围那些修士的围观，他非但不紧张，反而志得意满的拱手。这个，大家好啊！后面的朋友，你们好吗？看不到的可以飞高一点啊！没错啊，我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那个江城啊。之前只是杀了3个靖主，小场面，大家淡定啊！没啥事的呢，可以去听听嗨洋的小说，像什么精神病面前鬼东西算个球，嘎嘎好听啊！然后还有这个9月30号嗨洋还要上本新书啊，我都听说了，叫什么来着啊？亲爹呀，您真跟天天干起来了，也好听啊，还能去预约订阅，哎呀，可好了！看到成哥搞得跟明星亮相似的，众人嘴角抽搐呀。你都快要被杀了，你还这么骚包吗？江城何在？都滚开，让那个江城速速前来受死！可恶，竟敢这么嚣张！4位领主气势汹汹地杀出来，人群中一片混乱，许多修士为了让路，甚至被挤得从高空掉了下来。宫晴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呀，怎么办呢？这下完蛋了呀！自己还没来得及说服朗智这个前任领主的心腹呢，也没有来得及与庚和和莫年这2位副领主接触呢。而且江城现在还是悍然打上门的，这无形中给了对方极其不好的印象，想要拉拢他们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了许多倍呀。
他这个军师脑袋里转动着无数念头时，江主公已经很奔放的迎了上去。你们就是这里的老大呀？他一个都不认识，还以为晋崇就是这4人中的一个呢。你就是江城？4人看到这地境1重的表面境界，有些懵了。这境界怎么杀死那3个京主的呀？难道隐藏了实力吗？副领主严尊一晃手中真气，4重威压直袭而来，真是不知死活，竟敢自投罗网！他正要出手，后方一名地境3重后期的老者忽然高呼着挤了进来：“慢，严副领主且慢！”严尊眉头一皱：“怎么的？”老者是领主麾下的长老之一，论地位呢，其实还在外面那些境主之上。就见老者跌跌撞撞冲入场中，一脸难以置信的指了指江城，张了张嘴：“他怎么的？”严尊和另外3位副领主都有些不耐烦了。而这时呢，外面又有2名地境3重的高手叫了起来：“是他，原来是他！晋崇领主上次就是被此人杀死的呀！领主标记就在此人身上。”这些话宛如晴天霹雳，轰在所有人脑海中，造成了连绵的爆炸。许多人直到此时才知道晋崇领主死了。什么玩意儿？领主竟然已经提前被人杀了？这怎么可能啊？堂堂领主就没了？难怪这几天没有本源气息，原来领主出事了。哎呦我去，难怪他这么嚣张啊！原来实力这么强啊！那他岂不是成了新领主了？场中最震惊的人是宫晴，他都傻了呀！来这里的一路上，他无数次假设过碰到晋崇之后会发生什么，现在那些假设全都没了，推翻了，因为晋崇不会再出现了，他已经提前被江城杀了，这怎么可能呢？自己的一路都跟着他，也没见他离开呀，难道是自己碰到他之前的事吗？他是怎么杀死晋崇的呢？他居然连强大的领主都能干掉，太离谱了吧！这么多问号啊！他一脸难以置信地望着江城，满眼都是小问号。发生什么了？究竟怎么回事？宫军师就算再聪明，也彻底懵了。感受着他震撼的目光，再听了周围人不可思议的议论，成哥的装叉之心得到了极大满足。他点开系统看了一眼，不错呀，这次足足搞了30多万声望值，又可以兑换300多仙元点了，白赚就是爽啊！一直等周围的人都震惊的差不多了，成哥才虚按双手：“哎，好了啊，淡定，基操嘛，基本操作没什么好惊讶的。这个，接下来该干正事了啊！”说完呢，他扬起了碎离剑，对准了对面那4名副领主：“来吧，咱该干正事了。”他可没想过要拉拢谁，说服谁，一起干掉不就完了吗？打不过就系统开挂，继续搞，多简单呢，何必那么复杂呢？对面的严尊深吸了一口气，他倒是提前知道晋崇已经死了，但没想到竟然是江城干的。强压下震惊之后，他重新镇定下来，联手杀了他，夺回标记。尽管江城这表面境界怎么看都不像是能杀死晋崇的人，但他一个人也不敢图大了。4领主联手应该没什么问题。然而呢，还没等他们一哄而上，旁边的朗智就冲出来高呼了一声：“恭迎新任领主！”随后呢，4人收起兵剑，朝着江场门躬身，表达了自己的臣服之意。严尊大怒：“朗智，干嘛呢？他可是杀了晋崇领主的敌人。仁和、莫年，2位与我一同联手诛杀他。”本集第879集，还想考验我？他的咆哮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用。耿和和莫年听到之后，非但没有一起杀过去，反而齐齐地收起了手中兵器。与此同时呢，也收敛了一身的地境4重威压，表现得人畜无害的样子。他俩并没有立即朝陈哥表达臣服，但这中立的态度已经足够让严尊大受打击了。现在他如果再出手，那就只有一个人面对朗智和江城，那不是找死吗？真是该死！你们疯了吗？他嘴里这么说呢，手还是很诚实的垂下了兵器。他也不傻，如果此时执意开战，那大概率会死在这儿，何必呢？看到这一幕，围观人群爆发了呀！新领主，我的天，我们天红岭换新领主了！江城就是我们的新领主啊！拜见新领主！江领主威武！领主和境主的牌面可就不一样了，那是天差地别呀！整座冰雕仙城都轰动起来了，许多人在得知他是新领主之后，立即就在内心表达了臣服之意。虽然只是一部分人，但江上门的声望值急剧飙升，最后竟然飙升到了800多万，这已经可以兑换8000多仙元点了。这让陈哥本人有些猝不及防啊！原来声望值是这么用的呀，这感觉比震惊值更划算了。但紧接着呢，严尊就抬起了右手，他能不能当领主，那还得看他够不够资格。我不认为他真的配得上天红岭的领主之位。朗智立即反驳了，他能杀死晋城，怎么就不够资格了？他的实力只会更强。
他是非常乐于看到江澄当领主的。反正呢，他和晋崇、严尊的关系本来就不好。严尊冷声说了：“你亲眼看到了吗？别忘了，当时战斗过程没人亲眼看到，只是最后看到他在场而已。”朗智沉声说了：“我已经感知到江领主身上的标记了，能得到领主标记，必然是亲手杀死了晋崇才能办到。或许是其他人重创了领主，被他捕到捡了便宜呢。”他不排斥换领主，但他不想江澄上位，最好换其他人。原因很简单，江澄是杀死晋崇的凶手，而他是晋崇的心腹，今后自己岂不是要受到打压呀？这另外2位副领主则是眼观鼻，鼻观心，任凭他来争吵。成哥发现宫晴之前对这4人的分析还真是准确，完全一模一样啊。不过呢，他对这4人也没多大兴趣，正想说既然不服，那就打一场。结果呢，庚和和末年2位副领主总算开口了：“他配不配得上？咱们吵也吵不出结果，不如让他进了冰眼一试，只要能激发出3色，就有资格了呗。”领主级的冰眼要比镜主级的冰眼效果强得多，里面的本源气息也更浓郁。天红岭这个冰眼最多能激发出5色，只不过限于规则领悟程度，历届领主最多也只能激活到4色。严尊望着众人高声说了：“不行，他必须要激活到4色才算。别忘了，上任领主晋崇可是能做到4色的。”朗智皱眉：“4色？太苛刻了吧？”他们这4个副领主其实都还办不到4色，最多呢也只能3色。在他看来呀，江澄只要能搞到3色，和他们一样也就行了，重要的是标记归位就行。然而严尊呢坚决不答应。3色我都行，用着他呀？那要不然我做领主啊？末年庚和2位副领主见他们又争起来了，只能对江澄摊摊手：“那就试过再说吧。江道友若是做不到，便请交出领主标记，我们再选合适之人。”你们居然要考验我！成哥被逗笑了，谁给你们的资格呀？以为哥稀罕呢？他正要直接拒绝呢，就看到宫晴那充满乞求的水汪汪的眼神。大佬求求了，你就配合一次吧，别每次都和最佳方案作对了呀。难得有个完美的解决危机的方式，不会被围攻，甚至能当领主，这样绝佳的机会别人求都求不来呀，你就不能抓住一次机会吗？想想自己确实一次都没听过宫军师的建议，好像有点不给面子呀。成哥心头一软，决定满足他一次。行吧，那你们带路吧。他这一声令下，早已将他当成领主的朗智连忙上前引领，其他3位副统领呢也都左右护卫着。他们当然不是为了成哥的安危，只是担心这好不容易回来的领主标记又跑丢了而已。不论后面领主是谁，至少天红岭的危机暂时解除了。一行人很快来到了城中心的冰眼位置，不过这冰眼相对之前那个呀要大了很多，不过呢还是个冰窟。望着面前那个宽达3丈的大坑，成哥再次在内心疯狂吐槽：太他妈简陋了，这完全不符合领主该有的牌面呢。为什么历届领主都能忍受呢？他也不想想，人家进来就是为了修炼的，谁会像他这样在乎表面好不好看呢？到了，江领主可以请了。朗智的话音一落，旁边的严尊再次唱起了反调：“你这领主喊早了吧？他要达不到4阶，我绝不赞同他当领主。庚和、末年，你俩怎么说呀？”另外2位副领主依旧是中立的模糊态度，闻言只是笑笑：“再看看啊，再看看。”反正呢，他们不到最后都不表态，绝不轻易站在谁那边。而在这种氛围下，成哥直接飞到了冰眼上空，看到他真的能进入冰眼区域，外围许多人都忍不住惊呼了：“他还真有领主标记啊！看来真的假不了啊！”竟然不知道他能激发几种颜色呀！宫晴的目光也紧紧盯着江澄的身影，他的心情莫名的紧张。如果江澄没能弄到4色，那另外2人很可能就不支持他，这样呢他就当不了领主，那样的话很可能会爆发战斗。应该可以吧？以他上次在镜主冰眼中的表现，3色应该不是极限。就在他转动念头时，前方的冰眼亮了起来，红橙黄绿青5色流光直冲天际。本集第880集，江领主别走啊！竟然是5色！狂喜在这一刻直冲宫晴的心口，他只觉得这辈子都没见过比这更美妙的景致了。他的美眸中除了喜悦，还有浓重的不可思议。那个人居然做到了5色，这比自己预料的还要强得多呀！难道他的规则领悟程度比晋崇领主还要高吗？5色，竟然是5色！率先叫出声的居然是庚和末年这2个中立的副领主。2人原本老神在在的表情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极致的狂喜，那表情就像捡到宝了一般呢。竟然能将这冰眼激发到极限5色，我的天哪！这就是天赐给我们天红岭的领主啊！已经不用商量了，他们直接认可了成哥的领主之位，没有丝毫犹豫。没办法，
他们作为本土老牌豪强，在天红岭的根系极深，一代代子子孙孙嫡系旁系，外带弟子门人，可能自己都数不清了。这些人都住在天红岭各地。江掌门将天红岭的兵眼本源提升到5色，那意味着他们身后所有人将来都能享受到更多的本源气息沐浴，这对他们的意义太大了呀。更何况呢，拥有副领主标记的他们本身也能得到更大的好处，而在场其他人也都陷入了狂欢中。很快呢，全城都异口同声地响起了同一个声音：江城领主，江城领主！无数人声嘶力竭地呼喊着，那叫一个拥护呀，压根都不用几位副领主宣布结果了。这刻，所有人内心发自内心地选出了心目中最完美的领主。江领主的出现，让我们天红岭都蓬荜生辉了，绝不能让他老人家受一丁点的伤害。这样的领主，居然还有人想赶走，简直可笑！众人说这话时呢，眼神还不断飘向严尊那边呢。朗智大笑，他得意地朝着严尊挤眉弄眼，哼，还有什么话说呀？你倒是再反对一个呀！严尊一脸呆滞，反对？他这时候再反对，那他会立即成为在场所有人的敌人。何况他也没必要反对了呀。5色的兵眼，他也能得到极大好处呀。他收起了兵器，咬咬牙，然后高举右臂：江领主万岁！我坚决支持江城当领主，谁反对就他娘的与我为敌！他红着眼睛大声疾呼，那架势呀，搞得就像成哥的头号脑残粉似的。江领主千秋万代，天红岭永远的领主！众人差点当场喷水了。而老兄，你也太真实了吧，你这转变的太极端了吧。而此时万众瞩目的江掌门则是在那兵眼内开始修炼。领主级的兵眼确实远超先前的境主级的，他此时沟通到的已经不只是一抹光源的末端光辉，而是一缕本源的触须。相对于之前呢，这次他算是直面本源了。这种情况下，他感悟规则的速度至少达到了外界的500倍以上，也难怪这冰之真迹满大街都是地境了。想想仙境那边吭哧修炼到了准地，才能沟通到规则之心，而规则之心里面的规则气息相比于本源，那就是萤火比之皓月，差距太大。冰界的人天天直接在本源的沐浴下修炼，夜以继日，想不变强都难。不过很遗憾，这速度依然不能让陈哥满意，不给力呀，哪有用仙云点来提升的快呀？堂堂领主就这待遇吗？他也不想想500倍的感悟速度多可怕。这种速度下呢，要是修炼个几百亿年，那境界简直难以想象。成哥显然不是一个能够耐心修炼几百亿年的人，别说几百亿了，闭关几百年都受不了啊。于是呢，几分钟之后，他又一次撂了挑子，从那坑里飞了出来。这一幕让宫晴嘴角抽搐。大佬，不是吧？你又不想干了？不要啊，亚麻得！这里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宝地，真的。而其他人没反过来呢，看他离开冰眼，刚刚提升的本源气息又变回去了，顿时很急。领主，你怎么出来了呀？刚和末年2位副领主火急火燎迎了上去。朗智和严尊呢也连忙赶到。江领主，你在里面好好待着呀。是啊，快修炼呢您呐。他们都改称呼了，现在江城就是天红岭的领主，没有任何的疑问。太闷了，没意思。闷？还有这种事儿？这可不行啊！4位副领主以及一众长老都急了。江领主，你不能这样，得到了领主标记的人有激活冰眼的这个天职啊。是啊，您就安心待在里边，这么好的洞天福地，别人抢都抢不着，俺们可羡慕了呀。这要换成别人，他们早破口大骂了。让你当领主，你该感恩戴德，倍感荣幸，你挑三拣四，你不要脸。但是江掌门刚才直接搞出了5色本源，现在是这冰眼配不上他的问题了。他们只能用这种劝说安抚的口吻，但成哥又不是3岁小孩，哪那么好忽悠？天职？羡慕。成哥很熟练地将那领主标记从体内逼出来，然后扔回了冰眼上空。我来这也不是要当领主的，你们既然羡慕，那你们拿去当呗，反正我看不上。说完呢，他拍拍屁股叫走人。这一下众人彻底慌了，来真的呀！别的呀，江领主呀，你别走啊！领主多好啊，你怎么就不当了呢？你的领主职位已经得到我们所有人的认可了，你已经通过了考验呢。对呀，你当领主是众望所归啊！陈哥一听一阵好笑，还认可？我需要吗？众望所归？刚才不是还强烈反对吗？我现在不当领主，不正如了你们的意吗？至于你们的考验呢，我就玩玩。现在试过了，溜了。本集第881集，你们太客气了。别走，我们没反对呀。是啊，起码我刚才没反对呀。浪之一边拉着陈哥的衣袖，一边朝着众人厉声咆哮：刚才谁反对？还不滚出来！谁不赞成江领主的，出来道歉！不光他，周边其他所有修士都鼓噪了。
出来道歉！那江领主威严是你们能质疑的吗？没办法，这可是一位能搞出5色本源的领主，这样的领主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他要是走了，那就是天红岭所有人的损失。他就算是不想当，众人也得求着他当啊。别说严尊了呀，就连庚和和末年这2位之前态度不明确的副领主都被众人推出来了，而推着他们的居然就是他们的家族门人。这些本土修士可不想看到这么一个宝贵的领主就那么溜走了，于是这俩人只能苦着脸对成哥连连作揖：江领主，我们有眼无珠呀，您留下吧，只要您留下，一切都好说，我们全力支持您，谁敢对您不敬，第一个灭了他啊！对，天红岭上下以您为尊，我们全力配合。之前反对最激烈的严尊更是沦为了众矢之的。你之前怎么说来着？对呀，你之前不是说江领主弄到4色就怎么样吗？还不道歉呢？严尊嘴角抽搐，最后把心一横，哭丧着脸：爷，我错了，只要你留下来，干啥都行。他拥有副领主的标记，这个标记的效果就是和领主标记绑定了。领主能激发出多大的本源效果，他就能得到多大的好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次天大的机缘。在提升修炼速度面前，面子已经不算什么了，何况这会儿他敢唱反调吗？再这样下去，没准都有人要把他的脑袋砍下来，让江领主消气儿。成哥也被他们给搞败了，他是真不想留，摊摊手：哎呀，这种坐牢的生活太没意思，不是我不想造福大家啊，而是这对我自己没啥意义，天天蹲坑，哪都不能去，太枯燥了。众人无力吐槽，也就你呀，你换成其他领主这样说，喷死你啊！严尊倒是反应快，灵机一动：那个，您要是觉得枯燥，我们可以挑一群绝色佳丽，天天在这冰眼外面歌舞表演，怎么样啊？众人正想吐槽，你这算什么馊主意啊？都到了江领主这个境界了，还在乎什么美女吗？然而呢，成哥的眼睛却亮了，他摸着下巴假装淡定。这个提议倒是很有建设性啊！好多人当场猜到，感情还真是投其所好啊。于是呢，其他人纷纷脑洞大开。我提议啊，围绕着这个冰眼修一座豪华寝宫。庚和说着，孺子可教啊！朗智也不甘落后，我提议在这周围设置4面传影阵，这样江领主每天在冰眼修炼时也能看看外面解乏啊！这不就看电视吗？嘿嘿，你小子啊，真能给我整出点新花样来！朗智身为活了几百亿年的地境4重高手，被江领主喊成小子，非但没有半点恼火，反而洋洋得意，那表情好像在说：你看看我多聪明啊！于是呢，其他人也纷纷献计献策，有提议天天送美食的，有提议天天派人来给领主讲故事的，还有提议大家凑凑资源给领主日常修炼用的，那真是供一个祖宗的节奏。最后那一个凑资源的提议，总算是彻底打动成哥了。天天躺在这儿蹲坑，还能得到供奉，那还是值得考虑一下的。于是呢，他终于点头了。这个，既然你们这样强烈的挽留，那我就留下来为大家做贡献啊！其实你们也太客气了，我为大家造福，哪需要那么多条件呢？他一边在那冰眼内变出了龙榻，躺了上去啊！当然了，既然你们这么热心，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那些条件了。众人眼歪嘴斜，你可真的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呀！于是呢，接下来几天呢，冰眼附近可就热闹了。城内最豪华的寝宫在冰眼4周拔地而起，美女歌舞果然也来了，周边还有数十个留影阵，每天播放各地的节目，给成哥解闷。成哥躺在龙榻上，吃着各地献来的美食，只可惜冰族的美食就是各种冰，成哥哭笑不得。歌舞升平的日子里，他每天还能得到固定的供奉，攒了一些资源后，江领主也终于开始吃药升级了。银月冰魄是冰族人用来提升仙力境界用的，意义和仙境类似，换成其他仙人恐怕用不了这玩意儿，但是呢，他有冰之玄文，炼化了银月冰魄之后，也能自动转化成自己的仙力修为。足足1天之后，他将最近缴获来的3万银月冰魄全部转化一空，玄魄境界总算是提升到了地境2重后期。玄魄提升意味着他所有玄文的力量都得到了整体的提升，这对江城的意义是极大的。一旁的宫刑已经叹为观止了呀，他这辈子还没见过炼化银月冰魄能这么快的人呢。要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高端而且宝贵，他这个地境2重修炼至今用到的也不过数十枚，更多的时候呢还是靠其他更低等的宝物。银月冰魄每一枚都蕴藏着极为浩瀚的冰之力，他炼化1枚都需要至少2-3年的时间。成哥1天就搞掉了3万，这让他不知该说什么了。而且呢，他还发现了另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江城的境界居然都没到地境3重，这怎么可能呢？难道他一开始真的只是个地境1重吗？
那他又是怎么干掉3位境主的？又是怎么干掉禁虫领主的呢？他在这苦思冥想之际，江掌门倒是忽然发现了一件蹊跷的事。我怎么感觉咱们这冰眼内的本源还有其他人在吸收呢？这些天呢，他一直在和本源触须打交道，感知就比以前具体了很多，很容易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他就发现呢，自己每次激活了本源气息之后，都有个地方会漏出去一部分，而那漏出去的一部分也不知去哪儿了，要不然的话，他的感悟速度应该能变得更快。本集第882集反抢。还有其他人也在吸收这个冰眼内的本源。宫晴只是稍微思索了一下，就反应过来了。哦，那很正常，应该是供奉的部分。供奉？什么意思？以哥的气质，谁敢要我的供奉啊？宫晴一脸无语，你的气质再好，实力摆在那儿啊。咱们天红岭属于飞雪域的管辖之下，算是他们的下属。下属？还有这事呢？成哥不能忍了，他这辈子还没给谁当过下属呢，到哪儿都必须是老大才对。宫晴一副这是常识的表情。对啊，咱们天红岭和6外16个岭都属于飞雪域范围，就像天红岭的下面还有19个境一样的意思。所以说那个飞雪域的域主就能抢夺下面冰眼的本源之力吗？宫晴听他这个形容词，感觉他的理解可能偏了。也不算是抢夺吧。天红岭这个冰眼内的那一缕本源，其实就是飞雪域那道本源的其中一条分支触须，他们能直接连通到我们这边的冰眼，所以他们理所当然要求我们放开一道口子，让他们汲取一部分本源作为供奉啊。对他来说呀，这种上一级向下一级要供奉的事情是合情合理的，毕竟所有域、所有岭、所有境都是这样，大家习以为常了。何况呢，域主实力通天，强者得到更多，理所当然呢。但成哥可不会这么想，主动放开个口子，任由他们来汲取，就这还理所当然？他感到不可思议，这是被抢劫呀？凭什么呢？啊，飞雪域那道本源难道是飞雪域的域主自己创造的吗？不是的吧？那个域主也只是找了一个冰眼占据了而已，天红岭也没受他什么恩惠，所以呢，他凭什么来抢这边本源之力呢？他脸那么大吗？江领主当然不会惯着这种事了。原本他对于冰眼修炼还挺敷衍的，根本不怎么上心，现在发现有人抢自己的东西，那顿时劲儿就上来了呀。进入规则感悟的状态之后，他感知到了本源触须的气息，没多久呢，就找到了那泄露的位置。于是成哥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将那缺口堵住了。这一堵呢，效果异常明显了。天红岭这边本源之力变得更加浓郁，原本的5色光芒越发璀璨，甚至都出现了第6色的虚影。仙城内无数修士立即感知到这一变化，欣喜若狂。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自己的修炼速度又能变快了，这是天大的好事。而成哥本人感悟规则的速度也从500多倍提升到了700多倍，这才是天红岭真正的本源上限呢。成哥心满意足，但是呢，他这个举动却是激怒了对面那边的飞雪域的域主。下一刻呀，一股强大的吸扯力从那被堵上的缺口传来，对方想要强行掠夺了。然而成哥岂会给对方机会？在自己这条触须，他因为有领主标记，本就能够将缺口堵得死死的，对方根本进不来。而这呢，成哥还不满意呢。既然天红岭这冰眼算是飞雪域的一道触须，相互连通，那说明自己也能去对方那边。他干脆脱离自己的触须，冲出去和对方在缺口之外来了一场新的本源争夺战。这已经算是他在抢对方了。双方围绕着飞雪域那道本源你来我往，攻防打的是激烈无比。这场外人看不到的战争，主要就看谁的规则领悟程度更加深厚。冰之玄文达到第9重的江领主，在这场战争中完全不落下风。双方经历无数次的争夺之后，对面终于节节败退，只能祭出域主标记来挡他。至此，强势的成哥才勉强退了回来。渣渣还想抢我，也不看搁谁。也就是对面听不到他的话，要不然呢，飞雪域那位域主估计到气炸飞了。本源气息这么大的变化，宫晴当然能发现，而他第一时间就想到发生什么了。你不会是把域主给赶走了吧？想到那种可怕的事情，他顿时就慌了。成哥看到他的激动的小眼神，还以为是在为自己的壮举震撼呢。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不用太崇拜哥。捍卫天红岭是哥应该做的。宫晴差点当场喷血了，最担心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了。这家伙竟然连域主都敢招惹。等等，他怎么做到的呢？你竟然赶走了域主，他难道没有反抗吗？抢了呀，他输了呀，在我面前哪有他装叉的份啊？成哥说的理所当然，宫晴却是被彻底镇住了。那可是5重后期的实力啊！天哪，域主可是地境5重后期的实力啊！他对本源规则的领悟程度更是远超地境4重数倍。你怎么可能办到这种事啊？他忽然想到了什么，内心突然燃起了一股希望。难道
你隐藏了实力啊？你也是地境五重高手？如果江领主也是地境五重，那倒没什么好怕的。面对自己的心腹军师呢，陈哥摇了摇头，很诚实的回答了：我距离地境3重还差一点呢。你上次不是亲眼看到我提升了吗？宫廷目瞪口呆。那你怎么抢赢的？地境2重竟然抢赢了地境5重，这事传出去不可能有人会相信的。涉及到玄文这种深层次的东西，陈哥就不会透露了。于是呢，笑眯眯的打着马虎眼。可能是哥的气质比较好，宫廷整个人都差点垮了下去。完了，这下是真的完了。怎么了？他一定会报复的，一定会报复。宫廷显得有些进退失据，完全不似他以前的沉稳镇定。也难怪，他以前接触到最强的也就是靖主，这才几天呢，突然碰到了狱主级的敌人，完全超纲了。您快点解除封锁，将那缕本源之力还给他吧，然后再派人去飞雪域道歉。他用力的摇了摇头，又迅速否定了自己的提议。不，你要亲自去飞雪域请罪，只有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宽恕。程哥听的是一脸无语。这个军师呢，聪明是聪明，就是这极度保守谨慎的风格完全不适合自己。放心吧，啊，没事。这让我怎么放心啊？宫廷都快疯了呀。本集第883集，一反常态的宫廷。程哥与飞雪域域主这场争斗并没有外人看到，但效果却是立竿见影的。仅仅1天之后，4位副领主就收到了上面的特殊关爱，天红岭被除名了。从此以后呢，飞雪域不再保护天红岭。这个噩耗是通过传讯仙符传过来的。4位副领主和一众长老还想解释一下，奈何呀，上面压根没给这个机会。于是众人集体崩溃了。咋整啊？狱主为什么会突然下这道命令呢？啊，完了！4位领主急得像天塌了一样。不受飞雪域的保护，看起来似乎没什么大不了，天红岭也没什么损失的样子，但事实上呢，背后隐藏着非常致命的危机。类似天红岭这样的领地，之所以一直没被其他领地以及外来的地境5重盯上，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里被飞雪域罩着。江城上次干掉金虫，取代了他的领主之位。如果那次其他4位领主以及一众长老全都反对，并且向飞雪域发出求援的话，那飞雪域是会派高手过来平乱的。只不过当时所有人都强烈的拥护，所以上面才懒得管。领主罩着境主，狱主罩着领主，而下面则是要向上面交供奉，这就是冰之真界的生存法则。程哥拒绝交出那部分本源气息，所以现在狱主一怒之下就不罩着天红岭了。这带来的后果呢，就是其他各领和闲散高手以后可以肆无忌惮随意的进攻天红岭。而这个消息在传开之后，迅速就在周边各领掀起了轩然大波。天红岭干什么了呀？狱主竟降下雷霆之怒，这莫非是天红岭有人杀了他的亲人吗？有可能是天红岭的人带着狱主的小姨子跑了吧？我听说天红岭前几天换了个领主，叫什么江城，狱主似乎看那个江城不爽啊。管他呢，反正是我们的绝佳机会。机会来了！天红岭是个好地方，我族地正好还没有标记，我都已经地境4重后期了，只是因为领主位置满了，一直没空缺而已。这次可算是有机会了呀！抢了天红岭的标记，让他们暂时变成无主领地，岂不是可以随意的掠夺他们的本源气息了？狱主表面上说不管，其实就是鼓励我们去攻击天红岭啊。咱们若是投其所好，没准还能得到狱主的赏识呢。一时间呢，外面许多势力高手摩拳擦掌，虎视眈眈，怀着各种心思的人都有。仅仅3天之后，天红岭就迎来了一大批的外来高手。这批人中，有的来自飞雪域其他领地，有的甚至从其他域不远万里来到这里。没办法，不受保护可以正大光明攻击的领地太少了，这就是一块肉，谁都想上来咬一口。面对这种情况呢，4位副领主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飞雪域那边对我们的求援不但置之不理，还暗中鼓动那些进攻者，说是只要他们打下天红岭，那将来就能得到飞雪域的保护，这是故意煽风点火呀！我们到底怎么得罪狱主了，要这样针对我们？到了这步呢，4位副领主和长老们还不知道到底因为什么。如今城中高手越来越多，光是地境4重初期就有至少40位之多，这简直就是随时都要爆炸的节奏。赤星岭的袁熙，雾禅岭的甘晴，刘胜岭的竹松，东泉岭的顾山都来了。哎呀，这些人全都是地境4重中期呀！这实力比在场这几位副领主都要强得多了。论实力呢，和前任领主晋虫不相上下，随便出动2个都能平掉天红岭了。结果下来这么些。其次，据说狂潮岭的魏场今天也到了。什么？他也来了？那可是地境4重后期啊！
此人狼子野心，一直想抢个领主标记没机会，这次他哪能坐得住呀？这时呢，外面又有长老来报了。哎，不好了，这个狄庸也来了。什么？哪个狄庸啊？莫非是绝灵域的那个狄庸？是他。完了，又一个地境4重后期高手啊！诸位副领主彻底垮了，这下呢，他们再也没有任何的透视了。怎么办呢？要不投降算了。可是我们不久前才效忠了江领主，而且江领主可是能够激发出5色本源的人呐。换成另一个人，哪怕狄庸、魏长，应该都做不到吧？他们这些本地人还是希望江城继续当领主的。江领主的位置只要是能够一直保持住就好了。保不住，这次那些人不抢到领主标记，绝不会罢手的，甚至就连我们的副领主标记都不一定能保得住了。这次天红岭会被彻底洗牌呀，那我们是不是该逃了呀？他们在这边急得不行时，另一边的宫情同样也在思索破局之道。外面来了2位地境4重后期，还有10余位地境4重中期。程哥心说：“你要劝我逃走吗？我才不会呢！这么多人给我送战利品了，我高兴都来不及呢。”于是直接打断他：“行了，你不用分心了，我不会走的。”宫情精致的脸蛋微微一滞，露出一丝苦笑。果然呢，主公又要乱来了，自己不能看着他继续作死，必须想办法为他分忧。他皱眉思索一番，忽然说：“您是不是很不愿意当领主，很想四处闲逛？”跟了程哥这么多天呢，他也摸出程哥的脾性了。这位主公压根就不是个蹲坑苦修的料，就算有这么优厚的条件，他恐怕也待不久，没准哪天就要开溜了。啊，对啊，怎么了？作为您的军师，我想为您分忧。怎么分忧啊？您可以先将领主标记交给我，我替您坐镇几日，等您再想回来的时候，我再还给您。这程哥诧异了，这女人平时不都是催促自己修炼吗？这次居然一反常态给自己放假。本集第884集，以退为进。江城差点怀疑他就是要谋夺自己的领主标记了，但是转念一想，就他这点实力，要是没自己罩着，就算是得到了标记，也待不了几天呢。何况他真想要的话，自己高兴还来不及呢。于是呢，陈哥笑了：“你怎么突然这么好心呢？以前给你靖主，你不都不想当吗？”领主和靖主不一样啊，我也想好好修炼几天本源的。啊，行吧。陈哥本就想四处逛逛，不想困在这里，于是很干脆的将领主标记逼了出来，交给了他。得到领主标记的宫情眼内喜色一闪即逝，随后呢，他主动催促陈哥：“您尽管离去吧，在外面多玩几天，这里有我在，不会有事。”这么好？陈哥有些狐疑了。现在外面来了那么多敌人，你究竟想干什么呀？难道是想替我死吗？不是吧，这么忠心，陈哥都要被你感动的热泪盈眶了呀。他飞出去之后，宫情屏退那些歌舞团，独自在冰眼内发了一会儿呆，静静的等着其他人找过来。此时呢，那4位副统领和其他的长老还在一筹莫展呢。突然就发现本源气息下降了不少，众人连忙赶到了冰眼这边的殿内。发生什么了？江领主的人呢？怎么就剩你了？哎，标记怎么伤你身了？难道他独自离开了？不会吧？宫情从冰眼中缓缓起身，朝众人微微摇头：“诸位稍安勿躁，江领主还在。”尽管他才地境2重，但因为是江领主贴身心腹的身份，还是很有地位的。听他这么一说呀，众人有心了。那他去哪儿了？他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了。宫情又说了：“我有一些话要说，4位可否屏退左右？”4位副领主面面相觑。现在我们很忙啊，哪功夫听你一个小小的地境2重说话呢？不过想到他的身份，众人倒是冒起了猜测：难道是江领主命你传话的吗？宫情听到这儿，心头暗暗苦笑。他当然是私自做主的，因为陈哥完全不把外地当回事，也听不进去他的建议，他只能自己单独干了。不过想到自己人微言轻，不借用领主的名义，怕是说了没人听啊，于是点点头：“是的，这都是江领主的安排。”4人一听江城的意思，连忙挥了挥手，让左右先行退下了，随后都关切地说了：“江领主有何话要说？是不是要退出天红岭了？还是打算亲自去飞雪域那边求救啊？”江领主没打算求救，求救也没有用啊！狱主现在只是想要他死，过去怕是自投罗网吧。众人顿时失望了。然而紧接着，宫军师就嘴角一笑：“但是他已经有了破敌之策。”他的微笑中带着强大的自信。破敌之策吗？4位副领主都有些不以为然。现在敌我实力差距数10倍，完全是绝境，除了逃，有什么破敌之策呢？但想到这是江领主的计划，也都耐着性子听了下去。将计安出，简单，我们可以主动联系狄庸，将这领主标记献给他。什么？宫情的第一句话出口，就引起了诸位副统领的强烈反对。
凭什么？我们还没输呢。就是啊，就算最后保不住，我们也没有必要主动献出去吧。领主标记何等宝贵，主动献出去是卑躬屈膝之举，我们会沦为笑柄。我宁愿被抢，也不会那么做了。面对副领主们的激烈反驳，宫廷显得是成竹在胸，镇定自若。诸位稍安勿躁，这是以退为进。怎么个以退为进呢？若我们主动提出要将标记送给狄庸，他会接受吗？那当然是会接受的。这么多高手来争抢，他的胜算也不大，能白捡为什么不要啊？那就行了，只要他愿意接受，那他就完了。这次呢，不等其他副领主发表意见，他就飞快地说了：现如今这座城已经处在爆发的边缘，各大势力高手之所以未动，不是顾忌我们，而是顾忌其他竞争对手。众人虽不甘，但也只能承认这一点。在外面那群狼的眼中，己方只是一群待宰的羔羊，关键是被谁宰。宫廷继续说了：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引爆他们，而这个引线就是领主标记。标记在羊的手中，谁都不担心，但要是被其中一头狼得到，那其他狼可是看不下去的。在见到狄庸之前，我们大可暗中散播消息，就说标记要被狄庸夺走，到时候其他人会怎么做？他这话一出呀，四位副领主的眼睛立即亮了，他们也是老江湖了，立即听出了这操作背后的险恶之处。这也就是利用标记挑动一群敌人相互撕咬。朗智沉声说：到那时其他人肯定坐不住，他们会过来截杀狄庸，双方会爆发大战。莫年重重一拍手：那就妥了啊，狄庸是外域的人啊，这个魏昶和其他人本就很排斥他，绝对不会看他成为领主，大战根本无法避免。狄庸是地境4重后期，实力最强，这场大战肯定会死好几个高手，而且他本人为了保住标记，只能拼死力战。众人越说越兴奋，敌人2败俱伤，己方就有了活路了。可是狄庸真要被杀，那些人还会盯上我们。是啊，剩下的人我们还是挡不住呀。他们大战之时，我们可以在暗处埋伏。埋伏？就咱们这实力，就算埋伏突然袭击，也撼动不了他们吧？那可不见得。狄庸被杀之后，领主标记就会掉落，而这标记大概率会被最强的魏昶得到。4位前辈可以突然现身，宣布唯独不愿支持魏昶成为领主，其他人都可以。这4位副领主都快跟不上他的思路了。然而仔细一想呢，这又是一招歹毒无比的孤立之计呀。本集第885集，成哥的改动。双方打出火了，其他人忙了半天，看到魏昶最后得手，岂能甘心呢？加上本地人突然孤立魏昶，站在他的对立面，天平立刻就倾斜了。这时呢，他们会将魏昶当成新的攻击目标，再次爆发大战。魏昶也会被重创，甚至被杀。这2大战下来，剩下的高手就很少了。可是万一这狄庸死的标记没被魏昶得到，而被其他人得到了呢？那更简单，魏昶岂会放过那人？众人一想，也对呀，魏昶实力最强，肯定会继续干下去，那局面反倒更有利了。他们甚至学会了举一反三。我们还可以暗中告诉袁熙、甘晴、竹松、顾善这几位地境中期，就说我们原本希望他们当领主。对呀，他们每个人都以为得到了我们的全力支持，那就绝对不会放弃了。这样他们的争斗会打到死伤惨重的地步，我们只需要一直煽风点火。妙啊！先是以退为进，之后挑拨离间，孤立魏昶，全程都是为了转移目标，以标记为饵，让他们自己争斗，待到他们死伤惨重，我们再出来收拾残局，标记就还是我们的。哈哈哈哈，妙啊！江领主太高明了呀！他们服了，外面的陈哥呢也服了。他飞出去不久，就越想越不对劲儿。宫刑怎么可能会给自己放假呢？一反常态，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怀着好奇心，他悄声地飞回来看看，结果呢，就听到了这么一个又歹毒又复杂的计划。他娘的，这老娘们也太能干了吧！啊，明明只是个小小的地境2重，却将一群地境4重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完全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呀！狄庸、魏昶，其他地境4重，甚至包括在座的这几位副统领，全都被他当成了棋子，或有意或无意的被他操纵着啊！不，就连自己都被算计了。什么帮你保管几天标记，你放心出去玩几天，说白了，只是为了骗到那个用来挑拨群狼撕咬的诱饵而已。自己还是低估了这个功勋师呀。他的修炼天赋怎么样不好说，但光凭他这才华，已经可以算是这冰之真气最宝贵的人之一了。可不能让他这样下去。
原本听说这次外面来了很多高手要杀自己，江城还挺兴奋的，又是一个个会移动的战利品送上门了，他都迫不及待了，就等着人来齐了开席呢。你结果倒好，这老娘们啊，瞒着自己就要私自将那群高手都给搞定了，你这还玩个屁呀！就知道带着这么能干的人在身边很危险，装叉机会不知不觉的就要被他抢了。眼见里面的4个副领主就要依计行事，他赶紧闯了进去。哎，等一下！他一出现，宫刑的眼内流露出了一丝慌乱。他显然没想到陈哥突然回来了，而领主一到，4位副领主也连忙迎了上来。江领主高明啊！哎，服了呀！江领主此计太过精妙，我等拜服。他们以为刚刚的计策是江城想的，还在这佩服呢。这搞得陈哥要脱口而出的话又硬生生的憋回去了。他本想说这计划我不赞同，拉倒吧，但现在呢，大家夸他。哎呀，以陈哥的骚包程度呢，他对夸奖那是来者不拒啊。想想当年他为了装叉，甚至故意时光倒流来剽窃庙宇的智慧，更何况这次宫刑是自己主动借了他的名义，也怨不得他，那他当然会脸不红气不喘的笑纳这份夸赞。于是呢，他又浮起了笑容啊，啊，过奖。只是呢，一点不太成熟的小想法，没想到你们竟然这么大的反应啊！其实宫刑也出了些力的，他总算还有那么一丁点良心呢，没忘了提一嘴宫刑。4位副领主也不出意外的一个个奉上新鲜的马屁。哎呀，领主太谦虚了，此计精妙无比，哪里不成熟了？面对如此危局，还能想出破局之道，不愧是领主，江领主伟大呀！哈，是吧？哎呀，哈哈，对了，那个，我就觉得吧，这个计划还不是太完善，有些地方呢需要微调一下。其他4位副领主能有什么意见呢？连忙一个个做出了洗耳恭听的模样。然而宫刑却是面色一变，感到了一丝不妙。他隐隐感觉自己想出的妙计要被破坏的七零八落了。果然呢，陈哥下一句就是直接下令：你们啊，拿出领主府的请帖，去把最近赶来的那些肌肉那些高手啊都给请过来，就说我有要事要商量啊。众人不解呀，不妥吧？是啊，这好像不太合理啊。宫刑更是直接反对。这样做很不明智，对方会猜测我们是何用意，会把全部的目光都盯在这里。行了，这里我说了算啊，照我说做就行了。可是放心吧，我此举大有深意，后面还安排了一大堆的后招呢。深意？后招？啊，对啊，提前说出来就不灵了，快去办去。几位副领主也没见过他的行事风格呀，只当他此举真的是藏着无穷的后续妙招，于是呢，都领命办去了。他们离开之后，陈哥才转脸看向一脸不能接受的宫刑。你还真是厉害呀！啊！本期第886集，明知道鸿门宴还敢来。原本很不忿的宫刑面色一变，这才想起自己这一次算是骗了主公了。他连忙说了：“我不是有心要骗你，只是为了破局。但是我仍然不赞同您的决定。”他脸上带着一抹与生俱来的倔强坚持。恕我直言，这很不智，甚至会提前加速我们的败亡。败亡？哼！如果我这次成功解决掉那些敌人呢？宫刑一怔，他仔细在内心再次分析了一遍双方的实力差距，随后呢，重重摇头。那是不可能的。是吗？那打个赌啊？打赌？没错。如果这次我没用你的计划，而是用我的方式灭掉那些敌人，那你从此不能再欺瞒我。做重大决定之前，都要经过我的同意。他其实对身边的人欺瞒呢，也不是很在意，哪怕真有背叛，也无非就是死一次，多开一次挂而已。何况宫刑这次想出那个计策，还不是为了帮他吗？他主要在乎的还是自己的装叉机会，不知不觉的被这个超级能干的女人给夺走了，所以呢，提前上个保险。宫刑有些惊讶，没想到江城对自己的要求这么低呀。事实上呢，换成其他主公，直接警告和下令就行了吧？他不禁好奇呀。那如果你没做到呢？如果这次我没做到，那从此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完全听从你的意见。什么？宫刑震惊了呀。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我的承诺从来都作数的。看他那极度认真的表情，陈哥哭笑不得。你还真的开始遐想了呀？啊，那也得我输了才行啊。江城要请客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最近这段时间赶过来的外界高手全都得到了领主府的请柬，这让所有人都觉得一头雾水。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肯定有阴谋啊！这种反常之举定然有诡计，会不会是席间埋伏了什么大阵和布置，打算将我们一网打尽呢？哼，就凭他那点实力能做出什么呀？就是
绝对的实力面前，什么阴谋都是浮云。如果宫廷听到这话，可能会摇摇头，你们这话是不是说的太满了呀？他会不会是扛不住我们的压力，所以打算投降了呀？应该是。他最好识相点，主动交出领主标记，或许还能保住一条狗命。抱着这样的想法呢，其他来自各域和外域的高手们纷纷来到了领主府。赤宣令元熙大人到。随着守门护卫的高声承诺，一名地境4重中期的老者面无表情地飞了进来，他的身旁呢还有另外几名地境3重后期的高手作为陪同，这是元熙的同伴，也算是这次争夺标记的帮手。不产令甘情大人到，刘胜领竹宗大人到。一名又一名高手陆续进场了。接过请柬之后，无论怀着什么心思的人都选择了赴会。万一就在这场宴会上，领主标记的归属尘埃落定了呢？那自己没赶上，岂不亏大了呀？绝领域平庸大人到。地境4重后期高手的到来，令那守门护卫的声音都高了好几度。而这位来自域外的高手身边还跟着另外2名地境4重初期的追随者，论起阵容啊，算是所有势力中最强的一支。也难怪之前宫廷选择的第一个算计目标是他。听着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4位副领主和其他长老们的心都在颤了。坐在席间的他们完全是如坐针毡，浑身不自在。这些人中有实力杀死他们4人的太多了呀，毫无安全感。他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江领主，希望他真有什么后续妙计。不过现在看江城呢，什么都看不出来。这位新任领主就那么老神在在的坐在上首，脸上挂着一丝心满意足的笑容，也没见他起身跟谁寒暄，更没有招呼一下客人的意思。这架势呢，别说那些到场的高手了，就连4位副领主都有些看不下去了。他们不断用眼神暗示江领主说2句啊，至少混个脸熟，缓和一下关系吗？就在他们忍不住想站起来说2句的时候，成哥终于发话了：都来齐了吧？没有遗漏的了吧？要是有的话，赶紧派人催催啊！这搞得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殷勤呢还是冷淡。场中突然响起了一声重重的砸桌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什么玩意儿？但见来自刘胜岭的竹松一脸的恼火。你既然是宴会，宴席呢？他面前的桌案上光溜溜的，别说珍馐佳肴了，连杯冰水都没有啊！不光是他，其他人面前的桌案上也同样是光溜溜的。江城，什么意思？挑衅吗？你们天红岭是要找死，想被全灭吗？好几名其他岭的地境4重高手也纷纷拍桌而起，感到自己受到轻视。4位副领主是一脸的无奈加委屈啊！他们原本准备了，但进场前全都被江城下令撤了，用的理由还是有妙计，这是特别安排。4人呢信了他的邪，又哪知道成哥这本意只是不浪费粮食罢了。反正这帮来客很快就要变成死人了，有必要招待吗？各位稍安勿躁啊！其实呢，我很佩服你们，你们明知道这是鸿门宴，还敢跑来参加，精神可嘉呀！本期第887集，送一个死。鸿门宴那是啥呀？冰之真界没人听过这个词儿，还真不知道什么意思。不过众人倒是听出了江掌门话中的嘲讽，这还了得呀？肥羊还敢笑话其他人？此起彼伏的拍桌声响起。大胆！刚说什么？你把话再说清楚！你找死吗？一张张冰制的桌案碎裂成粉，这搞得陈哥是心疼不已呀！早知道连桌也不准备了，多浪费呀！大家不要这么激动嘛！他觉得还是把开战的地点换在别处吧，要不然一会儿打起来了，领主府都得毁了呀。其实呢，我叫大家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商量。下面那群人早就等不及了，话没说完呢，就被那帮外来高手打断了。什么事儿？是要交出领主标记吗？说，打算交给谁？赶紧的，死相点交给本座，否则等着报复吧。你敢交给他，我绝不放过你。这一幕看得4位副领主连连摇头叹息。哎呀妈，太难了，这帮人也太嚣张了，完全就是强盗行径啊！偏偏实力又强，你说不通啊！早知道真不如用之前的那个计策，现在把人都招过来了，不给他们一个交代，收场都难了。是这样啊，我呢除了领主标记，还有另一件宝物要送给大家。什么宝物？快拿出来！那件宝物在这里不方便看，大家跟我来。说完呢，江掌门一马当先飞到了领主府的上空，紧接着直奔城外而去。他这是要逃吗？追上去，看他耍什么花招！众人呼啦啦一大群跟上，他们也不怕有什么埋伏陷阱，毕竟在他们眼中，江城也不是不出什么样的埋伏，根本撼动不了他们。尽管冰之真界整个就是一座大到不可思议的冰山，但各处地形并不是平缓的。众人一路飞行，最终飞出了城，来到了一片冰山之间。
天光照耀之下，冰山散发着晶莹的光芒，显得璀璨而又壮丽。不过此时呢，也没谁有心情观看什么风景。江城一停下来，他们就全都散开神魂，四处查探。虽然不担心埋伏，但还是谨慎为妙。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这里还真就是一片极其普通的冰山。宝物呢？江掌门叹了口气，要不是为了避免损坏灵主府呀，他没必要特意跑这儿来。还没等众人继续逼问呢，他拔出了仙剑，朝着其中的一座冰山飞快地挥动。但见无数的冰雪粉末纷纷扬扬，被半空的狂风吹散。众人定睛望去，就看到那冰山上被刻出了一个巨大的死字，一时间都懵了呀。这就是我送给你们的宝物，送你们一个死。哼，满意吗？众人大怒，竹松第一个破口大骂：你他妈！迎接他的是无边的剑光。都到这一步了，江掌门哪会跟他们废话呀，直接就干了。冰之烙印和50道玄文加持的12阶不灭千华剑经施展出了15门剑心，一道身影从高空直接被击落下去，在下方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群山轰鸣，无数冰山在这一刻垮塌，宛如天灾一般。冰层形成的地面因为这一砸，直接开裂无数的裂缝，而在那巨坑的深处，一具破碎的真冰肢体4分5裂，再没有任何声息了。竹松死。遥想到刚到冰之真界的第一战，面对禁虫，江掌门使尽了浑身解数，最终反而被对方杀了。现在呢，才过了1个月不到，面对同样是地境4重中期的竹松，他只用了1击，相比那时他的实力提升太多了。12阶的剑法，第9重冰之玄文，以及从地境1重初期提升到了地境2重后期的玄魄，这让他此时的战斗力已经变得不逊于地境4重后期了。而偏偏呢，竹松还毫无防备。当江城骤然杀到他面前时，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祭出真气。这种人呢，就算是活着，在程哥的眼里也只是一具死尸。当竹松的尸身掉落时，许多人甚至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他们还以为是江城被竹松杀了呢。等看清目标时，所有人都陷入到了极致的震惊。这怎么可能呢？死了？那可是地境4重中期的实力啊！直接被杀了吗？所有人都懵了。然而呢，江城没懵，战斗中的他向来是全力以赴。一击秒了竹松之后，他迅速闪到了甘晴的面前，又是一击。正在愣神的甘晴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的冰体荡空爆裂开来，化作了无数的碎片击射而出。又一位地境4重中期的高手被当场秒杀。不远处的魏场和狄庸发出了愤怒的咆哮：杀了他！他们不是为了甘晴而愤怒，而是因为被耍而愤怒。其他人终于反应过来了，纷纷祭出真气，一时间天摇地动。上方无数冰之规则化作一条条横亘的天河，而下方垮塌的冰山和开裂的地面依旧还在发出低沉的轰鸣，漫天的冰晶碎屑璀璨无比。而江城的身影在击杀甘晴之后就消失在原地，他直接开隐身了。霎时间，所有人都失去目标了，无数的攻击打在空处，掀起了毁天灭地的波动。而在那暗处呢，江城直接点了一次系统传送术，传送的位置是原蝎的头顶上方。系统传送与空间转换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任何的空间规则波动。当江城出现在原蝎上方时，他完全没有察觉，而当他察觉到的那一刻，碎离间已经贯穿了他的天灵盖，清脆的开裂声响悄然传出，紧接着他的冰铁头颅直接碎成了无数的冰花。第3位地境4重中期高手陨落，而此时许多人甚至才刚刚接受已经开战的事实。本集第888集同归于尽。别说那些外来高手了，就连天红岭本方的4位副领主都震傻了呀！他们才哼哧哼哧的赶来，一到这里就看到了3名地境4重中期的高手被秒了，这简直是疯狂冲击他们的承受极限。地境4重中期那都是领主级的实力，前任领主禁虫就是这个境界，他们4个人联手都不一定能打得过禁虫，而现在呢，3个这等层次的领主级高手唰的一下没了。4人浑身战栗，强烈的后怕涌上心头，尤其是严尊呢，现在无比庆幸那天没开战，还好自己态度转变的又快又坚决，否则呢，他早都凉透了。江领主实力这么强，那个人真的是他吗？他们都懵了，也说话都不利索了。在此之前呢，他们对江城其实还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境界低，才2重。尽管能激发5色本源，但没有4位副领主的保护和其他人的支持，恐怕做不长久。而现在呢，他们只觉得这个念头无比的可笑。这个人还用其他人保护吗？干掉了3名4重中期之后，江城没有转而杀向其他4重中期，不是不想，是没有必要。对于这个境界的高手而言，突袭其实没太多意义。他能成功3次，是因为攻击力太强，外带隐身传送太 bug。而现在呢，其他敌人已经稳住阵脚了，于是成哥直接杀向了场中最强的狄庸。他知道这个对手很难杀，但他的目标很明确，早死早点挂。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呢，他完全无视了其他人。狄庸只觉得面前的敌人如同一颗陨石般砸到自己的脸上，即便真的陨石对他也只是小玩意儿，弹指可灭，伤不了他一根毛。然而江城不一样了，以力之玄文开路，兵之玄文为支撑，第一时间就轰开了狄庸的层层叠叠的兵之力防护。场中除了那连绵的爆炸，还能听到清脆的兵之防御破裂的声响。紧接着陨石轰进了那层防御圈，数之不清的兵层炸成了碎屑。在那里，江城的身影若隐若现，却是前所未有的张狂。滚！狄庸大怒反击，他的剑尖上带着毁天灭地的威能，将整片天气的气息都变成了凝固的冰霜。地境五重之下，面对这一击绝对无法正面接下。他想要逼退江城，然而江领主根本没有退，更没有闪避。他忽略了狄庸的强烈反击，也忽略了魏昶那蓄谋已久的侧面袭击，更忽略了后方的近百名其他高手的群体轰击。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狄庸。不！狄庸无法理解这种同归于尽的打法有什么意义，他不明白这个人和自己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至于这么拼命吗？这种情况下，对方即便杀了自己，他也是必死无疑呀，这是个疯子吗？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绝对会躲在最后。现在一切都晚了呀！两把剑几乎是同一时间刺穿了对方的身躯，更加剧烈的爆炸在半空响起，震耳欲聋。鲜血和层层叠叠的冰凌飞溅而出，紧接着魏昶和其他人的袭击也如期而至，再次掀起了一阵毁灭的狂潮。下方早已垮塌的冰山竟然被那恐怖的波动震得忽然停滞了下来，随之而来的是更加疯狂的崩塌。冰之真界有本源坐镇，稳定程度极高，寻常地境拼尽全力也很难造成多大的地貌破坏。然而这一刻呢，就连远处的仙城都在剧烈的震颤，无数修士瑟瑟发抖，仿佛大难即将临头。剧烈的冰之力碰撞波动，甚至令了在场的许多高手都不得不后退。一些人因为离得近，甚至已经遭到了余波的重创。直到渐渐平息呢，所有人才终于清醒了。死了？他们甚至都不太确定战果呢，应该是死了吧。回想刚刚那短促而又激烈的一战，哪怕4重后期的魏昶都心有余悸。如果最后时刻江城选择同归于尽的目标不是狄庸而是自己，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他不得不承认，如果是那样，现在自己也死得渣都不剩了。那个天红岭的新领主竟然拥有与他同等实力，而且还有比他更狠的心态，太可怕了呀！其他人同样是久久不能言语。这一刻，他们之前对江城的轻视荡然无存。他们能活下来，不是因为他们强，只是因为他们弱，不配被江城锁定成率先摧毁的目标，仅此而已。领主标记！忽然呢，有人朝着不远处的一名悄然退场的地境4重初期高手出手了，因为此人身上感知到了领主标记的气息。刚才那么多人近乎同时击杀江城，真要算下来，第一个杀死江城的人是狄庸，但狄庸本人也死了呀，所以呢，标记的归属就变得扑朔迷离了。那名4重初期高手意外得到了领主标记，交出标记。魏昶想起自己差点死了一次，哪能容忍标记落在旁人头上？他甚至都不给那名4重初期求饶的机会，一剑就轰了下去。那名4重初期他后悔呀，然而想交标记保命都晚了，其他人也早都眼红了。新一轮的争夺杀戮掀起。望着远处那混乱的战场，4位副领主的心情无比复杂。经此一战，从此外人再也不敢轻视天红岭，就算换个领主，天红岭也不会被改变太多。可惜江领主走得太壮烈了。是啊，他用自己的牺牲挽回了天红岭的尊严，震慑了这些外来敌人，也保住了我们所有人。他们还以为成哥是牺牲我一个照亮1万人呢，又哪里知道成哥现在已经听到了系统提示音。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再次听到这声呢，成哥松了口气，因为之前他还真的不确定同归于尽的打法算不算自杀。宿主获得装逼天平使用权1次，宿主复活。第889集，无师自通的成哥。装逼天平，成哥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但是他生出了一股本能的直觉，这绝对会是历次复活方案中最符合自己气质的一次。系统挺上道啊，总算知道怎么投成哥的所好了。成哥很欣慰地点开了眼前的界面，所有的一切在这一刻静止了下来，如同本源出手前的征兆。前方正在大战的所有人在这一刻全都一动不动。出现在江城面前的是一个小巧的天平，天平两端各有2个巨大的托盘，而他呢已经站在了其中的一个托盘上，至于另一边的托盘则是空空如也。
请选择比试目标。前方有系统提示操作，甚至呢还有比试规则的说明。然而江城压根没看这些，他不用看。明明第一次接触装逼天平这种神物，但他已经像是用过了无数次一样，直接画了个圈，将前方所有敌人都勾选了进来。警告：宿主所选目标过多，装逼时差距过大。警告：宿主所选目标过多。警告！系统连着警告了3次，烦不烦？装叉还用得着你来教我操作吗？成哥直接无视了系统的温馨提示，他搞得很熟练一样，直接将所有敌人全都圈到了对面另一个托盘内。这一加入，天平顿时就倾斜了，对面足足近100人，他这边就1个人。虽然这个天平看的不是身体重量，而是装叉值，但那么多人的初始装叉值也比他一个人要高多了呀。于是呢，他随着这边的托盘被顶到了上方，距离上面那条边界红线就差那么一丝丝了。江城没看规则，但他知道只要碰上那个红线就完了。这也是系统刚才不断警告的原因。尽管他是逼王，但一次加入太多人还是危险。只是呢，他没有丝毫的担心，而是非常淡定的点了个开始。于是原本静止的世界再次恢复了活跃。对面众人如梦初醒，紧接着再次朝着身边的人挥洒冰之力，展开厮杀。前一秒他们还在战斗，然而这次他们却莫名的发现自己什么威能都挥洒不出来了，别说法术攻击呀，就连手中冰剑直接物理攻击砍到别人身上都毫无伤害。哎，怎么回事？我的实力怎么消失了？哦不，我的境界还在。发生什么了？这是哪儿？怎么出不去了呀？一群人大呼小叫。对面成哥看着这一幕不禁撇嘴，一群无知的白痴，连比试已经开始都不知道，真是傻得可爱呀。随着他这句话，天平咔咔作响，他所在的托盘下降了一截，总算是离顶上的红线远了一些。而对面那群人呢，则是升上去一些，尽管他的高度依旧是更高更危险，但看起来呀，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夸张了。这就是装逼天平的比试方法。其实刚才就是第一回合，在这个回合，对面那群人惊慌失措，而江城呢，则是淡然嘲讽。这一对比，高下立判。天平自然是判定他本回合装叉获胜，相应的呢，他在天平上的比重就会增加，而对面则会减轻。这比试无法终止，双方可以进行无数轮的比试，反复拉锯，直到其中一方触及到红线被抹除性命才会结束。而直到此时，对面那群人才终于发现了托盘内的江领主，无比震惊啊！江城，你不是死了吗？哎，杀了他！又有人胡乱出手了。不过呢，在天平上，他们离不开自己的托盘，出手更是没有一丁点效果，只是徒劳而已。而面对他们的咆哮叫嚣，成哥只是云淡风轻的笑了笑。你们刚才都被吓破了胆，我不假装死一次，你们哪里还有信心呢？让对手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避免精神错乱、大小便失禁，这才是我辈该追求的人道主义的光辉呀！尽管这些词儿对面听不懂，但是大概的意思明白了。这种不似人言的发言，自然而然的让对面的怒火更胜一层，再次破口大骂，污言秽语啊！而对此呢，成哥只是叹了一声：“唉，看来哥这种境界和格局，你们永远都领会不了啊！”天平再次咔咔作响，判定他第二回合装叉获胜。没办法，一边只知道毫无意义的谩骂，而另一边则是有组织有目的的进行正规的装叉，这简直就是伞兵游泳碰到全副武装精锐特种兵，差距这个大哟！江城的托盘比重再次增加，而对面再次升高。到了这一步呢，两边托盘已经差不多持平了，对面依然不知道发生什么。看到托盘上升，他们再次大呼小叫，同时朝着江城这边谩骂，而江领主呢，只是以热切而又热情洋溢的掌声回应。你们这种明明无效还持之以恒的蠢货精神很可嘉呀，加油加油啊！第三回合呢，又赢了。没办法，装叉和骂人是两回事。这一次对面托盘已经被他压了上去，高度比他这边高了一截。而此时对面有些人终于发现不对了，尽管他们这边没有一个人死，也没有人受伤，但这情况看起来不对呀！停！大家都停下来！这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这边在不断的升高？难道升高后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吗？这一定是什么特殊宝物，无视了规则本源和特殊的宝物。魏场更是故意冷嘲热讽：“江城，你在耍什么阴谋诡计？以为就凭你这种故弄玄虚的小把戏就能杀死我们吗？简直异想天开！”他指望能靠这种激将法激得江掌门再次刀对刀、剑对剑的正面对决。其他人见状呢，也纷纷大声嘲讽。成哥一看，哟呵，这帮人误打误撞的，倒是有点贴近这场比试的装逼主题了，只是终归太过生涩了。面对他们的挑衅激将，成哥缓缓转过身，把背后对准了敌人。本第890集，
企业级的发现。这个举动极大出乎了敌人的意料。江城，你干什么？你怕了，都不敢面对我们了，胆小懦弱，有本事来杀我们呢？事实上，他们心虚啊，到现在也不知道这天平到底什么玩意儿。而即便没了这天平，面对完整状态的江城，谁能保证自己一定能活呀？之前可是连狄庸都死了，而成哥压根头都没回，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一群将死的可怜虫，根本不值得我多看一眼。对面差点气炸了呀！你说什么？大言不惭！伴随着新一轮谩骂，天平再次咔咔作响。这一轮又是成哥的技术技高一筹啊！他这边托盘再次下降，都快要接触到最下方的绿线了，而对面则是终于出现了死伤。这次托盘抬升过程中，有30多人直接被甩了上去。当他们的头发丝触及到最上方红线的那一刻，异变陡升，一具具冰体和仙体同时炸裂，与此同时，他们的仙魂也随之泯灭。当空一阵冰雨和血雨同时泼洒而下，将那边的托盘染得触目惊心。而那30多人已经死得干干脆脆，无论是地境4重还是地境3重，都没有任何的分别。临死前，他们吭都来不及吭一声，直接被强行抹杀了。这一幕彻底吓到了剩下的80多名幸存者。这怎么回事？不可能，一定是幻觉！怎么突然死了？谁杀了他们呢？连怎么死了都不知道。这种未知的恐慌瞬间席卷了在场每个人。片刻前，他们还只是怀疑这天平有危险，那现在这危险已经被证实了。面对这种死法，他们连如何抵抗反击都是一头雾水。所有人再次将目光对准了江城。是你干的？你究竟干了什么？大家肃静！场中最强的魏场强行镇定下来。由于这里也无法用神魂传音，他选择了虚空写字。我发现了，这鬼东西哪一边说话多，哪一边就升得越高。这时呢，这个企业级的发现让众人悚然一惊，他们顿时反过来了。确实啊，每次他们这边都叫骂个不停，而对面江城那边只是寥寥1-2句话，然后呢，他们就会升高，而对面的江城托盘就会降低，这简直再明显不过了。许多人连拍脑门，懊悔不迭，早知道刚才不该吭声的。眼见有人因为情绪激动，嘴唇翕动，想说些什么，魏场连忙用杀人般的眼神警告。他继续写：接下来谁敢说一个字儿，我事后杀谁全家。本来就没人想自己找死，看到了威胁，许多人更是机灵一颤，赶紧闭嘴了。有人写字发问：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呀？引诱他说话，让他说更多的话。对，就这么办。于是他们一边闭上嘴，一边开始自顾自地在托盘上进行了无声的表演。有的做出各种夸张的表情和羞辱手势，有的做着各种高难度的单人多人组合动作，有的则是故弄玄虚的在地上写写画画，做些莫名其妙的姿势，希望引起江城的好奇。这些举动相对于他们这个咖位的高手来说呀，幼稚又掉形象。换在平时，要是有人在他们面前这样干，他们可能会觉得呀，对方是在侮辱自己的智商，然后一个耳光甩过去。但现在呢，为了活命，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刚才那30多人的死可是实打实的呀，如果托盘再次上升，那他们就会全军覆没。卖力的表演才持续了一会儿，他们就郁闷了，因为江城此时背对他们，在这里也无法使用神魂感知，他什么都看不到。众人忙碌一会儿，发现在对着空气表演，只能自讨没趣的停下。想提醒江城，又必须出声，这就很急人呢。好在呢，另一边的乘客也终于感到奇怪了，咋突然没声了呢？咋地了呢？他还真的好奇的转过身，而一看到他转身呢，这边的高手立即兴奋了，紧接着他们展开了行动，各种搞怪的表情，各种夸张的姿势，各种或羞辱或嘲讽的手势，还有各种高难度的动作，甚至就连魏场这个堂堂地境4重后期的强者都瞪大眼睛，撅起嘴，努力挤出一个难看的鬼脸。当成哥看到这80多人的现场表演之后，差点当场喷了呀！不是老兄弟们，你干啥呢？这是啊？为什么就连见多识广的成哥都看不懂了呢？我请问一下，你们这是什么艺术行为？难道这是兵界的什么特殊的术法吗？又或者是什么新的装叉方式吗？成哥满脑子问号。不过呢，对面那群人却是大受鼓舞，他出声了啊！他终于忍不住说话了，哎，快点多说吧！成哥也听不到他们的心声，只能继续按照既定的流程装叉。看到你们的样子呀，我真的很心痛。有病就需要尽早治疗嘛。虽然是在被嘲讽，但对面那群人却前所未有的喜悦，好几个人差点忍不住笑出声了。上当了吧？再说你就死了。还有之前的死难者，江掌门把表情调整成了悲哀和无奈。我才刚刚用了一小部分功力，本以为他们还能多坚持一会儿，真的没想到他们会死得那么快。
我觉得我有必要为他们默哀一下。说完，他缓缓闭眼，一脸严肃。对面众人也就是不能出声，要不然肯定忍不住愤怒的喷他，说他嘚瑟了，还只用了一小部分的功力啊！你还默哀？你能不能再装一点，更假一点啊？然而呢，恰恰是最后这次装叉成了压下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按照判定，对面那些不知所云的动作并无装叉效果，反而有损逼格。江掌门在第5轮再次获得了装叉胜利。下一刻呀，天平再次咔咔作响，他们所在的托盘再次上升。本期第891集，江领主的风范。噗！惊恐爬满了魏长的脸庞。这位地境4重后期的高手第一个尖叫，他无法接受这种结局啊！哪怕战死也得死得明明白白的，而这算什么呢？我不服！其他人同样瞬间破空，指天咆哮。凭什么？他明明说了那么多话，不可能！我不敢！他们的话语声在下一刻戛然而止，所有人齐齐触碰到了顶上的红线，随后瞬间被抹杀了，包括魏长在内。最后80多人全都死在了同一时间，没有任何的例外，也没能掀起任何的抵抗。这装叉天平表面听起来很儿戏，但杀起人来却一点不含糊，简直就像传说中的制裁之刃呢。当他们全都死亡之后呢，对面托盘已经没人了。这次的装叉大战到此结束，天平消失，成哥回到外界，望着面前一地战利品，他一脸落寞地叹了口气。唉，与这种到死都没办法摸清楚玩家的外行相比啊，就算赢了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这一刻，系统都差点忍不住想喷他了。够了啊，都结束了你还装个没完呢？咋的，不尽兴是吧？成哥还真的不太尽兴。相比于吭哧吭哧的杀人战斗，刚才那才是他更喜欢的获胜方式。只可惜啊，装叉天平只出现了这么一次，下次恐怕遥遥无期喽。以系统的风格，复活后的方案极少是重复的，除了活过来就算是成功的类型之外，也仅有里世界重复出现过。算了，做人不能太贪心，知足吧，收点战利品勉强抚慰一下自己吧。他这忙碌着呢，远处4名副领主都石化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看到装叉天平的比试。当时呢，呈现在他们这些局外人眼前的画面，就是交战双方突然消失在了原地，而再次出现，已经只有江城一个活人了。至于其他人，碎成渣的兵体和残尸的尸身撒了一地，人族修士的鲜血将下方被破坏的不成样的冰川都染红了。尽管不知道江城怎么办到的，但至少他们还有眼睛啊！这都不用猜就知道，江领主之前没死，后来用了某种神奇的手段，将其余人全都干掉了。得出这个结论之后，他们是目瞪口呆，都差点失神了呀！这到底是何种手段？江领主究竟多强？难道他其实是地境5重吗？仔细一想，面对刚才那上百人的强大阵容，也唯有地境5重能活下来。而地境5重能不能全面的上百人，他们不清楚。这时呢，姗姗来迟的宫晴总算打破了平静。江领主，他境界低，赶路慢，到这里时，成哥正在装叉天平上大战，当时没看到什么东西。太好了，你还活着！江城没死，他心头一块大石终于落了下来。毕竟他和江城现在算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成哥死了，那他这个地境2重就算能侥幸活下去，也会再次变得默默无闻的。除非能在这实力为尊的修炼界碰到真正看重他才华的人。哟，来了！忙着捡战利品的成哥也只稍微抬了一下头，就再次忙碌了。宫晴并不知道，这对江掌门来说已经是很罕见的重视他了。以前呢，成哥捡战利品都是彻底无视其他人。那些外来高手呢？朗智带着颤抖的声音，高亢的都变调了。江领主实力同天，已经独自将包括魏长、狄用、朱松等人在内的所有入侵者都干了。4位副领主全都飞了过来，望着没搭理他们，只顾着埋头苦干的江掌门，心里充满了崇拜和敬仰。瞧瞧啊，这风范！明明打赢了一场史诗级的大战，获得了足以轰动整个飞雪域的大捷，却只是在这继续低头忙碌，完全看不到一丁点的嘚瑟呀！啊，仿佛只是干了一件很平常的事。什么叫高人呢？这才是真正的高人呢！严尊第一个奉上马屁。江领主不光实力强的不可思议，这气度风采也令人心折呀！其他几位副领主呢，也不甘落后。江领主无论实力还是风范，都是我辈学习的楷模呀！绝对是地境5重，别跑了！宫晴都听傻了，什么玩意儿？他还真的以一己之力干掉所有敌人呢？不会吧？不可能吧？他分明在自己眼皮底下突破的地境2重后期呀！就算他特殊能越级挑战，那也得有个限度吧？
事实上，他也没猜错，成哥当前的限度就是能够艰难的战胜单个的地境4重后期。这是怎么做到的？难道您在这里提前布置埋伏？他觉得一定是用了什么其他手段，高阶阵法还是超级剑指，强大的仙宝吗？严尊跳出打断：“胡说什么呢？朱松和狄勇等人都是江陵主一击斩杀的，我们亲眼所见，哪有什么埋伏和阵法？”更合深吸了一口气，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那些复杂的计划是多余的。是啊，我终于明白他老人家为何修改计划了。有这种实力，根本用不着挑拨那帮敌人互相争斗嘛，直接一举干光了，简洁高效，又省了节外生枝。什么都没借助，凭着自身实力强行斩杀，宫情懵了呀。他觉得不可思议呀。所以自己那天无意碰到的其实是个地境5重高手吗？这时成哥终于收完战利品了，只是简单清点了一下，他就乐得合不拢腿了，不是啊，闭不上嘴了呀。这次呢，搞到了4件2阶真气，分别是狄庸、魏昶那几名顶尖高手的，他又可以换装了。至于12阶的仙甲，以他的风格肯定不会穿的，不然呢，护甲叠得太厚，将来碰到旗鼓相当的敌人，又是半天死不掉。本期第892集突飞猛进。望着陪了自己10几天的碎利剑，江掌门深情地发表了一下感想：“唉，你也算是为我立下了汗马功劳了呀。继续换成仙元点，发光发热吧。”啊！留下了1件2阶真气之后，他将这次缴来的其他兵器装备一股脑兑换了，还有一些高阶的仙阵仙符也是一个不留，反正呢他战斗用不着。这一兑换之后，他的仙元点已经达到25万了。除此之外，还有29万的银月冰魄，其他那些天才地宝，他则是留了下来，没准将来又能炼气炼丹呢。点开系统面板，他又开始了一次动手就升级的过程。这次呢，他最先提升的是神魂，他的神魂目前还没有到完全版的月魂，进度只有 7%， 提升 1% 都是要500亿功德，换在以前呢，他根本搞不起，而现在根本不算什么了。500亿功德也就是50点仙元点而已。花了4650点，他直接将仙魂提升到了整体御魂的层次。这一刻呀，他整个人都仿佛升华了一次，神念浩浩荡荡，甚至都延伸到了遥远的飞雪域那边，惊起了无数修士的震撼。然而他们茫然四顾，却根本不知道那御魂来自何处。御魂与仙魂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了，那是他们根本无法探究到的领域。一如当年那次在布道大会开挂的短暂状态，只不过这次变成了永久版的。现在的他若是回到仙界，碰到那些仙帝魔帝，甚至都不需要动手指，只需要御魂一个横扫就能秒完全场。如果之前那场战斗他就是完整版御魂的话，那他应该不用死一次再开挂，因为狄庸和魏昶这2个最强的御魂进度也就 20% 多，那样神魂层面的交锋将成会形成碾压之势。面前的宫情、严尊等人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感觉江陵主的气质突然变得比之前更加飘渺。那种缥缈离他们很遥远，但又令他们本能地生出了敬畏，仿佛面对更高阶的生物一样。而在御魂之后，果然有新的神魂境界惊魂，只是呢，望着提升所需的恐怖仙元点，成哥只能再次默念一声打扰了，以后再说吧。随后呢，他点开了冰之玄文，毫不犹豫花了10万仙元点，将这门玄文提升到第10重。玄文第10重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冰之规则感悟，进而使得冰之烙印与这个世界的冰之本源联系飞速的加深。他现在施展兵器武技，威能将比之前强大数倍。面前的严尊、智朗等人一阵再震，他们依旧不知发生了什么，只是感觉江陵主浑身的冰之气息比之前突然就猛增了好几倍，不可思议啊！顿悟吗？就算顿悟也不可能提升这么大呀！对了，一定是他之前隐藏的实力，现在只是放开了境界束缚。望着剩下的10几万仙元点，再看看自己剩下的另外999个嗷嗷待哺的玄文，成哥也挺无奈的，这得要提升到猴年马月。想了想呢，他决定还是先把不灭千华剑经提升到13级，于是又是12万仙元点下去。这么短短的1分钟，他已经再次跨越大境界，拥有了地境5重后期的战斗力。这越级挑战已经非常离谱了呀！没办法，系统这个提升技能太过于 bug 了，很多当前修为境界不可能获得的神魂和规则层次，在这里有仙元点就能升。忙完了之后呢，他才笑眯眯地看向自己的军师。哎呀，很遗憾呢，我用自己的方式赢了，你想支配我的愿望落空了呀。宫情心说，我本来没这愿望啊，那赌约还是你自己提的呢。老实说呀，这一次成哥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敌人，都差点让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了。您是赢了。他深吸了一口气，倔强的目光重新变得坚定。那我依旧坚持认为原本的计划更加完美。
如果这次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再配上您这超乎寻常的实力，那这次会更加轻松。他说的倒是没错，如果按照原计划挑拨敌人相互撕咬，成哥最后再出手，那估计也不用开复活瓜了。他只需要解决最后活下来的几头狼而已。只是呢，那样不符合成哥的脾性，想挑拨，那还要先把领主标记献给狄庸，自己颜面何存呢？行了啊，你愿赌服输就行，以后给我老实点啊！这女人脑子太好用了，成哥必须要镇住她，要不然她以后再自作主张，没准真的会坏掉自己的装叉机会。几位副领主听得一脸懵逼，什么支配呀？什么愿赌服输呀？这个兵女不过只是个普通地境2重啊，地位这么高吗？一时间，他们都开始猜测起江领主和宫廷的实际关系。天红岭之战的结束很快传出，整个飞雪域一片哗然，甚至就连周围各域都爆发出了此起彼伏的惊呼声。在这之前，没人把天红岭当回事，4位副领主不过地境4重初期而已，随便1-2个地境4重中期就能解决他们了。而那位新任领主江澄也没被外界放在眼里，许多人甚至认为他能当上领主纯属侥幸。在这一战之前，所有人都认为这将是一场宰割之战，群狼宰割绵羊的战斗，仅有的悬念就是最后哪头狼能夺得领主标记。至于绵羊本身的抵抗力，有必要讨论吗？而现在呢，战斗的结果却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所有人的脸上。而也是从这一天起，成哥的大名终于彻底传开，为无数兵界人所熟知。本集第893集，兵级天尊。回到领主府，江澄受到了英雄般的欢呼。尽管换一个领主在兵界是很平常的事，天红岭这些修士也早就习以为常了，但是呢，被这么多外来高手盯上，还是很憋闷的。那种感觉就像是反抗不了，只能被动接受。现在成哥这战打下来，帮天红岭无数修士狠狠地争了一口气，自然是鼓舞人心的。一时间呢，成哥的声望值直线上涨，短短3天又给他涨了将近10万的仙元点。用掉所有的银月冰魄之后，他的境界直接从地境2重冲到了3重后期。至此呢，他的战斗力恐怕已经跨过地境5重了。而宫崎已经见怪不怪了，向来理智的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常理在这个人身上是否还适用。结束了吃药修炼的成哥神清气爽，连日来忙着装叉，总算想起了一件很关键的事，自己把小季同学给搞忘了。成哥一拍脑门，莫名有些惭愧。当初之所以选择冰之真界，不就是为了寻找同样修炼冰之规则烙印的纪灵寒吗？啊，对了，传我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宫崎一脸戒备，总担心他做出什么荒唐无比的决定。让他们帮我打听一个名叫纪灵寒的女人，一有她的消息立即上报，无论是谁，只要她能提供线索，都有重赏。目前唯一能确定的是，纪灵寒一直没死，因为对着他留下的那滴血复活没有任何的效果。行了，去吧。结果呢，就见宫崎并未挪步，而是一脸古怪的看着他。纪灵寒？啊，怎么了？你说的纪灵寒是不是他呀？说完，他掏出一份流影仙器，翻了翻，翻出了一个人的影像。当成哥看到店内那个女人熟悉的虚幻影像时，差点当场跳起来。正是那心心念念的韩妹子。我操！他一把抓住了宫崎的双肩。你居然认识他？哎，他在哪儿？你怎么会认识他呢？居然还留了他的影像？难道他就在天红岭吗？被他抓着双肩的宫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他看着江掌门的表情有些无奈，就像他又问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似的。纪灵寒这个名字，整个冰之真界至少有80%修士都知道吧？剩下那2成还是最近几百万年才出现的新人。成哥能看出他那无奈眼神中的意思，你连他都不认识，这让他越发惊讶了。啊，他是名人呐？当然呀，整个冰界比他更出名的没几个了。咋回事啊？他本以为这次找人又是漫无目标，没想到随口一问有下落了。400万年前，冰原谷举行了一次天道选拔。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他脑袋上浮现起了无数的小问号。400万年前，那时候自己已经来到了冰界了，正是系统重启沉睡的那段时间。而那时候的纪灵寒已经进来有700万年了。什么冰原谷？你连冰原谷都不知道？我应该知道吗？宫崎一脸无奈，就算是深山野林里出来的人，也不该连冰原谷都没听过呀。难道你从出生那天就一直与世隔绝吗？直到前阵子才出来吗？冰原谷是整个冰界的圣地，您可以将其理解为冰界最大的一个冰眼。那里是距离本源最近的地方，直面本源核心。若在那里修炼，恐怕就算资质再差的人，也能成为地境5重之上的高手。提到那个超级洞天福地，宫崎毫不掩饰自己的羡慕和向往。显然呢，那就是他魂牵梦绕过的至高圣地。
直面本源核心的最近之地，最大的冰眼，还有这好地方。那这个得到了谷主标记的是谁啊？谷主标记？宫崎差点被这土不拉几的称呼给弄得翻白眼了。最早的冰原谷是没有人能进得去的，因为本源斥力极强，就像我们无法没印记就接近不了冰眼一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000亿年前冰级天尊的出现。1000亿年前，成哥眉头一动，隐隐感觉好像抓住了什么。仔细一想，仙界不也是号称1000亿年前初开的吗？难道那时候发生了什么大事吗？宫崎继续说了，冰级天尊成为了整个冰界第一个修炼到地境9重的存在。地境9重？成哥盘算了一下自己目前才地境3重的境界，也不由得小小表达了一下惊讶。自己得再多搞些战利品和仙云点才能升到那个境界呀，貌似有些小遥远。是的。提到这位前辈，极度自我的宫崎也难得的保持了几分尊敬。凭借着地境9重的强大实力，冰级天尊第一个闯进了冰原谷，也就此打开了冰界修炼的新纪元。我们现在所有的域主、领主和境主标记，全都是冰级天尊制造并发放下来的。在那之前，类似天红岭这样的领主级冰眼，不到地境6重也进不去，而且即便是进入了，也只能单人修炼，无法激活里面的本源气息。自从拥有了领主标记之后，哪怕是地境1重，也可以踏入并激活本源，造福夜岭一境。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如今冰界的强盛。听他这么一说，成哥也不得不承认，这人确实挺牛啊，一人改变了一个世界。然后呢？后来，冰级天尊又陆续制作了500份通天符，分发给了500位绝世天才，接引他们进入了冰原谷修炼。而这些绝世天才后来都成了冰界的顶峰强者，他们共同组成了冰原谷这个冰界圣地。乡长们也算是熟门熟路了，一听就知道这个世界最强的势力，类似仙盟、魔界那样的顶尖组织了。所以他们就靠这么点人统治着这个庞大的世界？不，冰原谷没有统治冰界，他们一直过着与外界隔绝的苦修生活，从来不干涉外界恩怨，也不需要外界供奉。唯有与其他真界大战的时候，他们才会短暂出场，捍卫整个冰界的安危。他们之中有的前辈已经在数百亿年前就陨落在历次真界大战中了。本集第894集，蹊跷的选拔。这么伟大，成哥意外了，他都向隔空对境凉透了的全界帝尊中错喊话了。冰级天尊跟你一样，同样是一个世界最闪亮的星，你瞧人家这崇高的思想觉悟，你再看看你那个山大王的作风啊，你做人差距咋这么大呢？那这冰原谷的人岂不是越打越少了？江城想着自己距离地境8重还挺遥远的，没有那个通天符自己进不去呀。他们后来发放过新的通天符吗？他们补充人选，只有当里面的前辈陨落空出了通天符，才会在外界选人填上。冰原谷的人数一直维持在501人，没变过，直到400万年前那次才终于出现了例外。这个时间跨度呀，一下就到了400万年前，成哥都目不暇接了。纪凌寒那次？是的，那次天道选拔，在整个冰界选了7位新人进入冰原谷，纪凌寒就是其中一个。冰原谷从那天开始，人数就变成了508个。成哥总算明白为什么小纪同学会那么出名的，整个冰界就选了7个人，何况还有冰原谷扩充名额这种历史性的改变，想不被瞩目都不行啊！也难怪宫崎都留有他的影像。所以呢，他现在在冰原谷内400万年没有出来吗？宫崎点头。是啊，那样的机会换我也舍不得出来。那个天道选拔是什么类型的战斗啊？400万年前的纪凌寒实力应该还不算强吧，估摸着最多也就是地境3重4重的样子，这种实力不可能在整整一个冰界脱颖而出呀。天道选拔不用战斗，只是冰原谷的一次选人。那他们怎么选的？标准是什么呢？成哥原本还以为那是和布道大会差不多的比赛呢。宫崎摇头，我也不知道，一直到那7个人被选出来昭告天下之后，我们才知道天道选拔的事情。据说冰原谷当时暗中考核了整个冰界所有的修士，但具体怎么考核的我也不清楚。冰原谷行事高深莫测，肯定有他们的原因，远非我们这些人能猜得透的。这样啊？那7人除了纪凌寒，其他人还有谁啊？宫崎不假思索的回答，除了他，还有钟离缺、江嘉怡、陆清、魏山、秋冉、宗熙。啊！成哥嘴角抽搐了。钟离缺、秋冉、江嘉怡，这3个也是他飞仙门的弟子呀。纪凌寒和钟离缺一样，是最早的一批，这是2代弟子中最出众的那几个了。当年飞仙门在上仙界被追杀，他是100多个幸存者之一，
还是最早进入准地的几个人，而江嘉怡和邱冉则是4代弟子中的2位。成哥对自己的弟子了解的也不是很详细，不过他琢磨着这4人应该就是飞仙门弟子中仅有的4个主修兵系规则了。毕竟那群弟子一共也就1000余人，而可以选的规则那么多，也就是说呀，飞仙门进入冰之真界的4个人全都被冰远谷选了进去，这不是巧合吗？冰远谷这是按照什么标准选人呢？肯定不是天赋，因为江嘉怡和邱冉这2个4代弟子，成哥也没给他们提升到1等资质，只是提升到了2等。那到底是怎么选的？难道是因为他们是来自外面，属于异界人？异界肯定不是啊。听到异界这个词，宫晴并没有特别惊讶。他们3000真界并不是孤立隔绝的，偶尔呢就会有其他真界的人进入冰界，在他眼中那就算异界人了。又哪知道陈哥说的异界是仙界？他摇了摇头。很多人的根底都很难寻，冰远谷也没有公开，但我至少知道魏山肯定是冰界人。你认识他？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罢了。他在2亿年前就是闻名遐迩的绝世天才了，我算是听着他的名字长大的。宫晴回忆地说着，此人是幻光域域主魏柏的第3子，从10几岁开始，他的天才之名就广为流传。他稍微介绍了一下魏山的生平履历，差不多又是一个类似中错那样的位面之子模板，突破时各种打破最年轻的记录。400万年前，此人已经超越他的域主父亲，达到地境6重了。那这个魏山肯定就不是异界人，而这也直接推翻了成哥刚才的猜测。算了，懒得猜了，等将来找到人再说吧。哎，龚女士啊，现在到你发挥聪明头脑的时候了，我交给你个小任务啊。听到这句话呢，宫晴差点热泪盈眶了。你总算知道我的价值了吗？总算用上我的能力了吗？他立即傲然说。您说吧，碰到什么难题了？就是你能不能想个办法，让咱不用通天符，直接闯进冰远谷？尽管成哥觉得自己身为主角一定是最特别的那个，但看着一时半会儿的冰远谷也不会再发新的这个通天符来招新人了，何况呢他也等不起。宫晴差点一口血吐出，这种事冰界历史上就没有人能做到，要是有这个办法，他早就自己进去了，还会站在这儿吗？他老实的说，我办不到。我难得让你办此事，你就办不到吗？成哥一脸失望，搞得好像宫晴辜负了他的期望一样。哎，枉我还以为你能力出众呢。宫晴被这话气得眼睛都眯了呀！啊，你这让我办的事难度是不是过于离谱了呀？这是能力出众就能办到的吗？啊，除了冰级天尊，世上有人能完成这个任务吗？人怎么能不要脸到用很轻描淡写的语气，把这个地狱级难度的任务当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交给下属去办呢？他咬咬牙，不爽地对着。妄图进入冰远谷的人多的是，每天都有无数人不自量力的去尝试，但历史上还没有人能成功的。他就差直接说你也不会例外了。本集第895集，勇气可嘉。成哥一看宫军是被自己搞毛了，打算安抚一下呢，突然呢就听到外面传来一声暴喝：江城何在？滚出来迎接狱主亲使大驾！糟了，飞雪域狱主霍纯派人来了。宫晴不用和外面的不速之客见面，都猜到发生什么了。那次冰岩本源争夺，让霍纯彻底恨上了江城了。上次呢，他宣布不再保护天红岭，用意就是要害死江城。本以为随便一句话就能轻松的整死一个区区小领主，就像碾死蚂蚁一样，都不用亲自出手。结果陈哥不但活了，还把所有来犯之敌反杀了，同时还提了一波声望，这何尝不是又抽了霍纯一个耳光啊？我们用得着你保护吗？搞得我们像很稀罕似的。所以现在呢，狱主再次出招了。宫晴只是略微思索，就有了猜测。霍纯这次只是派了个亲使，并没有亲自过来，他很可能是打算先孤立你，利用这亲使的最后通牒来陷你于不义，将你逼到众叛亲离的地步，最后再杀你，就更加方便了。此时的领主府外，严尊等4位副领主已经火急火燎地迎上去。来自飞雪域的这位狱主亲使，虽然只是个传话的使者，境界却达到了地境4重中期。何况此人代表狱主，他们哪敢怠慢呢？哎呀，恭迎亲使，不知亲使大驾有失远迎，还望恕罪。恕罪！那亲使漂浮在半空，一身4重中期的威压四散开来，他皮笑肉不笑。你们天红岭真能干呢！啊，敢跟狱主作对，只有死路一条，还想恕罪？4位副领主吓得魂不附体了，连忙都跪了下来。饶命啊！我等一直对狱主恭恭敬敬，不该有丝毫冒犯。是啊，更别提跟他老人家作对了，有误会吧？误会？你们领主做了什么，他自己心里清楚啊。江领主他做什么了？他偷了狱主的东西。
把手伸向了不该伸的地方，他罪该万死，而你们还和他沆瀣一气，其罪同出。众人虽然不明白陈哥究竟干了什么，但面对来自狱主的杀意，哪敢反抗啊？我们不知情啊！是啊，我们完全不知情啊！在殿内的陈哥听到这儿，也不得不承认宫情很有预见性了。这狱主亲使到来，真就是为了孤立自己的，话里话外就是天红岭所有人都被领主给连累了。那4位副领主和其他长老面临这情况，还能怎么办呢？肯定会想办法和自己划清界限，最终达到所谓众叛亲离的效果。不愧是你啊，还真猜中了。他特意给刚才被惹毛的宫情点了个赞，宫军师却高兴不起来。我们必须想办法化解这局面，重塑那几位副领主对您的信心，让他们继续紧密团结在您的周围。没那必要，陈哥向来都是独自装叉的，压根儿不需要队友，众叛亲离对他毛影响都没有。可是我有我的方式。说完，江领主直接飞了出去，宫情连忙跟上，他内心又有了不好的预感，主公啊又要乱来了。这是上次赌约他输了，现在也不好阻止。江领主，江领主来了！陈哥出场时，外面除了4位跪在地上的副领主和一众长老，还有许多在远处小心翼翼围观的城中修士。看到他到来呢，许多人的表情变得复杂。这位江领主不久前还是天红岭的英雄，可按照刚刚那位亲使的说法，就因为他得罪了狱主，所以天红岭才会被针对，那他岂不是又得罪人了呀？这让他们一时间不知道该以何种心情去对待他。那位亲使眼一斜，俯视下方诸位副领主，微微讽刺：江城总算滚出来面对自己闯下的弥天大祸了。如今我飞雪域自狱主以下，所有副狱主和长老们已经做出决定，不听话的天红岭更适合当废墟。就因为你一个人，整个天红岭陷入绝境，你还真是当了一个好领主呀。先将江城陷于不义，彻底孤立，这样狱主后面就更容易杀死他。在这亲使看来呀，江城肯定会恼羞成怒，然后不断为自己辩解，而他呢也准备了一大堆的反驳说辞等着。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陈哥闻言非但不恼，反而啧啧有声地打量他一圈，那眼神啊，看着那亲使心头都发毛了。没办法，他只能强行按照预先想好的程序进行。江城，你也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终于无话可说了吗？陈哥一脸莫名地看着他，眼神有些古怪。罪孽不罪孽的我倒无所谓，我就有些好奇啊，你哪来这么大胆子孤身前来呢？此言一出，不光那亲使，在场其他所有人面色集体巨变。啥意思呀？陈哥如同看一个蠢货一样看着他。你明知道我和你们狱主结仇了，也明知道我干掉了一堆弟兄四重，你居然还不知死活的赶过来继续挑衅我，我是该夸你没脑子呢，还是该夸你勇气可嘉呢？什么狗屁孤立众叛亲离呀，在他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浮云，甚至懒得讨论。他在乎的只是对面是不是敌人，到没到该杀的程度，仅此而已。你说什么？你亲使代表狱主本人，你竟敢威胁我，你好大的胆！到了这步呢，他已经不得不搬出狱主的名义，希望能镇住江城。本集第896集，送他一座废墟。江领主，不要冲动啊！地上跪着的副领主和长老们急得不行，快认个错，争取狱主宽容，不要和狱主作对呀！远处呢，那些围观的城内修士也都急了呀，他们还是希望江城继续当领主的。刚刚追来的宫情也急呼呀，不要啊！然而已经晚了，一道剑光就是江城给他们的回答。当那道剑光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时，那名狱主其实总算明白上次狄勇等人是怎么被杀的了，那是他根本无法抵挡的威能。他的意识到此为止，完整版的御魂以碾压之势直接轰开他的魂海，将他的仙魂绞杀一空。与此同时，第10重的冰之玄文在经达到地境3重的江城催促下，也瞬间淹没了他。13阶不灭千华剑经将他切割了无数遍，仅仅一瞬间，骤然杀出去的江城前方已经空无一人了。那名狱主亲使被他彻底摧毁，甚至连残碎的冰灵都变成了粉末，再无留存于世间的痕迹。一切都是那么的快，所有人根本反应不及呀，他们甚至都没能看到战斗的过程已经结束了。望着高空中江城的高大的身影，所有人心头拥有的只剩下震撼。堂堂地境4重中期高手就这么一下就没了，全场鸦雀无声啊。陈哥将领主标记逼了回去，随手扔回了领主府。我这个蹲坑领主也算是做够了，你们另请高明吧。说完，他朝着宫情招手：“宫军师，咱们该启程下一站了。”宫情一脸呆滞的抬起手，紧接着就被他带着一个传送消失在原地了。
而留在现场的所有人依然如同一尊尊冰雕，久久不能言语。没有人知道江城要去哪儿，尽管许多人内心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测，但还是本能的不敢相信。是的，江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飞雪域的域主霍纯。他原本是打算直接去冰原谷的，但要去那边呢，本就要经过飞雪域。你真的要那么干吗？公军师内心是崩溃的，这个人怎么谁都敢惹呢？霍纯是地境5重后期，而且他身边还有其他6位地境5重的副域主，地境4重后期的长老更是多达30多位。这和之前狄庸、魏昶那帮人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成哥并不关心这些，他只关心自己赢了之后能得到什么。地境5重后期是不是还有3阶真气啊？是啊，3阶真气的威能极为可怕的，你还是打消念头吧。我们现在离开飞雪域，还能有一番作为。唉，那真是遗憾呢。成哥望着手中不久前缴来的20阶真气，我还打算多用这把冰剑一段时间呢，没想到啊。他不等宫晴继续劝说，提前截住他。那个什么狱主都连着出了好几次招了，我要是没点表示，那岂不是很没有礼数吗？而且那边的人不是一致认为天红岭更适合当废墟吗？那就让他们先看看什么是废墟好了。他看向了前方那座延绵无际的巨大冰雕仙城，在这儿等着啊，免得待会儿那座城被掀飞起来，把你摔一跤就不好了。宫晴心说，我摔跤是小事，你死了才是大事啊。然而此时的江城已经化作一道流星，直接砸在了那座庞大仙城的正中心，而那正中心正是飞雪域冰眼的所在。霍纯正盘坐在冰眼中修炼，他很珍惜冰眼修炼的机会，恨不得一辈子待在里面，可不像江领主那样兴致缺缺。上次之所以没有亲自出手，而是随便下个命令，也是因为不想浪费修炼时间，但此时他不想离开都不行了。宛若一颗流星坠落，江掌门连人带剑轰在了狱主府中，霎时间地动山摇，天崩冰裂。他整个人还未触及到地面，就带来了毁灭般的冲击。冰制的领主府顷刻间垮塌，变成了无数碎裂冰晶，而这些冰晶甚至连飞起来都没能办到，因为下一刻江城正式降临。所有碎裂的冰晶这才如同无数呼啸的闪电，向着四周激射而出，每一片都带着恐怖的破坏力，将狱主府周边庞大地界砸成了破败的废墟。无数修士惊叫飞上天空，许多人甚至在飞起来的半途就已经被冰晶砸中而受到重创。然而那冰晶却并未受到任何的伤害，所有冰晶在距离冰眼1丈距离之外，被一股无形的势力挡在外面，不得寸进。这是来自冰之本源的力量，此时的江城还无法撼动。不过呢，成哥不在乎，他一路下坠，直至地底。尽管冰界因为本源坐镇，稳固程度要比仙界强100倍，但以领主府为中心，方圆数万里的冰层还是被震得飞上高空，复又以更快的速度砸回地面。无数修士亲眼目睹了这一壮丽而又震撼的场面，那足以在他们心中留下永久都无法磨灭的印象。整座城都在震颤，无数裂缝蔓延开来，而原来狱主府的位置剩下的只有一个巨大的深坑，这座城已经彻底被毁了。坑中那宝贵的冰眼还孤零零闪烁着6色的光芒，看起来滑稽而又可笑。谁在找死？再能忍的人这可以忍不下去了呀，何况霍纯本身就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他再也无法缩在冰眼中，而是直接握着13阶的冰剑杀了出来。此时呢，这位高高在上的狱主暴怒无匹，虽然他目前还没遭到一丁点伤害，虽然这样的地貌破坏对这些高手来说用不了多久也能恢复，但堂堂狱主府被人轰上天了，足够他变成整个冰界的笑柄，这完全就是疯狂的抽他耳光啊！混乱战场中，无数修士怒吼着杀来，作为飞雪域的一员，他们不能容忍这样的挑衅和羞辱。地底深处呢，江城如同深渊中杀出的万古恶魔，一身漆黑的杀气缭绕四周。第10重冰之玄文带着剩下49道玄文，以无可匹敌之势直取他眼中的第一目标霍纯。本集第897集，江城的规矩。江城！暴怒中的霍纯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敌人，他还是第一次和江城见面，但这位狱主本身呢，也不是简单之辈。飞雪域17个岭都安插了大量人手用以监视。江城斩杀狄庸、魏昶等人的消息传回来后，他的详细资料就出现在霍纯的眼前。可以说呢，江城长什么样，疑似什么实力，疑似什么出身，行事什么风格，平时有什么习惯，都了解的比天红岭4位副领主还要多。然而这一刻呀，他搜集的资料仿佛变成了笑话。情报里江城是个懒散的人，而现在他突然杀到飞雪域，这是一个懒散的人能做出的事吗？情报里江城的实力疑似地境5重初期，这已经是极为高看他了。而此时霍纯却感受到了致命的危险，他可是地境5重后期呀。
他没有发表战前演讲的时间了，也没有进行撂狠话这个常规程序的机会了。下一刻呀，江掌门带着一往无回的气势，直接杀到他的面前，没有给他任何喘息的时机，这是找死。霍纯第一时间调动仙魂，催动冰之力迎了上去。然而他就发现了自己的仙魂被压制了。是的，堂堂地境五重后期的他，在仙魂比拼上被完全的碾压。他的仙魂境界已经相当于御魂进度 93%， 然而那终归不是完全版的御魂，哪怕他到了 99%， 在仙魂层次上还是隔了足足一个大境界，可想而知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强烈的眩晕和刺痛从他的魂海深处传来，令他根本无力组织反击。而此时江城已经火力全开，轰在了他的身上。如今的江城是地境3重后期的修为境界，正常情况下呢，面对这个境界的修士，霍纯就算不反击，对面破不了他的防，毕竟他的冰之仙力积累太深厚了，境界不是白搭的呀。然而很遗憾呢，江城的仙力修为虽然不足，但第10重冰之玄文弥补了这个缺憾。霍纯的冰之规则感悟程度也就相当于第9重玄文，在这方面呢，他也比江掌门低了1重。第10重冰之玄文加持着冰之规则烙印，调动了根本不属于这个境界该有的本源威能，再加上其他49道玄文的撕扯破坏，最终以剑心的形式轰开了霍纯的防御。上次江城随随便便点技能升级，看起来很简单，但点完技能吃完药之后呢，他的战斗力其实已经跨过了地境5重，拥有了与地境6重初期一战的资格。这一切全都发生在一瞬间。当霍纯的冰体炸开之时，他的仙魂也终于失去了一平，变得孤立无援，再也无法阻挡了御魂的进攻。这位堂堂御主惊恐无比，江城的强大远超他的预料，这不符合常理啊！明明真的只是地境3重的仙力，怎么能发挥出这么强的攻击呢？怎么可能会有御魂呢？强烈的悔意弥漫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果早知江城这么强，他根本不会得罪，而是会用最亲近的态度去拉拢去结交。即便真的想对付江城，那也不会指望他自己，更不会指望狄庸、魏场那些蝼蚁，而是上报给上面的兵工，又或者联系其他御主，因为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他有资格得罪的。只可惜晚了。成哥杀过来的时候，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开战之前霍纯没有反应的机会，开战之后霍纯没有求饶的机会，御魂一扫而过，这位飞雪域的御主死得一干二净。而他的随身戒指和那把3阶真气冰剑断灵也被江城直接接手了。此时呢，其他人也终于杀来了。飞雪域的6位副域主，2位是地境5重中期，4位是初期，他们中任何一个放在任何一领都是降维打击。得知江城过来，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这人疯了吗？我们正打算对付你呢，你不瑟瑟发抖东躲西藏的，你主动杀过来。而他们的第二反应则是愤怒，愤怒于蝼蚁敢反抗。现在呢，他们的第3反应惊恐。就那么一瞬之后，御主没了，没有人能心如止水的接受这个结果，然后继续以正常状态去战斗。有3名副御主开战之后最积极，冲得最快，这时呢已经到了成哥身前了，想停都来不及呀。于是呢，他们紧接着就遭到了成哥的打击。御魂在场中肆虐，冰之本源的力量摧枯拉朽，3人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就被迅速的冲垮了。临死前他们也后悔了，早知道不冲上来了，原本以为能凑上来踩一脚立个功什么的，谁知道捅了一尊可怕的恶魔呀。他们希望罢手言和，但江城同样没给他们机会。3名副御主的尸身当空跌落，他极目四顾，周围已经没人了，低头望去呢，大坑中跪了一地。以3名地境5重的副御主为首，所有人的战意早已被这狂风扫落叶般摧毁，丢下兵器，纳头便拜。参见御主，参见御主！山呼海啸的声音呢。不久前还多次谈论过江城，并致以轻蔑嘲讽的他们，此时都吓破胆了，再也提不起任何的斗志，有的只能活命祈求。江城亲手斩杀霍纯，已经自动得到了御主标记。按照兵器的规矩呢，他现在确实是御主了，当然后续还需要得到上级界主的认可。如果是从前，成哥可能会留下来，御主比领主有牌面多了呀，御主级的兵眼效果也更好。但现在呢，他一心想着去冰原谷寻找自己的弟子，怎么可能留下来呢？何况呢，他也不想再在什么冰眼那蹲坑了。老子不屑当你们什么破御主啊！赶紧的，那个所有人把自己随身的宝物、兵器、护甲全都交出来，否则死！之前还在与我为敌，还想围攻我呢，现在转头拜了个御主，就和和气气没事了，有这好事啊？或许在兵界的规矩下，真的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江城来自仙界，他有他自己的规矩。本集第898集，你究竟什么实力啊？听到这个命令，在场所有人都抗拒无比。修炼资源何等宝贵啊！兵器护甲更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本钱，要这些就是要他们的命，谁会甘心交出来呢？小城，
欺人太甚了吧？就是啊，我们都已经拜你为御主了，你还强吻保护？咱们兵界没有这种事，你此举是倒行逆施。兵远古不问外界事实，兵之真界面对其他真界的战争时，还需要一个最高组织来号召，而这个组织就是兵工。为了保住资源呢，这帮人都暗戳戳的抬出兵工来震成哥的。不过这显然无效，成哥的剑都没回鞘呢。既然你们这么不情愿，那我也不让你们为难了。他这第一句话出来，众人还喜形于色的。还好啊，这个魔头被镇住了，就知道他不敢冒天下这大不韪。但紧接着呢，成哥话锋一转，我直接杀了你们，自己来取，这样是不是合规矩啊？说完，他扬起手中剑，兵之本源气息再次凝聚，四周风云激荡，杀气萦绕。为首3名副御主吓得面色巨变，他们毫不怀疑江城的杀意。他都已经杀掉了1个御主3个副御主了，怎么可能会舍不得杀其他人呢？这一刻他们才明白刚才的威胁有多可笑。就算界主事后震怒，那也是后事了，而他们呢，凉透了。我叫！他们几乎是抢着把兵器护甲脱下来，将戒指献出来。没办法，这些东西虽然是安身立命的本钱，但是不交就真正的没命了呀。看着面前飞快堆积如山的资源，陈哥乐开花了。这波收获是上次的好多倍。他懒得清点，直接将所有的资源席卷一空，这才挥手滚吧。众人如蒙大赦，疯狂逃离现场。而收获满满的江长们也没有在原地停留，他再次回到了远处宫刑等待的地方。龚军师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但这么点时间对他来说却是度日如年呢。越聪明的人往往想得越多，也就越容易患得患失。宫刑就这样，他亲眼看到前方那座庞大的县城被炸上天，也感受到了激烈的战斗波动。但那战斗对他来说太高端了，他的神念无法进场，感知不到胜负，他只能靠猜。整场战斗2秒钟之后，就是极致的混乱变成了宁静，结束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江城被杀了，毕竟敌人那么多那么强，也是最合情理的。如果他死了，自己怎么办呢？这段不可思议的日子就当做一场虚幻的梦吗？这些纷乱的念头让他的内心受到极大的煎熬。直到此时，江城的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向来理性的宫刑第一次忘我，任由着巨大的喜悦情感驱使着自己冲上去，一把抱住他。太好了，你还活着！那场梦可以继续下去了。他激动的忘乎所以，成哥抬抬右臂，一时间呢不知道该作何反应。当他想做些事情，妹子已经松开他，迅速恢复了理智的军师模式。那边怎么样？他需要了解当前的局势，以便帮主公思考后续谋略。成哥笑眯眯的朝他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搞定。霍纯干掉了，其他该杀都杀了，没杀的差不多也都半废了。活下来的那批高手，现在连真气护甲都没了，确实算是半废了。什么？饶是已经见证过很多次成哥不可思议的战绩，宫刑还是被惊得差点失去了思考能力。你刚说什么？他连声追问。霍纯已经被您杀了？对啊。他那震惊的表情啊，让成哥装叉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可是刚才的战斗才很短一会儿啊！宫刑完全想不通啊，那么一会儿，怎么可能就杀死一位地境5重后期？成哥直接掏出了霍纯的断灵剑，于是呢，宫刑闭嘴了，不信也得信了呀。随后，成哥又掏出了其余6位地境5重高手的随身兵器，于是宫刑陷入了长久的迷茫。这怎么可能啊？江主公很体贴的给了他慢慢震惊的时间，他已经忙着清点收获了，除了炼丹炼器材料和银月冰魄，依旧是只留一把最高等级的武器，其他的全部兑换。于是他又有了344万仙元点。点开技能，第10重冰之玄文想提升11重，那么需要1000万仙元点，目前还远远不够呢。而仙魂想提升到精魂，更是需要恐怖的3000万。这2项先只能放一放了，他决定将其他的玄文提升一下。接下来呢，他先是将力之玄文提升到第10重，随后又一股脑的将速度、空间、剑、毁灭、吞噬、光、暗、金木水火土等一共30门玄文也都提升到了第10重。冰之真界并没有这些规则的本源，即便提升了这些玄文，也借不到外界强大的本源加持，但对战斗力的提升还是有点效果的。何况呢，他也不会一辈子待在冰界。只不过由于这些玄文只能借助玄魄自身的力量，所以在冰界的效果没有冰之玄文那么巨大。而他并不知道的是，当他将速度和水系玄文提升到第10重，遥远的另一个世界内，苍灵和玄冥也莫名其妙的得到了无穷的规则感悟。紧接着，这2尊远古龙族居然神奇的突破了。而在冰界这边，点完了技能的陈哥收拾了一下，即将整装待发。您究竟是什么实力啊？宫刑无比认真的望着他，这个问题他早都想问了。最初以为这人是地境3重初期，结果呢，他干掉了屠星；以为他是地境3重后期，结果他干掉了晋虫；以为他是地境4重中期，结果呢，他干掉了狄庸、魏长。
以为他是地境5重初期，结果他干掉了地境5重后期的霍纯。每一次当他自以为看穿深浅时，成哥都会给他一次惊吓，好像没有他干不掉的人。难道您真的是传说中地境6重高手吗？本集第899集，冰界震动。地境6重和前5重有着本质的分别，就像仙界那边的仙王，只有达到这个层次，才有了在一切逍遥纵横的资格。6重之下只能困守一域一岭，而6重之上已经屹立于冰界顶尖强者之林。当心头生出这个猜测，宫情感觉太梦幻了呀，那可是如同绝世天才魏山一样的地境6重。成哥觉得有必要给自己的随身军师交个底了。区地境6重，你也太小看我了。告诉你个秘密，哥其实早就无敌于世间了，你以后要对我有充分的信心呢。啥意思呢？就是不要再在我准备装叉的时候大家劝阻啊，而是应该好好的配合哥的装叉节奏。无敌于世间？这种话任何一个有智商的人都不会相信，宫情呢也不例外。他原本还对成哥有点高山仰止，此时忽然觉得呀，他的形象又崩塌了，咋那么能吹呢？难不成你还想说你比冰级天尊还厉害吗？小小冰级天尊，时无英雄是庶子成名。啥意思？就以前我没出场，所以他才那么有名。他敢杀我吗？他敢杀一次他就死了。哦，是吗？宫军师好心帮他回忆了一下之前的细节。那你也想进个冰原谷，怎么还那么费劲，还要我想办法呢？这成哥心说，我带着你是指望你当个随身马屁精的，不是让你来拆台的呀。我怎么可能进不去呢？只是给你个表现的机会罢了。没想到你竟然辜负了我的期待呀。对此呢，宫情只能以沉默应对了。这种一戳就破的大话，他当然是不会相信的。两人离开飞雪域之后，继续朝着冰原谷的方向前进。他们离开不久，飞雪域那剩下的3位副域主就火急火燎地赶到了冰宫那边告状了。抛开不问事实的冰原谷，冰宫呢其实就算是冰界的主宰势力了。这是一个集结了冰界所有地境7重和大部分地境6重的顶尖组织，论其统治力和号召力，不逊于万妖宫之于妖界，这是理所当然的产物了。冰界之外还有其他2999个真界呢，战争和结盟也是经常的事情。冰原谷不管事，如果再没有一个冰宫这样的至高势力，那整个冰界就是一盘散沙，也无法统合力量与其他的真界抗衡了。在冰之真界，领主和境主可以随便抢，但是域主不一样，他们全是由冰宫任命的，甚至呢还有任期。域主是不能被挑战的，只有在经过冰宫允许之后换人。江城悍然杀死了霍纯，算是捅了天大的娄子，意和之前取代领主境主截然不同。这江城简直丧心病狂，太猖狂！他不光斩杀了霍纯域主，还毁掉了飞雪域的中心县城，最后还抢了我们所有宝物和真迹。如此行径令人发指，人人共愤呐！3位副域主大声哭诉，那简直是闻者动容。事实上，他们也没资格亲眼见到冰宫的地境8重首脑，只见到了几位冰宫的地境7重长老。此人施展出的不只有冰之力，我们严重怀疑他不是冰界之人，而是来自异界。这是一场外界入侵呐！此人定然是其他真界的间谍，专门来祸乱我冰界了。冰界只有冰之本源，因此绝大部分人都只修炼了冰之规则这一种力量，但也并不是不存在例外。有些冰界强者跨越混乱乱流，在其他真界闯荡过之后，也能修炼其他的规则，只是回到冰界后，那些规则的力量失去本源支撑，弱的根本用不上。而对于其他真界过来的异族生灵，冰宫以往其实也不是很在意，反正呢，他们自己偶尔也会去其他真界的，只要不对冰界造成太大破坏，一般都是听之任之。而这次江城斩杀的一位域主，还毁掉大片区域，已经够得上重大破坏了。传冰宫命令，异界江城为冰界公敌，人人得而诛之。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瞬间传遍了冰界各域，随后又迅速地下达到了各领各境。一夜之间，成哥的大名开始在整个冰之真界流传，而他所做的那些事情也掀起了巨大轰动。异界人杀了飞雪域的域主，这异界人有点厉害呀，岂止是厉害呀，简直实力离谱了呀！斩杀霍纯和另外3位副域主，证明江城应该有地境6重的战斗力，这在冰界算是强者，但还不算顶尖。就像仙王在仙界，头顶还有准帝和仙帝呢，还不足以让整个仙界瞩目。关键呢，那个异界人身份
异界高手来到冰界，因为没了本来世界本源的支持，最擅长的规则变弱无数倍，是发挥不出多强的实力了。因此呢，即便再强的高手去了其他真界后，一般都会夹着尾巴做人。谁敢像江掌门这么高调啊？这真界大战，那也不在各自的真界内作战，而是另一种战斗方式。据说此人冰之力层次也极高。哦，对，我看到了那场战斗的影像，他用的力量很驳杂，应该去过很多真界，但还是以冰之力为主。那就可怕了呀！他来到我们冰界，从头开始修炼冰之力，竟还达到了地境6重的层次，那说明他本来的实力更强。此人究竟什么来头？他原本是哪个真界的？一时间呢，无数人对陈哥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处充斥着议论。而天红岭这边，严尊、朗智等几位副领主也终于再次听到了江城的消息。他竟然斩杀狱主，还洗劫飞雪城！我的天！我们这几天是在和一个何等强大的高人相处，太可怕了呀！整个天红岭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感情不久前他们的领主其实是一位异界大能啊！他们都不知道是该后怕呀，还是该自豪。而就在这天呢，来自冰宫的几位高手也降临在天红岭。4位副领主和其他长老被招去询问江城的一些情报，看得出来呀，冰宫这次认真了。本集第900集，天道冰梯。身处漩涡中心的江掌门此时还毫无名扬冰界的觉悟呢，他已经来到了冰界的中心区域了。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座冰山，正中心算是山顶，而冰原谷则是那山顶凹陷下来的一处谷地。按照正常规律，越接近中心区域，冰之本源的气息肯定越浓厚。然而出乎他意料的，这里的本源气息非常的稀薄，尤其到了距离冰原谷上千里的区域，竟然连冰之本源都感知不到了。而在接近数百里之后，所有的冰层居然全都消失了，只是没有融化成水，而变得空空荡荡。这在冰界是极为不可思议的。陈哥大感惊讶，怎么这么反常啊？宫情倒是早有预料了。这是极盛而衰的道理，冰之本源就在这正中心，导致本源气息太过强烈，反而将周边的一切都挤压了出去，最终形成了一片特殊的空白区。冰原谷那片低洼区域的形成也就是这个原因。哦，这样啊。他望着前方熙熙攘攘的人影，又好奇了。那既然这里没有本源气息，为什么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赶来呢？对此，宫情也不太了解。他虽然聪明，但以前毕竟只在天红岭做下一个偏远地区的地境2重小修士，眼界只有那么远，很多事他根本接触不到。可能他们也是像你一样异想天开的想要进入冰原谷吧？他才刚说出这个猜测，又推翻了。不对啊，我记得冰原谷是无法接近的，除非达到地境9重，否则会被那些强大的本源气息吞噬，最终死死无生。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闯进去的，就只有当年达到地境9重的冰级天尊。除此之外，就是得到他制作的通天符的那500人。至于其他人想强闯，不是没人试过，而是试了之后无一例外全都死了。按理说呀，就算是异想天开，也该掂量一下自己的小命，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围在这个不毛之地呢？宫情担心自己身边这人又干疯狂的事情，连忙提前给他科普了。600亿年前，有一位地境8重不甘心进不去冰原谷，选择了强闯，最终在无数人的见证下，那位前辈被冰之本源吞噬的连渣都不剩。地境8重的失败，也让所有冰界修士都熄灭了心思。现在该知道多危险了吧？难道你自认你的命比地境8重还要硬吗？哦，是吗？陈哥不但没被吓到，反而笑了，还以为多难进去了，能死就行啊！看来自己一只脚已经提前踏进了冰原谷了。您还不打算打消念头吗？宫情恨不得拽住他。就算您真的是地境6重啊，甚至是7重，也是没用的。陈哥一脸不以为然，来都来了，何况这里这么多人，总有点原因，先看看嘛。两人一路向前飞，在距离冰原谷还有数百丈的位置，他们凭空看到了一层层冰雪组成的阶梯。在这片距离冰原谷最近的虚空中，冰梯凭空悬浮，闪耀着洁白的光芒，看上去神圣无比。冰梯一共也就128级，通向前方遥远的未知虚空。每一级阶梯相隔并不遥远，普通人都能通行。对于修士而言，这样的阶梯1秒钟都不用就能到顶了。然而此时呢，成千上万来自各地的修士却只是围在冰梯的外面驻足不前。陈哥来兴致了，这么热闹，咋的了？比赛吗？登天梯啊？他问的是自己的随身军师，但宫军师也是一脸懵逼。还是那句话，起点低，很多事再聪明也无法提前得知，比如这冰梯。陈哥很自来熟的拉过了人群中一名修士，哎，兄弟，干什么呢？这天梯是干什么用的呀？那冰族人回头看了他一眼，难道跑来这里了，居然都不知道这是天道冰梯吗？这是300万年前冰级天尊亲自设置的一项考验，
只要能走到冰梯的尽头，就能直接进入冰远谷。成哥还没啥反应呢，宫晴倒是惊呼了。什么？还有这种事儿？他还真的没听说。那这300万年应该有很多人进入冰远谷了吧？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就没传开呢？旁边另一名人族修士回头摊摊手。谁告诉你有很多人进去了？300万年没一个成功的好吧？啊，一个都没有？成哥都惊讶了。那冰梯看起来也不高啊，随便跳下都上去了吧？就在此时呢，前方人群鼓噪，就见一名通体墨色玄冰的中年男子缓缓走向了冰梯。玉白，哎，是玉白呀！听到这个名字，宫晴也不禁有些小激动了。他也知道成哥很无知，连忙转过脑袋为他科普。这位玉白，论天资不逊魏山多少，同样是最近2亿年崛起的绝世天才之一，如今已经是地境6重中期了。说实话，这确实是绝世天才。要知道，仙界那边想突破到仙帝魔帝，即便天赋机缘俱佳，也需要1-2亿年，而那只是地境1重，2亿年就到地境6重，也就真界这种拥有本源的世界才可能实现了。看着他那带着点小崇拜的眼神，成哥酸溜溜的撇撇嘴：“你可是我的专属军师啊，难道不应该只崇拜我一个人吗？你不应该是眼里只有我自己吗？”长得那么黑，还叫什么玉白？哼，一看就不是个有前途的正经人。也就是其他人都关注场中了，要不然肯定有人反唇相讥。围观人群还是非常兴奋的。这是玉白第3次踏上冰梯了吧？这次他能走到哪儿啊？上次玉白走到48级，这次至少能突破50了。 50那可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啊！是啊，可以排进整个冰界的前20了。哎，快看，他踏上去了！人群仿佛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欢呼，仿佛这是什么盛况似的。第913集，这下信了吧？云缩尊者闻言差点被气得心梗了。你说什么？冰远谷还不是机密重地？你这小子！哎，云缩道友气莫动怒。佐莫尊者苦笑着摆手挡下他，随后与其他几位尊者互望了一眼，彼此都能看到对方眼内那浓浓的不可思议。刚才听到什么呢？此人轻松通过冰梯考验，随后没从那道门进来，而是通过其他方式闯进来了。不光如此，还带了一个同伴进来。他们可都办不到啊！哪怕拥有通天符，他们也只能用来保证自己进来，根本不可能带其他的生灵。他怎么做到呢？江小游，此事事关重大，可否说出实情？无论众杯风烈还是佐莫尊者都非常的好奇，他怎么进来的？这稀奇事不搞清楚，他们以后可能睡不着了。我不是说了吗？我闯过了本源封锁，直接冲进来了，你们怎么就不信呢？哼，江小友说笑了，此事断无可能。不是我等不信任小友，而是你的修为实在太低了。哎，我真是服了你们了。那你们等着。说完，成哥凌空而起，径直朝外围飞去。小友且慢，那外面是本源，那个没等阻止呢，成哥直接飞了进去，身影消失了。一时间，所有人徒呼奈何呀！哎呀，此人太过刚烈了，宁可死也不愿说出真相，何必呢？众杯尊者有些不悦地瞪了云缩一眼。云缩道友，你逼迫得太紧了。佐莫尊者也是扼腕叹息，无论此人如何进来，也不该逼死他呀。云缩老脸颤了颤，居然还浮起了一丝惭愧。那小子说话太荒唐，我一时动了嗔念。然而他话音尚未落下的，成哥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这回看到了吧？都说了，老子从本源直接闯进来，愣是不信。”为了证明，他还特意在那本源边缘来回探了2次脑袋。在场所有人，包括宫晴在内，都懵了呀！居然是真的，他还真能在那可怕的本源封锁下通行无阻，他怎么扛得过那吞噬之力呢？一众尊者连忙簇拥过来：“江道友，你是如何办到的？”“是啊，这根本不可能啊！你竟然能无视本源吞噬，不可思议呀！”一帮老前辈看他的眼神都放光了，那架势呀，把他解剖了得了。但成哥很享受他那个震惊的目光，当然是因为气质，对不对？哥天生气质不凡，然后后来又没事听海洋的小说，哎，那气质就又提升了一大截，这小意思。他总不能说自己死了一次再开挂呀，这种玩笑话众人自然不会信的。江道友太爱说笑了，不过你说听海洋小说提升气质这事儿，我倒是信。当初我卡在地境1重，说死升不上来，听了海洋小说1个月之后，我直接干到地境9重。哈哈哈，江道友，你跟我们说说，老朽太好奇了。但是海洋的小说确实好听啊，尤其是最近刚上的2本书，《精神病面前鬼东西算个球》，还有那个亲爹，您真跟天庭干起来了。嗨，这2玩意儿我跟你说都是精神病啊，对我这个修为提升啊，这是有老大好处了。现在信了？成哥笑眯眯地看了他们一圈，最后嘚瑟的目光落在云缩尊者身上。
云缩尊者捏着鼻子点头，信了啊，行了，信了就行了。那我可以在这冰原谷待着了吗？这云缩看了一眼左右其他尊者，也没有人表露出反对的意思。想想也是，人家直接闯进来了，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已经和当年的冰级天尊肩并肩的壮举了，比他们这些用通天符进来的还要高级呢。这种人没资格，谁有资格呀？当然可以。多谢。丢下俩字，成哥就要去找纪灵寒了，留下一众前辈风中凌乱。我们都说了好奇了呀，你好歹解释一下呀，你是怎么做到在本源中生存的呢？怎么就走了呢？对不对？江道友别走啊！是啊，你出来这里一定很多地方不熟悉吧？老朽记得你好像是说来找人的吧？对啊，我来这是为了寻找纪灵寒、钟离缺、邱冉、江嘉怡这4位弟子，你们见过呀？你说那几位数百年前新加入的新人呢？我们当然见过呀。纪灵寒那批新人进来时，他们还开了一场欢迎会呢。何况这里就这么500来人，也算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了。他们还在这里啊？在呀。哎呦，那太好了。他们在哪儿啊？赶紧带我见他们吧。江道友莫急，他们最近正在天道以海悟道呢，过些时日就能出关了。真的啊？陈哥有些怀疑他们在骗自己，毕竟他遭遇过的变故太多了。江道友若是不信，我们可以带你去啊。说完呢，一群地境8、9重的高手前呼后拥，簇拥着陈哥往那天道遗海赶。跟着他们一道飞过去的宫情，心头简直是万马奔腾啊！真的进了冰原谷也就算了，陈哥还有一群传说级的大佬陪同参观，这待遇没谁累。一路上时不时的还会碰到其他冰原谷的成员，这些人中有的也热情的迎了上来，还有一些呢则是冷眼旁观，带着警惕和审视。看来这里也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客气。宫情敏锐的观察到，那些人和身边这群前辈并不像是一路人。难道冰原谷内部这区500多人还分成了2个阵营吗？宫军师也不敢擅自发问呢，只能发挥着自己聪明的脑袋瓜子，开始凭空分析推理起来。没过多久呢，众人就来到一片海的面前。说是海其实不准确，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光怪陆离的景象。那片波澜壮阔的大海边缘，沙滩全是冰冻构成的，而海里呢也并不都是水，而是金木水火土5行齐备，地火风水样样不缺，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应有尽有。他们随着波涛翻滚沉浮，共同组成了一片特殊的海。本集第914集，没有天道的世界。原来自己之前感知到的其他规则气息来自这里啊！想不到冰界最核心地带居然有这么一片特殊的地方。天哪，这究竟是何等绚丽神妙的景致？莫非我是在做梦？宫情快要忘我了，他痴痴地走向前，伸了伸手，似乎想触摸什么。诸位前辈笑眯眯地看着他，并没有阻止。当初他们初次来到这里，反应比他都夸张啊！毕竟绝大部分冰族人这辈子也只接触过冰之规则的一切，没接触过别的。他们许多人对其他规则的认知，往往只是来自于文字和道听途说。众杯尊者看向江城，江道友似乎并未被打动啊，还行吧？陈哥撇嘴，你们当我土包子吗？就这景色，我在仙界出门就能看到。这里唯一神奇的一点，也就是天上地下几乎所有景色都堆在一起，而且还浮浮沉沉，动来动去，就那个雇佣啊。那其他的也就那样吧。他关注的只有自己那几个弟子。这片海并不大，飞到高处之后，很快在那浮沉的海洋中看到上百名正在盘腿打坐的身影。这些人分布的错落有致，其中最中心的区域有7个人，这7人似乎是按照某种玄奥的阵型特意安排的方位。在这里呢，陈哥不但见到了纪灵寒，还见到了钟离缺等另外3名弟子。只是此时这7人全都紧闭双眸，沉浸在深层次的修炼状态。他们的身上还时不时散发出一道道让他颇为熟悉的韵味，有点像是仙界那边的天道，只不过呢，比真正的天道差了无数倍。他们干什么呢？众杯尊者缓缓说了：“悟道。”悟什么道啊？天道。天道还能感悟？成哥听过感悟规则、感悟意境，还第一次听说感悟天道呢。云缩尊者感慨了：“这可是整个冰界唯一还残留着天道余韵的地方了。”风凛尊者点头：“是啊，这片天道遗海逐年被冰之力侵蚀，越来越小。也许再过个数百亿年就彻底消失了，到时冰界再无一丝一毫天道余韵了。”说啥呢你们？陈哥有些懵逼。冰界竟然连天道都没有吗？天道不是虚无缥缈但又无处不在吗？左墨尊者哑然失笑：“江道友真是爱说笑，又岂止冰界，3000真界皆无天道，也由此而残缺，永远无法圆满。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莫非你不知道吗？”陈哥嘴角一抽，真不知道。
他之前去过的仙界和玄界都是有天道维持万物循环的，而且两界天道都打过交道，本以为这就是普遍存在的，现在听他们一说呢，哎呀，天道挺宝贵呀，难道这就是冰界人没有道心的原因吗？冰界的这些地境相比仙界那边的仙帝魔帝实力倒是强了许多倍，但仔细想呢，其实他们一直缺了一个东西，那就是空间法则。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法则，所以他们的实力明明更强，但似乎还不如那帮仙帝更像传说中无所不能的仙人。原来出生点这么重要啊！哎，算了，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反正自己有道心啊。那他们要悟道多久呢？我等不清楚，少则几日，多则百万年，这跨度大了呀！如果不是担心打断修炼会影响纪凌寒等人的进境，成哥都要直接下场提人了。不过想想现在没啥事，等等也无妨。啊，对了，那位冰级天尊呢？他老人家常年闭关，极少出现。那行吧，我最近就在这住下吧。诸位尊者看他飞出天道遗海，不禁诧异：江道友不打算进去感悟一番天道吗？不了。提到感悟，他脑瓜疼啊！哪有点技能来的直接呀？倒是宫情似乎被这片特殊的海迷住了，于是呢，成哥将他留下，让他也进去慢慢感悟。至于他自己，则是随便在海边找了座冰山，在山顶变出了一座宫殿，而后就住下来了。看到他如此做派，一众尊者面面相觑，有些无语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对天道遗海毫不动心的，岂止啊！他对冰远谷似乎都没兴趣。但凡进来的人，哪个不是欣喜若狂，而后对一切充满好奇的？超乎寻常的冰之本源气息，天道遗海的感悟，冰级天尊留下的高深典籍，还有各位热心的地境8、9重前辈的指点，这任何一条放在外界，那都是足以令人窒息的诱惑。而偏偏陈哥不感冒。我怎么感觉他进来就只是为了找人？这江道友还真是个奇人呢。陈哥住下来，开始清点这些天的收获，把能兑换的都兑换了。他拥有了3000多万仙元点，而上次登冰梯外带闯冰原谷那一系列操作，更是带来大量的声望值。尽管还是不存在什么臣服，但震惊和佩服是免不了的。最终呢，又给他带来足足4000多万的仙元点，7000多万，这次总算可以升个11重了呀！冰之玄文升到11重需要1000万仙元点。哥们儿现在有的是仙元点，升！一键升级之后，冰之玄文提升到11重，这已经是地境9重才有的规则感悟程度了。最后呢，他点开神魂面板，御魂升级到精魂需要3000万仙元点。神魂能让战斗省不少事儿，必须升。又一个一键升级，他的神魂再次产生了变异，成为了他自己都不清楚有多厉害的精魂。反正他升到精魂那一刻，整个冰原谷上空都出现了道道祥云。风凛、云梭、左墨等诸位地境9重尊者全都飞来，又惊讶又欣喜的四处查探。精魂是哪位道友突破了？这是喜事啊！不知何方道友突破？我冰原谷又出一位尊者，冰界之幸事啊！本第915集，你也想当我师傅？精魂无迹可寻，除非神魂境界比这更高，又或者成哥主动暴露。于是呢，诸位尊者的神念四处扫视，他们迫切想找到那位新的尊者。中间倒是看到成哥正在盘错修炼，但压根没往他身上猜呀。毕竟成哥的修为才地境5重，而精魂要到地境9重才能得到。他们还以为冰原谷又出现了新的一位地境9重呢，注意力全都放在那些地境8重的身上。而另一边，江城本人仿佛得到了一次生命层次的升华。这冰原谷里原本因为下方就是本源，所以神魂根本无法探查多远。而刚刚蜕变到精魂的他，神念一个延展，竟然直接冲破了整个冰原谷，直接渗透到外界。整个冰界这一刻在他眼中一览无余。冰界所有人，包括地境8重的纪苍在内，所有人都在江城的注视下。然而能有所察觉的，却只有那寥寥几位地境8重。他们惊愕抬头，想要找到那窥探的来源，只是根本无迹可寻。真要打起来，由于仙力境界差太多，破防都办不到。江城其实还是干不过那几个冰宫的地境8重的，但神魂方面的优势，至少让他能不至于一瞬间就崩溃了。而且这种一切尽在掌控中的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他心满意足地收回精魂，再次穿回本源封锁，打算回到谷内。而这次呢，他的精魂在本源穿梭时，耳畔忽然响起了一套惊诧无比的声音：你的神魂竟能在本源通行无阻。成哥循声望去，就见那本源深处有一名须发洁白的蚂蚁老者盘腿而坐。此人在本源的海洋中随波逐流，小心翼翼。他的身周荡漾着一圈淡淡的蓝色光芒，让那佝偻的身躯看起来光辉如神奇，几乎每时每刻都会有本源侵蚀的光芒。然而因为此人的不断催动，被侵蚀的光芒又飞快地填补上，将那本源的吞噬之力一直挡在外面。虽然看起来吃力，但这种奇妙的平衡
却令得麻衣老者一直没有被本源吞噬，神奇的活在了本源深处。而从那圈光芒之中，陈哥嗅到了熟悉的气息——法则空间。此人竟拥有法则空间，那说明他有道心呢？难道他来自仙界吗？奇哉，怪哉！你修为似乎并不高，竟然拥有精魂，而且你的精魂竟然，你能在危险的本源之中存活。老者一脸疑惑。要知道，冰原谷内诸如云梭、佐墨等尊者，虽然都是拥有精魂的地境九重，但他们的精魂要是深入本源呢，那是会遭到灭顶之灾的。本源吞噬之力会吞噬一切，包括神魂。莫说精魂层次，即便更高层次的神魂也做不到陈哥这样。气质摆在这儿，有点特殊之处也正常。急躁淡定啊！陈哥一如既往的骚包。对面的老者嘴角微微一抽，显然没见过他这种画风的人呢，旋即呢哑然失笑。罢了罢了，你可知我是谁呀？陈哥其实隐有了猜测了，此人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冰极天尊？这深入本源中的实力，冰原谷应该也就他了吧？为了避免猜错丢脸，他故意摇头，还真不知道。我便是那冰极天尊。哇，竟然是你！哎呀，幸会幸会呀！陈哥很配合的给了个面子。冰极天尊额头出现了3颗黑线，他又不傻，哪能看不出这反应过于夸张呢？你似乎并不惊讶啊？没有，我老惊讶了。你惊讶你个毛啊！冰极天尊其实挺意外的，他可是堪称冰界老祖宗一级的人物，一己之力改变了冰界。按理呢，任何人看到他后都不可能如江城这么平静的，这让他对陈哥的兴趣更加浓厚了。你是异界人吧？对啊，最近进入冰原谷的。是啊，不错，你能来到这里也算是你的一番造化，看来你的机缘着落在老朽身上了。他沉吟片刻，对陈哥说了一番莫名其妙的话。上古时有一云中福泉，每9年一现，一出3日复饮之。啥意思？陈哥一脸懵逼。云里面的泉水那不就是雨吗？9年下一次，一次下3天。去吧去吧。冰极天尊挥手，随后消失了。陈哥有些郁闷，老头把话说清楚呀，哥不喜欢猜谜。可惜呢，冰极天尊早就不见了。一直到神魂归位，回到宫殿，陈哥仔细的想了一番，这才恍然大悟，他这也不会是暗中打算教导自己吧？每隔9年去找他一次，一次教自己3天。感情你跟我玩菩提老祖教猴子呢，敲3下就是夜半3更传授道法。想通之后呢，陈哥哭笑不得呀。你想当我师傅？难怪他说这是自己的造化呢。也是，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碰到隐藏着的前辈高人，得到他的传授，那可不就天大的机缘吗？老头找错人了啊！他摇摇头，继续玩自己的一剑升级。之后又花了1500万，陈哥将那不灭千华剑经也提升到了14重，这同样也是地境9重才有可能达到的剑术境界。如果他现在遭遇到瑞武那样的地境7重，即便不在空白地带，也一样能够轻松战胜。表面看呢，这越级挑战都不知道跨了多少大境界了，但实际上江城掌握的这些规则、剑术、神魂也不是这个境界该有的。本质来说，他其实更偏向于冰空误解了那个状态，更像一个顶级高手失去了本该有的修为先例。只要修为堆上去，他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地境8重甚至9重。虽然还剩2000万仙元点，但陈哥决定还是省着花吧。这冰原谷就那么几个人，而且态度都挺友善的，他也不好将他们当成新的战利品来源呢。想到自己目前最大的短板是仙力修为，着实没什么牌面，陈哥决定好好升级。上次从瑞武等人那儿弄来了银月冰魄，还有2000多万。要开始一段漫长的苦修了呀。本期第916集，朽木不可雕。说是漫长，其实也就10几天。将所有银月冰魄用光之后，陈哥的境界稳定在了地境6重。就在他出关这天，一名地境8重和一名地境9重找过来了。看到陈哥后，两人上下打量好几圈。随后左边那名面白无须的中年男子才淡淡给了一句评价：勉强还行吧。还行什么呀？陈哥一脸无语，那你搁这挑菜呢？随后呢，就见右边那名地境8重的白袍男子喝道：小长，听说你能穿过冰之本源的封锁。对啊，咋了？你很幸运，现在南方的天大机缘来了。又来机缘了？难道这俩人是冰极天尊派来的吗？啥机缘呢？你可知你面前这位是谁？不知道啊。
那白袍男子一指那白面无须的中年，高声介绍：“这位乃是鹰眼尊者，地境9重绝顶高手。”失敬失敬。陈哥嘴里说的失敬，表情却毫无波澜。没办法，这种在外面足以无敌的传说级人物，冰原谷内有的是。之前那几位尊者都地境9重的，他已经审美疲劳了，习惯了。眼见他没什么特别反应，两人都露出了一丝不悦。你是不是以为进了冰原谷，将来就一定能修到地境9重啊？没有啊，我不进来，那将来也照样能修到这个境界，好吗？哼，看来你还保留着外面的自命不凡，高傲得很。在这里修炼也是需要指点的。鹰眼尊者看中了你，打算收你做记名弟子，还不快跪谢啊！陈哥以为自己听错了，他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这俩人不是冰极天尊派来的，他娘的，他妈谁都想当自己师傅呢。那鹰眼尊者不耐烦的眯眼：“聋了吗？跪呀！真以为我想收你啊？那你不想就算了呗。”陈哥差点被逗乐了，你哪根葱啊？冰极天尊要收哥，哥都看不上呢，就你还一副施舍的状态，你恶心谁呢？哥又不是没见过世面。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龙啊，滚！一配你。好吧，你还真是不识抬举。鹰眼尊者气得脸都黑了，他一身地境9重的威压四散开来，杀意毫不掩饰的直面江城。住手！数道身影突然凭空降临，正是云缩尊者和众杯尊者等人。鹰眼，你要干什么？敢在这里伤人不成？莫要忘了尊者的教诲。几人齐齐挡在陈哥的前方，他们一来呢，鹰眼尊者才散去了杀意，也不说话，而是狠狠一转身，与那白袍男子拂袖而去。江城，你不加入他们是对的，你安心修炼就行，不去掺和进来，他们不敢动你。有天尊在，冰原谷永远都不会生乱，而且我们也不会放任他们乱来。这几位尊者挺够意思的，一副我们罩着你的架势。殊不知啊，陈哥此时肉疼无比。他之前还遗憾呢，这冰原谷内一团和气，想弄点战利品升级都没有机会。难得有人跳到面前，正打算重新开张干老本行呢，结果呢，这几个老头打断了，上哪说理去了？他们是什么来头啊？陈哥摸摸下巴，暗戳戳的想打听一下未来经验包的情况。结果几个尊者互望了一眼，却是讳莫如深。他们的事情你不用过多打听，安心修炼吧。说完就离开了。看着几人消失的方向，陈哥陷入沉思。与云缩、众杯这几个如同先前君子一样的尊者相比，之前那鹰眼尊者完全是另一种风格。看来这冰原谷也不是铁板一块呀，难道内部还有派系争斗吗？之后的一段漫长时间，他陷入到了无所事事的状态。尽管这里冰之本源浓郁，有天道遗海可以悟道，有一堆8、9重前辈可以指点修炼，但成哥完全不为所动。苦修是不可能苦修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由于宫情最近沉寂在天道遗海那边，没有人陪聊了，所以等待纪凌寒等人的日子呢，成哥基本都是在睡梦中度过。冰原谷内就几百人，他的做派自然很快传开了，众人表示开了眼了呀，这辈子没见过这么懒散的人。进了冰原谷，几乎每个人都是争分夺秒的修炼感悟，恨不得把1秒钟当成2秒钟来用，唯独成哥嫌时间太长了。他怎么修到这个境界的？鬼知道，可能是以前碰到过什么天大的机缘吧。真是老天无眼呐！说实话呀，我原本还担心他将来会祸乱我们冰原谷的。确实啊，我也担心过。有教无类是冰极天尊的意思，所以他们才无视了陈哥那异界人的身份，内心深处呢还是有些担心的。这人连本源都能穿过，而且做事风格有些捉摸不透，放在冰原谷还真是不安定因素。但现在他们的担心都变得多余了，或许这是好事吧，听之任之吧。做出决定后，几位尊者也不管江城了，而之前招揽过他的鹰眼尊者那边，在得知他的做派后也是错愕了。殿内另外几名尊者冷笑：搞了半天就是一根朽木呀，烂泥扶不上墙，还以为什么特殊天才呢。哼，幸亏没收下他，就凭他也配当鹰眼道友的记名弟子。这种人根本不配让我们重视，也不配参与到我们的计划中。就这样，他们也放弃了江城了。时间一天天流逝，很快9年过去了。这9年呢，本源内的冰极天尊好几次纳闷，那小子没来向自己讨教，难道没听懂自己的暗示吗？本期第917集，本源归位。冰极天尊想着，他悟性那么差吗？应该不会吧。他也算是起了爱才之心了，甚至好几次想从本源内出来，亲自去点化这块顽石的。但最后呢，在第一个9年过去之后，他还是失望的放弃了。哎呀，罢了，悟性不够，或许是天意吧。时间匆匆流逝，足足20年之后，天道遗海那边总算有动静了。
一直沉浸在悟道状态中的纪灵寒等7人猛然一震，旋即从修炼状态退出。几人纷纷互望。纪师姐，你已经地境6重中期了。钟离却那冷峻的神情且动，露出一丝笑意。2名4代弟子邱冉和江嘉怡则是面露喜色。恭喜纪掌门！哎，钟离师叔祖也地境6重初期了。纪灵寒欣慰一笑。你们2个也不慢啊。这2名弟子天赋虽然不是1等的，但目前也达到了地境5重了。而在400万年前，他们才地境2重，短短400万年就连破3大境界。这种事呢，也就只有冰远谷这样的超级洞天福地能办到了。这时，4人对面一名面如冠玉的青年突然出声，打断了对话。纪灵寒、钟离薛，你们想好了没有？天虹尊者和磊元尊者可都是地境9重的超级高手，如果不是来到冰远谷，那你们连接近他们的资格都没有。现在他们主动收徒，你们还不感恩戴德吗？这青年的修为已经是地境7重中期了，比纪灵寒高。而在他开口之后，另外2人也纷纷劝说：纪灵寒，别不识抬举。就是地境9重收徒，这是你们此生最大的荣幸。听到这话，纪灵寒和钟离薛不约而同的皱眉。文山，上次我们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几位尊者的厚爱我们敏感于心，也倍觉荣幸，但我们飞仙门的门人不可能拜其他任何人为师。说完呢就要离开，魏山却挡在了他面前。纪灵寒，我相信你不是蠢人，亘古未有之巨变即将来临，即使本源归位，冰远谷迟早会散。将来面对3000真界的残酷竞争，没有尊者当靠山，你们也只是无根浮萍而已，到时你们会死得无声无息的。冰极天尊久不出世，唯有早日加入明觉天尊的冰仙教，方能在将来的乱世中谋得一席之地。他的话让纪灵寒也不禁涌出了忧色。他们来到冰远谷400万年了，对这里的情况倒是了解了很多。冰远谷本身并不是一个宗门，也不是什么森严的组织。创立冰远谷的冰极天尊虽然接引了500人进来，但并未收任何人为徒，只是留下了功法典籍，让他们自行修炼。这500人平时都是道友相称，各自在洞府中参悟，遇到真界大战，就在冰极天尊的率领下外出作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们进来之前的那数百万年。当时呢，外界大势发生巨变，据说很快所有的3000真界就会汇聚到一起，冰界将会和其他真界接壤。到了那一天呢，冰之本源会回归天道，他们所在的世界也不再只有一个冰之真界了，而那时冰远谷也没什么意义了。此等大事，冰极天尊似乎并没有什么想法，只是让大家好好修炼。于是呢，实力仅次于他的明觉天尊振臂一呼，在谷内号召起了几名地境9重和300多名地境8重高手，共同组成了一个名为冰仙教的宗门。鹰眼尊者就是这个新宗门的长老之一，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抱团在将来的变局中崛起做大。剩下的众卑尊者、云缩尊者等人则是闲云野鹤的性子，对什么争霸并无多大兴趣。也因此呢，冰远谷形成2个派系。冰仙教这一派野心勃勃，不断拉拢其他人壮大自身，隐隐有了顺我者昌的迹象，将冰远谷搞得乌烟瘴气的。而冰极天尊依旧是听之任之，并没有阻止。或许他也觉得冰远谷快散了，这些人提前抱团做准备的举动可以理解。纪灵寒和魏山这一批7人是冰极天尊亲自选中的。据他说呢，这是整个冰界仅有的7个在感悟天道方面有绝佳资质的天才。明觉天尊没有道心，他并不知道这方面资质怎么看，但他明白整个冰界仅有7个意味着什么，那一定非常宝贵。所以他把7人中修为最高、最有主角相的魏山收为了亲传弟子，而其他6人呢，也同样要全部收入冰仙教。毕竟冰仙教将来是要做大做强的，2代弟子很重要。陆清和宗熙在入谷第2天就欣喜若狂地拜了另外2位地境9重尊者为师，但飞仙门这4人却全都拒绝了。他们一直以飞仙门的人自居，拜其他人为师，那岂不是叛门了？也因此呢，这些年一直没得到安宁。冰仙教明里暗里的招揽劝说和威胁利诱一直都没有断过。成哥上次被鹰眼尊者找上门也是类似的原因，他直接闯过了本源封锁，一定很特殊，所以呢也要收入冰仙教的门下。只是成哥后面太懒了，表现太差，一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慢慢的呢，大失所望的冰仙教反而看不上他了。我们还是那句话，多谢贵派的厚爱，但人各有志。哼，被拒绝的魏山感觉没有面子，招揽纪灵寒是师尊交给自己的任务，结果碰了几次壁，颜面何在？纪灵寒，你不要给脸不要脸！他再次一闪，挡在纪灵寒面前。别以为冰远谷没人能动你就没事，将来出去之后，一切可还都说不准呢。纪灵寒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哪听不出他在威胁呀？闻言俏脸一沉，冷冷地说了：魏山，
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哼，你自己明白就行。他还再想说点什么呢，一道人影突然擦身而过，将他挡在了后面。哎呦，哈哈哈！我可爱的弟子们，想我了没有啊？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看到那魂牵梦绕的熟悉的脸庞，纪凌寒差点以为自己在做梦呢。本期第918集，久别重逢。江掌门，钟离却又惊又喜，第一个迎了上去。向来冷峻的他激动地张开双臂，想和程哥来一个热烈的拥抱。程哥歘一个闪身，提前抱住了韩妹子。开玩笑，哥不搞基。扑了空的钟离缺只能用受伤的幽怨的眼神看着紧紧相拥的两人，终于抱在了一起，一切都是真的。回过神的纪掌门当场情绪崩溃，泪水决堤。我还以为你把我们忘了呢。哎呀，怎么会呢？我一直想念你们呢。程哥说出这话，浑然忘了自己大部分时间呢都只想装叉了。你这些年去哪儿了？我们等你等了好久。哎，这个说来就话长了。程哥也是感慨万千，上次和他的最后一面还是进入玄界之前，在天剑山的时候，回想起来恍如隔世。不过呢，总算是一切安好，他还在，而且成长的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强啊！没事了，以后咱们有很长的时间慢慢说啊。纪凌寒抹抹眼泪，一旁的秋冉和江佳怡也是激动不已。江掌门，我们还以为看不到你了呢，你怎么知道来兵界找我们呢？啊，对了，其他门人给找到了吗？程哥揉揉两人脑袋，摇摇头，没来得及呢。第一个选的就兵界，第一个就是我们这儿。秋冉和江佳怡莫名的感到了幸运，现在自己回到江掌门身边了，而其他的真切的门人可要等很久啊。钟离却在这开怀大笑，看来江掌门最挂念的还是季师姐啊，咱们可是沾到他的光了呀。第一个选择冰石真界，肯定是因为季师姐的关系吗？纪凌寒心头一阵窃喜，两颊绯红，表面呢却故意反驳：钟离师弟，你在胡说什么呢？掌门对大家一视同仁，一定是随机选的。程哥一怔，玄气正准摇头：怎么可能？我当然是特意为了找你啊，要不然怎么能那么巧呢？此言一出，钟离缺、秋冉、江佳也朝着纪凌寒挤眉弄眼，乐不可支。纪凌寒高兴的都快心飞出口了呀！他这算对自己表白了吗？这么多年了，最终的胜者还是自己呀！印小雪、林宁、兰姨，你们终归还是输了呀！啊，自己现在说点什么好呢？怎么样让他知道自己接受了，但又不失矜持呢？他的难题在下秒就消失了。你是掌门吗？我不介绍你找谁呀？望着程哥那理所当然的表情，纪凌寒感觉自己中了一箭。只是因为掌门这个身份，不是因为别的感情吗？一旁钟离缺等人嘴角直抽，江掌门到底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呀？啊，对了，那个来到兵界的就你们4个吧？哦，对啊。哎，行了，程哥心头踏实，算是彻底落地了，至少自己来兵界的任务圆满完成了。你是何人？我怎么没见过你？后方魏山一脸不悦，这家伙谁呀？怎么就和纪凌寒抱在一起了呢？而且完全是自己这个绝世天才明觉天尊唯一的弟子入伍，他凭什么呀？程哥这才注意到他的存在，心情不错呢，闻言回头笑了笑：啊，我是他们的创派掌门江城，我最近才进来的。最近？魏山眉头一皱，冰远谷又招人了吗？他莫名的有些不舒服，仿佛又多了一些能和自己并列的人分散他的光环，他很不爽啊。至于程哥这创派掌门的身份，他压根没放在眼里。你怎么进来的？程哥莫名其妙看了他一眼。你是冰级天尊？当然不是。你什么意思？你不是你管这么些干什么呢？没看到自己和弟子们久别重逢，喜气洋洋，需要私人空间吗？这人真不识相呢。魏山的怒火被点燃了呀！你区区地境6重初期，而且还是最近才进来的后辈，你敢这么和我们说话？你加入冰仙教没有？什么冰仙教？没听过。你说什么？你敢对冰仙教不敬？一旁陆青和宗熙同样跟着附和了。新来的都要加入冰仙教，你竟装作不知，看来你是没把冰仙教放在眼里。程哥是真不知道，但他至少听出对方的敌意了。正要说话呢，远处一道身影飞快的赶来，正是在附近参悟天道的宫行。宫军师这20年收获很大，已经突破到地境3重中期了。不过呢，他对程哥的忠心依旧未变。见主公很可能要得罪人，他连忙挡住他。您千万别冲动，冰仙教是明觉天尊所创。由于他是程哥捎带进来的，冰仙教根本看不上眼，所以这些年呢倒是清静的很。但是宫军师的业务本能摆在那儿，来这里的第1个月，这谷内的形势就已经被他打听得一清二楚了。在他一五一十的科普之后，程哥总算知道冰仙教什么情况了。仅次于冰级天尊，还有其他5个地境9重和312个地境8重。是的，这阵容的豪华程度超乎想象，只要放出去，
可以轻松将外面的兵工荡平100个来回了。什么领主、狱主，在冰仙教面前炮灰都算不上。他可不希望江城得罪这个恐怖的宗门呢。而对面的魏山和宗熙等人则是傲然地扬起了下巴，一脸嘲讽：原来你的土包子还真不知道冰仙教，看来是你资质太烂，我冰仙教前辈根本看不上你。纪凌寒、钟离缺，我道你们坚持的那个飞仙门什么来头？原来创派掌门都这么废，真是可笑之极。成哥还没发话呢，纪凌寒倒是罕见的怒了：侮辱别人就罢了呀，你敢侮辱我们江掌门？你算什么东西？江掌门也是你配指摘的。钟离缺更是只有冷冷的一个字：滚！魏山锵的一声拔出了剑。本集第919集，奇怪的要求。魏山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让他滚呢。纪凌寒和钟离缺等人之前面对招揽的时候，也只好婉言拒绝，从没和他撕破脸，始终保持着尊重。唯独这次呀，他感觉自己受到极大的侮辱。我算什么东西？他的冰剑缓缓扬起，对准纪凌寒。哼，你们最好一个个的给我跪地谢罪，否则后悔都来不及。他一拔剑，陆青和宗熙也立即响应。真是给脸不要脸，什么狗屁飞仙盟，早他妈看你们几个不爽了。宫情有些急了，怎么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了呢？倒是纪凌寒风轻云淡，态度丝毫不变。怎么，你们要在这儿动手？这里是冰原谷，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内斗，因为冰级天尊不允许动手。不，我只是提前让你们知道得罪我的后果而已。放心，将来出去后，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玩。魏山也不敢公然打破冰级天尊定下的规矩，幸亏你们没加入冰仙教，到时候完全可以当成一级铲除呀。威胁完了呢，他收回了冰剑，就打算扬长而去了。但紧接着一道身影挡在面前，成哥来了。他原本对这仨人没兴趣的，就当成了3个路人甲。现在看来呀，他们这是一个劲儿的朝着窄路走，拦都拦不住呀。喂，打算走了啊？宫情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顿时急了呀。我亲爱的主公啊，你能不能稍微安分哪怕一次呀？人家都要走了，起码暂时没事了，你叫人家干啥呀？他正想说点什么补救呢，但纪凌寒却挡住他，微笑朝他摇头。而钟离缺和邱然等人也是一脸的松快。他们这些飞仙门弟子对江掌门的信心早就已经到了盲目信任的地步，坚信他是无所不能的。面对地境7重，江掌门才地境6重，那有什么关系？反正肯定江掌门赢。冰原谷不准相互动手，违者会被一堆地境8重、9重甚至天尊严惩。江掌门都知道这个情况，还敢出面，那说明什么呀？人家有把握呀，有把握还担心啥呀？咱们要做的就是当好啦啦队。眼见成哥挡路，魏山一愣，他与旁边的陆青、宗熙互望一眼，玄起冷笑：怎么着，就你还想出头啊？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真是可笑啊！成哥笑容可掬的摇头，循循善诱的说了：没有，我这好心提醒你们啊，狠话放过了，不是还有下一步流程吗？下一步流程？魏山听了这话，感觉味道古怪。你在挑衅我？挑衅？没，不。见他否认，魏山还以为怂了呢，正打算继续放狠话嘲讽呢，结果江城就来了一句：就你们这点咖位，也没资格让我挑衅呢！你找死！3人齐齐拔出冰剑，但紧接着魏山却又再次冷笑：我明白了，你是故意激怒我们，想让我们在这里出手犯错，然后被赶出去。你以为我们会上当吗？告诉你，将来出谷之后有你好受。成哥失去了最后一点耐心了，还以为3人多狠呢，来来去去就是放学后你等着，放学后你别走，放学我找人干你堵你，这种小学的段位啊！哎呀，真是浪费感情啊！想到这儿，他直接祭出了4阶真气寒煞。要干什么？哼，难道你还要对我们动手吗？他居然指着自己的脖子，故意伸过去。来呀，朝这儿啊！他地境7重，江城地境6重，差了一个大境界。就算江城真的一时冲动动手了，他也有把握反败为胜。何况江城一旦出手，就彻底不占理了，到时候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反击了。哎，有种来这儿来砍我呀！于是下一秒的残煞剑光唰的一闪而过，他陷入了50道玄文的海洋中，其中11重的冰之玄文就远远超越了他的领悟境界，给他带来了极致的威胁。魏山大感不妙，这不对呀！地境6重怎么这么强呢？他正要还击，意识却在飞快的消失。魂海被强行轰开，江城的精魂直冲而入。作为一个有主角相的绝世天才，魏山在神魂方面是领先同辈许多的，他的御魂进度已经到了 55% 了。一般地境8重才有这么强的神魂，但可惜呀，他此时碰到的是堪比地境9重的精魂。
在那惊魂的碾压之下，他如同被一座巨山镇压下来，玉魂根本无法动弹，而后快速的碎裂消散。临死前他极度不甘，他不该死在这里，死在这么一场莫名其妙的战斗中，他的气运命格不应该会出现在这种情况。只可惜呢，他碰到的是主角杀手成哥呀。寒煞一闪而过，头颅高高飞起，随后荡空炸裂，紧接着旋纹波动消失，一切归于平静。整个过程干净利落，简单的令人发指。在场几人一脸呆滞，哪怕纪凌寒、钟离却也懵逼了呀。他们对成哥信心再足，也没想到会这么轻松。而宫晴呢，更是嘴都合不拢了。不久前他还给成哥科普过绝世天才魏山，说自己算是听着他的名字长大的，结果现在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嘎了。那个大家伙刚才都看到了吧，是他主动要我杀的。像这种奇怪的要求我这辈子没见到过，不满足他一下我都觉得对不住大家的期待。他这话说的众人无力吐槽了，魏山活得好好的，怎么可能自己找死呀？而刚刚那一幕看上去还真就像是魏山毫不抵抗，伸着脖子任由江城一剑斩杀了，不是吧？不可能吧？那么傻吗？就连陆清和宗熙内心都泛起了嘀咕。本期第920集，好歹掩饰一下呀。提着剑的陈哥洋溢着热情的笑容，就像一个招来客户的服务员。轮到你们俩了，你们要不要也给自己来一套啊？放心吧，保证感受不到任何的疼痛，一瞬之间就能得到解脱，堪称尊享级的享受啊！宫晴都想吐槽了，你这说的什么话吗？是人话吗？陆清和宗熙总算清醒过来了。你竟然真的杀了魏山，他可是明觉天尊的亲传弟子，并仙教2代看山大弟子，你敢杀他，你完了！不光并仙教不会放过你，并极天尊也不会放过你的。两人一边后退一边色厉内荏的咆哮。那你们呢？你们会放过我吗？面对成哥的灵魂拷问，两人当场语塞了。你这怎么回答呀？他俩也不傻，连魏山都被干了，自己才地境6重，那不是找死吗？交手啊，这就很微妙了。这个不放过你，那个不放过你，结果自己不敢不放过。一时间呢，两人满头大汗，看得一旁的纪凌寒和宫晴都替他们尴尬了。也就在此时啊，终于有人闻讯赶来，解了他们的围了。冰远谷这么大，地境9重一个念头就能察觉到发生了什么，何况发生战斗了呢？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呼啦啦，无论是鹰眼尊者、天虹尊者，还是众杯尊者、云梭尊者，全都火速赶到现场了。一看到这些前辈，陆清和宗熙就像看到救星了，两人赶紧上前告状。鹰眼施主、天虹施主为我们做主呀！他们都加入并仙教了，算是一个宗门的人了，称呼师叔呢也没错。魏山师兄被此人杀了，他的手段太残忍了，简直人神共愤呐！什么？魏山竟然死了？怎么会这样？江城，是你干的吗？云梭尊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呢，自己都觉得是一句废话，因为这小子手里此时握着的不正是魏山的佩剑吗？你好歹掩饰一下呀。不过片刻，谷内其他高手也纷纷赶到了，最后就连那位冰仙教的掌教明觉天尊都来了。魏山虽然只是地境7重，但毕竟是冰远谷的人呢，这事太恶劣了。明觉天尊脸上看不到丝毫怒火，但那表情无比的冰冷，却是令人望而生畏。好大的胆子呀，江城啊，你可真是大胆，诛杀我冰仙教弟子。杀他偿命，必须杀了他！此子敢在冰仙谷内杀人，绝不能留！冰仙教上下一致要求处死江城。反正陈哥上次拒绝了冰仙教招揽，也没被他们当成自己人。事实上呢，此时所有尊者都挺纳闷的，这小子咋办到的？地境6重能干掉一个地境7重，难道是围殴吗？就算加上其他几个人，那魏山也不至于被杀呀，逃跑呼救总来得及吧？这事奇怪呀，怎么想都觉得不对。眼见着鹰眼尊者和天虹尊者大有直接碾杀江城之势，云梭和众杯、风林等人连忙阻拦。此事定然有蹊跷，切莫着急动手。还有什么蹊跷？他杀我弟子，证据确凿，罪不容赦。话音一落，明觉天尊浑身涌起了一股极为浩瀚的威压，宛若天威一般，竟然将云梭等数位尊者齐齐逼退了数步。这一幕莫说纪凌寒空情了，连成哥都意外了。这个明觉天尊这么强吗？那几人可都是地境9重啊！虽然这并不算击败那几个人，但至少能清晰的看到强弱之分。眼见对方动手了，成哥也做好了开挂打算了。上方突然传来一声苍老的呼喊：“明君，且慢动手！”众人抬头，紧接着就看到一名须发皆白的枯瘦老者凭空降临。冰极天尊，见过冰极天尊。这一刻，所有地境8、9重的尊者齐齐弯腰，就连狂傲不可一世的明觉天尊也不禁微微低头致意。冰极天尊不是什么宗派掌门，也没有收他们为弟子，但他的身份太超然了，没有他就没有如今的冰远谷。
明觉天尊虽然被拦下来，但还是率先发难。冰极天尊，你来的正好，此子斩杀魏山，违背了你定下的规矩吧？我建议将他诛杀，以儆效尤。鹰眼和天虹尊者也纷纷附和。云梭和众杯等人有些急了，他们不希望江澄就这样被处死。这个人可是直接闯过本源封锁进来的，这么特殊的人就这么杀了，可惜呀。只是呢，现在场中做主的是冰极天尊，不能自相残杀的规矩也是他老人家定的，这事啊，怕是没有转圜的余地。随后他们就看到冰极天尊一脸促狭地朝着陈哥笑了笑。江小友，我们又见面了。我上次打算传授你道法，可惜你似乎没有领会我的意思呀。此言一出，全场皆惊，所有人表情都变得不可思议，哪怕明觉天尊也不例外。他刚说什么呀？他不光早就和江澄见过面了，甚至还打算教他修炼，这岂不是当成弟子了吗？这怎么可能啊？冰原谷内所有尊者，无论天赋高低，全都只是照着他留下的功法典籍自行修炼起来的，没有谁得到过他只言片语的指点。说白了，冰极天尊性子清冷，他更注重自己的实力精进，对其他人其实不怎么上心的。这种人在修炼界也有不少，他们多半独来独往，也没有收徒开宗的爱好。大家都以为冰极天尊是这种人呢，此时才发现他竟然也生出了爱才之心，而且那人是江澄，这个被懒无比的家伙吗？被冰仙教判定为朽木，没有招揽价值的人，居然被冰极天尊看中了，荒唐了吧？凭什么呢？何德何能啊？这一刻，莫说在场那些尊者，就连明觉天尊都生出了不公平的嫉妒情绪。尽管他如今的实力早已不用拜冰极天尊为师。本第921集，还真是自己找死。成哥本人却没感觉到什么荣幸啊！是啊，这太可惜了。他嘴里说的可惜，表情看不出一丝的可惜。明觉天尊冷冷说：“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说明了机缘不属于你，你注定和冰极天尊无缘。”他可不想江澄抱上冰极天尊这大腿。成哥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啊，没错，注定是不属于我的机缘。他可不想当别人的弟子，这世上没有人配指点他。冰极天尊原本还想挽回一下，看他这么说呢，也只能暗摇头了。这小子真是一点不懂把握住机会。于是呢，他只能把话题转回了当前。你这次怎么回事啊？他把这魏山给杀了呀？虽然话里是问罪，但他的语气和闲聊没分别。他自己要我杀的，我只能满足他的要求了。为了让他的夙愿能够得到实现，我可是出了大力，没有一声感谢，嗨，世风日下呀！此言一出，冰仙教的高手差点被气炸了飞。好小子，你杀我们的人，你说这种风凉话？大胆！不但杀人，还污蔑死者，罪加一等。他这是当众撒谎，再罪加一等。他们才不信的事。事实上，就连云梭和众杯这些想要保住江澄的尊者也都不住皱眉。你编瞎话得有个度呀！魏山自己主动要你杀的吗？可能吗？鹰眼尊者厉声喝着：“他活得好好的，怎么可能会提出这种要求？从实招来！”成哥耸肩：“那你就得自己问他去了。”简直一派胡言！天虹尊者冷笑。魏山就算犯了失心疯，剑都劈过来了，也该知道本能躲避吧？怎么可能会任由你杀死？那我不小心瞬杀他，他怎么躲呀？瞬杀？就你这境界还瞬杀地境7重，在魏山面前你算什么东西？说，你到底用了什么邪恶的手段？成哥快被他们给搞毛了呀！哦，对了，他看向了后方躲着的陆清和宗熙，他俩当时在场，你问他们不就得了吗？于是呢，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到这2名弟子身上。面对2位天尊、10余名地境9重以及400多名地境8重的注视，陆清和宗熙可没有成哥这么淡定啊。2人只觉得同时被数百尊洪荒凶兽给盯上了，浑身不寒而栗。艰难平复了一下战战兢兢的心情，2人异口同声的指向成哥：“他说谎，根本没那回事！魏山师兄就是被他们几个一起害死的。可怜魏山师兄一忍再忍，他们还咄咄逼人，不死不休，最后更是使用了毒计。他们俩是仗着有靠山在场，在这颠倒黑白了。这可把邱冉、江嘉怡和空晴等人气坏了呀！你血口喷人！当时情况明明不是这样的，是你们在威胁我！你闭嘴！”鹰眼尊者和天虹尊者同时厉喝，打断他们：“人证物证俱在，冰极天尊，我看这事儿已经水落石出了。想不到不光是江澄，其他几人也是帮凶。我建议全部拿下。”哎，等一下，此事要查清楚并不难。冰极天尊摆摆手，说完呢，他朝着虚空挥了挥手，紧接着前方高空出现一段影像，虚影中赫然就是魏山和纪凌寒、江澄等人先前争执的场面，不光画面还有声音呢。这时候把陈哥和纪凌寒等人都惊到了呀！这老头并没有用什么传影仙气，冰远谷也没有什么监控，他这手也没有时间轮回和幻术等规则的气息，完全是纯正无比的冰之力。
但却偏偏做到这些规则才能够做到的场景重现，这就很神奇了。这老头的实力深不可测呀！随着影像不断播放，所有人面色悄然变了。这哪里是江澄和纪凌寒咄咄逼人呢？分明就是魏山、陆清、宗熙这三人不断的威胁恐吓。云缩和众卑等尊者听得一脸怒火，这还算是冰原谷的人吗？你们冰仙教的人还真是猖狂，现在有何话可说？鹰眼、天虹等人面露恼火，却无话可说。他们早就是这种逆我者亡的霸道风格了，但这种事私下里做还行，当着冰级天尊的面被揭开，不好看了呀。影像最后，魏山伸长脖子让江澄杀的时候，众人也是一脸无语，感情这是真的呀？还真的是魏山让人杀的啊？不，他们也不是傻子，哪里看不出魏山只是做事故意挑衅？这种情况下，魏山不应该会真的死掉啊。然而呢，他们就看到影像中那道绚烂的剑光，冰原谷诸位高手，包括明觉天尊在内，都是面色齐齐一变。这么多的规则之力，此子怎么做到了？他们不禁齐齐看向陈哥，忽然有些明白冰级天尊为什么会对江澄这么看重了。此人确实极为特殊呀。鹰眼尊者忽然后悔了，早知道上次招揽他的时候态度就该放低一些，这个人值得任何程度的看重，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们两个颠倒黑白，搬弄是非，不能再留。陆清和宗熙慌了呀，两人连忙磕头想求饶，然而冰级天尊根本没给他们机会，一道神魂冲击，两人嘎了。明觉天尊面色铁青，却并没有阻止。明觉，你该管好你的人了。他这句话带着一丝警告的意味，他根本不用为江澄脱罪，而是直接反过来向冰仙教问罪。这个宗门过于霸道，都影响到冰原谷内的其他人了。面对指责，明觉天尊神情漠然。我们走。冰仙教300多名高手如潮水一般退去，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这样的组织度让后方的宫情看得暗心惊啊！己方唯一能指望的也只有冰级天尊这棵大树了，除非他一直罩着，否则将来呀还是会被冰仙教找上的。到时候怎么办呢？望着一脸魂不在意的江掌门，宫军师无比心焦啊！本期第922集，老匹夫过时了。风波平息之后，江澄算是在冰原谷所有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也没有人把他当成一个普通地境6重来看待了。此子绝对有大问题，既然他已经走到我们对立面，那就不能留着，必须将他置于死地。冰仙教这边，诸位尊者和地境8重们其实早没把自己当冰原谷这个群体来看了，他们是以宗派门人自居的，不属于冰仙教的人那都是外人。但是冰级天尊护着他的意思非常明显，是啊，我们想对江澄下手，只能等到将来各真界融合，冰原谷解散那天。高居主座，面色一直阴晴不定的明觉天尊冷笑：哼，或许等到那时啊，天尊您的意思？冰级那老匹夫已经过时落伍，也该他下台了。此言一出呀，就连鹰眼和天虹这些冰仙教的元老都露出了惊色。他们纵然胆子再大，也真不敢对冰级天尊起歹心。而在另一边呢，宫情则是不遗余力地劝说江澄拜入冰级天尊门下。冰仙教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已经视我们如仇敌了。如今只有冰级天尊能保得住我们，但如果您和他没有师徒这层关系，那他保得住一时，也保不住一世啊。对于他的劝说，一旁纪凌寒、钟离轩等人只是微笑，根本没当回事。而成哥呢，则是拍了拍宫军师的肩膀：“我不早就告诉过你，要对我有点信心吗？小小冰仙教不足为虑。”说完呢，他直接抛开这个话题，开始询问纪凌寒等人这些年的经历，这让宫情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呀。啊，对了，之前我听那个魏山说，真界局势即将变化，迟早要离开冰原谷，什么情况？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纪凌寒仔细回忆了一下，才不确定地说了：“据说是因为其他真界的人发现了真正的天道。”真正的天道？成哥一愣，内心浮起了一个荒唐的猜测。他们说的那个真正的天道，不会就是仙界那个吧？可是仙界那个天道是不是太弱太低端了呀？光是一个冰界都远比仙界强得多呀，何况3000真界呢？仙界的天道有那么高的牌面吗？钟离学补充了：“我们这段时间在天道野海悟道，主要的目的就是不断感悟、感知、寻找到那个传说中的天道。难怪冰原谷最近几百万年都在寻找拥有道心的天才，可能目的就在于此。”那找到那个真正天道有什么用吗？纪凌寒解释了：“天道对任何一个本源都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一旦冰之本源发现了真正的天道，就会自主地靠过去。一旦冰界拥有了天道，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完整起来，层次将会进一步提升。我们所提到的就是探索和桥梁的作用，帮助冰之本源找到天道，然后沟通两者。”
哦，原来这样啊！成哥难得的陷入到了思索，如果另一边的天道真是仙界那个，那这后果就严重了。冰界本源一旦带着整个冰界靠过去，那对最高不过地境2重的仙界而言，完全就是降维打击。到时候呢，面对一大堆地境4、5、6、7重的强者，仙界那边会咋样呢？日子一天天流逝，他并不知道此时冰原谷下方的本源中，一场巨变正在悄然上演。本源深处，本就小心维持着身形的冰极天尊，仿佛海洋中的一叶孤舟，而现在他身处这片海洋，已经变成惊涛骇浪。因为有一缕本源在他父亲疯狂的搅动，将他周围搅成了可怕的本源风暴，这是极其危险的事。明君，你要干什么？冰极天尊眼内带着浓重的失望。而在那本源外围，明觉天尊只是冷笑不止，他操纵那缕本源继续在冰极天尊的周围肆虐，牵动起更大的本源风暴。这事也只有他能做到。天尊是比地境9重更强大的存在，这个境界的标准特征就是获得一缕本源。相对那庞大的本源海洋，这缕本源也就是海里的一滴水而已，却竟足够让天尊在战斗时无往不利。毕竟那是真正的本源，一丝丝那都是质的区别。冰原谷只有2人达到这个层次，就是冰极和明觉。论实力，明觉天尊自然不如拥有道心和自身法则的冰极天尊。他虽然侥幸得到了一丝属于自己的本源，但还无法像冰极天尊那样在本源海洋之中存活。不过呢，趁着冰极天尊修炼的紧要关头，暗中破坏就能办到。而这也为冰极天尊带来了灭顶之灾。望着冰极天尊那渐渐崩溃的法则空间，明觉天尊眼内露出了近乎偏执扭曲的兴奋色彩。这一天我等了很久了，冰极，你已经过时了。当年被你带进冰原谷时，我曾错误地将你当成了冰界救世主，甚至甘愿追随你的脚步。后来我才发现，你既不是英雄，也不是枭雄，你只是闲云野鹤。参加真界大战，也只是为了保住你自己安稳的修炼地界而已。冰界如果掌握在你这种眼界短浅的人手里，那只会是一盘散沙。我明觉才是冰界真正的天命之人，你既然不行，就该让路。你可以安心的走了。3000真界合并之后，冰界将会在我的带领下变得更加强大。冰极天尊的法则空间终于彻底溃散，身躯被那本源所触碰到。他不是江城，没有得到本源真正的认可，于是呢，他开始被吞噬溶解。望着面前的明觉天尊，这位冰界第一高手并无愤怒，也没有临死前的惊慌，只有浓浓的悲哀。明觉，你没经历过那个时代。曾经我也像你一样野心勃勃，直到那天到来。多年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其实只是小打小闹，甚至是自取灭亡，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对于他最后这番话，明觉天尊根本没当回事，只当他是在故弄玄虚。本集第923集，一缕本源。此时冰原谷内，冰仙教全体出动，很快将所有人都集结起来。无论是众杯尊者、云梭尊者这样的闲云野鹤，还是成哥、纪灵寒等人，全都被召集到了一起。鹰眼，你们要干什么？左梦尊者皱眉，风凛尊者更是直斥：你们冰仙教能不能安分一点？就是，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你不要耽误我们修炼。他们这批散人没有拉帮结派的兴趣，换成往常啊，冰仙教这些尊者也就互不干扰，彼此当对方不存在。毕竟呢，这批散人实力极强，但这次不一样了。云梭、风凛、众杯左摸，你们该做出选择了。今天是最后通牒的日子，你们会影响我们将来统合整个冰界，不可能放任。冰仙教将来是要统治整个冰界的，带着冰宫以及下属的那些域主领主东征西讨，与其他的真界争地盘抢资源。这时候呢，境内还有一批实力可以和冰仙教抗衡的闲云野鹤，那叫什么事儿？这批人的存在会让冰仙教威望大减，让他们如鲠在喉，如芒刺在背。就算你们与世无争也不行。所以呢，冰仙教打算趁着现在这个机会，提前解决这批他们所认为的隐患。鹰眼尊者冷着脸喝着：冰界只能有一个声音，要么加入冰仙教，要么死。他话音一落，包括天虹尊者、磊元尊者在内的300多名冰仙教的高手分散开来，仿佛演练过无数次一样，将中间的100多人全都包围起来。这一幕莫说是云梭等人，就连成哥都诧异了。冰仙教想吃掉这批人，自身也会死伤惨重，不值得吧？更何况这冰原谷内还有冰极天尊的存在呢？他们疯了吗？果然呢，云梭等人眼见这一幕，齐齐祭出了5阶真气，一身浩荡的冰之力在本源的加持下，宛若灭世天威一般，霎时间全场剑拔弩张。
也就是在冰原谷内，如果在外界这帮人打起来，恐怕会毁掉除本源之外的整个冰界。你们冰仙教可以试试，想要我们加入门儿都没有。老夫原本对你们冰仙教没什么感觉，现在你们的做派徒增厌恶。鹰眼，你可以试试，你们人多又怎么样？还有冰级天尊为我们做主。云梭、风林等人依然无惧，虽然他们没有野心，但能修到这个境界，又哪有简单之辈啊？怎么可能会随随便便就屈服向别人呢？鹰眼、天虹等人互望一眼，随后掩面大笑。冰级天尊，你们居然还指望那个老匹夫？住嘴！风林和左墨等尊者同时怒喝：你们竟敢对他老人家不敬！作为当年第一批被选进来的500人之一，他们尽管从未受过冰级天尊的指点，但内心是将他当成师尊看待的。鹰眼尊者等人称呼他为老匹夫，这也算是触碰到他们的逆鳞了。磊元尊者嗤笑一声：不敬？他自己都穷途末路，即将生死道消，还有什么敬不敬的呀？你说什么？云梭等人面色一变，有了不好的预感。而这时呢，明觉天尊突然降临场中，他面无表情。冰级天尊已经死了，如今冰原谷我说了算。此言一出，莫说云梭和风林等人，就连那冰仙教麾下300多人中大部分地形8重也是一脸震惊，因为他们也才刚得到消息，而这个消息实在太大了。云梭、左墨、风林等尊者差点当场发疯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你们倒是让他出来，看看他还能不能出来阻止我。云梭表情都快崩溃了。明觉，你这逆贼到底干了什么？就凭你也能敌得过他老人家？我不信！这100多人之前面对那300多人还能镇定自若，而现在听到冰级天尊的死讯，就像天塌了一样，瞬间都失去了斗志。因为那是冰级天尊的一己之力改变冰界，被整个无数人视为神明的冰级天尊，他老人家怎么会死呢？嘴里说着不信，但内心却又不得不信。都发生这么大的事，老人家依旧没有出场，那结局可想而知。明觉的脸上并无得色，望着当场崩溃的100多人，深邃的眼眸中也浮起了一丝落寞。如果可以，我也不愿那么做，但很可惜啊，面对即将到来的3000真界之乱局，我别无选择。冰界的力量不能丝毫分散，我尊重他老人家，但他的理念不适合即将到来的乱局。冰级天尊威望太高，如果他活着，那将来只要他站出说一声退出冰仙教，冰界上下怕是会有无数人视冰仙教为邪门歪道，甚至他什么都不用做，也会有无数人自发的前去朝圣，这是明觉天尊无法容忍的。云梭等人早已红了眼眶。你这个疯子，数典忘祖，欺师灭祖，你这个叛徒，我杀了你！下一刻，数位尊者怀着极致的愤怒和仇恨，不顾一切地杀向明觉天尊，然而只是徒劳。他们是尊者，而明觉是天尊，天尊拥有一丝属于自己的本源，而对他们的围攻，明觉记出了那丝本源。虚空中能看到一点冰花缓缓地飘向前方，冰花看上去平平无奇，很微弱很渺小，而在他的对面则是数位尊者挥出的一道道毁天灭地的攻击，每一道都蕴藏着无尽的威能，无穷的变化，那已经隐隐超出了冰之规则的范畴，每一道都足以让纪凌寒、宫晴等人本能地生出世界即将毁灭的恐怖之觉。两者对比已经悬殊到极点，在那冰之规则造就的浩瀚星空面前，一点冰花实在是太不起眼了。本集第924集，居然是惊魂。冰花最终撞上了无垠的绚烂星空，随后无数星芒飞快消退，就像是急速干涸的海洋。云梭、风凛、左墨、悲众4位地境9重同时施展出了攻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冰消瓦解，顷刻间郁郁澄清，天地寂静。之前的毁天灭地的攻击仿佛根本不曾出现过，唯有那一点冰花仍旧在缓缓地飘向对面。乘客的眼珠子都不禁瞪圆了，这他娘什么手段呢？啊！刚刚那4位地境9重的攻击，即便他站在面前都会瞬间被摧毁，毕竟冰之力太过浩瀚磅礴了。而且呢，这4人规则感悟程度并不逊于11重学问，而现在如此可怕的攻击竟然被那么一点冰花给干掉了，怎么办到的呢？一丝冰之本源足以压垮一切啊！4位尊者并未丧失战斗力，规则层面上的交锋，他们确实是被那一丝本源碾压了，但战斗也不止规则层面，他们还可以在神魂、仙法、武技等其他方面继续缠斗。然而这一刻呀，他们却是齐齐垂下了冰旗，因为没有意义了。光是明觉天尊一人就能压制他们4个，旁边还有鹰眼、磊元、天虹等6位尊者，败局早已注定。明觉并未追杀，
他施展法诀，将那点冰花收了回来。你们该做出选择了。此时他不像一个枭雄，倒更像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我仍能记得千亿年前，我们一起被召入这谷内第一天的场面。我也记得那数次真界大战时大家并肩作战的情景，真是令人怀念的时光啊！我真的不想杀你们。再次与我并肩作战，乱局中杀出一番天地，带领兵界走向巅峰，难道不好吗？众杯尊者长叹一声：明觉，你不用多费口舌了。人各有志，何必强求？我等心智坚定，不会再动摇，而且也不该害死冰极天尊。云梭、风林等人再次紧了紧手中的兵器，他们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而明觉天尊则是难掩眼中的失望。最后一刻钟后，如果你们还不愿归顺，那便不死不休。说完，他的目光落在江城身上。你有两条路。面对那几位尊者时，他的姿态还是尊重平等的，而面对成哥，他的眼神就带着高高的俯视。要么拜我为师，要么死。此言一出，鹰眼尊者和泪元尊者不禁皱眉。云梭和风林等人就罢了，毕竟都是地境9重，很有拉动价值。江城不过是个堪比地境7重的6重而已，在场随便一个地境8重都能灭掉他，而且他还杀了你的徒弟魏山，这是深仇大恨呢。你居然还给他条活路啊？还打算亲自收他为徒？事实上，明觉天尊对成哥并不算太了解，但他知道从不收徒的冰极天尊面对此子都动了爱才之心，他相信冰极天尊的眼光。只可惜成哥不这么认为。哎呀，你们这都是什么迷之自信呢？啊，这世上还没有人能当我的师傅，继续睡吧啊！他身后的空军师一出掩面，再次崩溃了。果然呢，又是在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主动作死。如果当了明觉天尊的徒弟，那后面完全就是光明无比的前景，你为什么要拒绝呢？明觉天尊没说话，鹰眼尊者和天虹尊者等人就怒了。小弟，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能杀死你们，就算我要拜你们为师，你们也受不起。这话说的，就连原本面色肃穆的云梭、风林等人眼角都抽搐了。也太大言不惭了吧！啊，说话前能不能看清自己那低微的境界呀？鹰眼尊者抽出兵剑，对准陈哥：“不识抬举，天尊，此子野性难驯，就算臣服也肯定假意，灭了算了。不错，杀了他！他竟敢对你如此不敬，再放过他，岂不让人笑话呀？”明觉天尊也失去了耐心，江城这态度让他失望。冰极看中的就是这么不识抬举的蠢人吗？浪费时间呢！想到这儿，他直接一道神念轰了过去，打算将陈哥直接碾死。神念一出，就被云梭等人察觉到了。明觉，你竟亲自对小辈出手，你过分了！明觉的神魂可是精魂，他这一个冲击，莫说江城，就算地境8重，恐怕会遭受到重创。几人大急，连忙也催动神魂去挡。然而旁边还有鹰眼、天虹、磊元等数位冰仙教的尊者，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江城被那神念击中。在所有人看来，成哥被杀，结局已经注定了，甚至有人觉得能死在天尊手中，也算死得其所，不亏了。然而当这股神念冲击拂过之后，臆想中江城眸光暗淡，神魂被剿灭，当场倒下的场面却并没有出现。成哥站在原地好好的，甚至还反问了明觉天尊一句：“你要干啥呀？”这整的在场众位地境8重、9重高手都摸不清情况了呀！难道刚才明觉天尊没出手吗？感知错了吗？然而明觉天尊本人却不这么认为，因为他已经和江城交手一次了。在那神魂层面，他的神念杀进江城魂海之后，非但没能摧枯拉朽般的荡平对方，反而被坐镇主场的成哥来了一波反绞杀，将那缕离体的神念给摧毁掉了，害得明觉天尊受了点小损伤。你的神魂竟是精魂层次，他一脸不可思议。听到这话呢，旁边众人也炸锅了呀！啊，怎么可能啊！第925集，能不能给哥点尊重啊？地境6重拥有9重才能达到的精魂，这突破了在场所有人的认知，尤其那些地境8重更是心情复杂。之前片刻他们还是以前辈的视角高高俯视江掌门这个小辈，结果呢，人家在神魂层面比他们还高，这还俯视个毛啊！你藏的可真深呢！明觉天尊小尴尬，本以为高手碾压，双手负后，原地一道神魂冲击就能搞定，结果呢，失手了。不过他毕竟是做大事的人，哪怕面对这种离奇的情况，依旧迅速镇定了。难怪冰极对你轻言有加，在你面前魏山确实不算什么。只可惜你不肯归顺于我，那我只能毁了你了。言罢，
他直接催动那丝属于自己的本源。这一刻呀，他彻底把江城当成了同等对手来面对，出手就是最强的杀手锏。被挡在外面的云梭、风林等人破口大骂：明觉你不要脸！你面对一个六重，你不顾身份出手就罢了，你还出动本源，你呸！不要脸，你丢脸！对他们的指责呢，明觉毫不在意。他没有那种先派个酱油上去给对方加经验的习惯，既然要杀，亲自出手那当然最稳妥了。而且呢，出手就不留余地。面对那点直袭而来的冰花，成哥可不会怠慢的。刚才的4名尊者是怎么被击退的，他看得清楚，本源太强了，简直压垮一切。于是他催动11重的冰之玄文以及其他49个玄文，一股脑迎上，毫无悬念，这些攻击在触碰到冰之本源的瞬间就冰消瓦解了，紧接着尽皆溃散。在真正的本源面前，这些玄文的层次还是差得太多了。宫刑惊呼呀！然而这一战哪有他插手的余地？纪凌寒、钟离薛等人连仙力都催动不了，冰仙教那么多地形8重9重，光是神魂威压就将他们按得死死的。他们只能看着江城被那丝本源击中，然后呢，屁事没有。是的，所有人臆想中本源无坚不摧、神挡杀神的场面并没有发生，江城没有当场爆炸，也没有身形俱灭，他就那么老实站着，不但没死，也没有后退，甚至身躯都没晃一下，给人的感觉他只是被一点普通的冰花打到了似的，毫无反应。说实话呢，成哥本人也挺意外的，他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然后赶紧死了开挂吗？结果就这，假的吧？不过紧接着他就想到什么了。上次穿过本源封锁时他挂了一次，那次得到的方案是冰之本源的认可，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所谓的认可究竟啥意义，现在呢知道了。这一丝本源是明觉天尊耗费无穷尽力，历时1000亿年才从冰之本源内获得的，它的本质还是冰之本源的一部分。冰之本源认可了成哥，那这一丝本源自然也不例外呀。他怎么会伤害江城呢？刚才打到身上时，成哥甚至感受到他那无比的亲近。想明白之后，成哥懵逼了，这意思是今后任何人用冰之本源都伤不到自己了？免疫了吗？上次那个挂开的有点太大了吧？系统有点操作呀。哪怕心性再沉稳，城府再深，碰到这种离谱的情况，明觉天尊也懵逼了，他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呀！这不可能！那丝本源是他最大的杀手锏，因为拥有那丝本源，他才成了比云梭、鹰眼等人更高一级的天尊。结果现在呢，本源攻击没效果，这甚至有些动摇他修炼心智。其他人也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发生什么了呀？冰之本源伤不到他吗？难道那不是冰之本源吗？刚才江城催动的那些玄文攻击可是实打实被那丝本源当平了，足以说明本源有多霸道。只是最后打到江城身上，莫名其妙的没用了。难道他比天尊还强？那不可能啊！就算再强，面对本源也不可能毫发无伤啊！众人难以置信。陈哥悠然点开系统面盘看了一下，不错，2次没被杀死，带来大量的声望值啊！结算成仙元点，居然快有1000万了。这也是在场这些人境界太高的原因，他们的震惊很宝贵呀。成哥呢，心里爽着，嘴上还得装叉。哎呀，老兄弟不行啊！他一脸失望带遗憾的朝着冰级天尊摊摊手。枉我对你寄予了厚望啊！以为能得到点像样的挑战，结果就这啊！干啥呢？玩呢？挠痒痒啊！你能不能给哥一点尊重啊？明觉天尊这辈子第2次感受到尴尬，这羞辱感太强了呀，强的让他生出强烈怒火。一起上，杀了他！他再不犹豫，一马当先，直接杀上。什么本不本源的顾不上了，什么云梭风凛不重要了，现在摆在他们面前最重要的是先杀掉这个妖怪，要不然冰仙教上下都不得安心呢。随着他一声令下，鹰眼、天虹、磊元以及外围300多名冰仙教的高手同时施展最强杀招，朝着江掌门扑去。这次他们算是用对方法了。成哥能免疫冰之本源，也能挡住惊魂攻击，但挡不住常规的冰之烈轰击，他毕竟只是6重啊。明觉天尊本人的攻击甚至都还没有接触到呢，他就嘎了。而当那些攻击打到他身上时，他直接灰飞烟灭，死透了。随着爆炸声和湮灭的波动渐渐的平息，场中渐渐尘埃落定，死了。这一波轰击结束，就连明觉天尊本人都有些不太确定战果了。这就杀死了吗？真的成功了吗？成哥连挡他2次杀手锏，他本以为下波围攻很有可能会很难，没想到就这么简单。鹰眼尊者等人也不确定，应该是死了吧？他毕竟是地形6重，你这么轰死了不很正常吗？哦，他真的算是地形6重吗？本期第926集，时光回环。就在他们议论时，成哥又如愿的听到了系统提示音：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
宿主获得一次时光回环的使用机会，宿主复活。时光回环是啥？时间规则宝贝吗？一活过来，他就连忙开了个眼神，先研究一下这个技能，好好看看新装插神器的使用说明书呀。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洁白的圆环，只不过这个圆环大得过头了，简直如同一个空心的月亮。原来真的是时光回溯呀，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呀？哥们儿本来就这个技能啊。对系统这次复活方案他不是很满意，他原本就会时间倒流，只不过周围人的境界越高，倒流耗费的代价越大。向来节约功德和仙缘点的他，除非是为了装叉，否则呀很少开这个技能。不过他的失望就持续了短短一会儿，因为紧接着他就看到了圆环上密密麻麻的刻度。仔细一看，每个刻度代表着10万年，一眼望到尽头，这个圆环居然能够回溯到1万亿年前。我靠，1万亿年前，那这个真界应该不存在吧？成哥被震惊了，他总算明白时光回环的厉害了。换成他自己那个时间倒流的技能，哪怕只是倒流回100年前，消耗的海量仙缘点都足以让他破产了。而只倒回前100年，他该打不过还是打不过这些人，一点意义没有。而这个时光回环可就不一样了。了解了用法之后，他这才解除了隐身。成哥完全没有趁着隐身的机会偷袭谁的想法。你居然没死！看到他活蹦乱跳的出现在场中，所有人都怀疑人生了。刚刚那种集火攻击，就算冰级天尊也会死得渣都不剩吧？结果呢，成哥不光没死，还毫发无损。鹰眼尊者、磊元尊者等人下巴都差点惊掉了呀！怎么会这样？这都杀不死吗？这一刻呢，就连明觉天尊都被搞败了。他第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中邪了，怎么就碰到这么个奇葩呢？神魂杀不死，本源杀不死，围攻杀不死，你换成任何一个人接二连三遇到这种情况，都得自我怀疑啊！这他妈什么情况呢？这是怎么做到的？太神奇了吧！风凛尊者、云缩尊者等人同样十分不解。公军师彻底陷入呆滞了，他再次回想起成哥那句话，他已经无敌于世间。哪怕那话听起来荒唐，但现在宫刑却不得不信，因为真的只有这个解释。场中仅有的几个一脸淡定的，也就纪灵寒、钟离缺那4个飞仙门弟子了，他们早习惯了，尽管不知道具体怎么办到的。但江掌门在绝境时突然消失一会儿，然后再次出场大杀4方的场面，他们见过太多次了，那不是人家正常操作吗？他们一点不担心。这种节奏，这种味道，他们已经几百万年没能回味，甚至有些想念了。哎呀，你们也不行啊！成哥一脸失望的摇头，刚活过来，很熟练进入到装叉模式。我都给你们3次机会了，他说的好像先让你们3招似的，还以为你们能给我一点惊喜，哪怕一点点也好，让我尝一尝久违的受伤的滋味。结果你们忙了半天，连我一根头发都伤不了。就你们这点道行，还组什么门派？回家挑大粪算了。这话说的冰仙教一众高手差点当场爆炸了，就连云缩等人都想对他了。你太能嘚瑟了吧？偏偏他说的好像是事实，根本对不了，你这就很气人。我不信，真杀不死你！明觉天尊强行让自己的心情镇定，尽管这种事太离谱了，但他的心态并没有崩。目前他还没败，没伤到江城一根毛，江城同样也没伤到他呀。他的冰剑缓缓扬起，全身仙力如星爆一般飞快的涌动，一条条冰之规则纵横交织，几乎要冲破冰远谷的阻隔了，甚至与那外围的本源气息发生了剧烈碰撞，使得整个冰远谷都变得不稳。云缩、风凛面色凝重，这攻击若换成他们，怕是很难接下呀。面对这种攻击呢，成哥果断祭出了时光回环，他当下点下启动，在场的一切都停止下来，无论明觉还是云缩，甚至所有人连意念都停止了。而江城呢，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堆的选择目标。哦，原来时光倒流还能选择目标啊！由于只有1次使用机会，他也不敢大意，直接把飞仙门和宫廷之外所有人都圈进了回溯范围。选完之后呢，出现了下一步选择刻度。成哥稍微思索了一下，最终将刻度定在了1000亿年前。时光回环转动，紧接着消失于无形。这系统道具已经完成使命了，后面就看江掌门的表现了。外面静止的一切再次启动，原本毁天灭地的波动消失，迎面一剑飞快劈来。只是呢，这一剑对成哥来说呀，慢的是不可思议。他抬手一挥，就将那一剑倒卷回去，一道人影高高飞起，如同炮弹一样，重重砸在远处山谷后方的一座冰山上。冰山一震，被砸开一个巨大破洞，在那破洞深处，明觉天尊面如金纸，口吐鲜血，虚弱不堪。这位比地境9重还强大的存在，竟然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受到重创，如同被拍飞的苍蝇一样。不可能啊！以鹰眼尊者为首的剩余冰仙教门人全都当场崩了心态，这一幕他们不敢相信，然而更让他们崩溃的还在后面了。我怎么这么弱了？我的仙力呢？我的神魂冰之规则怎么跌落到这个地步了？
他们一个个面露惊慌，彻底失了分寸。又岂止他们呢，同样变得虚弱无比的还有云缩、风林等人。本集第927集，帮你圆梦。时光回环的效果其实只有5分钟，5分钟后一切会恢复原状，但可惜这些人不知道啊，他们此时状态都回到了1000亿年前，那个时候他们才刚被冰级天尊挑选初次进入冰原谷。当时他们中起点最高的云缩尊者也不过地境3重，而鹰眼、天虹等人都是地境2重。至于后来发展的最好的冰级天尊，很不幸当时才地境1重。不光修为回到1000亿年前，他们拥有的法宝真气也都回到了1000年前的状态。此时他们手持的只是一柄柄9阶10阶仙器而已，这身行头连宫情他们都比不上。可以说呀，现在宫情都能干翻全场了，更别提已经达到地境6重的江掌门了。这批屹立于冰界顶端的强者修炼了上千亿年，一朝尽丧，谁能受得了这种打击？霎时间所有人都疯了一般呐！我的修为哪去了？我的情怀，我的规则，这不对呀！我不能接受！冰级天尊呐，您在哪儿啊？成哥发现这时光回环和正常的时间倒流差别很大，除了可以选特定的人回溯之外，被选中的人居然还保留记忆。如果是正常时光倒流回到1000亿年前，那这些人现在根本就不会记得1000亿年间发生的一切，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后来成为了尊者和天尊。但现在显然不是啊，此时他们只是拥有了实力和身外之物回到了1000亿年前的状态，其他的并没有改变，甚至呢就连他们修炼和感悟理解都还在。所以呢这其实不算时光倒流。他摇摇头也不管了，反正现在装叉要紧呢。刚才让你们出手了3次，结果你们什么也没能做到，那现在轮到我了。成哥笑眯眯地收起了剑，哥胸襟比你们宽广，为了免得你们说我欺负人，我就不用兵器了。系统听这话都想吐槽了呀！啊，你能不能要点脸呢？地境6重打一群地境2重3重的，跟打幼儿园小朋友一样，用不用剑有分别吗？对面那群人此时处在崩溃状态，也没注意感知他的境界。看到他冲过来，好几个人主动迎上去，然后呢就悲剧了。他们现在那点境界在成哥面前压根儿不够看，袖袍一挥，所有仙剑飞起，脱手飞出。地境1重那点规则之力在冰之玄文面前不堪一击，还没接触到呢就直接崩溃了。紧接着所有人就像是撞上了一堵墙，被扶重的10几名冰仙教高手当场被拍成了一地的冰花，根本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成哥那个爽啊，一塌糊涂呀！这辈子不是在越级挑战，就是在越级挑战的路上。而这次呢，他无论是仙力、修为还是神魂，规则全都在对方之上，高了不知多少层次。哎呀，我都没用兵器，结果你们还是不堪一击呀！他故意摇头，看样子我只能不用双手了啊，要不然对你们来说还是太高端了。此时已经没有人计较他这些嘚瑟话了。你的实力怎么还在？感受到他的明显属于地境6重的仙力，冰仙教所有人面色巨变。如果所有人都变弱了，那倒还好说，现在只有他们变弱，江城没变，那就悲剧了。你们这话问的真奇怪，我辛辛苦苦修炼出来的实力为什么就不能再来？他说的其他人好像没辛苦修炼过似的。成哥双手负后，一脸期待。接下来谁来呀？我保证不用手。该死呀，一帮冰仙教高手差点被气炸飞了。不信了，世上还能有这么离奇的事？这一定是幻术。包括磊元尊者在内，足足上百人冲向成哥，他们觉得眼前这一切应该都是虚假的，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成哥确实是双手负后，问题是到了他们这个级别，战斗时就算没有手，规则之力也照样能够轻松碾压呀。他只用了冰之玄文，在那人群中一阵席卷，100余名冰仙教高手，无论之前地境8重还是9重，全都像新手一样被轻松的摧毁。成哥呢，玄文对他们来说就像天威一样，根本挡不住，死得轻而易举，令人难以置信。哎呀，我都这么让着你们了，还是不行吧？他可没什么胜之不武的想法。刚才自己境界比他们低的时候，他们也没留情啊。既然他们能仗着境界压自己，那自己反压回去很公平啊。看到磊元尊者和天虹尊者的冰界顶端的存在，就莫名其妙死了，剩余的人都疯了呀，他们接受不了啊。之前还嚣张无比的鹰眼尊者失魂落魄，又岂止他们，不远处云缩、众杯等尊者同样一脸茫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什么手段？时间规则吗？看着不像。最先被打伤的明觉天尊拖着重伤的身躯缓缓从冰山中飞出。冰仙教一下死了那么多高手，他的宏图霸业已经朝着泡影转变了。他喘着剧烈的粗气，死死瞪着江城，如同受了重创的野兽。你究竟干了什么？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这不都是为了如你所愿吗？如我所愿，
明觉天尊血沫子都喷出来了。哎，悠着点，你别太激动啊！你之前不是说你很怀念1001年前刚进冰原谷的时光吗？哎呀，那话说的实在是太感人肺腑了，哥们儿被你感动到了。所以呢，我特意耗费毕生精力，让你们全都回到了1000亿年前的状态，满足了你们的愿望。哎呀，圆梦的感觉爽不爽啊？本第928集，贫穷的高手们。圆梦？你把这玩意儿称为圆梦啊？合着你的意思，我们还得谢谢你呗？不光明觉天尊呢，所有人都想疯狂吐槽。明觉天尊那番话，什么我仍能记得1000亿年前我们一起被招入这谷内第一天的情景，那也就装模作样吗？或许他真的有点怀念，但无论如何呀，没人会愿意真从强大变回当年的弱小。你还真把那话当真了呀？不过呢，他们更加震撼，他居然能做到这种事儿，此子究竟多神奇呀！鹰眼尊者咬牙气急败坏，那现在我们梦圆梦也圆够了，可以变回去了吗？那不行，我费了这么大劲儿，你们就体验这么一会儿就完事了？那岂不是很不尊重我的劳动果实啊？啊，好好感受感受，好好的回味当年的时光。回味你个头啊！老子不想当弱鸡。无论鹰眼尊者还是云缩、风林等事不关己的高手，心头都在骂娘嘞。而明觉天尊面对这种打击，竟没有失去理智。这种状态肯定不持久，只要撑到结束，一切会复原的。他抹了抹嘴角的血沫，缓缓回头看了鹰眼尊者等人一眼。将来好好壮大我们冰仙教。紧接着他催动了仅有地形异虫的先例和规则，悍然杀向了江掌门。与此同时，他大吼了一声：逃！老实说呀，看到这一幕，成哥都有些佩服这个人了。1000亿年前入谷时垫底，最后成为仅次于冰级天尊的2号人物，一手拉起冰仙教这个强力宗门。他关心未来局势，提前谋划，堪称未雨绸缪。相比冰级天尊，他确实是更适合当冰界首领的那个人。有他在，冰界将来或许会真的变得更强。可惜呀，他容不下自己，也容不下纪灵寒等人，注定了是敌人。江城没有再双手负后，而是特意拔出了寒叉剑，迎着这冰界枭雄，施展自己最强一击，给足了他面子。漫天冰花炸成粉末，飘扬飞散，明觉天尊成为历史，而剩下冰仙教门人四散奔逃，这是怎么可能逃得掉？一道神魂冲击，包括鹰眼尊者在内所有冰仙教部众尽皆跌落，再无声息。这一战结束。至此，世间再无冰仙教，全场一片寂静。之前还因为实力变弱而惊慌失措的云缩、众杯等人全都沉默不语，看着满地的尸身和碎屑，神情无比复杂。许久之后，左墨尊者才低叹了一声：或许这就是他的宿命吧，死在冰原谷也是死得其所了。1000亿年一场梦，到头成空。他们可不是圣夫，虽然感慨万千，却不会怪江城杀戮过重。如果不杀这帮人，那最后死的就是自己了。时光回环的效果消失，所有人恢复到先前状态。江城望着成哥呢，他们的目光很复杂。现在究竟该用什么样的视角看待这个奇葩呢？一己之力干掉整个冰仙教，这是冰级天尊都不可能办到的。可是他的境界又真的只有地形6重，而成哥本人此时根本无心去喜悦，因为他发现这一战没有从前那样的战利品。被杀那些人死的时候是1000亿年前的状态，随身物品自然也是人死如灯灭。就算现在时光回环的效果消失，他们作为天尊和尊者时拥有的一切也不会恢复了。望着满地的9品仙器，成哥欲哭无泪呀。这样不行啊，打赢了仗没有收获，那不白打了吗？他只能搓搓手指，朝着云缩、风林等尊者嘿嘿一笑。那个啥，我刚才算是救了你们了吧？确实。诸位高人摸摸鼻子，还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他，那最后自己肯定会被冰仙教围剿的。面对明觉天尊，他们一个也活不下来。多谢江道友救命之恩，江道友大展神威，我等佩服。成哥心里急呀，你光嘴上感谢，来点实际的呀。成哥的字典里可没有施恩不忘报这种高尚的宝贵精神。为了尽快升级，他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眼见这些前辈不开窍，只能主动提了。你们这1000亿年间应该这个啥，有不少用不上的宝物，对吧？那如果你们要是硬要给我的话，那个我也不好意思不收啊。云缩、风林等人面面相觑。明白了，哭笑不得呀。我们什么时候硬要给了呀？风林尊者还有些惭愧了。这个真没有，我们极少就是平时都在谷内修炼，1000亿年来也就出去过几回，根本无从得到什么宝物呀。
这么穷吗？成哥难以置信，他也懒得搜刮了，反正现在更多的反而是好奇了。那你们现在所用的5阶真气和资源哪来的呢？云缩尊者苦笑摇头，那都是冰极天尊当年赐给我们的。全是他赐的？成哥感觉不可思议，冰极天尊哪来那么多高阶真气呀？是啊，那冰仙教那帮人所用的兵器护甲也都他赐的？对呀。靠，那这明觉天尊真不是个东西啊！成哥瞬间把之前对他那点敬意都给抹掉了。你吃人家的，用人家的，临了你把人给杀了，你做人没底线呐！是啊，可惜了冰极天尊呐。提到他呢，数位尊者神情变得没落。那以他的实力，怎么会被明觉杀了呢？应该是在本源深处修炼时被明觉偷袭了。行，我看看吧。成哥说完就飞进了本源，一阵穿梭，居然被他发现了冰极天尊。此时这位冰原谷的主人确实是凄惨无比，法则空间被打破之后，他的冰体受到了本源的直接侵蚀，此时呢都已经消耗殆尽，最后剩下的就是一尊虚弱的神魂，而这神魂同样坚持不了多久，因为本源连神魂也会吞噬。不过呢，他总算是还没死。本集第929集，冰界的由来。看到成哥闯到自己面前，冰极天尊奄奄一息的神魂惊讶。之前那几年，他一直等着江城进来找自己，那时他打算以前辈的身份点化这个被他看中的奇才，结果呢，成哥一直没来，他很失望。现在他穷途末路了，成哥终于出现了。老头儿，你又没开挂，你居然这么大意！成哥一面吐槽，一边将他从那本源深处捞出来。可不是人人都像哥这么奔放的啊！被带出的冰极天尊震惊无比，这可是本源深处呀！此子不用法则空间，能在里面存活也就罢了，现在本源内部被搅乱，危险程度高了100倍不止，他还能安然无恙，甚至还轻松将自己带出来，这究竟怎么做到的呢？两人回到外界，成哥是完好的，而冰极天尊已经只剩下被重创的神魂了，他的冰体已经没有了，现在就是魂魄状态。这种状态换成低阶仙人活不了多久，好在呢，他的神魂到了精魂层次，哪怕被寻常地境4、5重全力攻击，也伤不到他一根毛。天尊，冰极前辈！看到冰姐还活着，云梭和风林等人喜出望外，纷纷欣喜若狂地迎了上去。您老人家没死太好了，我就知道冰极天尊不会这么容易陨落的。冰极的神魂漂浮在半空，状态萎靡，被众人簇拥着，第一时间向江掌门表达感谢。这次如果没有江城道友，我绝对无法活着归来。称呼改了，不叫小友，叫道友了。显然呢，他也没法不把江城当成同等存在对待。听到这话，所有人齐齐转身朝成哥躬身致谢。多谢江道友，江道友的恩情，我们永世难忘。今后但有江道友一句话，我等必效死命。相比之前那次，这次他们的感激明显更加发自肺腑了。冰极天尊并不是他们的师傅，但在他们内心感情却不次于师徒。对他们来说呀，自己得救还比不上冰极天尊得救重要。7天后，稍微恢复点元气的冰极天尊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的冰体被本源吞噬，短时间内是修不回来的。此时用的是一副冰质傀儡作为暂时的载体，状态依旧虚弱，恐怕还得恢复很长时间。想不到明觉他们竟全都死在你的手里。这7天他知道发生什么了。得知这个消息，这冰界扛把子同样震惊的不轻啊！看来道友比我想象的还要神奇呀！我之前还想收你为徒，现在看来不自量力呀！小场面不值一提啊！反正对于夸奖呢，成哥向来是照单全收。看到他依旧还是这风格，冰极天尊等人不禁莞尔。冰界巨变在即，未知江道友接下来有何打算？我正想问你啊，那个什么天道啊、3000真界究竟怎么回事啊？他一问呢，就连云梭尊者、风凛尊者也都露出了好奇。事实他们这些高手对这事也是一知半解。这事儿罢了，继续隐瞒也没有意义了。3000真界其实原本就是一体，那时候并无真界之分，有个统称名为元仙界。什么？我们冰界和其他真界以前是一体的？元仙界是什么呀？竟然还有这种事儿！我一直以为天地初开也就是1000亿年，难道还有更早的古代吗？而江掌门在听到元仙界之后，也不由得和纪凌寒、钟离轩等人互望。这个词儿怎么和仙界那么接近呢？元仙界的层次要比冰界和其他任何一界都要高，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地境9重并不足为奇，3000本源在天道梳理下循环往复，井井有条，而天道也在3000本源的拱卫之下，主宰着整个元仙界的万物循环。也因此，天道变得无比重要。谁掌控天道，就能影响到3000本源，进而影响到整个元仙界。
成为万古无上的元仙界之主。为此，各族修士频繁争斗，战火不休，大有将元仙界打得四分五裂之势。当时的元仙界各族林立，大能无数。我作为地境九重，有些事情尚无法接触到，只是到最后有一位神秘大能暗中窃取天道。窃取？天道还能窃取啊？是啊，这是公认的事实。他窃取天道，从此消失，再没出现过。没有了天道之后，3000本源失去约束控制，最终导致元仙界崩溃。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无数强者陨落。分散的本源在此后无数年间渐渐形成一个个真界，冰之真界由此而来，而我就是从那大劫中活过来的。所有人都惊得亚麻呆住了。此时他们才知道，原来冰界之前还有那么一段历史啊！不，元仙界时期应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冰界。那时的元仙界是3000本源规则全都存在的完整世界，并不是现在这样一个极端的真界。失去了天道的3000真界都是残缺不全，冰原谷的天道遗骸就是当年本源沾染到的最后一点天道余韵，远不及真正天道啊！本集第930集，仙界的地位。天道这么重要吗？云缩、风林等人都是冰界形成之后才降生的，他们也都没有道心和法则。冰级天尊点头。世界本身的层次决定了这个世界所有生灵能达到的极限。没有天道存在3000真界，极限就是天尊，所有人都无法更进一步。而在当年的元仙界，还有比天尊更高的层次。天道竟然还有这个效果？就连纪凌寒、钟离缺都好奇了，他们是从仙界过来的，那边天天沐浴在天道之下，还真没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冰级天尊看了眼云缩、风林等人，摇头。没有天道的世界，修士无法得到道心，这是不断参悟本源规则，等于没有根基的速成仙人。你们现在实力达到地境9重，但如果在上古时代的元仙界，一个拥有道心地境8重就能轻松击败你们。成哥忽然想到了影族和炎族，顿时心头一动。所以有些真界是不是在到处掠夺天道啊？为了修炼到更高层次，确实有那么做的。不过他们夺取的一般也只是天道余韵，意义并不大。真界大战往往也是为了争夺对方的天道余韵，提升真界层次，以便突破自身修为的极限。成哥内心暗说了，那当年玄界、仙界那俩天道可不是什么残留余韵的，那两界天道甚至都有自主意识。如果当时自己没有把影族消灭，没有把炎族那几个人干掉，会怎么样呢？那最终玄族和仙界沦陷，天道真的被掠夺的话，火之真界会不会变成最强的一个真界呢？元仙界的天道一消失就是1000亿年，它一直藏在未知之地，无人知其位置，直到1000万年前才偶然被泄露了踪影。1000万年前，那不正是自己刚离开仙界进入冰界的时候吗？难道那个天道真的是自己所在的那个天道吗？因为自己离开时触动了些什么，导致仙界暴露了吗？不会吧，那自己岂不成了仙界的罪人呢？当时阳之真界和阴之真界内有外来修士闯入，他们加入那边的宗门之后，主动上报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啊？他们说自己的世界拥有天道，也因此阴阳这2大真界开始探索，最终感知到了曾经的天道。原来元仙界当年被窃取的天道，最终也形成了一个小世界，被称为仙界，藏在混沌乱流的深处。听到这儿，陈哥忍不住骂出声：他妈的九绝暗击这俩狗东西啊！搞半天不是自己害的，是那俩家伙呀！他已经可以确定了，元仙界的天道就是如今仙界的那个天道，可能是因为脱离了本源，那个天道变弱了无数倍。出卖仙界天道的就是九绝仙帝和暗击魔帝，这俩人一个修炼的是阳之规则，一个修炼阴之规则。当年被追杀之后，两人分别进入了各自规则所在的真界内，时间也是1000万年前，正好对上了。他真的无语了呀！仙界进入真界的人其实不少，比如飞仙门弟子，比如归藏、青云这些剑仙，比如盲野，满打满算应该也不下几十万了。这些人在其他真界待了上千万年，全都守口如瓶，没有提起过仙界的存在。唯独九绝暗击这俩狗贼进去不久就迫不及待把这秘密当宝一样献上去了。他们想干啥呀？就为了报复自己吗？
难道他们不知道仙界还有亿万修士，根本顶不住外面那些真界的摧残吗？你认识他们？冰极天尊挺意外的。成哥点头，到了这一步没什么好隐瞒的，反正仙界的存在早就暴露上千万年了，现在恐怕都有很多真界赶过去了。是，我也来自仙界，不光是我，他们也是。成哥挥手一指纪灵寒、钟离学四人，此言一出呀，云梭、风林等人都惊呼了。原来你们竟来自那里，那个拥有天道的世界。难怪当年挑选的7人是他们全都被选中了。这么一看，你们都是拥有道心的。这可比魏山、陆清、宗熙呢3个仅有一丝道运的天才要强多了呀。纪灵寒、钟离学等人微微点头，而旁边的宫行呢也被刷新认知了。他这才知道成哥所说的异界是什么意思，感情不是任何一个真界，而是天道所在的世界。经过冰极天尊这么一解释，成哥总算明白仙界有多特殊了。不夸张的说呀，那就是整个原仙界的中心呢。相比起来，3000真界的咖位反而还比不上更弱的仙界，而仙界之所以弱小，应该也是因为没了本源了。天道只是带回来一些本源的残留气息，也就是所谓的规则之心。所以呢，感悟规则之心的人实力最多也就是地境1宠那样。至于苍灵啊、玄冥、王野、瑶姬这些远古生灵是怎么回事，拥有990道主规则的虚地之精是什么来头，仙母又是谁，这些恐怕要等到将来解开原仙界更多秘辛才能得知了。还有当年抢走天道然后把天道藏起的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按照冰极天尊的说法，此人实力至少在天尊之上。仙界有那么强的人吗？我和仙界天道打过照面，看起来也不怎么强啊。这很正常，天道没有3000本源拱卫，成了无源之水，肯定强不到哪儿去。一旦3000本源回归，那天道力量也会节节攀升，整个仙界的层次都会急剧提升。哦，这样啊。一个最大的选择摆在他的面前了。这场3000真界与仙界的合并过程，自己要阻止破坏呢，还是要积极促成呢？这个选择如果说出去，恐怕会让外人笑掉大牙。3000真界无数大能面前，你算什么呀？大事是你能影响的吗？然而结合成哥背后的系统卦，他如果真要朝着某个方向努力，还真有可能会改变大局啊。本集第931集，你才是最危险的那个。江城仔细思量了一番，自己现在阻止的话已经晚了呀。阴阳两界和其他一些真界都已经接触到了仙界，那边早就受到影响了，而不阻止，冰界和仙界就都能变得完整起来。原仙界会恢复过来，世界层次得到前所未有提升，所有仙人就有了继续突破上限的机会。这么一看呢，没必要阻止了。最终呢，他站起身来问了一句：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冰之本源尽快找到天道呢？既然不阻止，那就让冰界早点和天道融合，自己也能早点回去，带着飞仙门和妖界那帮部下再次起飞。只是他来到冰界之后，就和仙界失去联系，根本回不去，也不知道当年盲野8进8出是怎么办到的。提到这个呢，冰极天尊也罕见地露出头痛的表情。我在天道遗海中布下了7星云纹阵，400万年前招入他们7人，就是为了让他们在悟道之余能尽快感知到天道的位置。如今魏山、陆清、宗熙已死，只能想别的办法了。这7人要么有道心，要么有道运，其他人代替不了。要么布置其他大阵，要么等待冰界出现新的3个拥有道运的天才，凑齐7人。哎，老头，你自己怎么不上啊？你别有道心吗？听他称呼冰极天尊为老头，一旁云梭尊者等人也是暗暗无语啊。也就你能这么喊呐，换成别人，天尊怕是要发火呀。7星云纹阵有汇聚道运的效果，我的修为境界高了点，一旦踏进去，天道遗海会急剧的这个收缩。哦，这样啊，那我来吧。你的境界不会超出吗？他可是连冰极天尊都干掉了。陈哥摇头，不会啊，我现在就是地境6重初期，妥妥的呀。众人无语了，你还真的没隐藏境界啊？那之前的战绩究竟怎么办到的？一行人很快赶到了天道遗海，望着那7星云纹阵，诸位尊者摇头。就算是加上你，还少俩人呢。话音没落，陈哥独自飞进了阵中的阵眼位置。嘿，等等！冰极天尊心说，你也太莽撞了。然而紧接着呢，一道光芒就从那阵中冲天而起。江城根本不用感知，踏入阵中第一时间，他就已经找到了仙界的天道踪迹。这是之前的7人花了400万年没办到的事啊！没办法，要论和天道的熟悉程度，这世上除了仙母，剩下的就江城了。不是被当成劫心，就是被天道制裁。他身上其实都还留着天道留下的痕迹，至今未消呢。换成其他人呢，
只能凭着一丝道运或者道心慢慢去感知气息。而他一进入这特殊的大阵，根本不用寻找，天道自己找上门了。仙母再次出现在他面前。是你？成哥抬手热情招呼着：“嗨，好久不见呐！”仙母一脸戒备，紧接着惊讶了：“你又想干什么？你竟然得到了冰之本源的认可。”不知为何呀，成哥明显感觉这次的仙母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她变得人性化了很多，不像以前那样仿佛人工智能似的。你还挺识货的嘛。最近仙界怎么样啊？还太平吗？哼，你是在幸灾乐祸吗？看来仙界最近真的不太平。成哥摊手：“没有，我这不是打算来帮你吗？”你才是最危险的那个。仙母说完这句话，一股比以前强大不知多少倍的天道之力就猛然轰向他这边。哎呦，你干什么？成哥没来得及反应呢，就被他从那神秘空间中扫了出来。整个七星云纹阵在第一时间轰然破碎。他什么意思？你真这样防着我吗？成哥都郁闷了。仔细想想，他没干过一件有损天道的事啊。他也没有中二的喊着我要逆天啥的呀，我只是安安静静的装个叉呀。什么叫你才是最危险那个呢？啊！3仙真界那么多尊者呀，天尊呢，你偏偏说我危险，就因为我的玄文能绑定其他仙帝吗？外面的冰级天尊等人也吓了一跳啊！哎，大阵怎么被破开了？哎，怎么回事啊？这沟通天道又不是打仗，怎么会变得这么激烈呢？难道出变故了吗？还没等他们查看，成哥已经开始下一步了。他娘的，这可是你逼我的！既然自己的作用是连接冰之本源和天道的桥梁，那现在自己已经找到天道，接下来就是带着本源过去了。于是下一刻，他就开始沟通起了冰之本源。这个过程原本也很困难，不到一定境界，根本不可能触动得了本源。而就算触动了本源，也很难让它生出反应。就算生出反应，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已经找到了天道的一些真界，在这足足花费了100万年。但这一切步骤对江城来说，那都多余了呀。得到本源认可的他，仅仅生出这个念头的瞬间，冰之本源就响应了，而且呢，是整个本源全力响应。霎时间，冰远谷天摇地动，下方隆隆声撕开了地面，一道道光芒宛若岩浆喷发，直冲高空。而实际上呢，那是极寒的冰之力。紧接着，天道一海急剧收缩，仿佛某种无形的存在抽取着，而那无形的存在，自然就是下方的冰之本源。一个眨眼，冰远谷内就不存在一丝一毫的天道余韵了。哎，本源怎么动了？整个冰界可就是因为冰之本源才最终成型的，它稍微动一动，对整个冰界而言都会是一场灾难。冰远谷彻底不存在，不光这里，此时冰界所有的冰眼也全都同时熄灭了。无数修士飞上高空，浑然不知即将面临什么。这一刻呀，整个冰界仿佛陷入了永夜，再无一丝冰之本源力量存在。无数冰川剧烈震颤，与规则之力的死寂形成了诡异的平衡。冰界的末日到了吗？无论冰宫还是下方各领各域，无论是地境8重还是1重，此时都是那般的脆弱无力。再强大的仙人，在这无可匹敌的浩瀚天地之力面前，都显得那般的渺小。本集第932集，成为冰神的条件。冰级天尊等人第一时间撤离原地，而在远处，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冰之本源，宛若一个巨大的太阳。这是此时它的光辉极尽收敛，显得朴实无华。而在那本源的中心位置，江城的身影越发的清晰。随着它的上升，冰之本源也在缓缓地飘向半空。与此同时呢，下方整个冰界也随之动了起来，向着某个方向急速穿行。它竟能引动整个冰之本源！冰级天尊的表情像见了鬼一样。按照原本的步骤，应该是他们布阵，花个几百万年找到天道，然后通知本源。经历无数努力沟通之后，本源会一点点的伸出触角试探。大约100万年，冰之本源就会正式和天道联系上，然后开始平稳的接近。这个过程又需要数百万年。后面2个过程呢，已经不是他们这些仙人能参与的了，太高端，他们也参与不了，那是本源自己在行动。而现在这个过程被人为加速了无数倍，原因就是江城的存在，他似乎在指挥着整个本源飞速朝着天道那边穿行。从他们的视角看，江城仿佛都已经化成了冰之本源的化身，整个冰之本源都在因为他而行动。云缩、风林等人的反应也好不到哪儿去。难道他已经控制了整个冰之本源？那他究竟什么境界？传说中的冰之神吗？冰级天尊一脸呆滞，喃喃自语：当年的原仙界似乎都没有人能掌控一整个本源呢。也不怪他们如此惊讶，实在是这个猜测太过骇人了。想想冰级天尊和明觉天尊，这2人之所以能成为天尊，就是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丝属于自己的冰之本源。借着这丝本源，他们直接碾压了地境9重。而那丝本源相对于此时冰界上空那巨大无比的整个本源，连沧海一粟都比不上。一个人真要控制这个巨大的太阳，那他得有多强呢？催动整个本源去打架，别说什么天尊了，
直接都可以给3000真剑轮流来一次灭世套餐了。冰级天尊剧烈摇头：不是的，他还没有成为整个冰之本源的主宰之神。那他现在所做的事……江城不光身处其中，甚至还带动了本源，这不是冰神是什么呀？江城道友应该是得到了整个冰之本源的认可，他具备了成为冰之神的最难条件。只要他将来的境界和规则感悟达到那个地步，他就能水到渠成地掌控整个冰之本源，那时他就会成为真正的冰之神。而现在他还操纵不了那么大的本源。这其实很好理解，江城得到冰之本源的认可，就像一只蚂蚁提前得到了一座万丈高山的所有权。这座山名义上是属于他的，但他目前完全搬不动，除非他将来进化到一定地步，拥有了足够强大的实力去撼动那座山，那时呢才算是真正掌控。这就是为什么冥劫天尊用那一丝本源伤不了江掌门的根本原因了。天尊所拥有的一丝本源只是借来而已，并没有炼化，不像自身仙力那样完全属于自己。冰级天尊的解释并没有让其他高手完全理解。那现在他不是已经操纵了本源了吗？整个冰界现在可都在飞速朝着天道那边移动，跨越无数混沌乱流，超脱了时空和空间，快得不可思议啊！这不是他在操纵，天道对本源本就有着极强的吸引力，这是冰之本源在主动配合他的引导。话虽然这么说，但他对江城的羡慕还是难以遮掩，那可是本源的认可呀。当年元仙界发生过吗？此子仅有地境6重，又怎么做到的呢？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失去了意义，他们好像经历了很多年，又好像只是经历了几分钟。某一刻，剧烈的穿梭陡然停滞，一声闷响传来，整个冰界仿佛撞上了什么，紧接着宛如冰山的冰之真界开始垮塌。也幸亏冰界所有人都是仙人，大部分还都到了仙帝层次，这种地貌变化倒是死不了人。剧烈的震荡之后，冰界凭空矮了上百倍，不过呢，范围也扩大了不少。冰之本源消失在虚空，看样子是去找天道了。冰界的冰之力依旧还在，只是给人的感觉却变得遥远了很多。而与此同时呢，一股全新的气息迅速席卷了整个冰界。在那里，许多冰族人第一次感受到了属于天道的气息，这个世界变得完整了。一些天才修士几乎是在感知到天道气息的第一瞬间就已经得到道种，而有些高手则是陡然进入顿悟和突破状态。得到天道的冰界位面层次提升，除了天道气息的涌入之外，许多人还感受到另外3股不弱于冰之力的本源气息，一为阳，一为阴，一为火。这3大真界看样子是在冰界到来之前就已经到了仙界，并与之融合了。而其他2996个真界目前还尚未到来，有的恐怕都不知道发现天道的消息。冰远谷遗址上空，成哥缓缓飘飞而下，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罕见的疲惫。这次本源和天道融合，他是唯一的主导人物，可想而知付出多大精力。当他飘落下来，冰级天尊率先迎上：“您还好吗？”悄然间呢，他换了称呼了：“还行吧。”他这点损耗用不了多久就能补回来。冰级天尊松了口气，如释重负。随后呢，操纵着傀儡身躯的他忽然低头弯腰，一躬到地：“参见冰界之主。”本集第933集，冰界之主。冰界之主这声称呼，别说云梭、风凛、纪凌寒等人了，成哥本人都懵了。他以前倒是有个妖界之主的称号，但与冰界相比，妖界的咖位低了无数层次呀。妖界最强也就是青龙、冰凤这几个地境2重，而现在呢，在冰界地境2重只是炮灰，目前剩下的地境9重都有4位了，地境8重更是有上百位。不开挂的话，这些人成哥一个都打不过。虽然他喜欢牌面，但是冰界之主从何说起呢？风林、左墨等人完全无法理解。天尊，您这何至于如此啊？冰级天尊在他们心中那就是至高无上的，何况您老不是闲云野鹤，不家里任何势力，也不臣服任何人吗？你这样的一个人，你主动拜起别人了，这让他们内心无法接受，甚至有种崩塌感。而迎着满面震惊和不解的众人，冰级天尊面色坦然地笑了笑：“江城得了冰之本源认可，他就是未来的冰之神，将来所有修炼冰之规则的生灵都会归他节制，你我都不例外。我只是提前拜冰神而已。”事实上呢，他的内心甚至挺荣幸，这换成上古时，自己哪有资格与一位获得了本源认可的大能接触呀？那种人物在原仙界都是绝对屹立于最顶端的，自己差了好几层，根本不配与之对话。江城只是目前没成长起来，但他已经具备了成就那个级别的资格，这个资格才是最难得到的。提前教好他，再划算不过了。何况呢，将来他真要成了冰神，掌握了冰之本源，
那自己也能跟他得到好处，比如更多的本源之力。这种好处他可拒绝不了。什么闲云野鹤，这一刻早抛在脑后了，对自己将来有好处才是正经的。而他这么一说呢，众人也纷纷明白了，尽管还是觉得这太不可思议，尤其是云缩尊者等人心里更是暗暗腹诽。冰之神，就这又懒散又嘚瑟的小子，有一点未来成神的样子吗？但既然冰极天尊本人都认证了，那还说什么呀？于是冰远谷剩下的4位九品尊者和157位地境8重同时弯腰低头，参见冰界之主。当他们下拜之后，江城的系统面板内声望值急剧攀升。这一次不是什么认可和佩服，也不是短暂的震惊，而是发自内心的臣服。臣服在声望值功能里是最值钱的一种状态，而现在向他臣服的是一群地境8重9重，他们本身境界就很高，带来的声望值自然是极多的。就这么一派，他直接就搞到了1亿5千万的仙元点，比他之前忙那么多次加起来还要多。对这一幕呢，纪凌寒和钟离薛等人倒是淡定得很，反正在他们眼中，成哥无论做出什么事都不值得惊讶了。而在宫廷眼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总是乱来的江城居然成了冰界之主，传说中的冰极天尊主动臣服于他，太离奇了呀！一开始追随成哥时，他是做梦都没想到这人能爬到冰界之巅。成哥原本对冰界是没什么想法的，也不想管那么多人，但是看着哗哗上涨的声望值，他顶不住呀。于是呢，他迅速适应了自己的新身份。这个放心啊，跟哥混绝对不会被亏待。这话听上去就没什么格调，远不如当初冰仙教拉人时许下的种种宏伟愿景，但架不住这话是未来的冰神说的呀。面前这帮高手是不愿加入任何宗门，但他们还能放弃修炼冰之规则不成吗？于是呢，所有人欢呼起来，那叫一个狂热呀。许久之后，众人终于平静了。冰极天尊试探问：“您不打算建一个什么样的宗门或者组织吗？”宗门？组织？成哥心说：“我连飞仙门我都扔给纪凌寒了，像是愿意打理一个更大势力的人吗？”飞仙门的掌门之位，他一直都拒绝收回来，以至于目前还维持着一派2个掌门的奇葩现状呢。要是在冰界也组建什么宗门，那不得被烦死呀！啊，不用了，你们只要内心保持尊敬，知道我是冰界之主就行了啊！大家伙以前啥样，以后还啥样。我呢也不想用你们什么门规啊、天条啊去约束谁，没意思。众人面面相觑，这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啊！他们还以为江城会像明觉天尊那样，打算统合整个冰界力量，然后野心勃勃的想干点大事呢。要知道，他的条件可比明觉好了无数倍，就连冰极天尊都出面支持他，一呼百应啊。结果呢，人家不想干。但短暂的惊愕之后，众人倒是欣喜了。他们这群人都是散修心态，内心终归还是抵触加入宗门的啊！冰界之主胸怀果然非常人所能及啊！不用门规强迫，而是用魅力感召，不愧是未来的冰神呐！明觉与您一比，顿时落了下乘啊！这眼光差距太大了，佩服！他们的佩服倒是真心的，又给成哥增加了一点声望值。莫名其妙被拍马屁，成哥也是始料未及呀。他只是懒得管而已，哪想过那么多呀？哎呀，过奖过奖啊！冰极天尊也颇为欣慰。其实将来3000真界合并之后，原仙界彻底成型，再也没有什么真界之分了。那时呢，处处皆是3000本源和天道掌控范围，在哪儿都一样，我们也不会局限于任何一界。众人点头。而这时，外面终于有人渐渐地摸了过来。冰极和云缩等人眉心一动，旋即舒展开来。还以为阴阳火那3界这么快来了呢，原来是冰宫的人。这么大的事确实需要跟他们解释一下呀。至少也要让冰界所有生灵明白发生了什么。冰极天尊正打算亲自出去呢，成哥倒是乐了，他可记得冰宫上次和自己那个赌约。他们说了以后，见面就要喊前辈了啊！我来吧。说完呢，他带着宫情飞了出去。本集第934集，脸都绿了。这次冰界发生那么大的动静，冰宫上下彻底懵逼了，他们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感受着外界的变化，他们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于是呢，只能来找冰远谷求救。结果到这才发现，冰远谷也没了。冰宫一众高层议论纷纷，以为冰远谷是不是塌了呢？这时呢，成哥飞了过来，一来到外面，他迎面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当初的冰宫3公主纪苍。哟，老熟人呐，见到前辈还不快行礼啊？看到江城的熟悉的脸，听到这句话，纪苍脸都绿了。他娘的啊，他怎么还没死呢？上次成哥闯冰梯闯本源之后，他带着冰宫一帮人灰溜溜回去了。之后是越想越气，
一直暗暗期待着江城最后死在本源内，又或者进入冰原谷之后被里面的前辈杀了。结果这小子又出现在自己面前。纪苍上下扫了他一眼，这小子才进谷内20多年，居然变成地境6重了，里面那么神奇吗？他可不想向陈哥行礼，于是闷闷地说：什么前辈，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胡话，闪开，我们要见冰原谷的前辈。哼，要反悔啊？冰原谷现在以我为首，你要是反悔，那后果可很严重啊。以你为首，切，就凭你，还真是大言不惭，竟敢诋毁侮辱里面的前辈，这下你完了，哎，你真的完了。他指着陈哥，那叫一个眉飞色舞呀。这时呢，后方冰原谷大公主尹从和二公主楼腾以及一众地境7重也纷纷赶来。尹从威严的脸上带着一丝轻蔑：你就是那个异界人江城啊？本座上次没出关，倒是让你侥幸活了下来，还让你玩了一场闹剧，杀我冰宫门人，是时候血债血偿。本座这就要替冰原谷诸位前辈清理门户。他的话音未落，冰宫一众高手呼啦啦围了过来，而这时呢，后方云梭尊者和风凛尊者等人也飞速赶来。看什么呢？谁敢上他？哎，且慢！一看到4位地境9重同时驾临，冰宫高层吓了一跳啊！自大公主以下，所有人连忙收起了兵器，恭敬行礼。参见冰原谷诸位前辈，参见云梭尊者，参见风凛尊者。尹从在外面那是说一不二的冰宫大佬，但在冰原谷面前，他只是不入流的小角色。毕竟这谷内垫底的都是和他一样的地境8重。他连忙小心翼翼地解释：我等来此是因为冰界生变，想向各位前辈请教，绝无打扰之意。云梭尊者不耐烦回说：哎，行了，那个刚才你们想杀死江城啊？他提到这个，纪苍立刻精神了，还不等陈哥说话呢，他立刻告状了：是这样的，这个异界贼人上次竟敢偷偷溜进冰原谷，实在胆大妄为啊！而且此子还对诸位前辈不敬，说什么冰原谷以他为首，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就算诸位前辈能一笑而过，我等也绝不能坐视不管呐！所以我们要替前辈清理门户。云梭、左默等人一脸好笑，对我们不敬，清理门户，这要在之前那确实是江城不通礼数，但现在嘛，人家是啥呀？冰界之主呀，说一声冰原谷以他为首没问题呀，甚至还谦虚了呢。纪苍看到诸位前辈的表情有些微妙，还以为他们不信呢，于是呢，他隆重祭出了一个精妙的传引仙气，得意洋洋的斜了眼江城。哼，我可防了你一手的，你抵不了来。说完呢，仙气滴溜溜飞到半空，之前陈哥说的话还真的被他全程录像了。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一旁尹从和楼腾大喜，不约而同朝着纪苍递了一个赞许的眼神，干得漂亮！哎，这下江城就算舌灿莲花也脱不了罪了。不但擅闯冰原谷，还敢夸口说冰原谷以自己为首，他将诸位前辈置于何地？将冰级天尊和明觉天尊置于何地？3位公主的声音振聋发聩，告得云梭、风凛等尊者呢都先同情他们了。4位尊者一直等他们发完言了，这才轻咳了一声那个吧，江城确实是我冰原谷之主。说完呢，4人齐齐朝着陈哥躬了躬身，以表尊敬，而陈哥则是笑眯眯的点头，然后再次看向纪苍：你还有啥招啊？纪苍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呀。旁边尹从和楼腾以及其他冰宫高手全都当场石化了。江城是冰原谷之主啊，他才地境6重啊，这是听错了还是看错了呢？尹从张口结舌结巴的说了：诸位前辈还真爱说笑。众杯尊者冷哼一声：谁跟你说笑了？江城不光是冰原谷之主，也是整个冰界之主，冰原谷上下一致承认的，你们敢对他不敬，找死吗？听到这儿，冰宫上下所有人嘴都合不上了，他们就像是听到了世上最荒诞的笑话。冰界之主，冰原谷一致承认，一个地境6重成了整个冰界之主，而且还是个异界人，这到底是冰原谷上下集体失心疯的，还是自己跟不上时代潮流了啊？他们嘀嘀咕咕，声音虽然不大，但在场所有人还都听到了。然而紧接着呢，又一道身影降临到场中。一看到此人呢，冰宫上下所有人都一脸狂热，外带崇拜的跪了下来。冰级天尊！天哪！我有生之年竟亲眼见到冰级天尊了！参见冰级天尊！本集第935集，履行赌约。明觉天尊当初的忌惮还是很有道理的。冰级天尊在冰界的地位太超然了，完全是至高无上。冰原谷是他创立的，
原仙界解体之后，兵界的道统是他传下来的，各领各域的兵眼是他开辟出来的，兵界与其他真界的数次大战也是他带着兵远古出面打的，可想而知他对兵界意味着什么。冰宫这些人是将他当成开天辟地的神去看待的，他也出场啊。冰宫3位公主就像是狂热小迷弟一样，激动的浑身发抖。对他们来说，冰级天尊随便一个字都是神谕，然后呢，他们就真的听到了他老人家的教诲。他们说的没错，江城就是冰界之主，本天尊也受他节制啊！你们将来务必要听从他的号令，不得违抗。冰宫的人的脑子都差点炸了，嗡嗡作响，意识都混乱了呀，像做梦似的呀！啊！他们张着嘴，一脸迷茫无助的抬起头，然后呢，正好看到了天尊朝那小子拱手行礼，表情带着一丝尊敬。冰宫3位公主彻底懵了，其他高手都傻了，那是冰级天尊的，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现在信了没有啊？陈哥笑眯眯地看向他们，尹从一脸呆滞。信了，尽管依旧是无法完全理解，甚至完全无法理解，但事实摆在眼前了。我是不是冰远谷的首领啊？是。那就行了。陈哥的面色冷了下来，但没等他再做点什么呢，3公主姬苍扑通一声跪下，梆梆梆磕起了头。小人参见前辈。这一幕也搞得后方那些冰宫高手们鄙夷无比。你呀，地境8重，而且和江城还有仇，你怎么能自称小人给他磕头呢？脸都丢光了吧？然而仔细一想，冰远谷前辈都给他行礼了，我们冰宫好像真的只能算小人物。陈哥原本还想惩戒一下他的，没想到这下跪得这么快，那么干脆。你刚不是打算反悔吗？没有，上次赌输之后，我一直将您当前辈看待，甚至您不在的时候，我都日日思念前辈呀。哎呦，我真他娘的会卖好啊！真的吗？可你刚才好像在和我作对呀。哎，我那是和您开玩笑呢，前辈，以您的身份，我这种蝼蚁跟您开个玩笑，你不会介意吧？宫情都被搞败了，不要脸呐！没等他开口呢，对面大公主尹从和2公主楼腾也梆梆跪下来磕头了。参见前辈，我们刚刚真是开玩笑，没想到冒犯您了，还请前辈饶恕呀。他们也想通了呀，冰级天尊都臣服了，自己跪也不丢脸呢，就当他是比冰级天尊更崇高的人物呗。他们这一跪，后方冰宫其他地境7重也都跟着跪了。参见江前辈，参见冰界之主，我们对您前辈您的尊敬犹如万里冰封，永不倾倒。陈哥心头腹诽，那冰界最高峰刚刚才崩塌的吧？你们确定是真的在拍马屁吗？他点开系统一看，声望值再次暴增啊！别看冰宫这帮人的实力境界远不及冰远谷，但他们才是冰界的实际掌控者。冰远谷各域各领各境全都由他们掌管。当冰宫高层集体臣服时，成哥已经算是设服了整个冰界了。这一刻呀，海量的声望值疯狂上涨，再次给他带来2亿仙元点。到了这一步呢，他拥有的仙元点已经高达了3亿9千万。看在仙元点的面子上，成哥原本不爽的心情呢也得到平复了。想想要是杀死这些人还得不到这么多呢。姬苍看他并无怒意，还以为没事，正要起身呢，成哥面无表情。你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啊？啊，还请前辈明示。那上次的赌约可是连宫情都包含在内，你说呢？姬苍的脸顿时垮了，让他败江城，他还能说服自己？原本这小子就特别神奇，而且天尊和一众尊者都臣服了，自己臣服不丢脸。宫情他算什么呀？就一普通兵女，目前地境3重平平无奇，也没有天尊认证。这么一个兵女，正常情况下连面见自己这个地境8重的资格都没有，她配让自己行礼吗？然而面对成哥那不善的目光，他只能哭丧着脸朝着宫情那边也磕了起来。参见宫前辈，您老万安。宫情本人都被吓了一跳啊！当初江城和姬苍立下赌约时，他正在玄机图内，也不知道这事儿。突然看到地境8重给自己磕头，差点昏了。楼腾和尹从无奈的互望了一眼，心知也如果不遵从上次的赌约，今天怕是过不了这关了。也罢了，愿赌服输嘛。于是呢，也朝着宫情磕头行礼。当冰宫所有人都跪在自己面前后，宫情内心百感交集。曾经如同丧家之犬一样东躲西藏的底层兵女，何曾想过有一天高高在上的冰宫都会匍匐在自己脚下呀？这一切都源自那天他下定决心追随成哥。他悄悄传音：谢谢您。没什么，这你应得的。尽管宫军师没帮上什么忙，还总是想阻挡自己装叉，但他确实对自己很忠心。每次他明明判定的是绝境，也没有背弃自己逃离。光凭这一点，成哥不会亏待他。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你觉得呢？只要有冰远谷前辈在，他们就不会有反心。杀死他们固然解气，但兵界会因此大乱。那行吧，就按你的办。宫情惊讶了，这好像还是江城第一次采纳他的意见。您不打算问问原因吗？你还真当我什么都不懂啊？本集第936集，掌控冰宫。冰远谷虽然威望极高，实力极强，但一直以来不问世事，真正管理冰界的是冰宫。江城要杀光这些人不难，但把冰宫高层一锅端，整个冰界都会混乱。尤其现在还是刚刚和仙界融合的关键时期，到处人心惶惶，正是需要冰宫出面安抚的时候。即便明觉天尊还在，也会选择留着冰宫。如果江城是个过客，那他可以任由冰界洪水滔天，关键是他成了冰界之主。你来宣布吧。我？宫情一脸不可思议。没错，今后我还需要你的聪明才智，帮我管着冰界呢。放心吧，我会让冰远谷给你撑腰的。哥们儿可是要到处装叉的人，哪有闲工夫管这些冰界上下那么多俗物呀？这些苦差事就交给你了。这个人选再完美不过，不是吗？宫军师的才华绝对能胜任，而且还对自己忠心耿耿。他缺的就是个人实力，只要背后站着冰远谷，那就没问题。帮您管理冰界？宫情不能淡定，这是何等信任呢？以他的认知，没有任何一个主公会这样放权吧？谁不是牢牢防着身边的人呢？您不必。成哥拍拍他的肩膀，有你帮我把着冰界，我心里踏实。听到这话，宫情激动得浑身颤抖，内心生出一股士为知己者死的感动。他缓缓闭上双眸，深吸一口气，再次睁开眼睛看向纪苍等人时，已变得镇定自若。起来吧，今后尔等若有反心，定不饶恕。他很快适应了新的身份，完全没什么怯场。看到后方冰远谷一众高手都啧啧称奇，成哥稍微交代一下，冰级天尊便安排了云梭、左墨2位尊者以及10几位地境8重贴身陪同宫情前去与冰宫接洽。冰宫高层很快就知道了最近发生的一切，冰界本源和天道结合，冰界将会面对其他2999个真界，而江城斩杀了明觉天尊等人，同时他还是冰级天尊认定了未来冰神。得知这一切之后，他们心里的滔天巨浪怎么都平息不下来了。这些消息太过巨大，没有一段时间根本消化不了。不过呢，他们对江城倒是真的服了，这人居然杀了明觉天尊，那自己没被杀真太像岳雷，臣服于他没毛病。在宫情、云梭等人说出未来冰神之后，他们还频频朝着成哥那边看，那意思好像是要再过来拍几个马屁，混个脸熟。至于逆反不服，一点都没了呀。想想也是，冰界即将面对其他真界冲击，如果没有冰远谷这棵大树撑着，冰宫还混个毛啊，只会被人当成炮灰灭掉。终于，掌权的宫军师当仁不让，一条条计划迅速安排。接下来，咱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安抚冰界各地修士，先将这边的局面彻底稳定下来。在我们之前，鹰界、阳界、火界已经提前到来，他们定然会前来与我们接触。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能示弱。明觉天尊的死，暂时还要保密。其次，只要我们表露出对天道没兴趣的态度，应该就能平稳度过这段乱局。这是为何呀？云梭尊者都好奇了。宫情环顾众人一圈，肃然说：接下来，各大真界之间的厮杀，就是围绕着争夺天道展开的，那才是众矢之的。此言何解？目前各大真界尚未到修炼全部规则的阶段，阴界修炼的还是阴之规则，火界修炼的还是火之规则。宫情虽然只是地境3重，却仿佛已经提前预见到了整个大局的走势。他侃侃而谈：所以这个时期，我们冰界的天才地宝对他们其实是没有什么作用的，他们也用不上。在这个阶段，他们对冰界的修炼资源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不至于爆发抢夺资源和地盘的战争。原来如此呀！众人恍然大悟，只觉得原本如同乱麻一样的战局瞬间清晰了。大公主尹从深以为然。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既不能示弱，不让人以为我们软弱可欺，又不能表露对天道的野心，让他们觉得我们毫无威胁。只有这样，我们冰界才能平稳地撑过这段乱局。冰宫一众高层有些服气了，他们原本对宫情是不以为然的，区区地境3重的冰女不过是和江城走得近的花瓶而已，现在才发现了她原来那么的高瞻远瞩。除了安抚冰界各地之外，他提出的其他政策之前都没人想到。宫情点头，旋即又说了：而在这段时期，我们是有绝佳发展机会的。什么机会啊？想办法收购和换取那3界以及之后过来的各大真界修炼资源。他目光中带着强烈的自信。将来3000本源汇集于一界，天道影响着每个角落。到了那时，
我们修炼的就不只是兵制规则了，将来所有资源我们都能用得上。等到那个时候，修炼资源的争夺大战就会拉开序幕，而我们在那之前需要抢夺先机，让兵界变强。全场寂静，所有人尽皆无言，只剩叹服。许久之后，云梭尊者才感叹：明觉当初最该拉拢的人其实是你呀。看到公军是这么能干呢，陈哥老怀大慰。行了，咱们也该回仙界那边看看了。1000万年过去了，他很好奇仙界变成什么样。听说他要走，冰极天尊还以为要争夺天道了。当年元仙界之所以崩溃，就是因为天道争夺太激烈，几乎所有大能都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掌控天道，成为整个元仙界的主宰。如今还有2996个真界未曾到来，确实是个难得的机会呀。我们在此预祝您成功。第937集，衣锦还乡的暗机。对冰极天尊的祝愿，陈哥哭笑不得。他并没有抢夺天道的想法，一则天道看他不爽，可不会像本源这样认可他，估摸着也没机会；二则呢，他有系统，也犯不着走掌控天道那条路。不过面对冰极天尊一番好意，他没说什么，还拒绝了风凛和众杯2位尊者的陪同。冰界如今需要足够的人手震慑周边各界了吗？你们怎么能跟我过去呢？我一个人出事不要紧，冰界可不能出事啊！多么高风亮节的话呀！冰远古和冰宫上下都被感动了，多么伟大的人呢！而实际上呢，成哥只是不想带太强的人一起，以免抢了自己的风头，影响自己装叉的节奏。在冰远古上下的强烈请求下，他最终才带了2个地境8重随行。第二天，他就带着纪凌寒等人一道赶往了仙界那边。作为天道的所在地，仙界注定会是最中心。而作为第4个找到天道的真界，冰界很幸运的和仙界直接接壤了，将来呢也注定会是原仙界的中心区域。至于将来其他2996个真界，有的位置就变得无比的偏远。7天后，一行人终于离开了冰界范围，重新踏上了仙界土地，这才发现仙界已经和之前有了很大变化了。从前仙界被人为分成了上中下3个仙界，而现在中仙界下仙界又被天道移了回来，重新变成一个整体。只是呢，中心位置的虚洞因为虚地的消失，终归还是空着呢。天道封锁结束了，不错呀。此时呢，他正对着从前仙界的方向。以前因为天道划线，这边他是过不来的。一路上呢，他们不时能感受到剧烈的战斗波动。冰远古2位地境8重高手韩文和段月不约而同露出了忧心之色。这双方交战实力都不低于地境9重了，从中甚至能感受到本源气息呀。看来是阴阳火，那3界为了天道而相互争斗。成哥不置可否，他现在没心情去介入那3界之间的战斗，只想早点回到妖界，见到自己曾经的部下。一路上极少能看到仙人，倒是不时能看到满目疮痍的废墟景象。看来呀，3界入驻之后，给这里造成了不小破坏。越过从前的仙妖山，他也被惊到了，因为3大龙骨不见了。3大龙骨之前的位置出现了3个巨大深坑。是什么情况？别说江城了呀，纪凌寒、钟离薛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不可思议啊！就算真的出现了最恶劣的局面，就算这里被外敌攻陷，3大龙骨也不至于凭空消失呀。打仗就打仗，不至于把那方圆数亿里的龙骨搬走吧？成哥的神魂一个延伸，很快又发现了更加瞠目结舌的场面。整个妖界目前没有一个妖存在。不光如此，麒麟族、凤族老巢也凭空消失了。真是见鬼了呀！得找人问问。他的神魂延伸，没发现妖族，倒是发现人族了，而且呢还是老熟人暗基摩地。这家伙如今已经地境4重了，1000万年从地境1重突破到4重，这放在任何真界都可以算是绝世天才。而他混得好像也不错，身后除了当年圣殿的残余魔帝准帝，居然还有数百名阴之真界的地境前呼后拥。于是呢，陈哥直接歘的一个闪身过去了。一见面还不等暗基摩帝反应，他上来就问：哎，我妖界那些妖族呢？都哪儿去了？暗基摩帝心说：这谁呀？定睛一看，哎妈，江城！他顿时喜出望外。江城，居然是你！好家伙，你总算出现了啊！他那表情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那叫一个兴奋激动。哎，赶紧的，把他围起来，这次不能让他跑了。而对面的陈哥此时已经通过读心术得到了妖族的下落。如今的妖族都在蛮界那边，因为盲野的存在，还能撑一段时间。不过呢，那边有9绝仙帝带着阳之真界的人围攻，日子也谈不上好过。知道了下落，陈哥也就放心了。而这时呢，他对面的暗基摩帝也亮出了一柄3阶真气。他这些年是确实混得不错呀。逃进阴之真界，被刷新认知的他，在了解的情况之后，当即投入了当地的一个小宗门。
作为魔界大佬级人物，他的资质天赋自然是一等一的，很快就被当成绝世天才培养。不过他可没耐心在小宗门过苦日子，得到修炼法门之后，他盗走宗内库房的大量修炼资源，消失在茫茫人海。修到地境2重，他通过入门考核迅速改换门庭，进入了阴界最大的宗门之一赤阴宫。尽管他天资出众，但毕竟修为低只成为那里的一名外门弟子。按常理，接下来应该是一步步苦修，爬到内门甚至是真传弟子之位。不过暗基魔帝自然不会走那么平凡的路，借着一次宗门高层大佬下来的机会，他果断上去搭话，把仙界天道给卖了。因为这滔天的功劳呢，他跨过内门和真传，破格被提成了小长老。还在地境2重，他手下就地境5重可以驱使了。阴之真界与仙界接壤之后，大佬们基本都去争夺天道，对于仙界本土修士其实没多大兴趣。暗基魔帝就不一样了，他算什么呀？衣锦还乡啊！离开的时候被追得像丧家之犬，如今重新回来也是地境4重，仙界无敌呀！而且还带着一群地境4重5重的手下，要多威风有多威风。他也挺有自知之明的，知道争天道没自己什么事，这些年主要就是忙着打压报复当年的对手，比如妖界呀、蛮界呀什么的。首要目标自然就是江城，结果江城不在了，他有气没处撒，只能把妖界推平了，以弥补自己受伤的心灵。好在蛮界还有个盲野，这哥们儿频繁出没在励志真界，把那边当成了炼级副本来刷，实力提升很快。再加上陈哥让他绑定励志宣文，无端让他再次得到提升。如今呢，他都已经地境6重了，正好挡住了暗基和之后从阳之真界过来的九绝仙帝。本集第938集就是玩儿。阴阳两大真界对于绞杀仙界土著没多大兴趣，在天道存在的世界，无端屠戮大量生灵是会有业力缠身的，也就成哥这种天道都干不掉的人才会不在乎业力，其他人不敢这么奔放的。没什么实际好处的前提下，各真界大佬也犯不着这样做，所以呢，就没给暗基和九绝仙帝派6重以上的高手过来助阵，这也导致了如今双方在蛮界那边形成了对峙。而暗基魔帝和九绝仙帝之间也不是什么融洽的关系。目前九绝还在蛮界那边围攻，而暗基则是留在了妖界这边发展。至于从前仙界和魔界的地盘，那边已经是3大真界顶尖大佬们的战场了，不是他们能涉足的。暗基魔帝兴奋的都有些得意忘形了。江城啊江城，你知道我等你等的有多苦吗？我这些年我是日日盼，夜夜盼，我就盼你到来呀。这话把陈哥都听乐了，你这也太热情了，当年追杀你那是哥应该做的啊，嘿，把感激放在心里默默的回味就行了，你不用这样热烈的欢迎我啊。这话说的，后方那些不明真相的阴界高手呢，真想吐槽了。为首一名地境5重后期沉着脸，这是谁呀？虽然能指挥这批人，但毕竟境界不如对方，暗基还是要给予足够的尊重的。连忙解释了，此人乃是我当年在仙界的仇敌，他无恶不作，是仙界公认第一魔头，嚣张至极呀，是吧？为首那人上下打量陈哥，目光忽然变得惊异不定。他发现自己竟然看不穿江城的境界，这让他心头微微一惊。莫非他比自己强？不能吧？不是说这仙界最强的也就地境2重吗？不是说阴之真界过来就是降维碾压接手村吗？出现一个盲野已经算是极大艺术了，难道又出现了一个吗？此人什么实力？他也常年在其他真界修炼吗？暗基闻言不屑地瞥了眼陈哥，你想多了，他就是仙界土著啊，只是以前气运机缘好罢了，在咱们阴之真界面前他屁都不是，是吗？那为首地境5重稍稍放心，或许是佩戴了什么隐藏修为的宝物。他们的对话呢，也没有避开江掌门，看着他那自信的样子，陈哥都有些同情了。你就指望靠他们扳回场子吗？那这次你再想逃，恐怕不太可能了呀。逃？江城，你无知的样子真可笑。你以为现在还是当时的那个年代吗？啊，井底之蛙，根本不知道真界是什么吧？也不知道地境之上还有什么吧？嗯。他缓缓亮出了手中的3阶真气，得意的在江城面前晃了晃。认得出这是什么层次的宝物吗？嘿，你什么都不懂，你都落伍了，你知道吗？以为自己会做9阶仙气了不起吗？实话告诉你，9阶仙气如今在我面前那就是破铜烂铁。他也是憋了太多年了，
无数次幻想着重新见到江城之后会是多么激动人心的碾压场面。这些话在他的心里已经演练过无数次了。成哥瞧他那激动的模样，都不好意思不配合一下了，于是呢假装赞叹：哇哦，看来你见了不少世面了，哎呀难得呀。暗基有些恼火了，这不是他想要的反应，他甚至觉得自己这个叉装的有些明珠暗投了。对方太无知了，压根不识货，都不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于是呢，他朝那地形五重高手以及其他真界高手使了个眼色：你们在外略阵，防止他逃走，我要独自教育教育他。心魔当然要亲自解除呀。说完，他晃了晃手里的兵器，朝着陈哥桀桀一笑：江城，我也不欺负你，免得你说我胜之不武。哎，只要你能在我手里坚持半刻钟，那我就罢手。这话其实留了空子了，我罢手不代表其他人罢手啊。不过陈哥也不计较这点文字游戏，为了配合对方装叉节奏，他还真的没有抽出自己的寒叉兵剑，而是掏出以前在仙界用过的兵旗仙剑。我也可以给你半刻钟的时间逃走，如果你能逃得掉，我也可以放过你。这次不光暗基，其他人也都哄笑起来。看到江城的兵器，他们彻底放心了，这层次也太低了吧，真气年代了，你居然用了仙气。尤其是暗基魔帝更是差点笑出眼泪了。哎，江城啊江城，大言不惭这点你是一点没变啊！拿着破铜烂铁，你给谁给你的自信呢？还给我半刻钟逃走？他都有些无奈了，自己现在的层次太高了，以至于江城都理解不了自己强在哪儿，感受不到恐惧。哎呀，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暗基叹了口气，他忽然觉得有些萧瑟了，自己一直心心念念的最大仇敌，如今只是个笑话。来，江城，来，我先让你三招啊，让你体会体会什么叫做令人绝望的差距。在他看来呢，江城最多也就地境2、3重的实力，而自己现在地境4重，大境界的差距，他想破自己的防都难。曾经的大敌哼哧打半天，撼动不了自己，这是何等羞辱呀！江城差点一口水喷出来。你确定要这么玩吗？确定。他现在飞龙起点，哎，就是玩，哎，想怎么玩怎么玩。陈哥叹了口气，那行吧，你这么客气，我不满足一下说不过去了。你废话少说，来吧。真来了？来！陈哥挥出了兵器仙剑，数之不清的兵灵呼啸而出，瞬间抽空四周其他规则气息。暗基魔帝感觉自己好像突然被人扒光了，丢在了冰天雪地里。明明周围还有那么多队友，却莫名的无助。他觉得不对呀，刚想抬起剑挡一下，整个人唰呜一下倒飞出去了。本集第939集，你们的真界不咋地呀！暗基魔帝重重摔在远处，他在阴之真界进化提升过的仙体已经被刚刚那击彻底摧毁了，才刚掉落下来就哇哇的狂吐鲜血，一身仙力顷刻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刚想挣扎爬起都难以办到啊！以成哥的实力，一道惊魂冲击就能够轻松杀死他。只是暗基魔帝不是要玩吗？那就多玩一会儿。暗基魔帝哆嗦了手指指着成哥，满眼除了怨恨就是难以置信的。他总算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从云端跌落到泥土之中。仙体被毁，除非有大能出手配合珍稀的宝物才有机会恢复，否则呀，他这辈子算是废了。成哥一脸无辜摊手，是你要我先出手的，我也没想到你连这招都挡不住呀。这话一出呢，又恨又怒的暗基魔帝只觉得无比的荒唐和尴尬，一口血再次喷出来。成哥还挺关心他，哎，你悠着点啊，你再喷可失血过多了。你怎么可能？他完全想不通，自己可是去更高层次的世界进修了上千万年，如今地境4重的实力，规则感悟程度远超从前数倍，仙魂已经在朝着御魂进化，拿着的还是比仙界高级的多的3阶真气，打一个已经被时代抛弃的仙界小土著，怎么会失手呢？其他人也终于反应过来了，此人也是艺术，他不是地境2重，至少地境5重。该死，这破地方怎么会有这种人？得认真起来了！来自阴之真界的一众高手都亮出真气，一身仙力鼓荡。阴之规则将这片区域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令人望而生畏。不过呢，身处其中的江掌门毫无压力，他没接触过阴之真界，但各真界的实力境界划分差不多是一致的。
阴之真界的地境五重也不会比冰之真界的地境五重强，而地境五重在他面前那只能算炮灰了。后方传来暗击魔帝带着强烈怨毒色彩的咆哮：杀了他，碎尸万段！他后悔呀，早知道应该先让其他人上，直接一波围攻就是了，你偏要玩什么亲自出手。陈哥笑眯眯看着对面那为首的地境五重后期：你们也有半刻钟时间，我可以让你们先逃半刻钟。反正以他的实力呢，就算这些人先逃1个时辰，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不是要玩吗？那就接着玩呗。为首那人听到这句话，眼内浮起了一丝轻蔑。我不知道你从哪儿得到特殊的机缘，以至于突破了位面极限，但外面的世界超出你的想象，你这种低等世界出来的人永远不会明白，是吗？那你们倒是快点让我见识见识呀！上！为首那人一声令下，旋即一刀轰来。这一刀轰出，浩瀚的阴之力化作灰蒙蒙的长龙呼啸而来。沿途无论是冰霜草木还是山石泥土，全都像是被覆盖了一层雾气，变得无比的诡异。它们的内在结构已经被改变了，这就是阴之力的霸道之处。表面看没什么，实际上早就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了。而面对着攻击，陈哥只是挥了挥袍袖，随后呢，漫天阴风骤然停歇，之前那层云雾消散于无形，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甚至就连那些死物的内在结构也因为这轻轻的一挥而变了回来。这种手段堪称神乎其技。没办法，陈哥拥有的玄文可不止冰之规则一种，阴之规则的反面阳之规则同样也被他修炼到第10重了，这个层次比对面的地境5重还要高呢。如果在阴之真界，那江掌门的阳之玄文没有阳之本源支撑，还压制不了对面。但这里是仙界，阴阳火冰4大真界目前都和仙界接壤的，那4个本源也都过来了。在这里他的玄文是能够借用到这4大本源力量的，而今后多来一个真界，他的玄文就能多一个本源支持。可以说呀，仙界就是他永恒的主场。阳之规则，你去过阳之真界？那地境5重首领面色一变，那可是他们阴之真界的死敌呀！看来不除掉你是不行了。阳之真界竟敢渗透到这里，这违反约定了。成哥懒得管他们各真界之间什么协议，他只是淡淡的说着：你想的太多了，还是好好想想当前吧。什么当前？那为首之人忽然意识到不对，他身边身后其他人呢？咋没声了呢？甚至气息都感知不到了呢？他豁然回头，顿时面色大变了。就见地上几百名队友，无论地境5重4重，还是从前圣殿的准帝魔帝，此时全都倒在地上，一点生息都没了。他们的表情还保持临死之前的状态，没有惊慌，没有恐惧，有的人甚至还挂着冷笑。也就是说呀，这一群人的死是在一瞬间的，临死前别说反击了，连反应都来不及生出。不光如此，杀死这些人连战斗波动都没有，自己这个在场之人甚至都没有察觉到，这怎么可能呢？一阵寒意从他的脚底直冲头顶，令得他浑身激灵灵一个冷颤。这是何等手段？你究竟是何人？这一刻呢，来自真界的高傲轻蔑早已荡然无存，他剩下的只有极致的恐惧了。看来你们这外面的世界不咋地呀。成哥刚才只是用精魂冲了一下，那些地境4重3重连御魂都没达到，当然是毫无抵抗力了。不是说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吗？结果你们的真界就这？后方暗击魔帝彻底傻眼了，他现在连仇恨都生不出来了，有的只是深深的绝望无力。这个人以前在仙界称霸就算了，现在仙界都被降维打击了，他怎么还这么强势呢？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怪物呢？本期第940集，专业的赤阴功。眼见江掌门一步步紧逼，那名阴之真界的地境5重彻底慌了。现在不是他们怎么杀死成哥的问题，而是他自己怎么活下去。你不能杀我，我来自赤阴宫，你知道天尊吗？我们赤阴宫有天尊坐镇，杀你只需要吹口气，我身上被种下了魂印，谁杀我就会被沾染上魂印标记，没有几个月都炼化不掉的，到时候无所遁形，必定招来赤阴宫的报复。他不这么说，成哥还没什么感觉呢。他甚至一路打算放掉一个，让对方回去搬救兵，继续来送经验包的。结果对方的意思，杀了他有同样的效果，那就好像没有留着的必要了。成哥都笑得合不拢腿了呀，不是合不拢嘴了呀。你们赤阴宫的服务还挺周到的嘛。眼见他没有罢手的意思，那名地境5重更加绝望了。你区区一个人，绝对挡不住赤阴宫的大能的。他话也没落，纪凌寒等人总算找来了。掌门，怎么了？界主，他们是谁啊？那名地境5重傻眼了，刚说你才一个人的啊，结果对方来同伴了。
他这一打灵境界，纪凌寒、钟离轩地境6重同样在他之上，看不穿。而最让他惊恐的还是那2名冰原谷的地境8重，同样是看不穿的境界，但那强者威压实实在在，那感觉就像是面对宗内那些核心长老一般，无比的可怕。你们怎么可能？你们是冰界！他终于反应过来了，而后方暗击魔帝早就崩溃了呀。原来江城也有其他真界的高手作为部下，而且比自己还强。这么一比，他最后一点牌面没了。成哥也懒得继续玩了，一道惊魂冲击把这俩人彻底灭了，这才总结：没什么，一点点小杂鱼。有纪凌寒等人在身边，他不用亲自收拾战利品。4名飞仙门弟子很熟练地收捡了起来。2名地境8重，韩文和段月却有些担忧。此人似乎是阴之真界的宗派门人，杀死他们会否引起不必要争端呢？按照公军师的部署，接下来兵界上下要低调闷声发大财的，尽量避免和其他真界发生冲突。成哥一瞪眼，那别人都冲我脸上了，我身为兵神，我得认怂吗？没有。2人心头暗暗腹诽，以你的实力，要避开也不难吧？实在不行，稍微斩留一下惊魂，对方也会识趣的退去了，你完全没必要吗？却不知成哥正在观察刚刚那人所说的魂印标记呢。干掉那名地境5重之后，他身上确实多了个不起眼的标记，向着某个未知之地照示着他的位置。不过这标记好像不咋地，他感觉自己随便一下就能抹掉了，哪要炼化几个月呀？想到自己如果抹掉标记，那什么赤阴宫就找不到真凶了，那岂不是世上多了一桩无头悬案呢？连累了仙界的破案率也随之下滑，那可不好。于是呢，他小心翼翼地保存这个标记，避免它消失。等了一会儿，纪凌寒等人终于收拾完了战利品，然后主动交给飞仙门仓库管理员江掌门。成哥心满意足，大手一挥，出发去蛮界。此时蛮界这边早变得人满为患了，仙魔妖死灵这几界都有大批人逃过来。虽然阴阳火这3大真界的高层对仙界土著没什么心思，也没兴趣征服统一一群他们眼中的蝼蚁渣渣，但他们时常在仙魔2界开战，离得近会被溅一身血。何况呢，3大真界高层对仙界土著没兴趣，衣锦还乡的九绝和暗击却很有兴趣。这俩人回来之后那嚣张啊，恨不得把以前在成哥那受的气全都撒在6界仙人的头上。目前除了一些修炼阴阳火3系规则的仙人悄悄进入了3大真界，选择加入那边的宗门之外，其他人呢基本都是连躲带藏的。如今地境6重的망野已经是6界救世主，妥妥的仙界之光，只不过在周围队友眼中，这道光啊经常会莫名其妙的消失。诸位仙帝魔帝妖帝此时都有些焦急。你大哥又闭关了吗？不是，他怎么老闭关呢？九绝最近要打过来了。망野到底在什么地方闭关？我们叫他去，别又姗姗来迟了呀。被他们追问的几个蛮界大帝则是一脸不耐烦。慌个屁！俺망野大哥作为最强战力，肯定会在最关键时刻出场，放心吧。至于在哪儿闭关，那是机密，不能泄露。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最近这上千万年他已经莫名其妙失踪过几十次了，每次都说闭关，他们也就信了。哪知道这哥们儿其实每次都是到励志真界副本加油练习去了。有那么一次呢，对面的九绝仙帝带着阳之真界的高手大举进攻，他没来得及赶回来，最后6界联军这边的仙阵禁制被对面破了个干净，死伤惨重，不得已东躲西藏到了其他的域界，一直拖到망野回归才再次稳住了阵线。众人很担心这次会不会又出现主将不在的绝望局面。青龙大帝转转眼珠，暗戳戳地说了：你们大哥这次闭关了足足3万年，不会已经出事了吧？你胡说八道！蛮界诸位大帝恼火，我大哥不可能出事，他再次出场定能横扫对面。一个老龙，你净说风凉话，梗人。老龙叹了口气，他要是再不回来呀，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了。表面上他很忧心接下来的战况，和其他人一样满脸绝望，实际上他内心跃跃欲试的，巴不得马上开战呢。因为就在几十年前，他的实力莫名其妙的提升了一次。那次是成哥将速度和水之玄文提升到第10重，连带着他也飞速的提升，具备了超越地境3重的实力，甚至能和地境4重稍微交交手了。本集第941集，망野的小心思。最近几十年一直无战事，青龙大帝也没地方显摆，而且他平时呢还故意藏着掖着，
就等着下次开战一鸣惊人，好好装个叉了。尽管打不过对面的地境五重，但要是战术运用得当，没准能直接把九绝先帝给斩了。到时候对面散去，危机不就自然而然的解除了吗？而自己不就成了比王爷还要出风头的6届英雄了吗？想到这一幕呀，老龙都快湿了呀。而除了他和苍灵之外，还有一位打破了位面极限的，就是妙宇了。重回地境的他，由于轮回了5次，底蕴超越所有先帝，倒也具备了地境3重的战斗力。不过此时呢，这位天书阁的总会长高兴不起来。这样也不是个办法，我们不能干等下去，我们该想办法自救。最近这100万年，忙也不在。其实大部分时间6届高手都是由他这个轮回先帝在组织的，6届之间或多或少都有过节，何况连族群都不同。唯一一个能让所有势力都接受的，也就是曾经中立的天书阁了。他一发话呢，其他人也没得意见，就连蛮界几位大帝也是甘心听指挥，这让青龙大帝有点小不甘呢。风头全被妙宇这个女人抢去了，不过没关系，后面开战就轮到自己表演了。这老龙为了制造后面一鸣惊人的效果，一边准备还一边故意唉声叹气呢。哎呀，这战麻烦了呀，实力差距太悬殊，咱们需要一个英雄啊。他一边说着，一边捋了捋自己的龙须。如果这个英雄能斩杀9绝先帝，此为必解，就是不知道谁能站出来了。你这不废话吗？你关键是做不到啊！鲲鹏、白虎等妖帝都懒得搭理他，冰凤大帝更是不耐烦。玄冥，你能不能别念经打击我们的士气了？烦不烦？青龙大帝讨了个没趣，就有些郁闷了，只能暗暗撇嘴。等会儿你们就要对本大爷的战斗力佩服的五体投地了。而就在他们紧锣密鼓的忙碌备战的时候，远处一条空间裂缝，忙也乐呵呵的看着他们。这老兄呢，其实1个月前就回来了，只是故意藏着没出现。满打满算的，距离他发现烈之真界已经过去了1100万年了。这些年，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边练级，他自然玩不了暗击魔帝那种加入宗门勾心斗角的复杂操作，也没法像成哥那样不怕死的莽冲莽撞。把烈之真界当成练级副本的他，走的是单机游戏的路子。烈之真界的人被他分为2类，一类是无害的 NPC， 一类是能够提供资源的野怪。每当陷入重围穷途末路时，他就及时逃回蛮界回血，就像拔网线强制掉线一样，恢复差不多了，资源也消化掉了，再进练级副本闯一闯，往复循环，玩的是不亦乐乎呀。老实说呀，这种操作成哥还真玩不了，毕竟进入各真界的人那么多，也就忙也能随进随出。100万年前，阴阳火3大真界相继出现，打破了仙界的平衡，蛮界自然也受到冲击了。那时地境5重后期的他挡住了9绝先帝以及他带来的一些阳之真界的高手，意外的成了6界许多仙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但他的压力也大呀，9绝先帝才地境4重，在盲野眼里不算什么，但他和暗姬一样带了几十位阳之真界的高手，那些人中有3个地境5重，如果不是当时临战突破到了地境6重，盲野挡不住这些人。按理说呢，地境6重斩杀3个地境5重是轻而易举的，但盲野吃亏在仙界没有力之本源。双方打了几场没能分出生死，这样就暂时的对峙了起来。什么？盲野为什么不把进入3000真界的入口告诉其他的仙妖魔帝吗？这样大家都提升了，不是能减轻他的压力吗？即便大家都回不来，那也逃到其他真界，起码安全了呀。很可惜呀，这个最优解从一开始就被盲野给忽略掉了。自己一个人当救世主，天天一堆人围着自己转，把自己夸上天，多爽啊！要是所有人都能进入各大真界了，那自己就没那么特别了。对他来说，拉风才是最重要的。这次练级归来，他突破到了地境6重中期。他这可是在没有宗门培养、没有前辈提携、没有进入冰原谷那样的宝地，而且举目皆敌的前提下做到的。这种突破速度，足以将以1年突破到地境6重的绝世天才魏山秒得渣都不剩。这老哥现在信心满满，有把握一举将9绝那帮人彻底干翻。但是呢，他偏偏要藏着，这原因简单，他也是为了装叉呀。仙界3大逼王，除了江掌门和老青龙，那剩下一个就是他了。故意不出现，让队友担心，最后变得绝望。然后老子咵嚓从天而降，力挽那个狂澜呢。这种操作，陈哥恐怕都干不出来，但是呢，盲也能干出来。下方指挥众人布置防线，累得心力交瘁的妙宇根本就不知道，己方阵营此时有2个装叉佬蓄势待发。突然之间，四周警兆大作，附近10几名仙帝面色一变，不好，最外围预警限制已经被突破了，敌人来了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啊！第2道也亮了，怎么会这么快？第3道，快去结界，快进入阵眼！妙宇心头无比沉重，
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依旧镇定自若地指挥着附近的先帝妖帝们布置仙阵。老青龙激动地探出脑袋，裂缝中的蛮野也摩拳擦掌，等了最佳出场机会。而这时呢，前方忽然飞来一道身影，还没等他们的大阵亮起，就直接闪到妙宇面前，一把抱住他。妙宇心头一慌，正要出手呢，就听到熟悉的声音：“咦，好久不见呢，我回来了。”成哥又一次将纪凌寒等人抛在了身后，没办法，他想早点见到自己人。江丑，我的天，江丑！大阵中所有高手都惊喜地涌了出来，尤其是妖界高手，那更是激动万分呐！妖主，妖主回来了！哎呀，这下有救了！本集第942集，白装了。苍灵第一个冲过来，见面就开始数落了：“你这些年死哪里去了？不告而别，而且还一点音信都没有，你到底想干什么？”他在成哥心目中的地位极其特别，看到他安然无恙呢，江掌门松了口气：“啊，是，我错，我这不回来了吗？啊！”其他先帝妖帝也纷纷围了上来：“妖主这些年究竟去哪儿了呀？现在讨论这个不是时候吧？九绝马上杀过来啊！对，该好好想想怎么破敌呀。对了，江掌门，你如今是何等境界，可有破敌之法呀？”尽管九绝那边是更高位面的强敌，但他们对江城还是抱着一定期待的。毕竟1000万年之前，他创造太多奇迹了，没准这次又能呢。还没等成哥开口呢，妙宇就连忙将敌人的情况报了出来。九绝先帝去了名为阳之真界的地方，那边高手如云。九绝这次带来的人，包括3个地境5重，其中有1个还是后期。对了，你知道什么是地境5重吗？成哥苦笑的点点头，哈，算是知道吧。那就好，看来你也知道这个境界的意义了。除了3个地境5重，那边还有25个地境4重。哦，还有当年仙盟的一些残余高手也重新投奔了九绝，如今我们的情势很不妙。面对众人那满是期待的表情，成哥摆手：“放心吧，看到了我，你们就不用担心九绝先帝那个小渣渣了。他来路上呢，已经顺手把九绝那群人全灭掉了，整个过程与暗姬那边也是差不多的。九绝同样也是仇人见面，激动无比，然后自以为飞龙起点输不了，最后被他直接横扫碾压了。只是因为担心这边遭遇其他敌人，他才留下纪凌寒等人慢慢的收捡战利品，自己一个人开了传送阵，提前闪了过来。大阵都撤了吧，没必要了。”众人面面相觑，你这太不把对面放眼里了吧？啊！憋着劲儿等着战斗中装叉的老青龙，终于是忍不住了。今天本该是自己当主角的日子，怎么这小子冒出来抢自己的风头呢？小子，你是不是没睡醒？你真的知道地境5重意味着什么吗？啊，知道啊，不就是被自己直接秒的炮灰吗？你知道个屁！那可是远远超过了当年仙界极限的境界。咱们仙界当年连个地境3重都没有，你明不明白？他拍了拍成哥的肩膀，语重心长：“你消失这1000万年，时代变了，待会儿好好看，好好学，不要乱出头，免得做了炮灰。出风头的任务交给哥就行了。”成哥哭笑不得呀，他娘的啊！你的台词怎么跟暗基魔帝差不多？你到底哪边的呀？行了，九绝都已经死了，没你什么事了。全场突然惊了，苍灵第一个惊喜的追问：“九绝真的死了，被你杀了？那他身边其他的人呢？”“也都死了。”“我的天啊，这都能被你做到？这太不可思议了吧！”苍灵妙语并不怀疑他的战绩，只要他亲口说出，那就一定是真的。于是二女大喜过望，激动之余一左一右给了成哥一个吻。哎呀，这成哥这仗啊没白打呀。不过呢，其他人就没他俩这样的信心了。九绝死不可能，哪能那么简单？他们对江城抱着一定期待，但是一个人杀光对面全部，不太真实啊。地境5重神威盖世，怎么可能杀得死呢？这扯了吧？青龙大帝更是摇头失笑：“小子，你省省吧，才刚回来就荒炮战功，这要不是妖主呀，那可是要被严惩的。”甚至盲野都忍不住从空间裂缝钻了出来。其实看到成哥出现，他就想出来了。当年决战输了，场子得找回来呀。但为了所谓的关键时刻出场力挽狂澜，他硬生生忍住了。直到听到敌人被灭，这老兄藏不住了：“你说什么玩意儿？九绝和其他人被你杀了？”自己正是实力大进、蓄势待发的关头，敌人要是全都被灭了，那自己还表演什么呀？表演个寂寞吗？看他突然冒出来，诸位先帝也是喜出望外，尤其蛮族那些大帝：“大哥回来了！这下有救了！盲野大帝出场稳了！必须的嘛！这次我们不光有盲野，还有江城，绝对没问题！”可怜的青龙大帝从一开始就没被大家算在内，算是白装了。
被大家这么一夸呢，王爷的心情好了一些，但关键的问题还是得搞清楚。你说，你灭掉九绝贤弟这批人了？啊，对啊，他其实都猜到王爷原本的心思了。不过对不住，一山不容二虎，一届只能有一个逼王，哥回来了，你的舞台 C 位就该交出来了。全灭了？必须的嘛！我不信，你也就地境6重初期，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把他们全都灭了？他作为地境6重中期，是全场唯一一个能看穿成哥修为的人。他自己地境6重初期时就灭不掉那边，甚至一个都杀不死。不过呢，他显然忽略了这句话的杀伤力。地境6重，原本还对陈哥不以为然的老青龙脸儿都绿了呀！他娘的，这小子这么强吗？其他人也差点被惊得跳起来。哎哇，原来江掌门都6重了！妖主万岁，妖主无敌呀！原本一些不太相信陈哥战绩的人，现在因为王爷的话反而相信了。难怪他能灭掉九绝呢，6重打5重妥妥的啊！枪举敌手，谈笑破敌，不愧为江掌门呐！要不咱们说是6届第一高手呢？本集第943集，我的境界比你有用点。王爷傻眼了，他说江城地境6重冲击是想证明他办不到，结果呢，这些人居然因此相信了江城了。这老兄可不接受这种事情啊！向来懒得搭理其他渣渣的他，不得不耐心的帮众人科普一下敌人的强度。你们傻了吗？地境6重初期根本做不到那种战绩，对方3个地境5重，你们以为地境6重初期就能灭掉了？啊，这边没有对应的本源，知道吗？没有本源支撑，就算高一个大境界，也发挥不出太大威力。实不相瞒，我之前也是地境6重初期。听他这么一说，众人再次惊了。之前数次和对面激战，王爷从不说自己什么实力境界，毕竟6重打5重没赢，挺没面子的。他们其实直到今天才知道，王爷居然比对面高了一个大境界。你都这么强了，这可是远远突破仙界的极限呢！我一直以为王爷大力才地境5重呢。聚光灯再次照回到自己这边，王爷的心情那个爽啊！他拍着胸脯，我以前地境6重初期，对面一个都杀不死，他能全灭，那想想也不可能啊！想灭掉对面，必须要有更强的实力。比如我现在6重中期了，还有那个励志规则的宝物莫名其妙的提升了，就可以逆转战局了。哎，你们待会儿就瞪大狗眼看我的表演吧。他还得意的看了一眼陈哥呢，小子，虽然你也去了冰之真界进修过，但你现在已经被我拉开差距了啊！他这么一说呢，众人又开始怀疑起陈哥的战绩了。王爷大帝言之有理呀！啊，看来这次不能掉以轻心呐！就在此时呢，远处又飞快飞来了几道身影，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呢，几人就落在陈哥面前了。纪凌寒、钟离群，你们也来了？魔界、妖界许多人还是认识他们的。而4名飞仙门弟子来了之后呢，也来不及寒暄，第一件事就是将之前收集的战利品交给江掌门。这一交啊，众人都合不拢腿了呀。他们之前和九绝那边对垒过很多次，自然是熟啊。这不是九绝用了什么神器吗？怎么到你们手里了？还有这不是那个地境5重用的兵器吗？还有护甲，天都在，都是真气。难道？众人总算再次想起了陈哥刚才说的话了，连随身配件和护甲都给扒了。那这些宝物的主人什么下场还用猜吗？面对他们的震惊的眼神呢，陈哥虚按双手，他故意斜了王爷一眼，笑眯眯了。哎呀，这些微不足道的战利品，就是我刚刚全灭对面之后得到的，不好意思啊。我的地境6重初期好像比你还有用一点。王爷脸都绿了呀，而其他人彻底炸锅了。竟然是真的！太好了，九绝被灭了！哎呀，江掌门威武呀！不愧是江掌门，一出手就是毁灭大境。妖主是6界无敌的，哪怕其他真界来也白搭呀！别的吧，反正一顿恭维呀，那马屁跟不要钱似的。他们这些年也是被压得太狠了，面对外面真界的降维打击，那谁能不绝望呢？现在敌人被扫灭，那激动兴奋难免的。不过呢，王爷就高兴不起来了。什么玩意儿啊？敌人真被这小子全灭了？那怎么能行呢？自己这阵子实力踏进，故意藏在暗处，就等着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呢。结果呢，狂澜被这小子提前给挽了，敌人都没了，那自己提升实力嘛给谁看呢？没地儿表演了呀。现在大家都围着江掌门，就连他蛮界的几位大帝都不例外，他已经被华丽的无视掉了。你地境6重初期干不掉敌人，那是你的事儿，人家实打实的干嘞，对不对？关键时刻就是江掌门靠得住，某些人就是靠不住，你说你气不气呀？王爷都快憋闷的吐血了呀！除了他，青龙大帝也是萧瑟没落。
他有点后悔前阵子隐藏实力逼了不说了，现在说出来没啥震撼的了。啊，你能和地境4重一战了呀？还行，凑合吧啊，应该勉强够格当江妖主的跟班了吧？全场陷入了欢呼的海洋。很快呢，外面6界那些仙王、仙尊、金仙们也加入到狂欢中。看到大家高兴，成哥有一种自己成了救世主的感觉。盛大狂欢之后，众人也注意到了他身后的2个兵族人。哎，这2位是谁？看起来不像仙界中人呐，难道是江掌门的朋友？灵界其实也有兵族，但一个地境没有。显然这俩人不是灵界中人，何况这2人的境界大家都看不穿，一时间心头都有些惊异不定。啊，他们是冰之真界的，我这些年去了冰界，他们算是我的部下。部下？原来江掌门去了冰界，而且有了部下了。这下众人更加震撼了，看成哥的眼神都带上了迷弟般的崇敬啊，那架势就像是出了一次国，带回来2外国管家似的。只可惜呢，他们的境界相对于新系统来说太低了一些，提供的声望值只是杯水车薪。看来江掌门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呀。哼，他警局暗机有外面的帮手，咱们现在也有了，还是江掌门面子大呀。众人内心的安全感大增，盲野呢更郁闷了，风头真被这小子出光了，自己在励志真界哼哧练了那么多年级，部下是不可能有的，敌人倒是一大堆。看着江城身边如同保镖一样坐着的2兵族高手，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呢。暗暗想着，下次去励志真界，是不是也要抓几个地境3重4重带回来长长牌面呢？境界低没事，那好歹也算是国际友人不是吗？也甭管有没有用，能唬人就行呗。本集第944集，神兵利器。江城也没想到带俩其他真界的跟班也能引起轰动，于是呢，他朝着韩文和段月挥手，示意他们打招呼。对2位地境8重的高手而言，眼前这些人不过地境1重2重，有些人甚至连地境都不到，只能算是蝼蚁中的蝼蚁。不过呢，这是兵界之主的意思，他们自当配合。2人连忙起身，朝着众人拱手。幸会幸会。众人看不穿他俩的境界，也只当是和9绝仙帝身边几位地境4、5重一样的帮手，连忙纷纷起身。幸会，欢迎兵界道友来我们仙界呀！兵界同道的到来，让我们蓬荜生辉呀！他们把这俩人当成兵界的帮手，那好话是一箩筐的往外冒。有些仙帝魔帝甚至都生出了交好兵界、找个盟友的打算了，就是不知道兵界看不看得上仙界这边。终于安顿下来后，陈哥立刻问出了心头的疑惑：咱们苍龙谷呢？怎么不见了？难道是被你们搬过来了吗？苍灵露出了罕见的无奈。苍龙谷是天然的洞天福地，我想搬也搬不走啊。冰凤大帝叹气：我们的凤巢是被仙母收走的。仙母？他又干什么了？150万年前，第一个入侵我们这里的真界是火之真界，他们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兴趣，但他们却盯上了天道。那段时间，天道极度不稳定，经常出现逆反循环和规则混乱。然后呢？可能是天道顶不住了，仙母不得不出手了。青龙大帝也挤了过来。原来我们3大龙谷，凤族的凤巢、蛮界祖地、圣殿冥河、天剑山、4界长生洞、长明殿的仙光崖等13处天然宝地，竟全都有特殊之处。什么特殊之处呀？你猜呀？不是你猜个毛啊！再想想还配合一下吗？我猜这些地方内部不有上古大阵。错，再猜。臭不要脸的啊！他想继续吊胃口呢。鲲鹏大帝直接抢台词了。哎呀，这些特殊宝地竟然是一件件神兵利器啊！还有这事啊？那这些神兵利器什么品级的？6品真器吗？他已经算是往高了猜了。妙语摇头，应该比6品真气还高，因为收回那13件神兵利器之后，仙母就接着天道之力挡住了火之真界一批尊者和天尊的侵袭，之后阴之真界和阳之真界的大能过来，也依旧没能攻破。他们可都是拥有6阶真气的，可想而知，那13件神兵利器是有多强。众人七嘴八舌，可把青龙大帝气坏了呀！还想在这小子面前显摆一下呢，结果你们提前把答案说出来了，而且现在大家又一次把他挤到后面，完全无视他的存在。成哥表示自己被刷新认知了，这么猛搞了半天仙界原本有这么多高级的宝物呀！可不是嘛。苍灵也无不遗憾，咱们苍龙谷和另外2个龙骨化作了3颗连在一起的珠子，据说那3颗珠子一出，境界9重都会自动魂体分离，受3光照耀，简直神妙无双。可惜啊，咱们以前不知道3大龙骨是宝物啊，要不然
当年妖仙大战祭出来，哪还有仙魔两族什么事儿？几名来自仙界的仙帝提出了反驳。那可不一定，你们妖界有那种神兵，我们仙界也有。不说别的，就说天剑山和地剑山组成那把剑，就杀伐无双好吗？不错呀，我听说第一个陨落的尊者就是被那把剑斩杀的，一剑出天地变色，在阴之真界和阳之真界展开了一条天堑，100万年过去，毁灭之力至今没有平息，地境8重之下无法活着越过去。哇，这么厉害呢！那几名仙人傲然昂首，那把剑绝对是天地间威力最大的一把剑，超越一切仙宝和真迹呀。他们说的这把剑好像出自仙界，所以仙界就最强，而自己也很自豪似的。不过这话呢，显然不能被其他界认同。蛮界几位大帝不信，我蛮族祖地化成那片战海，那把剑就算轰上1亿年也轰不开。还有我死界，我们灵界。一时间呢，各界高手居然攀比起来了。成哥一脸无语，不过呢，这确实让他大开眼界了。他悄悄传音问韩文和段月：“你俩知道那13件神兵的传说吗？”两人皱眉思索许久，最终呢，一脸茫然的摇头：“没听过，恐怕是当年原仙界的宝物，只有问冰极天尊老人家才能得知了。不过听他们形容的威力却是超越了我们的认知啊。”成哥心说，隔得这么远，没法传讯问呢。算了，过段时间直接问问仙母本人吧。他正想着呢，外面忽然有人飞快的闯了进来。不好了，敌袭！又有外界高手杀来了！原本喜气洋洋的众人顿时面色巨变。难道九绝没死吗？正在众人乱作一团，成哥打算闪亮登场时，一道高大魁梧的人影突然窜了出来。你们放心吧，这次交给我就行了。定睛一看，不是盲也是谁呀？此时人人不是惊慌就是担忧，唯独这老兄啊，满眼都是藏不住的喜悦。哎呀，总算又有敌人来了啊！之前敌人被江城提前灭了，白瞎了自己隐藏实力了，震撼全场的效果完全没达到啊！原本还以为接下来要低调很长一段时间，没想到新的机会这么快上门了，真的是太好了呀！瞌睡送枕头有木有啊？都还没等妙宇安排阵型战术呢，也没等摸清敌人虚实呢，他就迫不及待冲了出去。本期第945集，欣喜若狂的盲野。众人连忙跟上，就见远处天边黑压压的乌云以极快的速度朝这边覆盖，并不是阳之真界，阴之真界，难道是暗极魔帝那几个杂碎过来了吗？众仙帝议论纷纷，而成哥身后的韩文和段月则不约而同看了他一眼。果然呢，杀了对方的人不可能没报复的，怎么办呢？俩人不傻，当前这批敌人或许不可怕，但可怕的是后面杀了一批再来一批，迟早会出现兵界都无法抵御的强敌的。要不我们还是抽身而退吧，这趟浑水不能趟啊！成哥压根不在乎他俩的态度，他甚至巴不得这俩人永远别出手，免得抢了自己的风头。正愁没借口让他俩在后面藏着不出来呢。行，你们俩在这待着就行啊，我去就回。刚才杀死九绝内战没发生在这里，仙界这些父老乡亲都没看到自己大展神威的场面呢，这次可得好好表演一下了，再增加一下自己的牌面。说完呢，他也一脸欣喜地飞向了前方战场，留下韩文段月还以为他是生气自己二人不出战，所以冷笑了。二人面色一变，慌了呀！江城可是冰极天尊亲自认证的冰界之主，面对敌人居然让冰界之主主动独自面对自己是为部下躲后面，这成何体统啊？惹他不高兴，后果会是什么呢？一旦他将来成了冰神之后不罩着冰界，那自己二人就是冰界的千古罪人两人齐齐看向对方，都看到彼此眼中那抹慌乱和不安，不能在后面待着。而这时外面第一个冲出去的盲野已经正式和对面接触了。对面领头是谁？出来受死！这老兄捏捏拳头，连敌人不是九绝那边的阳之真界都忽略掉了，反正他现在就是要一场证明之战，不管敌人谁都行。对面阴之真界这次就来了100多人，不过实力可不是先前九绝暗击那2批人能对比的，光是地境5重就60多个，地境6重8位。暗击等人被杀之后，成哥身上出现了标记，赤阴公自然不可能放过。宗内尊者直接一个大传送术，将这批门人以最快的速度空投过来展开报复。出发之前他们还以为敌人是阳之真界呢，追到这里才发现居然是仙界土著。仙界土著怎么能杀死那批门人呢？他们纳闷呢，忙也冒出来了。地境6重，赤阴宫一些人都被吓破胆了呀！土著能修到这一步，幸亏这次领头的长老是地境7重初期，要不然呢还真要费一番手脚。望着后方飞出来仙界各位观众，忙也顾盼自豪，他的斗志更加昂扬了，指着对面大声挑衅：领头的是谁？还不快滚出来！
比我地虫还这么嚣张。另头那位地境七重长老有些纳闷了，难道对方有什么特殊底牌吗？他缓缓飞出，朝着盲野仔细的扫视了一圈，地境六重中期无误，这底气究竟哪来的呢？阁下还真是狂妄啊！盲野也扫了一下他的境界，发现看不穿呢，不由一愣，难道这人比自己境界高吗？不能吧，不是说那三大真界对仙界土著没太大兴趣，不会派多强的高手过来干涉吗？应该是带着遮掩修为的仙宝吧。想到身后那么多父老乡亲看着自己，绝不能弱了声势，他定了定心神。狂妄又怎么样啊？不狂还算什么仙人？老子打的就是你们这些渣渣！哼，哎呀！对面长老的气笑了，他娘的呀啊！活了这么多年，见过嚣张的，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呀！你杀了我们赤阴宫的人，为什么还能这么有底气呢？杀我门人，看样子阁下是不打算给一个合理交代了。啥时候杀的呀？不知道啊。盲野稍微纳闷了一下，紧接着继续拍着胸脯蛮横的说着：啊，是，怎么的吧？你们的人我杀得开心呢，能怎么的？你还想找我要什么交代？你找死啊！后面仙界众人面面相觑，盲野大帝今天是真硬气呀，硬气的都蛮横了。好，盲野大帝牛逼，干他，扬我仙界之威！他们的助威声喊的乘客都一愣一愣的。你们看不出实力差距吗？对面8个地境六重，为首的更强，随便一个都能干翻盲野吧？难道他隐藏了实力吗？对面赤阴宫那群高手差点被气炸飞了呀！阳之真界和火之真界也就罢了，居然连仙界土著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岂有此理啊！好的很呢。为首的地境七重忍不了了呀，呛的一声祭出自己的真气。我倒是要看看你究竟有什么底牌。也许是在烈之真界吃过亏，盲野终于一改以前不用兵器的风格，也祭出了一柄3阶的长棍。来吧，也早就迫不及待了。话音一落，他已经杀上去了，霎时间两人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后方围观仙人那是集体叫好，满界其他大帝是嗷嗷直叫，但江掌门却暗暗摇头。盲野的战斗力在没有力之本源的前提下能发挥到这步，确实很惊艳了。可问题是，距离战胜对面那名七重还是太遥远了。对方来自阴之真界，而阴之本源如今到了仙界，对方还能继续借用，这么一比呢，未免太悬殊了。那名地境七重的长老一开始看到盲野那么足的底气，打得又那么奔放，还捏了把汗呢，打着打着回过味来了，这也就那么回事吗？哼，白白吓我一跳，真他娘的可恨！试探一过呀，他立马放心大胆的进攻了，而这一进攻，盲野撑不住了。这老兄感觉到不对了呀，敌人太强了，说好地境五重等着自己上场一顿爆锤呢啊！本集第946集，早知道把兵籍搬来了。这敌人至少是地境6重后期了吧？盲野还不知道对面是地境7重呢，很快被打得节节败退，浑身是伤啊！唯一还能挺着的也就是神魂了，他的神魂进度居然不逊于对面那个地境7重初期。看到盲野被打成这样，原本还鼓噪呐喊的6阶高手们哑火了，啥情况啊？老兄啊，你好像在被人暴打呀！你刚刚口气那么大，害得我们以为你赢定了，还跟着加油呢，结果你浪费感情啊！而对面那群赤阴宫门人则是嬉笑了，哎呀妈呀，我还当什么人物呢？原来就这样。就这点实力，还敢那么嚣张挑衅我们，简直是不自量力啊！陈哥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再这样下去，盲也得死呀！好歹是队友，而且这些年没有他，6界会死更多人，光凭这一点不能不救。于是他直冲而上，一剑挥向那名地境7重。他这一击是11重玄文带着冰之本源的力量，意义和盲野的地境6重就完全不同了。那地境7重原本追着盲野打，猝不及防之下被这一剑直接扫回，当空就觉得浑身骨头要散架一样，仙力紊乱，就连阴之规则都被一扫而空。随后江掌门一个接引，将伤势不轻的盲野接了回来，全场再次雷动。哎呀，全都是夸江掌门的，就不给你们复述了啊！原以为这扫败了，江城一出现，又来了信心嘞。而对面那群赤阴宫的门人也惊异不定，咋事呢？仙界居然有人能击退地境7重，假的吧？定睛一看，江城也就地境6重初期的境界。为首那名地境7重长老纳闷了，刚才自己怎么被扫回来的呢？另外，这怎么又出了一个地境6重呢？他重整旗鼓，带着身后那8名地境6重齐齐的飞了出来。想不到你们这地方还能再出一位地境6重，不过终归这是蝼蚁的挣扎。他一身地境7重的威压释放，就凭你们2个，
还没资格挑衅我们赤阴宫。原本没把你们这仙界生灵放在眼里，现在看来，哪怕拼着业力缠身，也要灭掉一批冒头的了。今天就是你们的末日。他这话一出呢，后方那8名地境6重以及60名地境5重齐齐释放出属于强者的气息。霎时间呢，仙界这边许多地境呼吸都变得困难了，只觉得整个人都被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云，喘不过气儿。神魂层次的差距更是随时都带给他们致命的威胁。伤重的芒也来不及调息，死死地望着对面那群敌人。不对劲儿，这群人实力强过头了，他们和九绝那群人不是一回事啊，极有可能地境7重啊。听到这话呢，6阶高手更加绝望了。7重，这他妈是我们能打得过的吗？超纲了吧？咋整啊？啊，逃都逃不掉啊！成哥都差点笑出声了。他只是觉得敌人真可爱呀，帮着给这边制造恐惧和压力，这样呢，自己接下来横扫了，装叉效果就显著了呀。他正要往前飞，来一场以一当百呢，身后就传来2声冷喝：“大胆，竟敢对我主不敬！”紧接着，韩文、段月2个地境8重飞了出去，2人一左一右，牢牢挡在江掌门的前方，直接面对对面那群赤阴宫的门人。这俩人没办法呀，以为成哥生气了，所以连忙跑过来主动表现一下，那意思就是哎呀，不用您老出手了，我们代劳就行了。殊不知呀，成哥不想看到这一幕，他懵了。不是他娘的，你俩怎么突然跑出来了呢？不是说好在后面藏着吗？他现在想召回2人也没用了，因为对面赤阴宫的人一看到2位就惊叫了：“高阶兵族，你们是冰之真界的！”感知境界之后，更是吓得为首长老浑身剧颤，这根本深不可测，探查不出境界呀。面对这2人的感觉，和面对宗内那些地境8重高手没什么分别。你们莫非是地境8重？后方6阶阵营这边立刻炸锅了。什么玩意儿？江掌门带回来兵界2位帮手竟然是地境8重的？这是对面亲口说的，肯定错不了啊！短暂的错愕之后，这边陷入到欢呼了。在仙界这批人眼中，地境3、4重已经是足以令人绝望的存在，地境8重想都不敢想，毕竟这重就是一个大境界。那感觉就像是真仙仰望先帝一样，只能默默的在远处听着对方的传说，接近的资格都没有。现在本方阵营突然冒出2个地境8重，可想而知什么心情，瞬间呢腰杆都挺硬了10倍呀！苍灵妙语美眸中也是惊喜连连。真是想不到，这家伙原来还有这2张底牌，这下稳了。如果这2位地境8重的前辈愿意一直给我们撑腰，那我们至少能平稳的在仙界立足下去。听了他们的议论，成哥原本差点气炸的心脏平复了下来。哦，原来这样也能给自己增加牌面啊！啊，你早说呀！你早说把冰级天尊老头也给搬过来呀！什么？他被明爵暗算后受伤了？哪有什么关系？他那里本源还在，天尊规格还有，站出来亮相总可以吧？哇哦，竟然连天尊都能叫得过来，江掌门面子大呀！到时候大家岂不吓得屁滚尿流，纳头便拜吗？哎呀，失策了！你说。本集第947集，故意留着的。韩文和段月面无表情，俯视对面赤阴宫门人。知道我是地境8重还敢放肆，还要诛杀仙界重人，谁给你们的胆子？这话说的仙界这边又是欢声雷动，不容易啊！地境8重给自己撑腰，简直要热泪盈眶了。而对面的地境7重长老在短暂的惊吓之后，却渐渐的镇定下来。我等也不知他们是前辈朋友，得罪之处还请海涵，我们绝无与2位前辈为敌之意。不过他们杀我赤阴宫门人，与阴之真界为敌，总不能没个交代吧？我们没别的要求，只要捉住凶手回赤阴宫处置，还请2位前辈行个方便。韩文和段月面面相觑，真凶是兵主江城啊，让你们带回家，你不要脸了你们呢？2人齐齐沉下脸。你们现在退走还来得及，先前也是你们赤阴宫的人主动招惹，死有余辜，此事到此为止，不要再提。他们终归不想和阴之真界撕破脸，而对面的7重的长老则是眉头一皱。这么一看，我派门人被杀，2位前辈当时也在场了。他开始怀疑之前那些门人的死是不是有这2人插手了，要不然光凭仙界的人哪能杀死几个地境5重呢？莫非你们冰之真界要与我阴之真界为敌吗？这顶帽子扣下来，韩文段月是真承受不住呀。冰界那边冰仙教全灭之后，实力减损大半，还真没有和其他真界正面为敌的底气。2人连忙否认：“我冰界并无与贵界为敌的意思，只是此事完全可大事化小，没必要继续纠缠。”
对面的地形系统立刻听出他们气势不足了，顿时心里有底了呀。原来你们兵界不敢得罪我们阴界呀，那就行了。哎，我比你弱没关系，你不敢动我。于是呢，他态度强硬。如果这事涉及到两界是战是和，你们两个真的能做主吗？不交出真凶，那就等着阴之真界大军开到兵界。如今天道所及，处处皆有阴之本源，我们可不怕深入兵界作战了。后方那些地形六重也跟着跳脚了。没错，大不了两界开战呗，我们死就死了，反正有整个兵界陪葬啊，要干就干，没什么好说的。韩文和段月一脸纠结，现在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成哥呢，差点被这俩货给气笑了呀，实力碾压了都，反而被对方蹬鼻子上脸，你俩会不会玩啊？这要是换成工具师过来，哪怕地境3重都能震慑对方了吧？你俩地境8重被对方镇住了，你这让人情何以堪呢？没办法，兵远古高手常年与世隔绝，这种谈判施压，你退1寸，对方就进1尺的场面，他们非常陌生，专业不对口。啊，行了，这个你们俩这个亮相的任务完成了，枪掌们再次飞出，还不等韩文段业说些什么，成哥就到了赤阴宫众人面前，他大咧咧的承认，那个人是我杀的啊，感知到那个什么魂印标记没有啊？感受一下，我身上呢？那7重长老冷冷一笑，原来是你，你总算敢冒出来了呀！后方那些地境6重也是叫嚣，怎么着？现在知道一人做事一人当了，束手就擒嘛！没有人能动得了我们赤阴宫的人安然无恙。陈哥笑容可掬的摇摇手，啊，不是，我只是告诉你们，其实呢，那个神魂标记我随时都能清除掉。说完，他的精魂一冲而过，魂印标记冰消瓦解了，没有丝毫痕迹。对面的地境7重感知不到魂印标记了，顿时惊疑不定。这标记其实是催命符，随时提醒了位置，等人来追杀。即便换成他，没个把月的也炼化不了，此人怎么能一瞬间就消除了呢？知道我为什么一直故意留着吗？就是为了等你们来送死呀！听到这话呀，韩文段月差点当场崩溃。就说敌人怎么能那么快那么精准的找来呢？啊，感情你故意引过来的呀，你疯了呀！地境7重脸色一沉，你说什么？你大胆！完了，从开始江掌门就没打算放过他们，精魂直冲而过，8名地境6重当场魂海崩溃，御魂泯灭，死了不能再死了。不！那地境7重长老面色大变，他的意识在这一刻混乱不堪，因为魂海飘摇，早已受到了江城的精魂的碾压，两人的神魂层次差距太大了呀！江城懒得墨迹，抽出寒煞冰剑一划而过，人头高高飞起。与此同时呢，后方100余名赤阴宫门人尽数倒下，剩下的只有1名实力最弱的地境4重孤零零站在原地。杀死100余人后，成哥身上的魂印标记几乎快叠满了。这次呢，他没留着这些魂印标记，而是直接一道神魂冲击，将这些标记摧毁得一干二净。随后飞到那名满面恐惧的地境4重面前。小朋友，知道你为什么能幸运地活下来吗？他拍了拍赤阴宫门人的脸，对方啥也不敢说呀，也不敢问呢，浑身抖如筛糠。回去告诉你们掌门，就说本大爷姓江，名成，字俊衰，我在这儿等他再带人过来受死。滚吧，好好报信，别辜负我的一番期待啊！说完呢，他一脚将人踹飞了，这才拍拍手，朝后方早已石化的6阶高手虚按双手。完事了，危机解除了。全场轰动。江掌门这么强吗？全灭了，轻而易举吗？对面不是地境7重吗？秒了！哎呦啊，又是一阵夸呀！本期第948集整体提升。这一刻终于有些理解，为什么江城能带来2个地境8重了？他的战斗力应该不逊那2人了吧？不可思议呀！芒爷眼珠子都差点瞪掉出来了呀！这次装叉翻车之后，他还暗想着呢，等伤势恢复好了，再公开挑战一次江城，2人再来一次决斗。只要自己能战胜江城，那面子不就找回来了吗？现在嘛，他觉得这个计划呀，得先放一放，以后再说吧。这小子去兵界满打满算也就1000万年，怎么提升这么大呢？他纳闷啊。而对面苍灵、妙宇等人已经高兴的不知该说什么了。你怎么变这么强了？这么厉害不早说，害得姐姐我白白担心。就是，你好歹给我们交个底吧。啊，那行，那我现在给你们交个底啊，你们千万别泄露了。众人安静下来。其实我已经举世无敌了，3000真界无论谁在我面前那都是土鸡瓦狗，你们就放120个心吧。啊，有我在，没敌人什么事
众人狂翻白眼。大哥呀，你的战斗力确实超乎了想象，但要说举世无敌，夸张了吧？最多也就地境6重的境界，8重的越级战斗力了吧？苍灵没好气打了他一下。嘿，还是这样没个正经的。话虽这样说，但他心里还是很高兴的。那2名地境8重毕竟是兵阶的，是外人，不一定指望得上，而江城是不折不扣的自己人，他厉害，那才是真的仙界保障。不过呢，妙语却有些忧心。你刚刚不该放那个人回去啊，是不是没事找麻烦吗？他这话让韩文段誉像找到了知音一样，可算有人提这茬了。换成他俩，打赢刚那场也是不费吹灰之力。可问题是接下来咋整呢？再傻的人也能猜到接下来会面对什么。赤阴宫肯定要派出更强大的高手，对我们施以雷霆打击，这可如何是好啊？看到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样子，陈哥乐开花了。哎，哥要的就是更强大的阵容，那样才能带来更多战利品吗？表面上他还在那装样子呢。哇哦，真的会派更强的高手过来吗？那肯定的呀，任何一个宗门都不可能容忍这种事情，不报仇，这个宗门会威信扫地了。哦，这样啊。看到他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苍灵气得恨不得捶他一顿。接下来几天，江掌门又开始一次次的突破，冰原谷和冰宫的2次臣服为他带来3亿多的仙元点，这是前所未有的收获。而暗击9绝以及最近的一战3场加起来才1000万不到，这让他彻底意识到了声望值的重要性。如今仙界有阴阳火冰4大本源，这4门玄文他都能够借用到本源之力。于是呢，他费了3000多万，将阴阳火这3个玄文也都提升到了第11重。11重玄文境界其实就是地境9重的规则感悟程度。成哥仔细想了想，觉得还是不够啊，自己怎么着也该和天尊肩并肩，要不然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啊。点开冰之玄文一看，从11重升到12重，每1%就需要500万仙元点，想要升完级得5个亿。考虑到接下来其他真界也会纷纷的和仙界接壤，到时候什么建制本源呢、毁灭本源呢、速度本源呢都会出现，到时自己战斗时一股脑砸出几十个玄文，意义就截然不同了。于是呢，他最终将速度、毁灭、生死等30个本源也都升到了11重。其中力之玄文因为盲也已经是地境6重了，倒是已经在第10重的进度上走了一截，省了他一些仙元点。忙完之后，他又开始吃药升级，却不知呀，这波玄文升级又一次变相提升了苍灵、玄冥、盲野的规则感悟程度，大量感悟不断冒出，搞得跟顿悟了一样。于是3人呢也纷纷开始突破。几天后，苍灵、玄冥正式提升到地境3重后期，盲野则提升到地境6重后期。苍灵和玄冥还好，他俩知道是因为江城的玄文提升了，盲野不一样啊，他到现在不知道玄文存在呢，只当是自己命中注定有缘的荔枝宝物被解开了神秘封印，那叫一个得意非凡呢。他也不藏着了，高调向众人宣布自己又突破了地境6重后期，距离地境7重一步之遥，而且我的感悟源源不断，要不是仙力境界限制，我现在就可以突破7重。什么叫天赋？这就叫天赋。众人也是艳羡不已，一顿恭喜呀。大家心里纳闷呢，那这家伙怎么那么能突破呢？啊，别人都还是地境1、2重的，就他的修为像坐火箭一样，唰的一下把众人甩在身后了。苍灵、玄冥都狐疑了，怎么那么巧，自己突破他也突破了？难道青龙大帝凑过去悄悄问了哎，你是不是得到了江城的那个江城的那个啥？他也不好直接说玄文呢，毕竟堂堂龙帝绑定那小子的玄文挺丢面子的。盲野一愣，你怎么知道的？他这一句反问，青龙大帝有答案了。他不禁朝盲野递去了鄙视的眼神，搞得好像你自己顿悟了一样，原来只是江城盲野突破了呀。而另一边呢，赤阴宫也得到了这边的战报。赤阴宫掌教灭阳天尊其实呢目前并不在宗门内，这100万年来他一直忙着争夺天道，这才是重中之重。一旦夺下天道掌控权，那就成了整个元仙界的掌控者了，将来无论多少真界过来都要受自己的支配。也因此赤阴宫6位尊者级的护法也都在忙着这事儿，对于仙界土著什么的他们从头到尾都没在意过。如今执掌赤阴宫日常事务的是第7位护法地境9重七炎尊者，以及一位地境8重高手。第949集，姬瑶的选择。在得知派出去的人几乎全军覆没之后，赤阴宫上下大怒无比。上次暗击的死没造成多大轰动，这次地境7重的死那意就不同了。江城仙界土著，此人和兵界有勾连，真是胆大包天，罪该万死。区区一个仙界土著竟如此张狂，必须将他彻底覆灭。
他们紧锣密鼓准备开战之前呢，还朝着兵界那边发出了谴责和质问，搞得另一边的兵工上下也是鸡飞狗跳。这江城怎么会和阴之真界对上啊？这下麻烦了呀！兵界这边只有一个受了重创的兵级天尊，阴之真界是有2位天尊的，只不过另外一位不属于赤阴宫。只要真的激怒对方，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兵界根本没法挡啊！咋整啊？他们要求我们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咋解释呀？内心深处，兵工高层都先埋怨陈哥了。咱不久前才定下低调发展，哪一届都不得罪的战略，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这么一搞，怎么应对呀？饶是以宫廷的聪明才智，也是焦头烂额。思索许久之后，他才终于给出了解决方案。为奸之计，只能选择拖延了。云梭尊者和尹从、纪苍等人很不以为然。拖延？这拖延能有什么用啊？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再怎么拖也撑不下去。迟迟不表态，阴之真界迟早会进攻我们。宫廷摇头，那可不一定。这件事或许会有转机。转机？众人一头雾水呀。事实上，宫廷所说的转机就是江掌门自己。跟了成哥这么久，龚军师就算见识过 N 次江主公冲动行事乱来，但每一次呢，他都能神奇的战胜对方。原本最理性、最实际的宫廷，在一次次被颠覆常理之后，也不得不选择相信奇迹了。或许这次他又能赢呢？那如果他能赢的话，阴之真界的质问和所谓的威胁，那就是个笑话。这战在开战之前，并没有掀起太大的声势。赤阴宫高层的保密措施做得很不错，绝大部分人压根不知道即将会有这么一场战争。密切关注这边的也就是兵宫高层，而阳之真界和火之真界高层也通过特殊渠道得知了赤阴宫的这场行动。一时间呢，他们都感觉到不可思议。秦岩尊者率领12名地境8重进攻仙界土著，是不是搞错了呀？这不是一个量级的呀！他们甚至一度怀疑这是个假消息。会不会是弃阴宫故意晃出来的烟幕，就是为了混淆我们的视线，意图在争夺天道时占据天机呢？谁相信赤阴宫会大张旗鼓的进攻仙界土著？这就是不折不扣的蠢材。这其中绝对蕴藏了天大的阴谋，赤阴宫觉得倒是意啊！难道仙界有什么可图的地方吗？那就算有，那也用不着七言尊者亲自出动啊！你随便派个地境6重，不就荡平仙界本土了吗？就是啊，那群蝼蚁能翻起什么浪花呀？这些得知了消息的大人物们完全没把仙界当盘菜，更没有正视，他们的目光全都在赤阴宫的身上，压根儿不觉得两者有什么可比性。蛮界这边，成哥吃药修炼了几天，勉强境界到了地境6重中期，仙力修为算是他目前最大短板了。成哥也挺无奈的，不过呢，目前还有另一个难题摆在面前，那就是冰之玄文给谁绑定。目前他面前有2个人选，一个是冰凤大帝姬瑶，一个是金灵寒。前者是远古生灵，至今他都没搞清楚这个远古生灵究竟什么来头，而后者是成哥的心头宝，究竟选谁他挺纠结的。他最终决定先问问姬瑶的意见。绑定你的冰之玄文。姬瑶最近其实挺忙的，这段时间呢，修炼冰系规则的他感知到了冰之本源，上限也打破了。这次冰之真界过来之后，最大受益者就是他了，短短几天就突破了地境3重的趋势。啊，对啊，到时候你能在战斗中用到我的玄文，得到一定的规则支持。面对姬瑶、冰凤，成哥算是开诚布公了，没像面对盲野神那样骗老实人。姬瑶立即反应过来了，这岂不是成了你麾下的一名先帝？理论上来说，是的。我明白了，苍灵和玄冥都绑定了你的玄文，对吗？啊，对啊。难怪当初他们2个的实力突然变得比我们强了，原来是因为这个。所以你的决定呢？姬瑶陷入了沉思。如果冰之本源没过来，他肯定毫不犹豫就绑了。自己的实力被位面上限卡着，没有任何提升的空间，那玄文能帮着突破1分是1分。而现在有了冰之本源，他已经在飞速提升了。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光芒万丈的坦途。他想了许久，自己似乎根本没必要去屈尊当别人麾下的一个先帝，以自己的远古生灵的底蕴，将来地境9重是最基本的，未来没准比江城还要强呢，何必屈居他之下呢？于是最终他摇头，还是算了，我打算靠自己修炼。真想好了？啊，那行吧。如果没有韩妹子这个选择，成哥肯定要继续争取一下。现在呢，他反而莫名的有些庆幸，或许自己的冰之玄文就注定是属于姬灵寒的，姬瑶的拒绝是命运使然。你想不想去冰界修炼呢？毕竟是妖主，他还是打算提携下冰凤的。冰之真界。姬瑶的眼内浮起了一丝毫不掩饰的向往。
然小。尽管如今在仙界能沟通到冰之本源，但冰界算是所有冰系修士的圣地，那边有大把高阶修士的冰系规则感悟比他更深，有银月冰魄和一系列冰之宝物，如果能得到启发，还能更快的进步。只是我对冰之真界毫无了解，而且凤族我也不能不管。本集第950集，当然是给你留的呀。姬瑶目前地境3重都不到，骤然带着一大批凤族跑去冰界，怕是会被吞得渣都不剩。啊，那行，我给你提前打通一下冰界的路子啊。真的吗？那太好了。向来不苟言笑的姬瑶欢欣雀跃，他这次真的喜出望外。江城有2个地境8重的朋友，那他在冰界那边应该能吃得开吧？有他们帮忙，凤族将来去了冰界之后，路会好走很多。随后陈哥把韩文和段月招来，这位呢是冰凤一族的族长姬瑶，他修炼的是冰系规则。冰主特别介绍的人，2人连忙拱手。过阵子你们回到冰界时，把他和凤族一起带上，到冰界安顿下来，顺便帮我罩着凤族，别被别人欺负了。韩文段月还以为什么大事呢，这对冰远谷来说轻而易举，没问题，小事一桩。既然是您交代，我们自当竭尽所能。他们这话说的姬瑶激动不已，他最担心的情况这么解决了。多谢2位，多谢妖主。面对他诚恳道谢，韩文段月连忙回礼，应该的，应该的。啊，对了，姬瑶可能有些特殊，你们到时候带他去见一下冰极天尊，让他老人家给指点一下。听到这话呢，姬瑶表示自己被惊呆了。刚刚他说什么了？天尊、特炎天和瓦文尊。哎呀，让天尊指点一下自己，那如果自己没记错，天尊应该是一个真界最强的存在了吧？他居然还能认识天尊，而且还能拜托天尊帮忙，难道他在冰界的混得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好吗？他都有些怀疑陈哥是不是吹牛的，不过韩文和段月闻言依旧是点头。一直到姬瑶一脸懵逼的离开之后，2人才苦笑。安顿凤族很容易，但让天尊指点他怕不容易啊。我们只能传个话，答不答应要看天尊本人的意思了。他们其实不太理解，这个凤族首领不过地境2重，让天尊亲自指点，就算他天赋极高也配不上吧。何况天尊他老人家向来不喜欢指点别人，唯一例外的也只有陈哥了。放心吧，天尊会如获至宝的。这可是天道眷顾的远古生灵，极为特殊，岂是普通的天才修士能比拟的呀？看看盲野那匪夷所思的突破速度就知道了，这几个远古生灵绝对大有来头。望着2人不理解的眼神，陈哥淡淡的说，或许你们现在觉得这是在提携凤族，但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们，将来冰界会很庆幸有他加入的。韩文段月更加不以为然了。他们离去后，纪凌寒被招了进来，面对他呢，陈哥随意多了。韩呐，来来来，我给你加祝福。加个祝福，这久违的台词让纪凌寒感慨不已，仿佛又重回当年下仙界的时候飞仙门，大家争先恐后让江掌门给自己升级。当了上1年掌门的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个少女时代，坐到陈哥身边，甜甜一笑。这次是什么祝福呀？冰之玄文，我的玄文能绑定，然后你战斗的时候能得到我的一部分玄文的支持。纪凌寒的脑回路和青龙冰凤完全不同，他压根不在乎是不是成了别人麾下的先帝，首先问的是，我是第一个吗？苍灵第一个，之后是玄冥和芒野，他们绑定了速度、水系和力之玄文，你是第4个。纪凌寒皱眉，不动声色地问，为什么苍灵是第一个呢？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陈哥心说了吗？这顺序难道很重要吗？为什么你的关注点和玄冥、芒野等人完全不同呢？当时他是残念状态，莫名其妙就和速度玄绑定了，要不然他那次呀，我还发现不了呢。那他什么时候绑定的呀？很久以前了，在我到冰之真界以前就绑定了。纪凌寒顿时变得喜滋滋。原来是找到我之前啊，那你这个冰之玄文是特意留给我的喽？望着他那满是喜悦的眼神，陈哥莫名有些惭愧了。在你之前，其实我还考虑过冰凤姬瑶的。是的，特意为你留的。这冰之玄文舍你其谁呀？这一刻呢，他悄然做出决定，其他玄文也首先考虑自己的飞仙门弟子，而不是其他人。什么远古生灵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人，他们才是愿意对自己掏心掏肺的一家人。不需要他们有多强，而是自己能带着他们变强。足足11重冰之玄文被他缓缓祭出，纪凌寒立刻感受到强烈的呼唤，不用江城教他怎么做，他已经知道该怎么去和玄文沟通了。那种感觉呀，就像是见到了另一个冰之本源。虽然他没有真正的冰之本源量纯粹，也没有那么浩瀚磅礴的伟力，
但他是完全对自己敞开的，不像冰之本源那样不可触碰，只能远远的感知。因为江城的存在，从一开始他就得到了这玄文100%的亲和度，大量冰之规则感悟涌上他的心头，瞬间就超越了他此时所在地境6重的境界。那海量的规则知识，如果依赖修炼感悟，不知道多少亿年才能得到。现在呢，已经提前出现在脑海中了，不需要他耗费苦功，也不需要慢慢理解，就像是提前解锁了他本来就有的一部分记忆一般。这种状态其实有点像那几个远古生灵，他们当初也不用像其他先帝魔帝那样一点点修炼感悟，从一开始他们就已经是拥有了海量的对应规则感悟了。纪凌寒现在欠缺的只是神魂和仙力修为，否则呀，他甚至可以凭借的感悟直接冲到地境9重。除此之外，他还能在战斗中借有冰之玄文的一部分威能，前提是得到江城的允许。他的境界当场就从地境6重初期突破到了后期，而成哥呢也得到好处了，因为纪凌寒的绑定，冰之玄文也得到一定反哺，价格贵的不可思议的11重玄文居然往前走了10%，为他节约了不少仙元点。本期第951集，赤阴宫来袭。纪凌寒做梦也没想到，这次的祝福竟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提升，缥缈无形的规则感悟都能赐予，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呀！在他的心目中，江掌门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神明了。他离开之后，想到自己麾下弟子中也没有人修炼轮回规则，于是成哥接下来呢又把妙语招了过来，同样开诚布公说明了轮回玄文的效果。江城本以为妙语可能会因为自尊做出姬瑶那样的选择，那样呢他只能等到将来在轮回真界挑个人了。没想到呢，妙仙女在经历了10几秒的短暂思考之后，也莫名的问了一个问题：苍灵是不是已经绑定了你的速度玄文？啊，对啊。那行，那我也绑定。妙语的眼神中没有犹豫，只有坚定。陈哥心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你能不能给我说道说道啊？为什么我理解不了呢？不过妙语既然答应了，他自然乐见其成啊。片刻之后，两人也就完成了一次不可名状的绑定交易。江城轮回玄文也是堪比尊者层次的11重，而妙语当前只是地境2重、地境3重的战斗力而已。可想而知，这玄文带给他多大的冲击呀！海量规则感悟差点把这位轮回仙帝砸晕了，而他的境界也直接开始突破，从地境2重后期到地境3重初期、中期，直到后期才终于停下来。这还是因为他的仙力积累不够，只要给他足够丹药，那他甚至能当场突破到地境4重。妙仙女都被惊得呆住了。天哪，这提升也太快了吧！她的美眸中除了震惊还是震惊，世上竟然有这种超脱了常理的事情，太不可思议了！这样都不用自己修炼感悟就直接得到海量规则知识的事情，她闻所未闻。我甚至感觉前面没什么瓶颈了，能一直突破下去。我这轮回玄文是堪比地境9重的，在突破到那个境界之前，你都不用担心什么瓶颈。这话虽然夸张了一些，但也离事实不远了。突破境界一般有神魂、仙力、规则3个瓶颈，他目前已经没有了规则瓶颈，就算把最难的那关给提前解决了。地境9重，妙语差点窒息了呀！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真仙突然得到了仙帝层次的规则知识，让他都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此刻荒唐和狂喜交织的怪异感受了。他定定地望着江城，目光无比的复杂，许久后才感慨：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天道要针对你了。这种打破了常理的事情，绝对是天道不允许发生的。但你现在已经上了我的车了，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是啊，以后只能跟着你一条路走到黑了。他对这件事的理解程度显然要比纪凌寒和那3个远古生灵深得多。而在他离开后不久，不远处的冰凤姬瑶同样是满眼的震惊。尽管拒绝绑定玄文的提议，但他对于玄文究竟有多大效果还是挺好奇的，所以一直在暗处观察。成哥又没有封闭空间，谈话他在外面其实都能听到。于是现在呢，他后悔了。纪凌寒和妙语的境界提升倒是可以理解，关键的规则感悟居然达到地境9重的层次，这彻底击碎了他原本的骄傲。只可惜后悔也晚了，冰之玄文已经被纪凌寒占据了。之后平静了2天，备战多日的赤阴宫终于杀了过来。望着对面仅有50多人的阵容，一开始6阶高手还不怎么担心呢，直到韩文、段月2位地境8重发现自己都看不穿七言尊者的境界。地境9重，两人心下一沉，惊叫了。还有12位地境8重，44位地境7重，我的天，这阵容超出他们的预料了。原本以为斩杀了对面一个地境7重和几个地境6重，对方下次大不了派一两个地境8重带着一群地境6、7重过来，哪知道啊，赤阴宫直接出动了最顶尖的战力，除了参与争夺天道的天尊和几个护法尊者，以及留守闭关的几位地境8重之外，其他能动手的高手都出动了。
全场哗然呢，6届高手面色大变，惊慌占据了脑袋。原本众人还想着群策群力，比如利用阵法禁制阻击配合将掌门，现在看来呢，哎呀，干脆熄了这个心思了。仙界的阵法和禁制在地境8重9重面前都成了笑话了，人数再多也没什么意义。绝望的气息迅速蔓延，成哥却很满意。不错呀，你们还算是比较尊重我这个对手嘛，知道派出够分量的来送。他一边抽出寒叉剑，一边缓缓地飞到了阵前。韩文、段月、纪凌寒也连忙跟上，忙也咬牙也不甘示弱，站在他的身后。对于其他人呢，都很识相地切换到了观众模式了。即将爆发的大战跟他们已经没关系了，无论胜负都不是他们能影响的。你就是江城。七言尊者上下打量了江掌门一眼，居然真的只是个地境6重，没有隐藏境界，那他怎么杀死己方那么多人呢？紧接着他的注意力就放在了后方韩文、段月的身上。兵界果然地境8重。之前被放回去那名幸存者也向上面报告了2位兵族高手的存在。我就说这贼子哪来那么大的本事，原来是你们在背后为虎作伥啊。在他看来呢，之前那战定然是韩文、段月暗中用神魂支援了江城，所以才造成那么不可思议的战绩。本集第952集，要抓活的。韩文、段月是地境8重，这在任何一个真界都能算是顶尖高手那档次了。因此呢，七言尊者面对他们基本上是以2界交涉的规格来对待的，冰界和阴之真界的交涉。对于仙界呢，他到现在也没当回事，在他的眼中，没有冰界撑腰，仙界屁都不是。对面那群地境1、2重的没资格被他正视一眼。我们赤阴宫原本和你们冰之真界井水不犯河水，你们冰界帮着仙界寓意何为？难不成是要和我们赤阴宫开战？真当我们赤阴宫怕了吗？韩文、段月心里苦呀，连忙否认。七言尊者误会了，我们冰界绝无与赤阴宫为敌的打算。成哥一听这哥俩要认怂丢牌面，连忙打断他。对，其实我们就是想灭了你们。韩文和段月一脸崩溃，您老能不能悠着点咱冰界自从冰仙教被铲除之后实力大损，已经没本钱和其他真界斗了呀。对面七言尊者脸色立马就黑了，他其实也不想和冰界全面开战。明觉天尊为首的冰仙教被灭，他还不知道，在他眼中赤阴宫是干不过冰界的。何况目前正在抢夺天道的关头，赤阴宫本就不宜多数强敌，等将来抢到天道，冰界还不是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呀。他是指望通过谈判和恫吓来逼迫韩文、段月退出战场，哪知道成哥突然打岔冒出这么一句话，这让他很火大呀。有你说话的份吗？他继续无视成哥，盯着2位地境8重。他的意思能代表你们冰界吗？韩文、段月苦笑，随后齐齐点头。能。什么玩意儿？别说七言尊者以及后方那些赤阴宫了，就连本方那些6界仙人都惊讶了。就凭他这么一个地境6重，居然能代表你们整个冰界的态度？开玩笑耍我的吧？就凭这么个货色，你住嘴！听到他这样羞辱成哥，韩文、段月终于忍不住了。江城乃是我冰界之主，独一无二，举世无双，冰界上下共同尊奉他的号令。你对他不敬，就是对整个冰界宣战，那就战！说完呢，2人同时拔剑，战意毫不掩饰，直冲云霄。所有人都被震晕了呀！不是因为俩地境8重的威压，而是他们的话。冰界之主江城，全场都沸腾了，没人相信这是真的，他们甚至怀疑这俩冰族高手开玩笑呢。然而两军阵前，堂堂地境8重怎么可能开这种玩笑呢？地境6重成为你们冰界之主，那都我的吧？七言尊者感觉自己被耍了，因为这太荒唐了呀。老实说呀，许多真界是没有什么一界之主的，就像他们赤阴宫也没能统治整个阴之真界，只能算是那边最强的一个宗门。即便天尊成为一界之主都很匪夷所思的，更何况一个地境6重呢？这是冰极天尊亲口尊奉的，我冰远谷全体响应，信不信是你自己的事。冰极天尊，他听说过，那是一位老牌强者，在数次真界大战中威名赫赫，江城居然得到他的尊奉，凭什么呀？他一时目瞪口呆，不知该如何评价了。他身后那群赤阴宫高手已经石化了，原本还觉得这次出征是杀鸡又牛刀，而现在莫名觉得规格有点不太够了呀。赤阴宫能和一界之主对标身份咖位的，只有掌教灭阳天尊了吧？他们尚且如此反应，何况仙界那边呢？都傻了呀！
哦，是吧？哎呀，反正就是内心深处除了震撼和荒诞的感受之外呢，还有一丝浓浓的自豪啊。面对其他真界的降维打击，仙界居然有人成了更高位面的首领，这是何等提气的事！就连盲野这么骄傲的人也都没脾气了。他在励志真界混了这么多年，也没混出名堂，而江城已经掌控一个真界了，没法比呀。看着哗哗上涨的声望值，成哥神情淡然，内心乐开花了。哎呀，嘿，装叉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一不小心就又淬炼了一次逼格啊！之前你们赤阴宫那帮人全是我一个人杀的，没他们俩什么事。自己的战功当然不能被别人分走了，他必须强调一下。随后呢，晃了晃手里的剑。现在什么都搞清楚了，满意了吗？你真是冰界之主啊！对啊，难不成你怕了？成哥可不想这批战利品溜走啊。而七言尊者也渐渐镇定了。怕？哎嘿嘿呀，说什么笑话呢？冷静之后，他忽然意识到一个巨大的机会。那如果把江城抓住了，那岂不是一个天大的收获呀？这可是冰界之主呀，到时候用来挟天子以令诸侯，号令冰界，岂不美哉？千载难逢啊！江城只有地境6重，拿下轻而易举。想到这儿呢，他悄然下令，分出4人挡住那俩冰族人，其他人与我一同抓捕江城，要活的。麾下那些赤阴宫的长老哪一个傻呀？听到这活的这几个字，立马就明白他的意图了。下一瞬还没等韩文段月反应过来呢，就4名地境8重扑了上去，将2人死死缠住。而七言尊者和剩下8名地境8重以及数十名地境7重则是齐齐的杀向了江掌门。本集第953集，千万别杀死了。成哥大笑，哼，看来你们知道谁是主角啊！这么多人杀向自己，只有4个杀向韩文段月，足以证明自己的牌面了。他很满意，旋即挥剑杀向了七言尊者。他也知道自己目前干不过地境9重，更别提对方带了那么多帮手了，所以这一仗自然就是应付一下，然后战斗中被杀开挂的常规流程，以免被系统当成消极战斗想自杀。这一上来呢，他就施展了全部的实力，冰火阴阳4大玄文领先，剩下的数十个玄文齐出，迎着七言尊者就是一顿狂攻啊！至于七言尊者的攻击和旁人其他人的围攻，他直接无视了。我是以攻代守，系统你挑不出半点毛病吧？至于我因为只攻不守而战死，那只是意外，你不能怪我想死呀。在冰界时，江城能真正起到作用的就是冰之玄文，其他玄文就是辅助点缀一下，意义不大。而现在仙界呢，阴阳冰火4大本源都在，等于是多了3个杀手锏，杀伤力直线上升。此时的他已经真的接近地境8重战斗力。按道理呢，七言尊者堂堂地境9重还是能碾压他的。问题是七言尊者想抓活的，生怕不小心杀死他，就没有权利，而是瞻前顾后。这一上来面对15门剑心和4道本源，数十道玄文攻击，他的地境9重居然被打懵了。哎呦我，这什么攻击啊？这个人居然能沟通这么多的本源吗？啊！而且每道威力似乎都不弱，这怎么可能呢？他一不小心被江城抢占先机，只能往后退。这其他地境8重在攻击即将降临到江城身上后，发现他不闪不避，吓了一跳啊！这要是不小心把他干死了，那岂不是浪费了控制冰界的天赐良机吗？于是一众围攻的高手只能手忙脚乱的收招收势。后方群仙原本看到江掌门被围攻还大呼绝望，现在这一开场他们也懵逼了。江掌门追着地境9重打啊！你没看错，是真的。我怎么做到的呀？难道妖主比地境9重还强吗？他们也都反应不过来了呀。莫非这就是江掌门能成为冰界之主的原因吗？他的越级挑战是不是太多了呀？是啊，韩文段月2位前辈现在都岌岌可危，江掌门居然还能主动追着敌人打，真是高下立判。管他呢，江掌门必胜！一时间呢，后方群仙纷纷鼓噪，呐喊助威响成一片。被成哥打得节节败退的七言尊者，在经历短暂的错愕之后，终于缓过劲儿。他一边努力催动规则之力，与江城那些玄文对抗，渐渐压制住了玄文的合力进攻。与此同时，他催动自己的精魂，发动了神魂层面的功法。活捉是个技术活，既不能杀死对方，又要让对方丧失战斗力被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神魂侵袭，让对方意识涣散，神魂受创，到时自然就萎了。然而呢，他的精魂入侵遇到了和当初明觉天尊一样的尴尬局面，不但没有得逞，反而被成哥坐镇魂海主场直接干掉了一缕神魂。受创的七言尊者差点怀疑人生啊！这小子能同时催动4大本源之力也就算了，居然连神魂都是精魂层次的，这他妈是什么妖怪呢？而这时对面成哥也回过味儿来，对方这又要战又束手束脚的，好像是要活捉自己啊！那怎么能行呢？他最不想看到这个场面了。被活捉，因为宿主没死，系统复活卦无法生效，到时候别搞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你搞什么？你不是地境9重吗？就这样？
还有你们这些地境八重。他一边努力狂攻，一边不断挑衅，希望对手一怒之下杀死自己。你们出门没吃饭，还是出生那天就死了娘啊？断了奶水导致营养不良啊？怎么一个个软绵绵，完全不给力啊？阴质之界就这点能力吗？啊！听到他嘲讽挑衅，后方群仙不知道什么情况，还真以为疆场们占据了绝对优势呢，顿时更加兴高采烈了。而赤阴宫的高手们差点被气炸了飞呀！你个区区地境6重，给脸了是吧？亲眼护法，干脆杀了算了。哎，气煞老夫，妈可恨呐！他以为他真强吗？要不是为了活捉我们本长老一个人，就给他干漏了。不能这样下去，这小子完全无视我们的攻击，根本不在乎被杀。他这是有恃无恐，知道我们不杀他，所以肆无忌惮呢。老实说，他们误会江城了。成哥只是单纯的想死，七言尊者也是被气得够呛，但为了大局呢，只能一边战斗一边暗中安抚那群长老。冷静，想想控制兵器的巨大收获，与那天大的收获相比，受这点气根本不算什么，千万别杀他啊！不过他也知道这样下去不行，神魂层面压制不住，又不能杀，导致现在的结果就是江城在人群中横冲直撞，仗着4道本源横行无忌，根本没人能将他制住。一时间呢，双方都郁闷了。成哥郁闷，这帮家伙围得密不透风，自己也杀不死他们，偏偏又突围不出去；而对方郁闷是半天吃不住，还要承受他的垃圾话洗礼。七言尊者打了许久，最终咬牙下定决心，解阴煞困阵。听到这个命令，众位长老大为惊讶。什么阴煞困阵？阴煞困阵是阴煞阵的一种，这阵呢本身并不算多复杂，也遵循着修为越高威力越强的普遍规律，只是大阵一开，所有人都要固守不同的阵眼，同时还要不断朝大阵催动阴煞之力，对自身的损耗很大。一般只有遇到了难以抵御的强敌才会考虑用这种合力手段。对付一个地境6重不至于吧？就是让他配得上吗？哎，你见过地境9重吗？都抓不住的地境6重吧？赶紧他妈解阵！本集第954集阴煞困阵。一声令下，除了继续和成哥正面缠斗的七言尊者，其余50多人纷纷退后散开。接着令旗一摇，黑云瞬间填满战场，天地突然阴了下来。尽管阴煞困阵只锁定了江城一人，但远处观战的6界仙魔们此时只觉得浑身一阵无形的压力袭来呀。那种压力不像沉重的山峦，更像是一层层细沙洒落，让人渐渐的喘不过气，甚至连仙体都渐渐变得酸软，体内仙力也渐渐的凝滞，运转不畅。阴煞之力，这威力未免太强了吧？身处阵外居然都能直接侵袭到我的体内，毕竟是真界的阵法，大家小心了。许多仙人纷纷后退，还有许多人当场盘坐下来，催动体内仙力，死死抵挡着阴煞之力对体内进一步的侵袭。而此时作为阵法唯一锁定目标的江掌门自然是受到重点照顾了，一身仙力也很快被那阴煞之气侵袭，浩荡的仙力如同奔涌的江河，而那江河之上一层雾气沉沉而降，最终落在了河面上。江河变色，流淌很快就变得阻滞不畅。除了仙力，那阴煞之气几乎是无孔不入，很快进入了经脉和血液骨骼中。他本人自然而然以极快的速度虚弱下去。见此情景呢，布阵的赤阴宫高手大喜，这样还抓不住你吗？你个小卡拉咪呀！然而下一刻，令他们震惊的一幕发生了。就见江城身上剧烈的金光散发而出，大片阴煞之气竟然被强行从体内排了出来。他的仙力确实挡不住阴煞之气的侵袭，但他这身体开局就是天皇不灭体，不管境界多高，层次摆在那儿呢。当阴煞之气入侵到骨骼血液时，终于引起了天皇不灭体的反击。这至高体魄，就连天道业力、天人五衰都撼动不了，何况是区区阴煞之气呢？不可能！七言尊者第一个惊叫了。其他阵眼中，赤阴宫长老们同样一脸见鬼的表情。我等束手布阵，即便地境9重也会救父。他区区地境6重，阴煞之气居然都侵袭不了他，那金光到底是什么呀？不信了，继续！处在阵眼中的他们已经豁出去了，为了镇压江城，不计代价的朝着战阵输入仙力，源源不断。这举动其实很危险，毕竟他们现在自己也在阵眼位置内，无法顾及外面。如果有人现在从外面破阵，那他们就会腹背受敌，无力做出反应，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外面的6界仙魔实力低微，起不了什么作用，而韩文、段月各自被2名地境8重夹击，自身都难保，也干预不了这边。赤阴宫的孤注一掷终归是起到作用了，尽管成哥的天荒不灭体堪称百无禁忌，但他的仙力终归还是被一浪接着一浪的阴煞之气给彻底停滞下来。没了仙力，他一身实力就成了无源之水，就连玄文也没有因为仙力的引动而沉寂了下去，没法再祭出来。这种情况败亡只是时间问题。成哥有些急了呀，他娘的啊，那照这么下去自己真的被抓住了。阴煞大阵层次太高，当年的系统道具乱阵令也无可奈何，被困在里面的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阴煞之气直袭而来。
50余位高手齐齐发力，一条条灰沉沉的阴煞锁链不断祭出，在江城的身体周围不断盘旋环绕。有些被天荒不灭体给击毁，但很快就有其他的锁链补上。这锁链前赴后继，一点点的缩小着包围圈，最终呢，把江掌门牢牢捆缚了。此时的成哥一身实力其实等于是被变相的封住了，而到了这一步呢，赤阴宫高手还嫌不够呢。主要是江城在这场战斗中展露出了太多的神奇之处，他们担心这样还是会被他逃脱的。尽管催动战阵对他们的消耗极大，但还是不计代价继续催动阴煞之力，继续在外面一圈一圈缠绕。最终呢，江城被那阴煞锁链困成了一个粽子。阴煞大阵中发生的一切，外面众人虽无力干预，但是能看得见。当看到神勇无比的江掌门被对方彻底绑起来，六界仙魔一片哀嚎啊！芒野、纪灵寒、钟离轩等人拼着外围阴煞之力侵袭，想去营救成哥，但奈何呀，他们的境界相对赤阴宫实在太低了，本就先例组织虚弱不堪，何况还面对这个级别大阵，根本就无力撼动。直到这一步，七言尊者才心神大定。你倒是在狂啊！他手持令旗，从中心主阵眼飞出，大阵威力立即降了一半。不过此时江城被困得死死的，再也没有了反抗之力，倒是不影响大局了。妈，还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了呀！旁边坐镇其他阵眼的高手们手持着阴煞锁链的另一端，闻言齐齐大叫：哎呀，兵界从此在我赤阴宫掌握之中啊！想不到此行竟如此天大的收获呀！七言尊者志得意满，他现在甚至有闲心嘲讽成哥呢。你天赋确实是所罕见，我有点明白冰极天尊为什么会尊你为冰界之主了，恐怕是看中你的未来吧。不过你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实力没上来就狂，不知道低调行事。没听说吗？没长起来的天才什么都不是。他缓缓飞到被包得严严实实的陈哥面前，正打算趁机废掉他的经脉气海，彻底掌握起来呢。随后呢，就听到里面陈哥传来了轻笑声。本期第955集，被江城大爷感召。江城心态看上去挺轻松的，陈哥甚至还肯定了对方呢。啊，你说的有道理啊，没成长起来的天才确实不适合到处乱晃，不过那对哥这种举世无敌的人来说不适用。七言尊者原本听到他语气那么轻松，还担心出了纰漏呢，听到这大言不惭的话顿时笑了。我当要说出什么高论呢，闹了半天吹牛逼呢。你放心，被抓到我们赤阴宫我不会杀了你，但是你肯定没什么好日子过了。他仔细想了 N 遍，被阴煞大阵捆成这样，别说江城啊，就连自己都翻不了身呢。甚至灭阳天尊过来，面对的绝境都只能束手待毙，妥妥的优势在我，不可能翻盘。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推测是对的，但可惜呀，江城是个异类。成哥此时点开了一个从得到以后就一直没有用过的技能——互换。互换技能是在系统升到15级时得的，技能的效果是宿主可消耗仙元点与任意目标互换，无冷却。目标实力越强，互换持续时间越长，消耗仙元点越高，系统本身不在互换范围内。当时江掌门对这个技能不以为然，后来发现这个技能的强势之处，却没有用过，原因很简单，不想浪费功德和仙元点。系统技能每次使用耗费太大了呀，明明死一次就能解决的问题，何必花那么多仙元点呢？反正系统技能不用也不会被判定为消极战斗，而这次被困住，死不掉又无法脱战，他终于不得不考虑用这记杀招了。点开互换技能，锁定目标直接就是对方最强的七言尊者。随后呢，系统显示了互换价格 1.2 亿仙元点。我操，哎他妈的，你知不知道 1.2 亿仙元点有多难挣啊？就他妈互换一次，又不是把我永久提升到地境9重，凭什么呀？知不知道老子目前全部身家只有4000万点了啊！而且哥年轻帅气，他又老又矬，那互换明显我吃亏好吧？应该是系统倒贴仙元点补偿我的精神损失才对呀。系统沉默，无视他的垃圾话，这个价格合情合理。如果成哥只是和地境1重互换的话，那几个仙元点就能搞定了。但七言尊者那是地境9重啊，这个级别放在随便一个人界都足以影响大局了。眼见系统高冷，成哥只能尝试砍价。哎，这么熟了，打个骨折价呗。系统表示把你打骨折倒是可以考虑，太黑了啊。最终呢，江城只能砸锅卖铁，他得庆幸自己每次收战利品都留了很多天才地宝没换，这次呢算是派上用场了。眼见着对面的七言尊者即将毁掉自己，成哥飞快的一个拳旋，一股脑将所有材料兑换成仙元点，最终呢凑了 1.4 个亿，加上原有的4000万 1.8 亿了。随后他不再犹豫，直接点了互换技能，没有任何特效，也没有任何的前摇和读条，下一瞬他直接和七言尊者互换了。
感受着一身地境九重的磅礴伟力，江澄也不得不感慨，自己要走的路还真的长啊。而此时呢，七言尊者也被换到了阴煞锁链包裹成的大粽子里面。这怎么可能？我怎么被封进来了？搞不清楚，惊慌的失声大叫啊，连连挣扎。而紧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的境界降低到了地境6重中期，这让他五雷轰顶，当场差点发疯啊。虽然互换后他短暂进驻了陈哥的身躯，但因为仙力被阴煞之力完全镇压，他什么都干不了。至于那些玄文呢，他也调动不了。而系统技能则是永远跟随着江掌门本人的，他也得不到。所以互换过去之后，他的表现还不如江澄本人，什么都干不成了。而成哥能干的可就多了呀。他悄悄地给七言尊者传了个音：好好待着，看我表演。你是谁？七言尊者大惊，外面怎么还有一个自己呢？然后呢，他就陷入到了崩溃了。就见成哥提着他的兵器，操纵他的身体，第一个杀向赤阴宫的一名地境8重长老。不等的长老反应过来，手起剑落，身手分离。七言尊者是如假包换地境9重啊！如果其他人突然得到他的一切，可能无法适应，但江澄不同，他的玄文11重的，互换后玄文没跟过来，但不逊于任何地境9重的规则感悟还在。骤然拿到这副身躯，他根本没有任何的适应，完全清楚该怎么发挥实力。地境9重突袭地境8重毫无悬念，尤其对方还在阵眼位置，不方便移动。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呢，他紧接着又是一闪，第2名、第3名地境8重长老当场殒命。而直到此时，其他人才终于意识到发生什么，只是呢，他们意识到的有些偏差。在他们的眼中，是自己一边的七言尊者在杀自己人。七言护法，你要干什么？你啊！成哥大笑，老子被江城大爷感召，决定弃暗投明了。随着他的话，又是3名地境8重被斩杀。真正的七言尊者被困在里面，眼见这一幕，当场差点昏死过去啊！这些地境8重都是赤阴宫中流砥柱，就这样葬送了他，如何甘心呢？而且还是以他的名义杀的。此时他恨不得将成哥撕碎了，只可惜他什么都干不了，只能眼睁睁的看。之前在他的号令下，众人仗着大阵把江城困得太牢了，现在反而成了压垮他自己的巨山。江城之前都无法逃脱，对着身躯完全不了解的他是更不行啊！七言，你疯了吧？阵中最后2名地境8重也无法坐以待毙了，两人连忙从阵眼中冲出，阻拦迎击这个发了疯的自己人，只可惜都徒劳的。之前为了困住陈哥，他们朝着阴煞大阵注入太多仙力，此时状态大减，哪里挡得住身经百战的江掌门呢？本集第956集，本尊者弃暗投明了。双方尚未接触到，陈哥一记惊魂冲击，长驱直入，搅乱两人魂海。随后阴之规则带着比之前庞大了不知多少倍的本源之力，直接轰了过去。那2名地境8重当场被冲垮。下一瞬的，陈哥杀到两人面前，手起剑落，又是2颗人头高高飞起。至此，大阵中已经没有地境8重了，剩下的只是44个地境7重。而他们面对真正的地境9重，哪有还手之力啊？七言，你不得好死！我恨啊！临死之前呢，这些地境7重一个个咆哮诅咒，他们诅咒的对象就是七言尊者。谁能凭空猜到世上还有互换这种神奇的事情呢？就算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信呢。在他们的眼中，杀死自己的就是七言尊者这个曾经的自己人。不是我，是江城，那个你们快逃啊！七言尊者那个着急上火，偏偏成哥还在那附和他呢。成哥一边杀一边故意以七言尊者的身份大笑。对呀，哈哈，是江城大爷叫我这么干的。哎呀，江城大爷太伟大了！本尊者受到他的感召，忽然觉得赤阴宫真是个藏污纳垢的肮脏宗门，今天就荡平你们这些宗门蛀虫，还赤阴宫一个朗朗乾坤呐！外面群仙都懵逼了，啥情况？为什么七言尊者会突然对自己人开刀呢？他明明都已经飞龙起脸了，干嘛要反叛呢？互换这事儿没有人猜得到。目前感觉最合理的解释，还真的是七言尊者被江城感召了。江掌门魅力这么强吗？居然凭空将一个地境9重给劝降了？这哪是劝降啊，这他妈都跟中邪了一样。是啊，好歹那些长老也是朝夕相处的自己人，不至于下手这么狠吧？嘿，七言尊者不会是被上身了吧？众人这边啧啧称奇，那边成哥已经顺利干掉了阵中所有地境7重，至此阴煞大阵因为阵眼全毁，彻底崩溃了。而此时剩下的只有七言尊者和外面的4个围攻寒文断月的地境8重。尽管每次都想着死，但江城绝对算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善战之人，知道每步该做什么选择。他丢开七言尊者，非常清醒地杀向了阵外那4个人。那4人一直在远处高天上酣战打得火热呢，压根没注意到大阵内部已经在极短时间发生巨变了。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成哥一边冲过去一边吆喝。那4人一看七言尊者杀过来，理所当然以为是过来帮助自己的，其中一人还豪迈地喊了一嗓子：尊者放心，我们必胜！
然后他脑袋就骤然一晕，魂海被陈哥的惊魂冲击了。紧接着致命的攻击从背后传来，尽管他们4人的状态还比较好，但也架不住惊魂这么一冲，外带地境9重的背后偷袭呀。更何况他们对这个七言尊者完全没防备，围攻韩文的2名地境8重几乎是毫无抵抗之力的被杀了，剩下2人惊呼：哎，七言尊者你干什么？你疯了吧？就连韩文、段月也懵逼了，他们又不知道这是江掌门呢。之前被4人围殴，他俩就已经节节败退，岌岌可危了。要不是对冰界之主的尊奉，那他们早就选择逃离战场了。看到七言尊者杀来，2人还以为江城完了，现在轮到自己了，哪知道局面诡异呀，自己人杀自己人，什么情况啊？一时间呢，赤阴宫那2名地境8重怒火滔天的质问陈哥，而韩文、段月也不由自主的罢了手，4双眼睛齐刷刷看向那位七言尊者。陈哥可不会停，他一晃手中5阶真气，不由分说的杀向了最后2名赤阴宫地境8重。这一次就没之前那么顺利了，地境8重和地境9重差了一个大境界，但后者想直接秒杀还是不太现实。这2人和之前大阵中那些消耗极大、接近油尽灯枯的地境8重不一样了。3人大战，陈哥虽然占据了优势，但一时半会儿干不了2人。而那2人虽然死活想不通七言尊者为什么要杀自己，但为了保命也使出浑身解数。这样打下去，他俩最后很可能会选择逃命。陈哥可不想放走这2人呢，这次不是复活挂，而是花了1.2亿仙元点的互换，必须全部留下来，要不然血本无归的。情急之下，他朝着韩文、段月怒吼：杀呀，站着干什么？上啊！韩文、段月被喊懵逼了，啥情况啊？你这个赤阴宫首领为什么会这么自然的命令自己呢？凭什么呀？串着话，想放他们跑啊！陈哥差点被他俩气死了。韩文、段月稍微衡量，哎，不管了，无论如何杀死那俩地境8重总没错。他俩这一加入战圈，胜负的天平彻底被打破。赤阴宫2名地境8重想逃都逃不掉了。陈哥趁着2人被韩文、段月缠住，再次惊魂袭扰，不断攻击，最终手起剑落，终于让自己这战的战绩又增加2个人头。那2名地境8重被杀之后，韩文、段月一脸戒备的举起了剑，生怕面前这个发了失心疯的七言尊者会马上攻击自己。陈哥看都没看他俩，再次调转长剑俯冲而下，杀向大阵的下方。所有地境8重7重被杀后，阴煞大阵所有阵眼无人坐镇，本身就不攻自破了。失去束缚的阴煞之力逐渐溃散，真正的七言尊者也总算脱了困了。此时的他是江城的外形，气势汹汹冲到陈哥面前，他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虽然完全无法理解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奇葩的事，但自己和那小子互换了。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他气势汹汹地冲向江城，飞得快气炸了。本集第957集，结束自己罪恶的一生。七言尊者一直冲到江城面前，才忽然想起来2人互换了。他现在只是地境6重中期，对面的江城反而是地境9重，而且这种互换虽然连神魂都换了，但意识、感悟、知识、记忆这些东西并没有换。陈哥能完美操纵七言尊者的身体，发挥出近乎完全的战斗力，但七言尊者却发挥不出他这具身体1/3的战斗力，因为除了阴质规则，其他规则他不懂啊。没有什么感悟，他根本驾驭不了那些玄文，也没有剑心方面的感悟，发挥不出剑心。这种情况下，他要杀上去岂不找死吗？而出乎意料的是，占据了他身体的江城并没有立即对他出手。江掌门同样顾虑，之前战斗时把最重要的七言尊者留在最后，是因为杀不得。他现在如果斩杀七言尊者，那等于是把自己的身体给杀了，那样系统可能会判定他是自杀。面对气急败坏的七言尊者，陈哥一脸严肃的点头：你说的很对，我七言是个该死的东西。他操纵这具地境9重身躯说出这话，远处观众只当真是七言尊者说的呢。七言尊者本人都快被气炸了呀！你杀了那么多我们的人，占了我的身体，居然还用我的名义诋毁我自己，无耻的人见多了，但到这个程度的我第一次见了。他指着对面成哥版的七言尊者，手都哆嗦了。你还要不要脸？成哥立即摇头：我不要脸，不光我不要，我们整个赤阴宫都不要脸。我们赤阴宫上下，包括我七言尊者在内，那都是什么呀？全都是猪狗不如，罪该万死呀！远处那群6界观众再也无法淡定了，太不可思议了呀！就算这个七言尊者受到江掌门的感召，那也不至于如此极端吧？他干什么呢？忏悔吗？我怎么觉得这么假呢？谁说不是呢？我这辈子没见过这种事儿啊！今天真是开了眼了呀！他们也都是混了几十几百亿年的修仙界老油条了，尔虞我诈见多了，痛改前非那可就极少了。而改到七言尊者这种对自己人痛下杀手、大义灭亲，然后痛骂自己猪狗不如的，真一个都没有。这老兄要不要这么拼呢？我真怀疑他中邪了，他是不是冲着点啥玩意儿啊？听到他们的议论，七言尊者差点气得当场吐血。你闭嘴！成哥一脸惭愧地叹了口气：唉，
我要忏悔呀！我不能闭嘴。今天若不是见到了江城大爷，我哪能意识到自己从前的错有多深呢？江神的光芒照耀之下，我齐言尊者的罪恶如同阳光下的渣子，无所遁形，显得那般的丑恶。江神说的对，我齐言尊者根本不配苟活在这世间。成哥习惯性的给自己贴了贴金，外面那些围观仙人听得一愣一愣的，而当事人齐言尊者表示炸了，我杀了你这卑鄙无耻的杂碎！他豁出去来，扬起成哥的寒煞剑，叫不管不顾的发动攻击。江掌门压根都不眨眼，他连闪都不闪，任由的攻击落到自己的身上，反正这身体是齐言尊者的，打回来没事。杀吧，反正这都是我齐言尊者该承受的。他缓缓闭眼，甚至横起长剑，主动架在自己脖子上。我齐言这一生实在太罪恶了，哪有面目继续活下去？不用伟大江神亲自动手，免得脏了你的手，我自我了断。说出这句话，围观的仙人集体精神错乱了，他们感觉自己的三观都崩溃了。这要是在我家哈，我跟你说，我妈绝对得拿3根筷子立念叨念叨，是不是谁找上我了？世界上真的会有人被仇敌感召到自杀吗？如果是从前，他们一定会给出呵呵，当我傻呀，而现在不得不表示自己信了。而对面操纵成哥身体的齐言尊者则是面色一变，他忽然反过来了，对面的江城如果自杀，岂不是把自己的身体杀了吗？早知如此，自己该先一步自残呢。不！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他现在要做的是先阻止江城毁掉自己的身体。鲜血激射，江城拔剑自刎之前，提前就主动震断了这具身体的所有经脉，毁掉了自己的气海，神魂主动撕开了自己的魂海防线。而也就在这具身体朝着死亡大踏步冲刺时，他突然结束了互换，于是下一秒呢，他的意识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一切恢复如初，而齐言尊者本人也回到自己体内，但他接手的却是一具已经被毁到奄奄一息的残破身躯。经脉气海俱毁，仙力早已逸散，魂海混乱不堪，处处溃散，脖子也被割开，正朝外疯狂飙血呢。这要不是先帝的身躯，早就直接死了。而齐言尊者表示，就算是没死，也要被气死了。他指着成哥，嘴里霍霍有声，却是什么声都发不出来。到了这一步，他终于意识到之前要活捉此人的念头多可笑了。早知道就该全力除掉这个祸害呀！然而现在一切都晚了。而对这种憋着劲要对付自己的敌人，成哥也不存在什么怜悯。此时齐言还没死呢，他可不会放他回去，不是担心什么放虎归山，而是互换这种系统技能最好不要泄露。既然你已经改过向善了，又何必这么冲动极端呢？你现在这样生不如死，算了，哥下来慈悲为怀，给你个痛快吧。好听的话都被他一个人说完了。齐言尊者想要逃，但哪里逃得掉啊？江城的精魂直接冲入他的魂海，冰剑一扫而过，齐言尊者彻底身首分离，一代尊者就此陨落。冰剑归鞘的声音砸在现场每个人的心头，所有人定定望着这神人，一时连欢呼都忘了。就连对陈哥早已盲目相信的纪灵寒、钟离缺等非仙门弟子都陷入到久久的茫然中。本集第958集，都会举一反三了。这次全场战斗就是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的，整个过程一目了然，但现在每个人还是很想问一句，到底发生啥了？他们看懂了，但想不通啊。捡战利品去啊，别愣着呀！作为掌门，陈哥还是要再回一下形象的。刚刚打赢一场大战，然后马上就忙着捡东西掉价呀。以前的是没办法，现在有弟子在旁边，为了维持形象，他当然不会亲自动手。得到他的传音，纪灵寒、钟离缺等4名弟子如梦初醒，该死呀，居然把正事忘了。而江掌门则是继续保持着高端大气，飞到一众6界仙魔的面前，清清嗓子开始科普刚才内战的过程。这个其实呢，是吧？那个啊，这个其实我是故意被他们那个阴煞大阵给困住的。他必须这么说，要不然刚才内战成什么了呀？江掌门被敌人击败了，只是因为对面的首领突然失心疯中邪了，所以才侥幸赢下来，顺便保住条狗命，那可不行啊！不是他厉害，而是敌人拉胯到了反向输出的程度了。这要是传出去，陈哥散发着熠熠金光的逼格就要从神坛跌落了，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事。故意的？这是什么操作？江掌门此举有什么深意吗？应该是有什么原因吧。这帮人都是先前老油条了，哪有那么容易相信这种离谱的解释呢？虽然表面不敢反驳，但是内心怎么想的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能赢谁会故意让敌人抓住呢？难道喜欢玩某种特殊的玩法不成吗？
看到他们的言不由衷的眼神，陈哥就知道这次挽尊很有必要。刚才对面那个七言尊者的举动是不是很奇怪啊？啊，对啊，太奇怪了。你们是不是以为他中邪了或者发了失心疯啊？啊，对啊，错，大错特错。战斗时突然调转剑锋，对着自己人大开杀戒，世上哪有那么离谱的事情？即便有，也不可能发生在一个地境九重身上。啊，对啊。难道江掌门当时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当然，还请江掌门为我们解惑呀。原因很简单，那都是我让他这么做的。啊，原来是您对他做了什么吗？莫非江掌门当时对他小以大义，劝服了他？劝服？就靠一张嘴啊？嘴炮能有这效果吗？说出来你们自己信吗？哦，是好。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其实修炼了一门特殊的法门，名为至尊不灭天机逆转中枢荡魂洗尘诛邪禁术。这漫长的法门名称一下把众人唬住了，一听就高端强大呀。许多老牌先帝如同孜孜好学的小学生一样，一脸求知欲。不知江掌门可否为我等解惑？这至尊不灭天机逆转中枢荡魂洗尘诛绝禁术究竟有何妙处？哎，问得好！陈哥早就准备好台词了，他肯定不会泄露自己的系统呼唤技能的。这门技术其实是逆转阴阳，入侵对方的中枢，隔空主宰对方的意识，让他听命于我。众人都惊了呀！操纵别人这事他们听过，一般都是一些神魂方面的禁术，但都是高阶仙人操纵比自己低好几个大境界的低阶修士。像江城这样地境6重操纵一个顶尖的地境9重，没听过。天理循环有道，按理说世上不该有这种不合理的事啊，但刚才那离奇的一幕就发生在眼前，他们不信也得信呢。这也太逆天了吧！可是这和故意被困有什么关系呢？哎呀，故意被困其实我布下了一个陷阱。这本至尊不灭啊，这个技术其实也是有局限的嘛。陈哥自己都不记得刚才编出来的技术全称了。需要一定的这个叙事的时间，还要和对方持续产生半炷香时间的联系，一点点瓦解对方的意志。众人恍然大明白呀。其中一个魔帝一拍大腿，啊，我明白。之前在激烈大战中，江掌门无暇施展这门技术，也没有让对方中招的机会。但是对方布下阴煞大阵之后，所有人就停了下来，这不正是江掌门需要的机会吗？啊，对。陈哥朝他投去了一个赞许的眼神，上了口水了。又一名死界大帝补充：我也明白了，阴煞大阵，对方的阴煞之气不断灌入江掌门体内，这恰恰就是江掌门所需要的联系。对方此举等于是主动和江掌门产生联系，这不是送上门吗？他如同解开了谜题一样，这应该就是江掌门所说的陷阱本意吧？陈哥心说，这我都没想到，你还真会举一反三呢。他毫不吝惜地挑起大拇指，给这名死界大帝点赞。孺子可教啊！这一下所有人终于明白了真相了。原来刚才七言尊者不是真的发疯了，而只是被江掌门遥控了。就说嘛，哪有人会突然被敌人感召到那种程度呢？这么一解释通了。紧接着所有人马屁像不要钱的一样扑面而来呀，那一顿夸呀，哎呀，我就不跟你们说怎么夸的了，反正就是高大上，都快赶上海洋了。本期第959集名扬四界。众人马屁拍的陈哥眉开眼笑，陈哥的逼格不光保住了，而且再次得到精进，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还变得更加的英明神武了。什么叫技术？什么叫操作？逼王可不是白交代。漫长的吹捧仪式结束之后，纪凌寒等人也收完了战利品，再次交给了仓库保管员江掌门。而江城也没有吝啬，直接从战利品中挑选了一件5阶真气护甲，赏给了纪凌寒。另外挑了3件4阶的，赏给了钟离浅和秋染江佳怡。没办法，阴之真气的兵器都是属于阴属性规则的，他们也用不上。由于得到了七言尊者的佩剑，程哥又将之前的寒煞兵剑送给了纪凌寒，可把韩妹子高兴坏了呀。这可是江掌门刚刚战斗时所用的随身佩剑，意义都截然不同了。妹子捧着他，简直像捧着江城的化身，俨然是将这当成了定情信物来看了。却不知程哥最近换兵器如换衣服那么随便。其他人看到这一幕，除了艳羡还是艳羡，但是无话可说，谁让人家是同一个宗门的呢？啊，对了，江掌门，刚才听寒门段月2位前辈说您是兵界之主，不知兵界之主究竟是何等地位啊？一旁的段月闻言正色说了：“你们刚才没听懂吗？兵界之主就是整个兵之真界的主人，兵界上下无论兵级天尊还是兵工所属，全都要遵从他的号令。”再次得到明确解释，众人忍不住沸腾了。居然真的是兵界的主人呐！兵界老大江掌门竟然成了兵界至尊，掌控一个庞大的真界，太不可思议了呀！同为仙界之人，与有荣焉。
这是我们妖界的妖主好不好啊？关你们仙界什么事啊？众人看陈哥的眼神，那叫一个高山仰止，就连向来喜欢给陈哥泼冷水的青龙大帝都有些遭不住了。老龙嘴角抽搐，莫名感觉眼前这小子变得高大伟岸了。没办法，一个是弱小仙界内的一个帝境，一个是强大真界的主人，这咖位实在差得太远了。这一战的结果呢，很快传出。当消息散开之后，外面的4大真界都沸腾了。江城这个名字第一次被阴阳火3个真界的修士听说，而这次听说已经足够铭记了。一个仙界土著斩杀地境9重，离谱了吧？不是说仙界土著最多就地境2重，根本不值一提吗？这个低等位面居然有出现了这么强大的生灵。七炎尊者没死在天道争夺战，死在了一个仙界土著手中。不光七炎尊者，还有12位地境8重和数十位地境7重，这个阵容放在咱们任何一个真界都算顶级的了。据说此人还是冰界之主，一个仙界的人怎么当上冰界之主了呢？谁道来的？不过看他的战斗力，应该是直追天尊了呀。江城究竟是谁？江城何许人也？一时间呢，这个问题在阴阳火3界被无数人问起，然而绝大部分人得不到答案。在此之前，各真界只当仙界是个更低的位面。确实啊，天道在这里它是原仙界的中心，但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本源，所以这里的仙人很弱。而经历成哥这战，许多人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去正视这个被他们看不起的仙界。可以说，江掌门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所有人对仙界原本的看法。而那冰之真界那边，这个消息同样也轰动。冰界人听说江城这个名字还是挺早的，早在他登上冰梯之前就家喻户晓了。只不过呢，那时他的身份是冰宫之敌，外来入侵者。下次听到江城名字，是冰宫宣布从此以江城为主。当时这消息就曾让无数人惊愕，他凭什么呀？且不提他异界人的身份，光是实力也不够啊。而现在成哥的战绩传回，冰界上下反对声一下就少了大半。要知道，历4真界大战能斩杀对面尊者的次数，皆是屈指可数的。冰宫上下已经被成哥的战绩晃瞎了眼了。这真是他干的吗？他这么强吗？尹从和季苍等人下巴都差点惊掉了。他们忽然庆幸了，还好那天没和江城开战，要不然自己的地境8重完全不够看，岂不是白死了吗？云梭、风林等尊者则是浮起了笑容。不愧是斩杀过明觉天尊的人物呀。是啊，看来那次并不是偶然。我冰界有他在，什么都不用担心了。众人心悦诚服地看着宫行，也幸亏这次他提议拖延等待。要是早早的朝着赤阴宫道歉认错，后面江城打赢了就难看了。宫军师脸上带着兴奋之色。江主公此战意义深远，经此一战，外界必不敢再轻视我冰界，冰界能得到宝贵的发展机会。他的预料没错，这段时间阴阳火3界其实派了不少探子过来冰界刺探虚实，态度都微妙的很。而经历江城这战之后，这些探子全都撤回了，生怕引起冰界的敌意。但是阴之真界的赤阴宫这边却是战云密布，七炎尊者等一众高手的死，令得这个超级宗门上下震怒。原本在争夺天道的灭阳天尊以及其他6位尊者都急吼吼的杀了回来。七炎竟然死了！江城，这该死的东西必须铲灭！整个仙界都必须为之陪葬，还有冰界，来日掌控天道第一个灭的就是冰之真界。赤阴宫历史上还没有在哪次大战中损失如此惨重，这场子必须找回来，否则将来赤阴宫还怎么在各大真界混呢？打了一批来下一批，这种事儿似乎又要发生了。本集第960集，天道杀不死的人。灭阳天尊盛怒之余并未失去理智，知己知彼的道理他是懂的。内战江城赢的诡异，疑点太多，紧锣密鼓调集高手备战的同时，他也不忘打听一下成哥的情报。江城这个名字他也是最近才听说的，不过呢，他还有其他的询问渠道。阴之真界过来之后，有一批修炼了阴之规则的仙魔顺理成章地进入这个真界，融入到界面中。其中从前圣殿的3位准帝更是在暗基魔帝的介绍下加入赤阴宫，只是限于当前实力都只是外门弟子罢了。加入赤阴宫这么久，这3人还是第一次得到高层召见。作为底层外门弟子，平时都在深山修炼，至今居然还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心里忐忑之余还纳闷呢。进入大殿之后，在一众地境8、9重的超级强者扫视下，他们更是浑身一阵战栗。3人恭敬行礼，就听到灭阳天尊亲自发问：“你们认识江城吗？”3人一脸错愕，这个名太熟了呀，别说1000万年了，哪怕再过1000亿年，我们也不忘不了啊。但那家伙也就在仙界嚣张一下，还不至于入了真界的眼吧？更别提让天尊亲口询问了。江城能有那个咖位吗？3人摸不准了。不知天尊所问的是哪个江城？怎么的？你们认识很多江城吗？没有，我们认识的就一个。那还不速速出来？是。3人听出天尊的不悦，吓得连忙把江城过往的经历大概说了一遍。
江掌门的经历有部分他们不知道，不过光是人尽皆知那部分就足够惊人了。殿内那些地境8、9重的高手，原本只当江城是个寻常的尊者，又或者天尊。随着陈哥一桩桩事迹被说出，他们也错愕了。怎样？你们的意思是，1000万年前此人还只是准帝？那时候他还在仙界这种地方混迹？是啊，1000万年前，他和盲野决战之后就失去了踪迹了。众人嘴都合不拢了。也就是说，此人进入冰之真界不过1000万年，然后他的实力到了如今的程度，而且还当上了冰界之主，这简直比听到七炎尊者被杀还要离谱呀！哪怕已经身为死敌，赤阴宫这些尊者护法也不得不表示惊叹了。这也太传奇了吧！就算位面之子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呀！难道他就是天道眷顾之人？哼，他是天道亲儿子还差不多，要不然没法解释啊。灭阳天尊深吸了一口气。看来我们必须放下轻视，以最高的认真程度来对付此人呐。身为天尊说出这话，足以证明他对江城的重视程度了。位面之子是个什么情况，普通人不了解，他们却知道的。那种人往往都有大气运在身，越级挑战基本配置，关键是这种人很难杀死，哪怕遇到绝境，哪怕堕入死局，也经常会以莫名其妙的方式神奇逃生，甚至还能在战斗中突破，能在死里逃生之后获得特殊机缘。对待这种奇葩生物，不能以常理视之。将此人在仙界的所有经历一五一十的全部讲出来，事无巨细，一件不能漏。三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江城究竟干什么了，只觉得这对待规格高过头了呀。不过呢，面对天尊的询问，也不敢于隐瞒呢，于是开始拼命回忆当年的细节。从成哥第一次到上仙界干掉无极洞天几个准帝开始，直到他率领妖界在仙妖山大战，再到他斩杀数位帝境，一直听到天道划线那次，所有人坐不住了。你说什么？听到天道都制裁不了这个人，只能划线阻隔，众人一脸不可思议。天道都杀不死，你们确定没说谎吗？灭阳天尊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前面那些斩仙帝、杀魔帝什么的倒还好，虽然同样突破了位面极限的战绩，但镇不住他这种更高位面的存在。但后面算什么呀？天道会拿一个人没办法吗？这是怎么做到的？还有天道奈何不了的人？那这么一看，此人应该不受天道庇护，他分明和天道作对呀，乖呀！这种型号的气运之子，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呢。看来我们还真要主力进主力啊，否则很可能还是杀不了此人。确实啊，这次不能掉以轻心呐，与此人对战必须步步为营，掐死他每一步活路，最后以雷霆之势一举灭之啊！众位护法长老纷纷发表看法，表达着对江城的忌惮。然而灭阳天尊却是一拍扶手，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不，此人不可杀啊！为什么呀？他杀我们那么多人，生死仇敌还能留着吗？不错呀，如果我们放过他，只会成为各大真界的笑柄，从此赤阴宫威严扫地呀！他杀死我们那么多人，当然要报仇，但不是现在。难道你们还没意识到此人真正的价值吗？天道奈何不了他，而我们现在正被那13件天道至宝挡在外面，无法寸进。若有此人在，天道的13件至宝很可能也杀不了他，到时候那13层防线就会被攻破了。那几位地境9重护法眼睛都亮了。目前他们和阳之真界、火之真界都在争抢天道的控制权，但都没进展。自从仙母召回那13件至宝以后，3大真界根本打不进去，只能在外围做了水磨功夫。灭阳天尊长身而起，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此人夺取天道之后再杀他也不迟。第961集，地境8重的弟子。随着战绩的迅速传开，成哥很快又见到其他飞仙门弟子，阴阳火这3个规则都算是热门规则，当初还是有不少弟子修炼的，比如罗远、甘子怡、唐如等人，短短几天足足回来30多个。这批人如今低的地境4重，高的呢也进入地境6重了，但修为最高的不是罗远这个2代弟子，而是当初那4个主角模板之一的奕晨。修炼阴之规则的他竟然已经是地境8重中期了，这远远超过了纪凌寒这个掌门了，让成哥不得不感慨，有主角相的人呢就是不讲常理呀，这提升速度就离谱了。他稍微一问才知道，奕晨早在4000万年前就去了阴之真界，那会儿正是飞仙门被仙魔2界围攻的时期，他独自在外发展，与仙盟明争暗斗，有次被追杀逃亡时无意中落入了混沌裂缝，就那么糊里糊涂的进了阴之真界，而在那边呢又是奇遇频出，开挂不断。
如今他在阴之真界已经有了自己的势力了，手下还有好几个地境7重，一群地境6重，只不过这次没有跟过来。见到陈哥这位已经地境8重、经历无比丰富多彩的绝世天才，还是星眸蕴泪，难以自已。将长们，在听到您的名字之后，我简直不敢相信，真的还有与您重逢的一天。这些年我多次派人在仙界寻找，始终找不到大家。天可怜见，总算有见到你，见到机长们和大家了。陈哥老怀大慰，拍拍他的肩膀，你做的不错啊，看样子没有辱没我的威名啊。我永远都记得您的教诲。我的教诲？陈哥想了一下，我教诲过什么吗？不过大家久别重逢，他也懒得多想这种无关紧要的细节嘞。一行人其乐融融，陈哥忽然想起个人，印小雪呢？这妹子是当初飞仙门那么多弟子中唯一一个留在仙界的，而她留在仙界的方式很奇葩，故意死在了仙界。后来陈哥从玄界回归之后，将她复活了。正好这时罗远也问了起来了，对了，印师妹呢？她不是故意留在仙界了吗？难道将长们没复活她吗？没有啊，我复活她了，当时还和她天天相处呢。他这么一说，室内的气氛微妙了，所有弟子不约而同地看向另一边的纪凌寒，就连奕晨也忍不住挤眉弄眼。显然呢，他们也都知道纪掌门和印长老在某方面存在着竞争关系。不远处呢，苍灵悠悠飘来一句：九绝当初攻过来时，印小雪不小心被杀了。又死了。陈哥哭笑不得呀。按理说有芒也在，6界大部分人虽然抵抗得很艰难，但多半都活了，尤其地境基本一个没死。这妹子运气太差了呀。季师姐还真是求人得人呢，可能上天觉得季师姐喜欢死，所以特别附赠了她一次吧。众弟子倒没什么悲伤，反正江掌门能直接复活。将所有男弟子全都赶出去之后，陈哥掏出了印小雪留下的一滴血，再次给他来了套复活。光芒一闪，印小雪又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了。掌门，我又被杀了，我真的好惨啊！一活过来，他就如同八爪鱼一样熟练地缠上陈哥的身上，嘴里说着惨，但手上动作一下没停啊，看得一旁纪凌寒那叫一个恼火呀。师妹，你好歹注意点，你他妈能不能先把衣服穿上？骤然看到纪凌寒那表面平静，实则带着深深压力的目光，印小雪吓得当场尖叫了一声。纪师姐，你怎么也在这里？纪凌寒淡淡地说：怎么，我不能在这吗？你不欢迎我回来？没有，我这不是惊喜吗？印小雪若无其事地穿好了衣服，仿佛这些年什么都没发生过。你这些年去哪里了呀？想死妹妹我了。他还亲热地上来和纪凌寒抱了抱。那些年在仙界，我虽然天天陪着江掌门，但是我心里却总是想起大家。这表面遗憾，实际都秀到脸上了。纪凌寒听不出来吗？上下打量一眼，他那才准地初期的境界，也是暗暗摇头。我们去了其他世界，江掌门为了找我，特意跨越位面不远万里，历尽千难万险将我接了回来。他故意朝印小雪递了一个满是歉意的眼神。江掌门当初可能是得到我的消息之后赶得太急了，把你都给遗忘了。我在这里代他向你说声抱歉了。只有你会修吗？高手过招，表面嘘寒问暖，实际早就刀光剑影了。行了，你们姐妹俩客套什么呀？一旁的陈哥还以为两人真的在互相问候呢，还在那为两人的姐妹情而欣慰呢。随后呢，其他弟子再次进来，又是一番热闹。印小雪很快就发现，这里每个人的修为都远超自己了，包括4代弟子都已经将自己甩的车尾灯都看不着了，顿时如丧考妣，差点崩溃呀！掌门，你一定要帮我呀！他们现在都比我强了，这让我这个长老怎么活？他又缠上江掌门，后者很无语。飞升仙界至今，你都第3次复活了呀，我还没收你复活费呢，你咋好意思呢？你看人家纪凌寒、罗远多节约，到现在没让哥复活一次，难不成你还想我给你强行提境界吗？那样可要浪费仙元点的。修炼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儿，何况你修为低也无妨啊！我看大家还是很尊敬你的，3代弟子照样喊你师叔吗？印小雪一听，貌似江掌门还真的有办法，顿时呢撒娇抹泪，那全套上阵。不行呀，我一个内务长老，2代门人，实力这么弱，传出去飞仙门的声誉受损，您老人家也脸上无光呀。关键时刻，纪凌寒微微一笑，那还不简单，把你的内务长老这位卸掉，降格为4代弟子就行了。顿时呢，印小雪没声了。本集第962集，你们机缘未到。也就在这天，成哥和罗远绑定了阳之玄文，之后又和唐如绑定了火之玄文，和奕晨绑定了阴之玄文。
这3人中带来帮助最大的就是奕晨了。与他绑定之后，成哥的阴之玄文进度直接从第11重的0到了 93%， 距离12重都不远了。这足足节约了他4、5亿的仙元点，让他看奕晨更加喜爱了。然后呢，他拒绝了奕晨想要常伴自己左右的请求。好男儿志在四方，怎么能一直留在我这边蹉跎年华呢？可是我觉得在您身边不蹉跎呀。奕晨这次绑定玄文之后，也得到极大好处，境界从地境8重中期突破到后期。重要的是，通向地境9重的门已经朝他打开了。他哪里舍得离开本就极其静默的江掌门呢？然而成哥不这么想，你可是有主角模板的位面之子，当然要让你出去继续寻求属于自己的机缘，这样你才能在下次见面的时候变得更强吗？没准又能给我带来一些好处呢。你天天留在我身边算怎么回事啊？雏鹰总归是要早点学会飞翔啊，才能在这残酷的修炼界翱翔。江掌门大道理说的一套一套的，奕晨还想再争取呢。可是罗师叔、唐师姐他们都能留下呀。他们没你优秀，一直以来我最看好的就是你，你可是我们全村在外面的门面呢。这话说的其他弟子不服了，就连罗远和钟离缺2个2代长老都冒出来了。江掌门，咱也不比他差呀。就是啊，凭什么这小子是咱们的门面，他算什么呀？原本还不情不愿的奕晨可就抖起来了。两位师叔，这是要和江掌门唱反调吗？难道你们在质疑他老人家的眼光吗？哎，被陈哥一顿夸之后，他如同打鸡血一样斗志昂扬。江掌门，您看着吧，下次再见，我的成就定会让您有惊喜。哎 ，OK， 好啊，好啊，好。陈哥挥挥手，看着孩子飞向远处的身影，满眼都是老父亲的欣慰。送走奕晨之后，他又招来了韩文、段月和姬瑶，你们可以启程去冰界了。记住我的话，让冰级天尊也帮忙看看啊。韩文、段月点头，而姬瑶则是内心澎湃无比。他现在相信江澄一定是认识冰界的天尊了，毕竟他都是冰界之主了嘛。而这次除了姬瑶，还有其他一部分修炼了冰之规则的仙人也会一起过去。这批人因为有江澄这层关系，去那边之后呢，路肯定会好走很多。看到他们浩浩荡荡即将出发的身影，在场许多人那个羡慕呀。哎呀，可惜现在只有4大真界，我修炼的战系规则本源还没来。是啊，我修炼的剑之本源规则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到呢。咱们还要在这边继续蹉跎了。听到他们的话，陈哥感到诧异。那本源真界没来，你们可以自己去啊。这些年被9绝围攻，数次岌岌可危，你们为何不去其他真界避难呢？他其实一直没想明白，那打不过那就撤呗，对不对？将来实力强了再回来报仇呗。苍灵可以去速度真界，玄冥可以去水之真界，仙界每个人都可以去对应的真界。说实话，在冰之真界时，他曾一度以为冰凤大帝已经提前过来了。难道你们的乡土情结这么重，舍不得离开故土吗？老青龙撇嘴，什么乡土情结，能逃吗？早逃了，这不是没地方去吗？就是啊，我们也想像9绝暗机那样去其他真界闯，奈何无门呐。啊，那裂缝深处不是有3000个真界入口吗？陈哥抽抽嘴角，随后看向人群中眼神躲闪的芒野。他没告诉你们啊？他自己当初走得急，满以为满野后面会透露的。啊，还有这事儿呢？众人一听，顿时炸锅了呀！3000个入口就在这裂缝，哇，原来有3000个真界，而且都有入口，不早说呢！霎时间，芒野身边空出了一块，所有人都将疑问的目光投向他。这老兄一脸尴尬，他为了不让别人超过自己，所以才故意不透露的。大家集体提升，哪有自己一个人出风头来的爽啊？但这真实原因不能说呀，他只能梦声梦气的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面对外界的入侵，咱们仙界怎么能逃？当然要正面应战，这样才不丢脸。宁愿站着死，也不钻逃生的狗洞。听到他这豪气冲天的话，众人被感动的是破口大骂呀！狗洞你个头吧，我丢你大爷！你们早说满鬼还在满界担惊受怕的呀！该死的，那老夫一眼就看出你个瘪犊子是故意的啊！啊，哎，你要是早说那我们1000万年前就进去了，到现在谁没准也是地境3、4重了啊！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能变成地境6重了，感情你一个人吃独食啊！这下别说其他各界高手了，就连满界诸位大帝也露出了不满了。确实啊，不厚道啊！原本他这些年数次力抗强敌，大家挺感动的。你现在这么一琢磨，根本没必要在这边死扛，好吗？芒野这次装叉没装成，反而成了众矢之的了，干脆破罐破摔了。没能发现那些入口，那说明你们机缘没到，这天数你怨不得我，是你们自己不行。众人差点气死。裂缝在哪儿呢？对啊，那3000真界的入口在哪儿呢？老夫已经迫不及待想找到木之真界了。
都知真界等着稳坐前来吧。老朽前世与画质真界有段羁绊，仿佛已经听到了命运的呼唤。这帮6界曾经的大佬一个个两眼放光，摩拳擦掌，也不怪他们这么激动啊。他们多半都在仙界修到了位面极限了，纵然天赋再强，资质再高，位面本身限制了进一步突破，那能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听说还有自己对应规则的真界，可以近距离和本源接触，然后继续突破，那得有多期待呀！本集第963集，为仙界而战。得知蛮界边缘就有3000真界的入口，众人都迫不及待涌了过去。就连成哥也挺好奇这盛况的，然而等到了之后，他却惊讶了一下，而其他人都是大眼瞪小眼。3000入口确实都还在，但这些入口此时已经全部熄灭了，进不去了。哎，咋事呀？有人尝试往里面挤，但最终只能在洞口徘徊，无法进入。入口都关了吗？过不去了吗？为什么呀？巨大的失望笼罩所有人。盲野这匹识途老马也闹了个措手不及啊！励志真界进不去了，不应该呀！3万年前我进去的时候，里面所有的光团都是亮着的呀。练级副本都没了，这老兄明显也是很沮丧。早知道这次就不回来了。江城却是陷入思索了。3万年前入口还在，那这入口关闭应该就是最近的事了。难道又是仙母干的吗？或许就是自己上次引导冰之真界过来那次，仙母忽然做出了一系列反击举动导致的。这女人对自己的敌意未免太大了吧？无法提前进入其他真界，众人颇为失望。回到蛮界之后呢，一个个相互安慰，看来只能等其他真界自己过来了。是呀，在那之前我们还得承受着其他真界的压力。不甘心呢，这入口关闭，要么是因为其他真界，要么就因为天道，没有其他原因了呀。为何天道要掐灭我们的机会呀？无论他们怎么想，于事无补。而也就在几天后，赤阴宫的人再次来了。这次来的不是进宫的大军，而是只有一位地境9重的护法居心尊者。看着架势并不是来战斗的，不过众人还是不敢掉以轻心。赤阴宫的反击本就在意料之中，而一个地境9重足以将这里除了江城之外所有人全灭了。眼见众人摆开阵势，江掌门提剑出阵，居心尊者连忙摆摆双手：哎，且慢且慢，江道友且慢，老夫来此并无敌意，而是邀您前去赤阴宫做客。做客？你当我3岁小孩呢？我杀你们那么些人都结下深仇大恨了，还做客？把我请过去，然后一顿陷阱埋伏加围攻的套3吧。这么显而易见的计划，是不是太低估哥的智商了呀？居心尊者仿佛猜到他想什么了，于是一脸诚恳：是，我知道江道友肯定不会相信我们。此次我们邀请江道友，为的是送一桩天大的机缘。随后他传音：我们想与你联手争夺天道，绝无谋害之心。对于江道友而言，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缘，而对我们来说，这也是能分一杯羹的好事。双方互利，我们犯不着为了区区仇恨就误了大事。至于我们间的过节，等到天道争夺结束之后再算也不迟啊。他话说的实在，原本不以为然的江掌门倒是信了几分。确实，在更大利益面前，仇敌也是暂时可以合作的。这对某些势力来说司空见惯了。从前仙盟圣殿经常互相攻伐，但面对他时不还是联手了吗？争夺天道，成哥是没什么兴趣的。他知道天道肯定不会认可自己这个拥有系统的异类，而他也知道赤阴宫肯定还有后招，不可能真的只是合作那么简单。如果后面有埋伏和陷阱，那自己不就又能成功死一次了吗？死完开挂横扫全场，整个赤阴宫所有资源就都是自己的了。这多美呀！想到这儿呢，他迫不及待点头。你说的有道理，走吧，出发。这么容易说服了吗？居心尊者本人都惊讶了。为了打消江城的戒心，他原本准备了更多台词的，结果都用不上了。这小子这么容易就轻信了自己，太鲁莽了吧？哎，好，江道友真是爽快，请。眼见成哥要出发，6界仙魔坐不住了，青龙大帝、妙语、苍靴大帝纷纷来劝：别上当，老夫掐指一算，这绝对是个阴谋啊！小子，有什么天大机缘？对方为什么不自己去得，偏偏送给你？哎，哥英俊帅气，对方看着顺眼呗。你杀了他们那么多人，他们看得顺眼才怪呢。你当对方是傻子吗？是啊，江城，此事疑点颇多。那人家就是喜欢做慈善，喜欢和我分享机缘，不行吗？成哥可不希望这么好的机会被搅黄了。不要把人都想得那么坏嘛。仙界更多的还是好人。他自来熟的拍了拍居心尊者的肩膀，对不对啊，老兄啊？居心尊者还能说什么呀？
他现在只有一个问题，这家伙怎么活到今天的啊？对，我们是好人，不要把我们想的那么坏。我们赤阴宫立派至今，行得端，坐得正。对，在仙界混迹了几十几百亿年，见惯了尔虞我诈的老油条们看到这一幕，简直不知道该从哪儿吐槽了。江掌门三思呀！是啊，此事大有蹊跷，在修仙界可不能轻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友。如今他们都算是被江城罩着了，江城要是死了，仙界的擎天柱就塌了，他们就没大腿可抱了。于是，一帮老油条纷纷站出来现身说法，传授闯荡修炼界的宝贵经验，这也算是一幕奇景了。只可惜呢，他们碰上的是迫切想死的陈哥。都放心吧，像我这么英明神武的人是不会被区区阴谋诡计给害到的。何况，就算真有什么阴谋，那我今天不去，将来也还是要面对的嘛。与其拖着，不如早点解决。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安定的修炼环境，我个人的安危又算什么呢？这次的约我必须要赴。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了，那也是为了仙界而死，死得其所。到时大家去冰界避难就是了，冰宫会收留你们的。仗着有复活卦，这陈哥是什么话都敢说呀，完全不担心真的应验。一时间呢，无数仙魔被他感动的是热泪盈眶，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呐！本期第964集，帮你们执行门规。短短3天时间，陈哥就到了赤阴宫了。这个在阴之真界数一数二的顶尖宗门，论气派确实称得上是庄严恢宏，但山内山外居然静悄悄的，连个守山弟子都没有。这种情况，即便再小的宗门都不会发生。江城原本没怎么在意，但在进入赤阴宫内部之后，却很快被一大群人给挡住去路了。就见迎面这群人呢，境界倒不算多高，为首的10几人都是地境7重，而后面数百人则是清一色的地境6重。在外围还有成千上万的地境5重和4重门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看起来外表很年轻，穿了弟子服饰。不用猜知道，为首那10几人是赤阴宫的真传弟子，后面那些地境6重可能是精英级的内门弟子。自是这些人一个个神色不善，看陈哥的眼神中透着愤怒和仇恨的火焰。那就是江城，就是他杀了齐岩尊者和诸位长老，贼子还敢来我赤阴宫，可恨，将他拿下，杀了他！陈哥还没吱声呢，那身边就围上一大群人呢，一个个群情激愤，跟要爆炸似的。这可把他给看笑了。确实呀，他能理解对方的仇恨，但这帮人不看实力对比吗？自己能干掉地境9重，你们这些地境6、7重跑来叫嚣有什么用吗？巨护法，你们这什么意思呀？他扭头询问虚心尊者。虚心尊者其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些弟子其实都是被宗门的高层故意放过来的，用意很简单，就是恶心一下江城。江城毕竟杀了赤阴宫那么多人，结下死仇了。赤阴宫为了合作，暂时不能杀他，但总归得出口气呀，所以就搞了这么一出，故意派一群弟子搞事，最后一推脱就说：“哎呀，弟子还小，不懂事儿，你多担待点，你白白挨顿骂，还不好和他们计较。”表面上虚心尊者故作惊讶。老夫全然不知此事，我问问去啊。说罢，他飞到前方，厉声对为首的几名真传弟子喝道：“陶之、季兰、盖武，你们几个这是要干什么呀？作乱吗？”为首的真传弟子早得到了宗门高层的授意，知道虚心尊者表面责骂，实际上配合自己的，于是呢，一个个也故作愤怒。我等岂敢作乱，实在是被这卑劣无耻之禽兽给激怒了。江道友是我们的贵客，禽兽从何说起啊？他利用阴谋诡计残害七言尊者，丧尽天良，延伸公分，手段卑劣。我若是他，简直无颜苟活于世间。他竟还好意思站在这里，简直不知羞耻啊！陈哥听到这些指责呢，压根没什么怒火。陈哥脑回路和别人不太一样，他还觉得对方这是帮自己数功劳呢。不过该有的态度还是要有的，总不能任由别人指着鼻子骂呀。然而他要是对骂回去，那就成闹剧了。到时外面传扬的就是冰界之主和一群弟子计较，最后还被对了脸红脖子粗，平白丢了身家。此时的正殿中，灭阳天尊和一众护法长老正满面得意地看着传影画面呢。这小子应该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吧？任何人被千夫所指的唾骂都不会有好心情。还是掌门高明啊！用一群弟子出面，他无论还嘴还是还手都有失身份，只能承受。到时候看看他怎么收场，估计都被气死了吧。此时呢，场中被群体集火怒喷的陈哥一脸严肃地看向虚心尊者。这真不是你们宗门高层的意思？虚心尊者连连摆手。不是，这些弟子真是不听话，让江道友见笑了啊。这个江掌门是贵客，
你们这成何体统啊？还不退下！得到授意的弟子们怎么会退呢？反而闹得更欢了。他必须给个交代。没错，必须给个交代。哎，下跪认错道歉。谁都知道跪是不可能跪的，但叫嚣起来也不费多大劲儿。成哥瞧着这闹剧也差不多演得差不多了，于是呢，缓缓拔出那柄从七言尊者身上缴来的5节真气虚月剑。看到这把剑，原本还只是鼓噪的弟子更怒了，就连殿内灭阳天尊也露出了深沉的杀意。这家伙竟敢当着赤阴宫的面将这把剑拿出来，这是在挑衅吗？然而呢，成哥的挑衅还在后面呢。他一脸遗憾地朝着同样隐含怒意的虚心尊者摊摊手。既然不是你们的意思，那看来这群弟子就是不遵号令，犯上作乱了，这在任何宗门都是不可饶恕的判门死罪吧。我想着你们也不方便出手，要不我就做个好人，帮你们执行一下门规啊。他此言一出，虚心尊者差点一口血喷出来。什么玩意儿？你帮我们执行门规？你要干掉这些弟子呀？你疯了吗？这可是我们赤阴宫宗门的未来呀！怎么能让你杀了呢？他连忙挡在陈哥前方。哎呀，别！江道友啊，你身份何等崇高，怎劳您亲自出手？哎，不麻烦，我做好事向来不图回报的。陈哥把他往旁边一推，一边朝着那群弟子晃了晃兵器。来啊，你们刚才不是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吗？不会只是动嘴吧？赤阴宫这些弟子虽然冲动，但不傻呀，知道自己和江城的实力差距极大，出手就会被表。他们刚才仗着的无非是我们身份实力弱，你堂堂兵界之主要是和我们计较，那就丢了身份了，所以才敢肆无忌惮。现在呢，江城的剑指着他们了，一个个只觉得汗毛倒竖，哪敢真的开战呢？虚心尊者一边苦苦拦着江城，一边朝着弟子咆哮：还不快滚！不懂事的玩意儿，滚！这次是真的让他们滚了。本集第965集，兵界之主的规格。下一瞬，众弟子如蒙大赦，纷纷作鸟兽散，如同逃命一样。一场闹剧以赤阴宫弟子们丑态百出而散开了。虚心尊者努力挤出笑容，继续引路。哎呀，江道友这边请啊！表现的好像刚才什么没发生一样。然而呢，陈哥并不满意。刚才他其实真的想杀那帮弟子的，只不过旁边有个地境九重挡着，哪怕神魂攻击也不会奏效。这就让他很不爽。啥意思啊？散了就完事了？那哥刚才白骂了呀！于是呢，他直接转身，掉头就朝着山门外的方向飞去。江道友，这到这儿了，怎么往回走啊？成哥回身打量了一眼这位表演艺术家。我看你们的弟子也不欢迎我，算了，我懒得做那不讨喜的恶客，告辞了。虚心尊者急了呀，你要是走了，争夺天道的大计岂不要泡汤了呀？哎呀，江道友说笑了，您怎么可能是恶客呢？刚才那些弟子不懂事儿，您是堂堂兵界之主，何必跟他们置气呢？言外之意，你这心胸格局不够啊！他这反将的一军，要是其他人真就哑口无言了。可惜呢，他碰到的是不按常理出牌的陈哥呀。说得好啊！原来你还知道我是兵界之主呀？虚心尊者想了一下，自己说错什么了吗？为什么他突然要发难的样子呢？江掌门此言何意？您兵界之主的身份，如今举世皆知啊，是吧？既然如此，那欢迎我的人呢？我堂堂兵界之主驾临你们这小宗门进行友好访问，说一声让你们蓬荜生辉不为过吧？盛大的欢迎仪式来一套不是很正常吗？结果你们怎么做呢？他看了眼静悄悄的山门外，还故意把所有人撤掉。怎么着？我进来前还要偷偷摸摸的吗？这就是你们赤阴宫的待客之道吗？我看随便一个下界小宗门都比你们专业吧？专业你大爷呀！虚心尊者恨不得一剑劈下去，你杀了我们那么些人，全派上下恨不得把你的肉吃了，把你的皮扒下来躺那儿，然后还欢迎仪式，你不要脸呐！你有点自觉没有啊？江道友说笑了，来，抢什么抢？你们的天尊不出来亲自迎接，其他弟子不夹道欢迎，哥是不会进去的啊！如果不是刚才赤阴宫那帮弟子故意闹了一下，江城其实懒得提这茬的。现在嘛，反正呢，陈哥本来就是很在乎排场的人，还真就坚持上了。兵界之主必须要有兵界之主的规格，身为兵界之主，我可不能让兵界蒙羞啊！眼见他玩真的，虚心尊者也是心痛无比呀，连忙再次拦住他，随后呢，朝着宗内传讯。里面挡住的灭阳天尊等人不用传讯，早都看到外边发生什么了。一众高层护法长老差点气到胃出血呀！
他哪来的脸？我接他大头鬼呀！该死！这家伙是不是找死呀？他以为他谁呀？还要我们亲自迎接？天尊，干脆干死他算了，反正他都来了，干死一了百了。天尊摇了摇头，天道终归重于一切。如今其他2996个真界尚未到来，如果等他们都来了，那我们得手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了。天赐良机不能错过呀，小不忍则乱大谋。可是他毕竟杀了我们那么多的人呐，他是仇敌呀！悄悄放进来还好说，这大张旗鼓的迎接，那我们成什么了？传出去，赤阴宫只会沦为笑柄的，宗门弟子只怕也会有芥蒂啊！这些后果灭阳天尊何尝看不出来呀？他今天故意把守山弟子都撤了，就是为了低调行事。只不过还是那句话，天道重于一切，在掌控天道这事面前，其他所有事情都得让路。安排众弟子随我出去迎接。他几乎是带着杀意说出这话的。什么？迎接？开什么玩笑？不杀他就行了，还迎接他凭什么？刚才他们还指着陈哥的鼻子骂了，才过了这么一会儿，叫他们跑去当步行板欢迎，这让他们如何自处呀？完全就是把他们的脸扇得啪啪响啊！没有人能接受啊！我不去，就是我们坚决不去，谁爱去谁去吧。此人残杀我高层，视为仇敌，吃了岂能对仇敌如此的谄媚啊！传达命令的长老面色铁青，他们也不想这样，但是呢，这是天尊的命令，谁敢违抗，违令者视同叛门。这话一出，所有弟子哑火了。赤阴宫门规很森严，被判定为叛门的人会被废掉修为的。在真界这地方呀，被废掉修为就等于是判了死刑了。那弟子们那叫一个憋屈啊！但是呢，没办法，天尊发话，谁敢不从呢？于是仅仅1刻钟之后，整个赤阴宫的气氛就变了，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各种真气和阵法的特效在四周绽放，搞得喜庆无比。天空中花团锦簇，祥兽瑞鸟争奇斗艳。灭阳天尊带着一众护法和地境8重的长老出门迎接，一看到陈哥呀，那都是满面堆笑，热情相迎。哈哈哈哈哈！冰界之主到来，真是令我赤阴宫蓬荜生辉呀！啊，里面请，里面请！所有人都表现得好像不知道之前那场闹剧的样子。本集第966集，仙母的来历。江城当然清楚，这里的每个人都恨不得杀自己100遍，不过呢，也懒得点破他们。一路上，他在诸位天尊和尊者的陪同下，亲切友好地检阅了一下赤阴宫各峰弟子们的迎接方阵。大家好啊，嘿嘿，我就是你们期待已久的江城江巨帅啊！忘了哈，我们刚见过哈。回想片刻前还在骂他，现在要被迫欢呼欢迎他，哪怕脸皮再厚的弟子也不由得面红耳赤，尴尬呀。陈哥很满意，给出了好评。你们赤阴宫真是热情啊，不愧为阴之真界一霸呀。陪在他身边的灭阳尊者暗琢磨，这话到底是夸我们呢，还是损我们呢？江道友过奖，不过奖，光是这么快就能临时搞出这么大一个场面，可见你们的组织度有多高啊！江道友还真是有见地啊。两人一路说着没营养的废话，直到缓缓进入正殿，外面欢腾的仪式才是终于结束了。到了里面呢，就只有地境8重之上的长老才能列席了，而双方商谈的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实不相瞒，我们这次不计前嫌邀请江道友前来，是为了争夺天道。陈哥其实压根不知道天道怎么争的，于是呢不动声色。可否细说呀？天道的那个傀儡召回了13件天道至宝。陈哥听懵了，什么傀儡？13件天道至宝莫非就是指3大龙骨、天剑山这些宝地化成的神兵利器啊？众人面面相觑啊，这都不懂，这些不都是当年元仙界的常识吗？他不是冰界之主吗？怎么会这么无知呢？不过想想也是，这小子去冰界不过是1000万年前的事，想着后面还要利用他谋夺天道，基本的情报不能不共享。于是呢，灭阳天尊耐心的给江城科普，13件天道至宝确实是你说的那些宝地，而傀儡就是你所知道的那个仙母。那女人是个傀儡？他一直以为仙母是仙界的天道化身呢。傀儡只是我们对他的称呼，他的本体是第14件天道至宝，名为婆娑玉刃啊！他居然是一件兵器啊！当年元仙界争夺天道时，主要就是与他作战的。一名尊者点头了。天道本身并不会主动攻击生灵，但是天道为了保护自身，诞生出了一批天道至宝。而天道之所以难抢呢，就是因为那14件天道至宝阻拦，再加上其他真界相互争夺使绊子。
那14件天道至宝中，其他13件虽然也有各自的灵性神妙无双，但最难缠的还是这个婆娑玉人呐。成哥饶有兴趣，他很厉害啊。另一名尊者重重点头。如果其他13件，那我们早就成功了。毕竟有灵的至宝归根结底还是呆板的死物，你再怎么也斗不过各族生灵的算计。这个婆娑玉人的存在让难度提升了不止100倍呀。他是14件天道至宝中唯一具备完整灵智的，而且他的灵智超出其他所有生灵。是吗？他很聪明吗？成哥感觉这和仙母的刻板的形象有点对不上号。灭阳天尊沉声说了，没错，他是天道的杰作。婆娑玉人比任何生灵都要狡诈，都要精于算计，都要熟通事情。当时至少有8位大能是可以确定是死在他的阴谋诡计之下的。他口中的大能，那是比天尊还强的存在。江城表示被惊呆了呀！仙母狡诈，他一脸不可思议的在虚空中画出了仙母的影像。哎，你们确定说的是仙母，是这个人，而不是其他人吗？啊，没错，就是他，当年原仙界最危险的存在之一，被他盯上怎么死都不知道的呀。那为什么在我的印象中，仙母是呆呆的、蠢蠢的呢？那是因为天道现在很弱，婆娑玉人的强弱取决于天道本身的强弱。如今还有2996个本源未曾回归，天道比从前弱了许多倍。正因如此，这些天道至宝也远远达不到全盛期的威能，所以我们这些天尊才有了谋夺的机会。放在从前的原仙界，天尊这个境界压根儿没有抢夺天道的能力，甚至进场资格都没有。那时争夺天道的都是更强的大佬们。你碰到的仙母，那还是一个本源都未曾过来的时期，当时他是最虚弱的状态，连带着他的灵智也跟着降到了谷底。哦，成哥恍然大悟，难怪上次在冰界沟通天道时就莫名感觉仙母变得人性化了不少。这仔细想想，要是3000真界的本源全都过来，他得变成什么样啊？婆娑玉人是一件天道至宝，它本身就具备一部分天道之力。而因为它的存在，其他13件天道至宝也有了调度，所以我们最近一直攻不进去呀。这就是最近阴阳火3大真界遇到的难题。虽然有了天道之后，他们这些人的境界都有了松动，可以继续突破了，但天道也变强了，天道至宝的威力也变强了。而如果继续拖下去，随着其他真剑陆续到来，本源逐步的增加，天道变强，那14件天道至宝也会变得更强，到时夺取天道的希望就变得更加渺茫了。天道至宝这么强啊？对啊，天道至宝的威能不属于任何一种规则，他们挥洒出的就是神秘莫测的天道之力，无从抵御，无从打破。远古时代的原仙界，那些大能其实有对付天道至宝的办法，不过呢，这种机密情报他们自己了解的都不多，更不可能会透露给宗门死敌江城了。本期第967集，买票上车。大致介绍了一下情况之后，灭阳天尊开门见山提出了合作意向。我们听说你曾被仙母针对，受到天道业力反噬，但你却毫发无伤，这是真的吗？成哥很干脆点头，啊，是啊。得到他亲口承认，店内众高手都露出喜色。一名护法迫不及待地问了，不知你是怎么做到的？对呀，天道之力不属任何规则，根本无从抵御，你是如何抵住那业力侵袭的呀？那当然是因为我帅得惊天动地，超脱了天道。众人纷纷撇嘴，我们傻呀啊！要不然还想合作，恐怕都要拂袖走人了。灭阳天尊摆手，心知江城不可能吐露这个秘密，退而求其次。我们找你合作，为的就是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突破婆娑玉人和另外13件天道至宝的封锁。只要闯过这些天道至宝的关卡，天道唾手可得呀。说到这里呢，这位堂堂天尊的语气都变得狂热了，显然是想到了掌控天道之后自己能得到好处有多大。成哥好奇了，那天道本身不会反击吗？不会，只要突破了所有天道至宝的阻拦，就大功告成了。哦，那事成之后天道归谁呢？灭阳天尊心说了，突破所有天道至宝的封锁之后，你就会被我们卸磨杀驴再干掉，那天道当然归我们了。但当着江城的面，他肯定不能这么说呀。那当然是归你的。哦，哼，哎呀，你们赤阴宫是做慈善的吧？江道友此言何意？你们放着仇不报，还想方设法让我得到天道，这是什么精神呢？啊，
当我傻吗？灭阳天尊眼内的尴尬一闪而过，想想也是，再蠢的人也不可能相信世上有这种好事啊。好吧，其实我们是想和你，平分天道。平分？天道还能同时被2个人掌控吗？可以。灭阳天尊压根不知道可不可以，历史上也没有谁真的成功掌控天道。反正呢，他最后要的还是独占。哦，你们突破不了天道的封锁，是吧？啊，确实。只有我能突破？没错。哦，哎，那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只有我能突破啊，就相当于世界上只有我一个男人，那我为什么要找你当媳妇呢？不是啊，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呢？啊，咱俩本来就不对付，我是不是闲的？我自己单干就不行吗？啊，凭什么最后还和你平分呢？你能给我带来什么呢？一个又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抛过来，众高手都傻眼了。说白了呀，在争抢天道这事上，合作本身就很扯淡，根本站不住脚。即便他们赤阴宫这些同一个宗门的人，真要是全都突破了天道封锁，最后直面天道那一刻，没准啊也会互相插刀的。更何况他们和江城还是仇敌呢。我们这么热心，是希望能跟江道友身后分一杯羹吗？哎，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还说什么合作呀？说白了，不就是要抱我的大腿，想让我带飞吗？是，我们是希望得到你的帮助，想跟你得点好处。那就行了啊。不过呢，我的大腿也不能白抱，想我帮忙呢，可以拿出抱出来呀。他倒是想直接灭掉赤阴宫，但是没有这些人带路，咱们寻找天道他都不知道呢。想想呢，也只能提前挑点好处了。上次互换之后的战利品也只是刚刚挽回点本钱，他现在急需先圆点。你还要报酬？对他的要求啊，众人是始料未及的。你杀我们那么些人，我们没干掉你就不错了，你好意思吗？这根本不在计划之内呀。成哥理所当然。怎么的？请人帮忙不用付出吗？买票上车天经地义好吗？哎，你们赤阴宫连这个规矩都不懂，会不会做事啊？对，你要什么报酬啊？成哥立即点开了系统，看了一圈阴之真界能产出的宝物，随后快速的列出了一个长长的清单。当灭阳天尊和一众护法长老看清清单内容后，齐齐炸锅了。你疯了吗？这么多的玄阴原石啊！玄阴原石跟银月冰魄类似，都是用来提升仙力的，只不过前者是阴之真界的特产，而后者是冰之真界的。成哥目前最欠缺的就是仙力修为，所以呢，这玩意儿一开口就多要了那么一内，差不多几十亿个。不考虑平行的情况下，能堆出几个正常的地性九重，所以呢，大殿内所有人都炸锅了。护法和长老们都出离了愤怒呀！你这和抢有什么区别呀？作为阴之真界一霸，向来只有他们抢别人，何尝会有他们被抢的那天呢？想想都恨不得撕碎的江城啊！而灭阳天尊同样是面沉似水，怒意勃发。江道友，莫非你是在拿我们寻开心吗？这种已经无法用苛刻来形容的条件，你觉得我们会答应吗？你们要不答应也没事啊。他起身直奔殿外行去。阳之真界和火之真界会考虑答应我这条件的。我还要多谢你们提供的情报呢，要不然呢，我也不知道自己这趟车居然那么值钱。本集第968集，天尊高明啊！眼见这小子居然转头去找其他真界，赤阴宫一众高层差点气炸了呀！火之真界也就罢了，阳之真界可是他们的死敌呀！这可他们恨不得当场将成哥力毙于掌下。可问题是，杀了他，争夺天道就彻底化为泡影了。别走，江道友且慢，有话好商量再谈嘛。没什么好谈的，要么答应，要么拒绝，没有讲价的余地。反正呢，我又不强迫。江道友可否等待几日，容我等商议啊？3天啊，我最多等3天，要是还没结果，那只能说再见了。他离开大殿，被安排住下之后，殿内众高手立即开启了怒喷模式。他妈的，老夫真想一巴掌拍死他！这个卑鄙的东西啊，怎么能这么无耻呢？他是不是忘了他是俺们的仇敌呀？咋好意思开口呢？反正就是骂一顿骂呀，但是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一直等到众位护法和长老全都发泄差不多了，高居主座的灭阳天尊才缓缓睁开双眼，他的神态平淡如石雕，心情似乎已经彻底平复了。答应他的条件无妨，
轻飘飘一句话，众长老再次炸锅了。灭阳天尊一脸失望地看了一圈众人，太蠢了呀，恨铁不成钢啊！实际上我从一开始就打算答应了，只是故意做出条件很苛刻的姿态，让他自以为占便宜罢了。哈哈，为何呀？那些宝物他就算得到了，能一直拥有吗？别忘了，等他打通天道至宝的封锁之后，我们就卸磨杀驴干掉他。他死了，他得到那些宝物和资源不就回来了吗？他现在所要的一切其实只是暂时替我们保管，就算要的再多又怎么样呢？对呀，其实俺们能抢回来呀。没错，他忙了半天，只是为我们做嫁衣呀。天尊高明啊！这一通真心实意的马屁，拍得灭阳天尊心满意足。好了，都去凑资源和宝物。谨遵天尊法旨。这次呢，众位护法长老没有丝毫抗拒，甚至迫不及待。就在赤阴宫上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搜集资源行动时，外面的阳之真界和火之真界那边同样也在密切关注着这边的一举动。江城干掉了七炎尊者那批人之后，所有人都预测赤阴宫接下来会展开疯狂报复，一场天尊级的昊天大战即将爆发。然而呢，等了又等，大战连个影都没有。蛮界那边风平浪静，这么大仇赤阴宫都忍了。本座与那灭阳天尊打过交道，他不像这种人呐。根据我们打探到的消息，七星尊者曾前往蛮界与那江城会面，之后江城随他一道去了赤阴宫。竟有此事，他们要干什么呀？涉及到天道，当时虚心尊者用的是传音，六界仙魔们只知道有个大概的天大的机缘，其他的呢也不清楚。所以阳之真界和火之真界目前打听到的也只有这些。双方是死敌，居然会摒弃前嫌走到一起，反常啊！这其中定然有什么惊天的密谋，不能掉以轻心呐！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一时间呢，这两大真界也是变得暗流涌动。而事实岂只有他们呢？阴之真界这边也不止一个赤阴宫，还有其他势力和另一位天尊呢。江城进入赤阴宫之后，他们都坐不住了，他们都觉得肯定有大事要发生，甚至连冰界这边也被惊动了。这究竟怎么回事啊？莫非是个圈套？冰主他中埋伏了。面对云梭和纪苍等人的猜测，宫情摇头。江主公行事虽然每让人捉摸不透，近乎荒唐，但都有他的深意。他不会做没把握的事情。这妹子现在已经到了另一个极端，完全盲目的相信陈哥的任何决定。我相信他有不惧赤阴宫的底牌，可我真正不理解的是，赤阴宫为什么要暂时放下仇恨？他们到底图什么？是因为天道。苍茫的声音从高空传来，众人连忙躬身行礼。参见天尊。就见冰级天尊飘然降临，而他的身边跟着一名地境三重，不是冰凤姬瑶又是谁呀？这一幕让众人啧啧称奇呀。冰凤迁入冰界的消息他们知道，当时还得到了冰元谷和冰宫的配合，但姬瑶能真的得到冰级天尊的重视，还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了。这个冰凤真那么特殊吗？不出意外，赤阴宫是想利用冰主突破天道至宝的封锁。冰级天尊说出这话，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如果不是和姬瑶闲聊时得知了江城以前的一些战绩，他根本无法想象会有人连天道都不怕。本期第969集，第一枚道种。冰级天尊其实很郁闷，他又不是无欲无求的人，对天道也是有想法的呀。如果早知道婆娑玉人都干不了江城，那他一定死死地抱住江城大腿，哭喊着大佬带我一起来。而现在呢，他联系不上了，加上他被明局暗算后还处在虚弱期，也干不过灭阳天尊。这次的机会呢，他是赶不上了，只能看了眼身边的姬瑶，老眼内重新浮起了满满的欣慰。冰凤的得天独厚的天赋超出他的想象，恐怕在上古时代的原仙界也不曾有过如此逆天的冰系仙人呢。有他在，冰界就垮不了。而在另一边呢，江城在赤阴宫吃得好睡得好的，3天后赤阴宫只凑了60%的物资和宝物。成哥很宽宏大量的宽限了几天，让他们继续准备，凑足为止，不齐不发车。要是换在从前，赤阴宫一众高手恐怕要吐血了，但现在呢，他们都冷笑呢。你就嘚瑟吧，你就尽情的嘚瑟吧，等到最后我们卸磨杀驴那个，你哭都哭不出来呀。就这样，10天之后，赤阴宫凑齐了95%，有些宝物他们实在搞不到，于是呢，成哥再次发扬风格，让他们用玄阴原石折价抵偿。灭阳天尊和一众护法长老表示：“我谢谢你8辈祖宗啊！”
这天呢，收获满满的江城终于决定启程去破除天道封锁了。哎，我问一下，咱们怎么找天道的？众人当场差点栽倒了。你连这你都不知道啊？你应该有道心吧？啊，有啊，哥的道心都进化成仙果了。那就行。灭阳天尊心头暗笑，在上古元仙界时期，道心进化成仙果其实是走入歧途了，但他当然不会提醒江城的。天道无形无质，并不能被直接看到，但它又真实存在。真要算起来，如今4大真界处处都在天道笼罩下，我们身边就是天道。哦，所以我们哪儿都不用去，就在原地感知就行了吗？那是水中捞月，当然不行。那你就直接说怎么做，磨叽。哎呀，有一门特殊的法门，名叫连天诀，你可曾听闻呢？没有啊。一众护法长老顿时如同泄气的皮球。那看来你得先修炼这门道心诀的心法来。哎呀，上古时期呢，天道一开始也很神秘，直到元仙界的某位大能创造出了这门道心法诀，找到了天道之后，才终于掀起天道争夺的序幕。之前的仙界没人会这门法诀，要不然仙盟圣殿万妖宫肯定早就围绕天道干起来了。这门法诀本身并不能提升什么实力，主要就是用来寻找天道用的，也不算什么秘密。灭阳天尊抬手祭出一片玉符，飘飘荡荡落入江城的手里。这门连天诀修炼起来很快，少则3日，多则7日就可练成。我们再等你几天。说完，他的身影悄然隐去，消失了。不等不行啊，你车票钱都付了。留在原地的陈哥风中凌乱，啥意思呀？啊，还得先练功啊！天可怜见呐！我出道至今，除了当初蓝姨逼迫看过的巫术秘典之外，我还没正经看过任何功法，更别提修炼了呀，一篇都没有。一直都是在系统那里直接领取的，然后直接点满了。不过听灭阳天尊的意思，这门道心法诀非常简单，才几天，倒也不是不能忍。哎呀，又要苦修了呀！修炼之路真是汗水铺就的呀！他感慨了一番，这才点开了玉符，上面字儿并不多，全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呢，迷糊了。努力了足足3分钟，他最终决定走捷径。作为天才，怎么能走寻常路呢？点开系统上层的功法心诀目录，在那浩如烟海的法门中，他最终还是得到了这门连天诀。或许是因为这门心诀并不能提升修为境界，也不能够提升什么规则感悟层次呀、道心层次呀，所以呢，在那么多功法中并不起眼。而它的售价却并不便宜，3万仙元点。想到苦心钻研几天功法和赚取3万仙元点的难度对比，陈哥呢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付出3万仙元点，连天诀到手。陈哥不犹豫地点了提取，随后呢，他就自动学会了连天诀了。无论上古元仙界时代，还是如今的灭阳天尊等人，都学过这门心诀。对他们来说呀，这就是一门很普通的心诀，唯一的作用就是用来寻找天道。学成之后也不会有一点特殊的反应。而此时，陈哥那已经达到玄妙层次的仙国，却因为这个心诀的学成产生巨变。每个仙尊在成为仙王之前呢，都需要一个依凭之物作为塑造仙国的依托。当初江城选择的是悟道仙树，因为其他任何宝物都承受不住他那么多主规则。那棵仙树一直以来还算安静，除了让他的仙国变得更加稳定、更加强势之外，也没见到什么特殊效果。这次呢，在他催动连天诀的第一时间，仙国正中心的悟道仙树就大放光芒，紧接着散发出无穷道韵，隐隐呼唤什么。与此同时啊，无论是仙界还是阴阳火冰4界上空，全都同时出现了一幕奇景。就见天幕上4颗颜色各异、宛若天射的光团缓缓盘旋，赫然正是已经过来的4大本源。本源显化，怎么会这样？4大真界那些顶尖高手都震惊了，这种事情极为罕见，他们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就在此时，赤阴宫中一名护法突然指着远处诧异地问了一句：“那是什么呀？一棵树吗？”众人循声望去，灭阳天尊第一个尖叫：“悟道仙树！”他这一嗓子让周边其他护法尊者也都无法淡定。这就是悟道仙树，当年元仙界100亿年才会出现一次，令无数大能趋之若鹜的天大机缘吗？在他们口中，悟道仙树似乎并不是给仙王用的，层次比仙界认知高了无数倍。不会有错了，绝对是悟道仙树，传说中天道成型之后诞生的第一枚道种。天哪，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本集第970集无道之间。赤阴宫上空，悟道仙树的光芒越来越盛，没有人能接近那棵仙树，也没有人能够近距离的感知。此时的陈哥呢，状态有些微妙。由于悟道仙树的扩张，他的仙国直接被挤崩掉了。
按理说呀，这对任何仙人来说都足以致命，可问题是他没有一点不是，因为悟道仙术还在，他寄托其中的道心也还在。这棵仙树仿佛就是他仙国本体一样，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仙国要比以前稳固的多了，似乎是产生了层次上的提升。然而此时的他还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那棵仙树最终重回他体内之后呢，也不用连天诀去寻找，天道主动就朝他传来特殊的吸引力，或者说呀，是在召唤他身上的悟道仙术。他的身影才刚刚消失在原地，不远处的灭阳天尊等人立即跟上。快，他出发了！希望他能冲破那些天道至宝的封锁。真想不到此人身上竟然存在着悟道仙术，这是何等机缘！我都迫不及待想要干死他了。消失在原地的他们，穿越呼啸的罡风，跨过无穷的星空，最终呢，出现在一片上不接天、下不连地的神秘之门前方。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江城的背影，也看到了第一道关卡。但见那巍峨耸立的巨门中心，有一把外形古朴的长剑虚悬于正中。长剑本身暗淡无光，看起来还不如下界的精铁剑呢。但是一看到它呀，所有人都变了面色。糟糕啊！一上来居然就是杀伐最盛的无道剑呢。天道至宝其实没有名称的，这把剑原本就算起名，也应该是天道剑之类的才对。之所以会有如此怪异的名字，是当年元仙界有太多大能被杀之后，剩下的人在绝望愤懑之余恶意取的，形容的是这把剑杀戮无道。而每次进入这些天道关卡，一上来面对的至宝都是随机的。有些至宝虽然同样玄妙无双，但杀伐之力不重，就算过不去也不一定会死人。但碰到无道剑强闯的话，那是一定会死人的。看到这把剑，众人眼内露出了浓重的畏惧之色。我们要不退出去重新再试一次吧？他们好像搞得像打副本一样，还带重新退出的。灭阳天尊眉头一皱，那还有什么意义？真想得到天道，必须打通13关，迟早会遇到无道剑和三魂珠这类杀伐极重的至宝。此剑不含任何规则之力，却是天地间最为锋利的存在。全盛时的无道剑是完全无视实力境界，也无视任何仙体护甲。只要被他斩到，无论生灵还是死物，只要有形都会被切开，没有任何幸免。现在还有2996道本源未曾回归，无道剑的威能削弱了无数倍，但天尊之下依旧必死无疑。他作为天尊，也只能勉强保住一条命，依然会被重创。可想而知呀，这无道剑在全盛时期有多可怕。江道友，你可能挡得住呀？江承熙说：“我可能挡不住，但是加上系统就不一样了。”听他这么一形容呢，这把剑确实屌炸天呢，无论砍什么都能砍开，也就是无论叠多厚的甲，在他面前都没有意义。放心吧，你们在后面看着哥表演就行了。说完呢，他大大咧咧地飞向了巨门。后方众人暗暗腹诽：你真够自信的呀！一走到巨门前方的某个位置，那把剑立即有反应的，咻的一声飞了过来，随后就朝他劈来，宛若长河倒挂星空，一道劈链挥洒而下。江城原本想躲呢，结果发现无论自己怎么转换位置，那把剑都会正好落在自己头顶。这无关武技，也无关规则，而是凌驾于规则之上的天道使然。天道说他要被劈中，于是下一刻他就真的被劈中了。这和平时战斗截然不同，他就算想抵挡都不知从哪儿抵挡，这让江掌门直呼牛皮呀！拥有1000种玄文的他，原本还以为世上没有自己没见过的力量，这次呢，长见识了。而后方众人看到他真的被劈了，齐齐惊呼：完了！哎呀，高看他了，原来他也完犊！哎呀呀呀！不过呢，下一刻他们眼睛瞪圆了呀，就见那把无物不破的无道剑，如同一道虚幻的影子一样，从头到脚划过了江城的身体，不但没能将他切成2半，甚至头发都没斩断一根。整个过程看上去就像是一束光飞快的掠过，江城依旧完好无损。所有人都惊呆了，刷新他们的认知了呀！当年元仙界有多少大能被这把剑切开，简直数不胜数。即便实力再强，最多也就是在被锁定时努力偏移一下身体，侥幸没被杀死，而是被斩断手脚而已。无道剑一出，肯定会流血，这已经成了元仙界所有人的常识。而现在呢，常识打破了，第一个毫发无伤的人出现了。灭阳天尊的下巴都快青掉了呀！他确实对江城抱了极大希望，但没想到这么匪夷所思。就连陈哥本人都觉得意外了。刚才听他们把那把无道剑形容的天花乱坠，还以为自己这次肯定死一次再开挂呢。结果呢，不疼不痒的，还不如精铁剑砍一下，好歹有点感觉呀。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其实还是因为他那天荒不灭体的原因。无道剑是天道至宝，不带任何规则之力，施展出的是天道业力。但凡是天道笼罩下，无论生灵和死物都逃脱不了天道业力的制裁，所以呢，他全都能强行展开。只可惜天荒不灭体从一开始就超脱在仙界之外，恰恰不受天道业力的侵袭。
如果这次他碰上的是其他天道之宝，比如三魂珠，那他就真的无法幸免了。无道剑针对的是有形之物，所以正好撞上天皇不灭体了。而三魂珠针对的是神魂，成哥的神魂可还远没有到免疫天道业力的地步，只能说呀，这次他碰上了自己能克制的至宝了。本期第971集，助人为快乐之本。那把剑无功而返之后呢，直接就隐没在了门后了。这一关的巨门已经没有至宝坐镇了。过了！后方灭阳天尊第一个惊呼哎，其他护法长老也是喜上眉梢。就这么就过了？我的天哪，不愧为江道友，太神奇了呀！除了婆娑玉人之外，无道剑就是最难的一关呢。他们都觉得不真实，这也太轻松了。成哥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过的这关，反正后方一片惊呼和震惊，让他意识到自己稀里糊涂的装了一个叉，于是呢，熟练的抖了起来。哎呀，这什么破铜烂铁，就这？哎，我当多厉害呢，哥都没发挥全部实力，他就不行了。哎呀，灭阳天尊连忙飞过来，不愧是江道友，果然是天道克星啊！最难的一关都过掉了，后面就更不用说了。他并不吝惜自己的马屁，反正过掉最后一关之前，他都要仰仗陈哥呢，必须的嘛。出发，下一关。一行10几人果然顺利的越过了第一道巨门，在无尽的罡风和星空中穿梭了一阵之后，下一个巨门出现在面前。江掌门毫不犹豫飞过去，然而让他意外的是，里面什么都没有。不光他呀，其他人都惊讶了。哎，至宝的？对呀，这关至宝咋没了呢？江城还准备再装个叉呢，结果啥都没有，有点失落了。由于这一关没有至宝守门，所以众人轻而易举地穿了过去。而之后第3关同样没有任何至宝。到了这一步，灭阳天尊感觉不对了，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如此反常，定然是那婆娑玉人故意安排的。这傀儡极为狡诈，他定是安排了一个天大阴谋在等着我们。众人提起了12分的小心，之后他们一路穿行，每关都没有至宝守门，轻而易举的全都通过了。一直到第13关之后，前方没有新的关卡了。此时的天道近在眼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众人能轻松感知到那浩瀚缥缈的天道气息。也就是说呀，他们已经成功到了目的地了，只要继续朝前飞，应该就能顺利和天道融合了吧。而按照仙元界当年的传说，天道不会伤害任何生灵，到时掌控天道应该是水到渠成。这就算成了吧？太简单了吧？做梦吧？他们都觉得这来的太容易了，不真实呀！灭阳天尊仰天长啸，一身天尊的威压毫不掩饰的释放。这一刻他张狂暴戾，毅然毫无掩饰，完全不似之前那样和气的模样。赤阴宫其他6位护法、10几位长老全都分散开来，将陈哥团团围住，随后祭出兵器对准了陈哥。看到这一幕呀，陈哥就知道过河拆桥的时候已经到了。哎，就知道会有最后这一步呀！这些人真是太热情了，明明买了票，最后还要把全部身家都送给自己，搞得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表面上他还故作惊讶呢。哎，灭阳天尊，你们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天道近在咫尺，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了。你说什么意思？听着这完全不出自己意料的台词，陈哥都有些同情他了。老兄啊，能不能有点创新呢？那不是说好天道平分吗？平分？哼，你有多天真呢？能独占的东西，我凭什么和你平分？那也不用过河拆桥嘛，搞多难看呢！过河拆桥？哼！你杀了七炎尊者和我派那么多高手，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那这事怎么能怪我呢？全天下人都知道，那些人都是七炎尊者亲自杀死的。你们的七炎尊者反叛了，我最后除掉他，这是帮你们赤阴宫清理门户，这剿除叛逆啊！这个强大的逻辑差点把在场所有人搞懵了，灭阳天尊差点被气炸了。那照你这么说，我们还得谢谢你了。哎，助人为快乐之本，那是我应该做的啊。他之所以这样嘲讽，是因为他也失去了继续玩的耐心了，打算开战了。杀！其他人果然全部被点燃了，干掉这个杂碎！原本的得意消失不见，剩下的只有愤怒。一场大战眼看勃发了，远处却忽然传来一声幸灾乐祸的冷笑。说得对，他们赤阴宫还应该感谢你呢。谁？赤阴宫众人又惊又怒呀！天道近在咫尺，已经被他们当成了盘中餐，这突然又冒出其他人，哪来不惊啊？循声望去，就见那凛冽的罡风中又有一行人踏行而来。墨阴天尊看到来人呢，赤阴宫上下全都咬牙切齿，如临大敌。阴之真界并不像冰之真界那样只有冰远古这个屹立于顶端的势力，当年元仙界崩溃之后，那里就形成了灭阳天尊和墨阴天尊两强并立的格局。
两人各自传下了道统，一为赤阴功，一为地阴功。他们可不像冰极天尊那样与世无争。为了独占兵之本源，两大宗门常年开战。本集第972集轮番登场。赤阴宫在连年的争斗中逐渐占了上风，最后甚至攻灭了地阴宫的宗门驻地，覆灭了这个宿敌。但墨阴天尊以及他的几位弟子却都活着，这些年依旧在和赤阴宫作对。你们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够啊！墨阴天尊带着3位地境9重的弟子和10位地境8重的徒孙缓缓飘到附近。这么大的事，真以为瞒得住本座吗？作为赤阴宫多年死敌，他不可能没有在那边安插探子。尽管听不到灭阳等人和江城究竟达成了什么合作，但总归知道赤阴宫是有求于江城的。为了这个人，甚至在搜集资源之后，再调查了一下江城以前的经历，自然就什么都猜到了。他得意地看了一眼灭阳天尊，我还要多谢你们在前面开路呢，要不然我哪能得到天道的机会呀，对不对？看到他们呢，灭阳天尊短暂的震惊后，渐渐松了口气。得到天道，就凭你们？墨阴呢？你要是一直藏在暗处，我或许拿你真的没办法。但你居然愚蠢的带着徒子徒孙跳到我面前，看来还真是贪婪使人灭亡啊！这可是你们自己送上来的，那今天就彻底覆灭你们地阴宫余孽。灭阳天尊有绝对把握击败墨阴天尊，而这边6位尊者也能轻松干掉对面的3位地境9重。其他赤阴宫尊者也大叫起来：没错，今日既得本源，又灭大敌，双喜临门呐！他们扩大包围圈，居然将地阴宫也一起包围进来。成哥看到这一幕很郁闷，哥这么没牌面吗？啊，居然是被顺带一起灭掉了吗？不过没等他发言呢，墨阴天尊就桀桀的笑出声。桀，当然不是这么笑啊！嘿嘿嘿嘿，灭阳，你的自以为是真是一点没变呢。你以为我会这么蠢吗？都出来吧，小宝贝儿，藏着没意义了。又有好几群人踏着星空出来了，而看到这些人呢，灭阳天尊彻底失去淡定了。焚星天尊、延吉天尊、赤硕天尊、仙药天尊、长阳天尊，他感觉局势不妙了。这5位天尊，前2位来自火之真界，后3位来自阳之真界，5人身后也全都带着数位地境9重的部下和弟子。论起阵容啊，每个都不比赤阴宫差。虽然这5人也都各自为政，并没有哪2位天尊站在一起，但肯定不是赤阴宫的盟友。近百万年来，阴之真界与这2大真界互相混战也不知多少次了，妥妥的敌人。原本到了嘴边的肉，突然多了这么多天尊来抢，灭阳天尊的机会就渺茫了许多倍了。天道也不是说你飞进去就能立马掌控的，按照当年原仙界的说法，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被这么多人盯着，谁会给你这个机会呢？肯定会想方设法打断和破坏。大好的机会变成这样，可想而知灭阳天尊有多失望和愤怒呀！莫因你这狗贼竟勾结外敌，泄露我派机会，你不得好死！什么勾结外敌？你们赤阴宫就是我生死仇敌，至于他们虽不是什么朋友吧，但总比你顺眼呢。哼，只要你们赤阴宫的好事被破坏呀，我就高兴。真是可惜呀，冰界那边胆子太小了，我的消息传过去之后，那边2位天尊都不敢来呀，要不然今天就热闹了呀。听他这语气还挺遗憾今天的阵仗不够大呢。成哥撇嘴，不是冰界那俩天尊胆小啊，而是他们来不了啊。冰极天尊重伤未愈，野心勃勃和你们同款的明觉天尊呢，被哥提前弄死了。他正想站出说2句呢，新来的5名天尊已经在外面再次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将赤阴宫一众人给包围起来。5名天尊满面的冷笑：灭阳，你想好怎么死了吗？这天道看样子是没你的份儿了呀。你们赤阴宫还真是很能忍呢，居然和仇敌合作，就连我们都不得不佩服你的眼光了。不过很遗憾呢，你的努力全都被我们做了嫁衣。放心吧，本天尊掌控天道之后，会念着你的好的。墨阴天尊一门心思想弄死灭阳天尊，忍不住连声催促：早点杀了他，免得出意外。其他5人也是面色一凛：没错，先干掉他！被围在中间的赤阴宫高手们满面的愤怒和惊慌了。被这6位天尊联手攻击，赤阴宫怕是一个都活不了了呀，更别提什么掌控天道了。然而居中的灭阳天尊却并未绝望，这位从原仙界时代活过来的老牌强者迅速镇定，看着6位天尊满眼都是讥笑。我想问一下，杀了我之后，天道归谁？你们6个愿平分吗？还有你们带来的那些徒子徒孙，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呢？离间分化，阳谋，但效果显著呀！在场所有人都面色不自然。没错，之后6人还是要拼个你死我活，天道平分这事不可能，谁能独占愿和别人平分呢？而他们带来的一些地境8、9重也都表情微妙，谁不想分一杯羹啊？问题是他们头顶上的天尊愿意让他们分一杯羹呢？打架的时候要他们出力拼命，收获的时候什么都得不到。
挺会剥削呀，老兄啊！于是呢，场中的气氛忽然就诡异的变得尴尬了。第973集，这些人要是全灭了，莫阴天尊一看这不行啊，随便嘴炮一下，自己好不容易促成的围杀赤阴宫之事就这么瓦解了吗？就算诸位后面还要继续争夺天道，那是后面的事。现在杀死灭阳天尊，总归能少一个竞争对手吧？何乐而不为呢？他第一个扬起了手中真气，直指灭阳天尊。诸位别再犹豫了。没等其他人响应呢，灭阳天尊抬起剑，你们尽可以进攻。接下来战斗中，除了莫阴这个贼子之外，我只会盯着一个人打。他的目光缓缓地在其他5名天尊脸上划过。我倒要看看到时谁那么不幸。此言一出，另外5位天尊都变得面色凝重，局势很复杂，但又很明了。就算杀了灭阳，后边也还是会有大战。面对天道，能笑到最后的只有一个胜利者。如果和灭阳大战时被他死咬不放，自己受到了重创，那基本可以宣布提前退出争夺了，甚至其他人会马上调转剑锋，趁你病要你命。仙药天尊第一个放下剑，灭阳道友言重了。延吉天尊淡淡说：“我等各凭本事便是。”长阳天尊缓缓说：“不错。那么接下来该怎么争？我建议你一个方案出来。”莫阴天尊是又气又急，却无可奈何呀。眼见着这7位天尊似乎要进入漫长的扯皮和勾心斗角，成哥看不下去了。他们什么情况啊？哥是主角，被你们华丽的忽略掉了吗？这帮人进场之后，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到自己，离谱呀！你们是不是忘了谁打通关了呀？行了，这费劲巴拉的，怎么的还要搞一个决换赛啊？既然要开会讨论，你加我一个怎么样？哥是兵界之主，土兵界代言人了。他这话一出呢，7位天尊和其他尊者都看了过来，几人上下打量他，眼中的潮意毫不掩饰。都差点忘了你了。哎呀，没有你我们还进不来呢。哎呀，怎么把他留到现在？早点杀了算了，免得引起变数。没错，这小子古怪呀，杀了吧。对呀，这才对吗？枪口一致都对准我，这才是该有的节奏吗？这样系统最后的复活方案才会是消灭你们所有人为标准。成哥现在脑袋里想的只有一件事，如果把这些人都干掉了，那么接下来外面的格局会成什么样呢？这帮人已经算是阴阳火3个真界最强大那批了吧？全灭了，那3大真界应该都没有尊者和天尊这个级别了。后面冰之真界岂不是要一家独大了？完全打破了平衡啊！这是要出大事啊！哎呀，怎么办呢？哎呦，差点忘了自己是冰界之主呀！想通了之后，成哥满意的扬起了虚月剑，准备按照惯例走一波拼死力战，但不幸被杀的常规流程。结果呢，远处又传来一声长啸。想不到本座刚刚醒来，就碰到了如此天赐良机呀！一名身着金袍、身躯佝偻的枯瘦老者，拄着一根青竹杖，就从那罡风中走了出来。论外形，他比不上在场任何一个人威武，但他站在那儿却吸引了所有人目光。那些地境8重9重就像看到了一尊从远古走来的洪荒巨兽，哪怕仅仅与他目光接触一次，都会被生出被吞噬的可怕直觉。那是来自阶位的巨大差距导致的。对方没散出什么威势，但是有些东西摆在那儿，永远无法改变。霞竹至尊，来自火之真界的延吉天尊第一个惊叫出声了。旋即呢，焚星天尊、仙药天尊也同时惊叫起来。他怎么可能还活着呀？不光他们呢，其他几位天尊听到这名字，也全都面色大变，恐惧和绝望瞬间爬满了他们的面庞。反倒那些地境8重9重有些不明所以，为什么几位天尊看到这老头之后会怕成这样呢？至尊是比天尊更高的层次，他们和天尊最显著的差距就是他们得到了不止一缕本源。除此之外，他们对规则的领悟程度和天尊也是有差距的，神魂也到了另一个层次。短短几句解释，众人立刻明白这老者意味着什么了。全方位凌驾于天尊之上的强大存在，或许他一个人就足以荡平这里所有人了。有他在，这天道根本没别人的份。焚星天尊剧烈的摇了摇头，完全无法理解这位至尊的突然降临。不可能啊！当年元仙界崩溃时，所有天尊之上存在不都被本源抽取了自身的道，导致生死道消全部陨落了吗？怎么可能还有活着的？1000亿年前，天道消失，3间本源纷纷散去，堪称一场灭世大劫。境界低的仙人在内世界毁灭的第一时间就化作了飞灰，而那3000本源在散去之前，曾遵循本能的寻找天道气息。而这时呢，元仙界那些顶尖大能因为实力太强，自身的道心太过强烈，不幸吸引了本源的注意，成了一个个显眼的活目标。他们被本源当成养分，成了抽取和吞噬的目标。这底层死绝，高层也覆灭，最终活下的反而是中间一部分，类似冰极天尊、灭阳天尊这些人，因为当时高不成低不就的，倒是侥幸活下来了。怎么可能还会有上古至尊呢？不应该呀！
千亿年来，3000真界之间相互攻伐，天花板就是他们这些天尊了，根本不曾出现过更高的境界。他们一直以为天尊之上都死绝了呢。看到了震惊和不解的表情，霞竹至尊的老脸笑成一朵菊花了，看起来倒是有几分和蔼风趣。这前1年呢，老头子我醒了3次。本集第974集，送上门的至尊。每回醒来呀，都看到你们这些小徒子打来打去的。他抬起手中青竹杖，指了指仙药天尊和长阳天尊。头一回呢是你们2个在围攻他。他又指了指赤硕天尊。在场的阳之真界众高手迅速回忆起来，那应该是900亿年前，阳之真界内部的一场3王大战。当时3位天尊各自称王，互相攻伐，打得那就一个激烈，时不时也会拉拢结盟，联手打压另一个。原来那时候暗处竟然有一个如此可怕的存在窥视着吗？仙药天尊和长阳天尊背后都出现冷汗了。老头子我嫌吵啊，就换了个地方。结果第2次呢，就看到你们3个又和他们互相争斗，还带着一群徒子徒孙，哎呀那个热闹啊！他又分别抬起了竹杖，指的是灭阳天尊和墨阴天尊。众人明白，他说的应该是某次真界大战的情形了。阳之真界和阴之真界互为死敌，双方1000亿年间爆发过的大战不下10次，想不到他竟然还在那战场暗处逗留过呢。老头子我喜欢清静啊，就只能再换地方了。好不容易找到个偏僻的地界，结果有一天头顶的巨山被你们给掀翻了，小瘪犊子。他指的是灭阳天尊和赤阴宫那些人。一看又是老熟人，只不过上次联手，这次换成内斗了。那次你们追着他杀的是血流成河呀！老头我住的地方都被血煞之气给浸染了。那次之后呢，应该是赤阴宫灭掉地阴宫那场大战，地阴宫的道统直接被毁了，死伤生灵无数。灭阳天尊汗毛倒竖，如果当时知道地阴宫那边藏着个至尊，他这辈子恐怕都没勇气朝那边发动进攻啊。而墨阴天尊则是满眼的幽怨，你说你堂堂至尊，你在场你咋不出手呢？灭阳这狗贼毁掉你藏身那座山，你该惩罚他，你灭了他呀！只要你一出手，我们地阴宫也不至于在那次被灭了呀。他的脑筋转得挺快了。前辈既然在我们地阴宫住过，那就算是我们地阴宫的前辈祖师爷了。他直接打折随棍上，哭丧着脸恳求，还请前辈祖师爷为我们这些晚辈做主呀！面对至尊，他们这些天尊已经不算什么了。最后天道一定是被霞竹至尊给得到了，而其他人呢，很可能会被杀死。别看老头现在和和气气的，当年元仙界还在，他流传出来的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啊。现在舔着脸抱住这条大腿，就算没法分杯羹，至少能活着呀。霞竹至尊那满是皱纹的老脸都快笑成菊花了。想不到老朽第4回醒来，竟然白捡一群灰孙子，参见老祖。墨阴天尊听他没反应，立即舔着脸跪下行礼，而他麾下那帮徒子徒孙呢也跟着跪了下来，参见祖师爷。其他人心里对此鄙夷的不行，他娘的，你们是真不要脸呢！这霞竹至尊跟你们一丁点的渊源都没有，你居然就能跪得下来？然而呢，当着至尊本人的面，就连灭阳天尊也不敢多说呀，他只能小心的朝着霞竹至尊拱了拱手。前辈既然前来，那这天道就没我们什么事了，我们不打扰前辈雅兴，告辞了。其余几位天尊呢，先前还一副猎人的姿态，现在全都变成猎物了，只想着早点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我们也告辞了。天道前辈自取便是。然而呢，霞竹至尊却是横起了青竹杖，将所有人拦了下来。你们那么喜欢打，继续呀！老朽好久没看到你们互相争斗了，有点怀念呢。打呀，不要停呀！墨阴天尊此时俨然以至尊的弟子自居，立即跟着帮腔催促：“没错呀，你们还不快点打起来呀！那个谁呀，灭阳啊，就从你第一个开始吧，你就和仙药天尊打。我记得你们100亿年前不打过一次吗？”在场所有天尊都不自觉的皱眉了，啥意思呀？不放人走，难道是要灭口吗？仔细一想，确实有这个动机啊。既然这世上有意外活下的至尊，那很可能就不止他一个，而掌控天道又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完的。若放走自己等人，天道至宝关卡全被打通的消息就放出去了，到时候没准会有其他至尊来和他争天道。这所谓的让他们互殴，其实就是让他们自相残杀，不光会死，临死前还要被人当成斗兽肆意的拨弄。想到这儿呢，许多尊者和地境8重满面的悲愤。然而面对至尊，他们的力量太单薄了。霞竹至尊浑浊的老眼缓缓眯起，怎么着？不想让老夫看这场热闹？不愿给我这个面子吗？几位天尊吓了一跳，连忙摇手：“没，我们岂敢呢？”那几人是又憋屈又愤怒呀！
堂堂天尊当了上千亿年天花板，受尽了尊崇，谁能想到有朝一日会被人当狗耍呢？关键时刻还是灭阳天尊脑子转得快呀，他忽然传音给仙药天尊和焚星天尊等人：几位，这事儿有蹊跷啊！有何蹊跷？灭阳道又看出什么了？这老贼想让我们自相残杀，其心可诛。他既然想灭口，何必如此麻烦？偏偏一力想促成我们自相残杀。依我看，这老贼是外强中干，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我怀疑他根本杀不死我们几个。这么一说，其他几人眼睛都亮了。一想啊，霞竹至尊进场到现在，一个人没杀呢，甚至实力都没展露一下，很有可能是虚张声势啊。但也只是有可能，冒险的代价很大，众人有些拿不准。我有80%把握断定老贼是真的外强中干。本集第975集，不爽的江掌门。关键时刻，延吉天尊忽然发现了些什么，因为他自己也不慎泄露了更大的疑点。什么疑点？灭阳天尊的好奇了，他也只是推测，万一霞竹至尊是故意示弱，以此来戏耍他们呢？延吉天尊飞快地说了：“你们忘了他说的3次醒来吗？那3次分明我们在外面打得天翻地覆的，他却继续藏着一声不吭，这是为何呀？堂堂至尊会有这么好的脾气吗？老贼很可能根本就没恢复过来。当年本源抽取他们的道心，许多大能陨落，就算他苟延残喘活下来，那一定是实力大损。没错呀，他根本不是全盛期，所以不必畏惧。他其实没恢复过来，只是赶上了这次机会，所以拼着残局提前破关而出罢了。我们几个联手，未尝没机会斩杀他呀。另一边呢，墨阴天尊抱上大腿的狗腿子也在那催促呢。灭阳，你是要违抗至尊命令吗？祖师爷，我见直接把他干了得了，以儆效尤。他反正一门心思想先干掉灭阳天尊的。霞竹至尊微微斜了他一眼：“你在教老夫怎么做事吗？”“不敢。”而另外几人也更加确定，霞竹至尊是外强中干，他这明显就是回避出手啊。于是几人心头大定，不约而同的散开了。虽然他们以前互为敌手，但此时却像是配合了无数遍一样，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包围圈，将那霞竹至尊围了起来。见到这一幕，墨阴天尊叫嚣呢：“你干什么呀你们呀？至尊，他们竟敢对您起谋害之心，罪不容恕啊！”霞竹至尊眯着的老眼渐渐睁开，露出摄人凶光：“你们6个找死！”焚星天尊淡淡一笑：“谁死还不一定呢，早看出你虚弱不堪了，你这老狗，真以为能唬住我们吗？”霞竹至尊仰天长啸，忽然间就出手了。就见3道本源齐齐激射而出，直袭焚星天尊。这3道本源，一道为阳，一道为阴，另一道则是不曾到来的金系本源。焚星天尊连忙也催动本源来挡。然而呢，面对3道本源夹击，他那道本源几乎眨眼间就溃败了。接连着3道本源打在他的仙力屏障上，巨响声中，仙力屏障破碎。焚星天尊面色惨白，倒飞而出。这一幕呀，吓到了在场那些尊者和地境八首。那可是天尊呢，竟毫无还手之力，至尊之威超乎想象。然而剩下那5位天尊的眼睛却亮了，而那焚星天尊也在高呼：“老贼果然不行了，他的神魂没能摧垮我，本源也没有至尊该有的层次。”他虽然一击就落败，但还活得好好的。至尊的神魂层次比天尊更高，就算只施展1道本源，单对单也能够轻松的斩杀一个天尊。霞竹至尊这一击反而彻底露出了虚实了。剩下的5位天尊齐齐围上，每个人眼中的杀意都毫不掩饰。老贼，真是差点被你唬住了。这根本不是你那个时代，你们已经过时了。现在不是你们放不放了我们，而是我们放不放你。跟着霞竹至尊的墨阴天尊面色一变，啥情况啊？这大腿不可靠吗？他深吸了一口气，忽然跳了开来。你这老狗，我早就看出你虚弱了，本想先取得你的信任，趁你不备给你致命一击的，想不到诸位道友竟也看出来了啊！哈哈，不如大家合力斩杀此贼吧！他的墙头草的属性呢，就连他麾下那些徒子徒孙都无语了。老大呀，你下次转慢点呗，我们跟不上你节奏啊！其他几位天尊则是满面冷笑，对此不置可否。能不能杀死霞竹至尊，现在不好说。这时也不宜多一个墨阴天尊当敌人。霞竹至尊满是怜悯地扫了他们一眼：“你们小字辈的还自以为是，还真是让老人家我大饱眼福呀！你们就那么确定老夫不是故意装假逗你们玩吗？”下一刻，他佝偻的身躯忽然挺直了，浑身的气魄与先前截然不同，又哪里有半分虚弱的样子呀？你们猜的没错，本座确实没恢复过来，但要杀你们几个小小天尊还是轻而易举的。
他手中青竹杖在这一刻也亮了起来，散发出了炽烈的金光。表面上，这青竹杖连一个阵法和铭文都看不到，也没有任何的规则波动，但几名天尊却是面色一变，这是天道秘宝。所谓天道秘宝，是在见识过天道至宝之后，一些顶尖大能费尽心力做出的仿制品。尽管只是仿制品，威力不及原版的万一，但那毕竟超脱于规则之外的特殊力量。他怎么可能会有天道秘宝啊？这一下呢，鹿死谁手真不好说了。大家别被他吓到了，天道秘宝也得看谁用。没错，他就是个虚弱的至尊，发挥不出多大威能。哼，你们试试呗。他并未出手，而那7位天尊也跟着踌躇不前呢。一时间，双方相互忌惮，形势再次变得僵持了。而被忽略了很久的疆场们终于看不下去了。妈的，今天什么情况啊？我大通关了，然后搞得接下来就轮到他们隆重登场。一开始打算出手，结果墨阴天尊冒出来，紧接着其他5位天尊冒出来，后面又出来个至尊。你说，每波人登场都会抢走自己的主角位，这能忍吗？哎，你们这些阿猫阿狗蹦得够了没有啊？本集第976集，主角光环。成哥不耐烦地晃了晃手中的虚月剑，你们还真是自我感觉良好啊！无道关卡我打通的，有你们什么事啊？这个跑来争来争去的，搞得你们像主角一样。他这话一说呢，众人总算想起他了。哎，倒是忘了你了，这小子邪门啊，能通过无道剑那关绝对特殊啊！要不如先干他吧。几位天尊征求的是霞竹至尊的意见，后者看了眼成哥，还有些不太满意呢。哎，这种变数怎么还拖到现在了呢？早就该解决掉了。显然呢，他也没把成哥当回事，只当是个不起眼的小麻烦。灭阳天尊笑了笑，之前一直没腾出手来。随后朝着麾下赤阴宫那些地形8、9重，干掉他。说完，他继续和其他6位天尊保持着包围之势，死死地盯着霞竹至尊。这才是他们最忌惮的人物，绝不能掉以轻心呢。至于江城手下那些8、9重应该能搞定。成哥那个气的呀，不说至尊吗？你连个天尊你都不派一个吗？你这多轻视我呀！就因为哥们是地境6重，你们这是境界歧视啊！话虽这样说，他的真实战斗力也就勉强和一个地境8重打一打。而此时围着他的有6名地境9重，还有10几名地境8重，除非用互换，而且是和天尊或者至尊互换，否则这战他根本不可能赢。他可没那么多仙元得浪费呀。于是呢，一场短促的激战之后，他很理所当然的嘎了。一死之后啊，赤阴宫这边的人就连忙找战利品，结果除了那把虚月剑和一个只装了少量原石的储物戒之外，啥都没有。江掌门大部分资源都放到了系统空间，就算杀了他，也没法爆出一地东西。这让赤阴宫一众高手大失所望，完全无法接受啊！他们那次为了买票上车付出多大代价呀？就等着最后杀了江城挽回损失的，你结果毛都没有。再找找。他们在这边仔细的搜寻呢，那边的7位天尊和1位至尊还在对峙。8人中，除了灭阳天尊关注了一下这边，其他7人甚至都没看一眼。反正江城的存在影响不到战局的，而他的死也不出意料。或许将来他们还会记起这位突破了无道剑封锁的绝世奇才，但也只是个没成长起来的奇才罢了。另一边，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屡次被无视，严重不服系统持有者该有的待遇，奖励主角光环使用权1次，宿主复活。主角光环，这是什么大杀器啊？成哥复活之后，习惯性的开了个隐身，然后点开了系统道具栏，就见到道具栏内有一个美轮美奂的9彩光环。表面一看呢，倒像是灵魂状态时头顶上那个光圈，而下面仅有1行字的说明：主角光环，佩戴后享受主角最高待遇。这是什么呀？啊！成哥哭笑不得。使用方法呢？难道要把这个光环扔出去砸人吗？他只能一点那个主角光环，紧接着光环自动飘到他头顶。这下好了呀，真的就像是灵魂头顶光环了。而且光环的效果也是显著的，刚戴上，立即所有人目光都瞬间集中过来，就连对峙的那8个顶尖高手也不例外，他们都本能的偏过脑袋，齐齐看向了那片虚空。在那边，成哥原本是隐身状态，但现在呢，都不用他解除隐身了，光环照耀下，想藏都藏不住，隐身直接被打破了。这真是系统方案吗？确定不是在整我吗？而在场所有人也都惊讶了呀。第一个发话的是霞竹至尊，江神怎么没死呀？说完他就觉得不对劲，自己怎么知道这小子的名字的，还称呼他为江神。而另一边，焚星天尊、极炎天尊等人也都皱眉了。这江神太邪门了呀！我看不如我们联手斩杀江神好了。不错，这个江神绝对有鬼。说完这些话，他们都一脸错愕，因为每句话都莫名其妙带上了成哥的尊称，这绝非他们本意啊！江城本人也措手不及。哎呦我去，啥情况啊？难道这也是主角光环的效果吗？他倒是没猜错，
带着主角光环的人就是当之无愧的全场主角，万众瞩目的焦点。主角光环绝不允许有人用他、江城、那小子之类的称呼来称呼主角，只要提到江城，都会被直接过滤为江神。哎，这什么情况？哎，不管了，杀了江神，给我上啊！说实话，霞竹至尊和灭阳天尊这些顶尖高手原本是没打算亲自出手的，因为担心其他人会趁机攻击自己。但是不知道为何，当那杀声一起，他们本能的就冲了过去。不光他们，在场所有地形8、9重也都杀向了江掌门。主角光环摆在那儿，谁也不能轻视主角呀，要上去的一起上，这才是对主角该有的尊重。这群体攻击一过来，处在中心的陈哥也是无语了。系统啊，你这次不会真的玩脱了吧？虽然现在所有人争先恐后结果自己一个人确实挺有牌面的，可问题是自己的挂呢啊，大杀器呢，这攻击怎么挡啊？才冒出这个念头，就见远处的罡风忽然莫名其妙的刮到了这边，紧接着罡风如龙卷，所有攻击都被刮中了。罡风其实是挡不住这些规则和本源的进攻的，但这次的罡风好像变异似的，强的离谱，居然连本源都能吹得动，正好将这些攻击刮得稍稍偏移了方向。攻击太过猛烈，罡风最终溃散，但也偏离了原本的目标。成哥站在原地没动，所有攻击就擦着他的头发丝划过去了。他神奇的毫发无伤。什么情况？看到江城还站在原地，对面的一众高手都不自觉顿了顿。至尊锁定对手攻击还能打偏了？扯淡吧啊！这种情况他们还是第一次碰到呢。本集第977集，这才是主角该有的待遇。而对面的江城却是终于明白了主角光环的效果，这次绝不是巧合，而是主角该有的待遇。简而言之呢，有了这个光环，自己可以随便浪，无论如何光环都会让自己化险为夷的。我操，那还有什么担心的呀？他立即挥动长剑杀进人群，第一个对上的是一名地境9重。正常情况下，江城根本攻击不到对方，就算打到了也破不了防。然而就在他这剑挥落的瞬间，对面那名地境9重体内的仙力忽然紊乱了。原来呀，是多年前修炼时的一处隐疾临时发作了，仙力阻滞不畅，导致规则攻击时也慢了一拍，防御出现了一道难得的缝隙。而那缝隙好巧不巧的又出现在江城那一剑的轨迹之中，于是呢，虚月剑就顺利突破对方的防御屏障，沿着那道缝隙直直的切了下去，一剑挥落，鲜血飙出，地境9重当场被秒杀。这一幕把其他人惊呆了呀，这他妈啥情况啊？就算天尊要杀地境9重也没这么轻松吧？轻松干掉这名地境9重之后，成哥心神大定，果然呢，这主角光环那就是神挡杀神。明明干不过的敌人，主角光环会让你莫名其妙获胜，就是这么霸道。至于这一剑砍下去的瞬间，其他人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来夹击围攻呢？敌人面对主角时，那应该都是一个一个的排队上啊，那样才符合主角该有的待遇吗？事实上呢，这群高手当然不会那么呆滞迟钝的，他们刚才是出手了，但是他们的攻击全都因为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比如不定时出现了罡风，比如不慎击中了友军，比如几道本源互相排斥影响。总之各种状况导致成哥在人群中七进七出，横冲直撞，愣是神奇的没被打过一次。每次和他接战的永远都只有一个人，其他人各种出状况，而被他打到的敌人不是仙力临时出问题，就是规则临时出问题，全都是离奇的被秒杀。片刻之后，场内地境8、9重死光了，剩下的已经只有7位天尊和一个至尊。成哥觉得自己现在一定很像战神呢，这种战斗，哎呦我太爽了啊！只要出手就会死人，而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受伤，随便浪，硬生生将一场实力悬殊到极点的战斗打成了新手村碾压虐菜局。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主角待遇啊！这么一看，自己以前混得太惨了，死了一堆徒子徒孙的天尊们，满面的难以置信。这不可能，江神不可能有这种实力，太诡异了。之前那些人死得太诡异了呀，而他们的攻击无论如何都打不中江城，那就更诡异了。小心！眼见江城直袭焚星天尊，原本作为敌人的灭阳天尊、仙耀天尊等人竟都忍不住关心焚星天尊。到了这一步，他们哪还敢轻视江城啊？完全是将他当成了最可怕的敌人来对待了。而面对成哥的数十道玄文，焚星天尊当然完全不敢怠慢，他祭出一丝火之本源，正面迎击。就见一点星火飘飘荡荡，与江城的眼花缭乱的玄文撞在一起。正常情况下呢，成哥的玄文肯定会当场崩溃的，毕竟层次摆在那儿，他不可能挡得住本源直接的攻击。而他也只是得到了冰之本源的认可，其他本源对他还是有着致命的杀伤力的。这次呢，他的玄文也终于被那一丝本源给打崩溃了。但与之相对的，焚星天尊那一丝火之本源也同样爆炸了，而且炸得有些彻底，有些剧烈，巨大的气浪令到远处的罡风都倒卷了回去。这霞竹至尊和灭阳天尊等人齐齐惊叫，本源竟然会爆炸啊！元仙界当年那么多天尊至尊，也没听说谁的本源会自爆啊！本源爆炸的结果就是焚星天尊本人遭到了毁灭性的反噬，那可是本源的反噬啊！
他一口鲜血当空喷出，体内仿佛火山爆发，经脉在第一时间被浩大的反噬之力摧毁殆尽，一身修为尽毁。江城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啊，一闪而过，将他消手。竟然对主角出手，你不原地爆炸，谁爆炸？成哥干掉焚星天尊之后，又毫不停留地杀向了灭阳天尊。哎，我就不信邪了他娘的！刚刚焚星天尊分明不是被江城攻击的，而是自己出问题。这种事110次战斗也发生不了一次的吧？不过不对呀，这种事历史上就没发生过呀。眼见他也主动祭出本源杀向自己，成哥都懒得动用玄文了，反正玄文也拦不住本源，何必浪费力气呢？而现在有主角光环加持，这也不算是消极战斗作死，他是随手朝着那缕阴之本源挥了一剑，原本无坚不摧、霸烈无匹的本源忽然变得温顺了下来。阴之本源宛如一根被虚月剑挑动的灰色丝线，在剑身飘飘荡荡，愣是没造成一丁点的伤害。不可能啊！灭阳天尊尖叫，而旁边依旧朝空气输出的霞竹至尊和长阳天尊等人眼珠子都差点凸出来了呀！本源还能被敌人这样玩吗？不合理呀！比之前本源爆炸更加不合理。然而这事就发生在眼前了，灭阳天尊已经失去了对那丝本源的控制，这让他心里直呼不妙。而成哥挥手一剑，将那本源朝着他反扔了过来。面对自己刚刚施展出的本源，灭阳天尊完全不敢接，只可惜这可是主角扔出的攻击呀，主角的攻击怎么可能会落空呢？光环不会允许这种不符合主角身份的事情发生，所以灭阳天尊无论怎么躲避，最后呢，那缕本源都正好打在他的身上。而后灭阳天尊整个人都被那么一丝本源给一点点的强行吞噬了，渣都不剩。斩杀到灭阳天尊之后，成哥毫不停留，又杀向了距离最近的墨阴天尊，依旧是不带任何玄文攻击，普普通通的一剑。本集第978集，临阵突破来一脚。墨阴天尊也不傻，刚才死了2个人，那是玄文出了事，于是这次呢，他不敢用本源了，而是直接施展仙术，加持着他只是本身的规则之力。为了避免攻击被什么罡风吹偏，他还特意选择了近战。于是呢，一个带着毁天灭地的浩荡洪流，一个只是平平无奇，剑上带点光，两道身影急速接近，简直就像是皓月与石子的碰撞，悬殊极大呀。然而其他的至尊和天尊却没有一个敢大意了。之前发生的诡异事情太多了，以至于他们根本不敢对墨阴天尊抱一丁点信心。然而这次呢，墨阴天尊似乎真的选对了方法，他这次攻击不像之前那些人一样没打中，2把剑最终碰到了一起，紧接着2人齐齐向后倒飞。好！这霞如至尊第一个惊叫出声来，打中了，这次居然打中了，而且还把那个诡异的江城打退了。尽管墨阴天尊自己也退了，但这是个巨大的进步呀，只要能打中就赢了可能。他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其他天尊也是喜出望外。墨阴道友干得好啊，继续干死他呀，干死江神！对面的成哥都诧异了，自己居然会被击退，这还算主角吗？主角怎么可能被击退呢？他不禁摸了摸头顶，难道主角光环消失了？光环还在，亮得好好的呢，这就不能忍了。系统怎么搞的？被击退这符合我主角的牌面吗？成哥完全无视了自己才区地境6重和天尊近战碰撞一次不分胜负这事本身有多么的离谱。他正想给系统方案一个差评呢，下一刻异变陡升，他那地境6重中期的境界开始了飞速突破，那真的是飞速呀，比他之前不断炼化银月冰魄快了至少上万倍。如果修为境界有进度条的话，那现在直接都能看到进度条不断的朝前疯涨了。哎呦，这什么情况？成哥搞不清状况了。转眼间他已经突破到地境6重后期，而且没停。对面的墨阴天尊原本得意洋洋的，还是自己聪明啊，选择近战算是选对路了。结果没等他反应过来，对面江城浑身就被一道9彩光圈包裹了起来，体表就像是出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蛋壳，那场面看起来倒是无比神圣。哎，发生什么了？外面至尊天尊都搞懵了呀。不过紧接着他们就感知到江城的飞速提升的境界，临阵突破，这也太荒唐了吧！临战突破这事同样是概率极低的稀有状况，打得好好的又没在战斗中修炼，哪来的突破机会？何况突破需要过程，战斗时稍微一个分心都可能落败，何况突破呢？敌人又不傻，站那儿等你突破完再和你打，所以呢，他们这些天尊至尊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奇葩事呢。这小子太邪门了呀，这种事都能发生吗？快去干掉江神，趁江神的病要江神的命，上啊！他们自己倒是想上，但在光环的影响下，同一时间能和主角对战的只能有一个人，打完了才能够轮到下一个人。他们现在无论如何也打不中江城啊！墨阴天尊也不傻，立即朝着江城发动了攻击。霎时间，成哥就被密不透风的仙力攻击笼罩，铺天盖地，彻底湮灭。这样的攻击下，换成从前的仙界，整个板块都要被打碎了。一旁的至尊天尊们兴高采烈，纷纷加油喝彩。好，打得好啊！再加
加点劲儿啊！成哥的声音传出来了啊！对，再加把劲儿啊！他原本以为系统这回玩脱了，没想到在那个弹壳保护下，外面的攻击根本打不进来，毛都没上着。哎呀，真不愧是主角光环呐！啊，临阵突破，而且不会被打断，确实是主角才有的待遇。系统挺会玩啊！他的境界已经神奇的突破到地境7重，不知道节约了多少修炼资源，但外面那群人的心情呢，就好不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居然伤不到我们伟大的江神，还有这种事吗？这场仗打到现在，他们都没搞清楚什么状况呢。这小子实力不行，但是运气是不是好过头了呀？各种近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神奇的发生了，你让不让人玩的呀？墨印天尊吭哧输出了半天，零伤害。然后呢，陈哥终于突破完毕，境界稳定在了地境7重中期。这个境界对比天尊还是天壤之别，陈哥有些不太满意，他还以为系统会直接把他升到至尊呢，结果就提升了一个大境界。所以这临阵突破有啥用呢？你该打不过还是打不过呀？就为了来次临阵突破的主角标准待遇吗？弹壳消失，看到他突破到地境7重中期，外面那些人已经见怪不怪，麻木了。上！霞烛至尊迫不及待催促，其他天尊也等不及了呀。地境7重还是很弱，江神还是打不过你呀！这样突破毫无意义，吓老夫一大跳，干死江神！其他也不用催促了呀。墨印天尊知道该怎么做，他再次回头真气杀向江城。近战相接，两道身影再次碰撞，一声巨响传来，墨印天尊高高飞出。明明他的境界占了绝对优势，但碰撞之后，他就像碰到了比至尊还要强大的存在，完全无法抵挡那恐怖的力量了。还在半空呢，他的骨骼就被震断了，鲜血喷出，气海经脉彻底紊乱。这一幕别说别人了呀，江城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自己一次突破效果这么显著吗？这只是地境7重中期呀，实力确实提升了不少，但相对天尊还是不值一提吧。然而主角光环就是这么的不讲理，突破了肯定会有用，肯定要逆转战局，这才是主角该有的效果。所以墨印天尊直接被这一击干飞了。本期第979集，消失的仙国。江城的反应不慢，反正系统开挂，自己接着就是了。他一掠而过，趁着墨印天尊受到重创，将他的人头也收了下来，随后毫不停留杀向其他人。其他天尊如临大祸呀！尽管江城才区地境7重中期，但这场战斗太诡异了，诡异的他们都以为是不是撞邪了，哪里还敢继续打呀？剩下的5位天尊几乎是第一时间选择了逃，他们也不傻，这战斗太邪门了，已经不像是实力决胜负，倒更像是超脱出了规则层面的战斗。难道是天道之力吗？仔细想想啊，天道之力超推一切规则之外，却是可以办到种种超出常理无视境界的事情。莫非此子已经提前掌控了天道？想到这儿，他们吓得魂飞魄散。可惜在主角光环面前，他们的逃跑压根儿没有用啊。他们确实是在往外逃，但在光环的影响下，谁也不能忽略主角，所以最终反而如同围绕恒星旋转的行星一样，莫名其妙的离江城越来越近了。成哥朝着仙药天尊挥了一剑，这次他连做样子都懒得做了，别说玄文了，仙力都没用。然而这一剑挥出后，仙药天尊的耳鼻口全都同时亮起了金光，紧接着炸了。谁也不知道他遭受了什么样的攻击，反正呢，他死了。我爱死这个光环了！虽然一直经常把主角呀、聚光灯啊挂在嘴边，但直到这一刻，他才终于发现什么叫做真正的主角待遇啊！这已经不能用如有神助来形容了，更不是什么天道亲儿子之类的渣渣能比的。光环的特点就5个字：让主角舒心。就这样，成哥站在原地随意的挥剑，剩下的几名天尊也一个个倒下，没有任何的例外。最后剩下的就只有一个霞烛至尊。到了这一步，这位堂堂至尊已经彻底崩溃了。他无论怎么攻击，都伤不到拥有光环的江城。3道本源就像3个笑话，没有一丁点用。你说你睡得好好的，你说你没事跑这趟这趟浑水干什么呀？成哥摇头，正打算随手将他解决了算了。霞烛至尊忽然扑通一下跪了下来，我错了，我有眼无珠，我愿意归顺江神。成哥嘴角抽了抽，一脸不可思议，啥玩意儿？他确实被这一幕给惊到了。至尊呐，跪了，这也太能屈能伸了吧？事实上呢，霞烛至尊当然不可能会真心跪附的。到了尊者这个级别，怎么可能会给别人跪了呢？尤其他还比成哥高了不知多少境界。这老头心机深呐，他看出江城头顶的9彩光环不正常了。如果不出意外，刚才一切异常都是因为那个光环至宝而起的。他只想着先假意投降，稳住江城，保住这条命，然后想方设法把那光环至宝抢过来，然后干掉江城，独吞天道。只可惜这一切只是想想。他和江城都觉得归顺很扯淡，但光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面对主角，周围人大头便拜，那不是基本操作吗？主角魅力大呀，别人就应该认主角为主呀。于是呢，在霞烛至尊说出归顺2字之后，光环直接顺水推舟，给2人来了一套主仆契约套餐。这一下，江城凭空拥有了一位至尊级的奴仆。
这他妈，成哥自己都觉得不真实了。不出意外的话，目前各大真界里面最强的应该就是至尊了吧？最强之人成了自己的奴仆，而对面的霞竹至尊则是一脸茫然。江城成了自己的主人，好像哪里不对，但具体哪儿不对说不上来。这个契约可是系统直接干预达成的，一上来忠诚度拉满了，他连不甘和愤怒都生不出来呀，只是觉得自己本来就应该是江城的奴仆。这位原本狡诈而又强大的至尊，此时呢显得极为温顺。参见我主。看到这个至尊真的认主了，陈哥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第一时间点开系统看了一眼，就霞竹至尊一个人的认主就带来了海量的声望值，直接抵得上上亿仙元点了。毕竟在声望值系统中，认主是最高级别，效果比归顺还要显著。这个收获呢，确实要比干掉他划算。而此时由于所有敌人都解决了，江城头顶的主角光环消失了，陈哥一声令下，试试啊，把那个所有的资源和保护费都收了，交给我。霞竹至尊如奉圣旨，立即行动起来。片刻之后呢，刚才在场所有高手的随身真气啊、护甲呀、储物戒啊、特殊空间内的宝物全都归了江城了。随便一扫，陈哥差点笑出声了呀！这次真的发达了呀！随便估算一下，都有几十亿的仙元点了。这可是3个真界最顶尖那批高手的随身宝物呀！他满意之余呢，正打算下令让霞竹至尊先撤，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啊，对了，我问一下啊，仙国要是消失了，会有什么影响吗？仙国？主公说的莫非是体外的小世界？对，仙国消失是好事啊！这算好事啊？仙国是一条歧途啊！此言何解？于是呢，霞竹至尊一五一十的将自己知道的都说了。片刻之后，陈哥恍然大悟，上古元仙界时期，绝大部分仙人是不会开辟仙国的，他们会沿着仙尊的方向继续向上突破，一直突破到地境、地境九重、天尊、至尊。在这个过程中，依旧没有几个人会去专门开辟什么仙国。想要成道，就必须要保持道心的纯粹。道心只能寄托在天道上，如果寄托在其他物件上，那就走入歧途了。当年元仙界的仙人们，就算开辟了仙国，到最后也会选择毁掉，否则这辈子都无法突破到至高层次了。本集第980集，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霞竹至尊的说法让陈哥大开眼界，如果不是这人已经认主了，他倒怀疑他是不是故意骗自己，想谋害自己了。要这么说，我的仙国岂不是白练了？以前好不容易将仙国提升到了玄妙层次呢。仙国能带来一部分实力，而毁掉仙国也会化作养分，反哺滋养道心。只不过开辟和提升仙国本身很费时间和资源，大部分人不会特意走这条路的。那还好。听到自己的努力没白费，陈哥心情平复了很多。但紧接着呢，他又想到另一件事，自己的仙国是毁掉了，但道心并没有寄托在天道上，而是寄托在了悟道仙术上，这怎么算呢？那道心必须寄托在天道上吗？是啊。为什么呀？天道世间最强啊，只有寄托在天道上才可能最终成道啊。其他物件哪怕再好的宝贝，又哪里比得上天道呢？虽然寄托在天道上无法形成仙国，但能走更远呢。天道至高的啊，是啊，将道心寄托在天道上，走的就是天道之路，堂堂皇皇，不偏不邪，直至至高。而将道心寄托在其他物件上，那等于是妄图修炼自己的道，那区区个人小道又怎么能比得过天道呢？那些仙国全都只是一条条短暂的崎岖小径，与至高天道没有任何的可比性。行了，你回去吧。尽管霞竹至尊对这天道还是非常有想法，但陈哥这个命令一下，他生不出丝毫的反抗念头，连忙点头应下。一直到他离开这片神秘的天道空间，现场就剩下江辰一个人了。望着前方根本看不出丝毫模样的天道，向来只管莽的他，心头第一次出现犹豫了。这天道自己究竟要不要炼化掌控呢？一旦真的掌控了，那就绝对无敌了。这是所有人对于抢夺天道那般热衷的原因。这种诱惑没人顶得住，他犹豫只是刚才那番话。他的道心都没寄托在天道上，一看就和天道不是一路人呢，估摸着根本成功不了吧。也就在此时，天道中忽然缓缓飘出一个身影，不是仙母又是谁呀？这女人现在出场比以前更拉风了啊！13件天道之宝环绕着她，如同拱卫着骄阳的星辰，每一件都熠熠生辉，神圣无比。成哥看的都羡慕了呀。总算出场了。他像个老熟人一样抬手打了招呼。自从得知这女人的本质是第14件至宝婆娑玉人之后，再看她的感觉就怪怪的。终于还是走到了这里。比以前人性化许多倍的仙母看江城的眼神透着浓浓的忌惮。其实江城闯关之前他就已经得知了，第一关出现无道剑就是他安排的，
为了就是用杀伐之力最强的一件至宝干掉江城，没想到呢，无道剑一点效果没发挥，就那么落败了。天道至宝每落败一次，都代表着天道输一次，这会削弱天道。在他的预想中，那么强的无道剑都输了，那其他至宝肯定更不行了。所以呢，他暗中召回了后面12件的至宝，懒得浪费了。你该多给我点表现的机会啊！程哥还抱怨呢，他和仙母压根都不知道，除了无道剑，其他至宝多半呢都能弄死他。仙母淡淡的说：“你的命很大，果然是最大的那个危险。”他之前没现身，是为了让程哥被其他人杀死，哪知道那些高了那么多境界的仙人，居然全都莫名其妙的被江城反杀了。到了这一步呢，他只能自己出手了。程哥也知道，到了这步只能继续一战，而面对仙母，他其实没多大把握。系统面对这种奇怪的生灵还能不能起作用，根本不好说。但是呢，他也不能弱了生势。看了眼环绕着仙母的13剑，他笑眯眯的：“哎，我要是杀了你，这13件天道至宝就应该归我了吧？据说只要得到1件，就算举世无敌了。要13件全都到手了，那还了得呀？”仙母眼内并无丝毫的恼怒，他只是摇摇头：“这些天道至宝，你用不了。”程哥还是很香那把剑的，虽然杀不死自己，但杀别人应该是无视境界，一杀一个准吧。得知用不了呢，他有些错愕。为什么呀？天道至宝蕴藏着的是天道之力，唯有得天道认可之人方可驾驭，落到其他人手中只是普通凡物。还有这条件呢？是的，天道至宝和其他兵器法宝不同，对使用者有着极高的要求。这样啊，那看来我只能击败你，然后把这个天道也抢到手了。反正仙母视他为敌，也没什么好虚伪的。然而让他意外的是，听到他的宣战，仙母非但没有出手，反而身子微微一侧，让出一条通路。我很乐意你来掌控天道。啊？你居然乐意让我掌控天道？你确定你没说谎吗？机会这么容易摆在自己面前，变得唾手可得，太假了吧？当然没有。仙母的笑容中带着一丝如释重负。为什么呀？程哥皱眉，他感觉这事不简单。这女人明明那么排斥自己了，再联想到灭阳天尊等人对仙母的评价，形象都是狡诈呀，工于心计。他不得不怀疑这里面蕴藏着天大的阴谋。你是想谋害哥？仙母摇头。你想多了。我不明白。原因很简单，你就是最适合的那个人。你不是一直说我是最危险那个人吗？你想骗我？你确实是最危险的人，但如果你受到天道认可，成为天道掌控者，那么最危险的人反而成为了最可靠的自己人。本集第981集，请你河道。江城有些搞不懂他的脑回路。我掌控天道就变成自己人了，就这么轻率吗？仙母点头。是的。顿了顿呢，他又补充了：你原本有另立本源、自己成道的危险趋势，这是天道所不能容的。但如果你和天道走到了一起，成为天道掌控者，那就没有这个隐患了。到时候你和天道就是一体的。而相比于其他所有仙人，你原本就是最适合的那个人。哦，你也看出哥最优秀了是不是？仙母并没有吝啬夸赞之词，他很理所当然的回答：你比所有人都要独特，这一点即便上古时期也无人能及。天道由你掌控，我其实很放心。他这番话说的陈哥嘴都快咧到耳根了呀。高兴之余呢，他也不忘回夸一下仙母。哎呀，看不出来啊，你眼光不错嘛。那就请你河道吧。陈哥感觉他好像太热情了。掌控了天道之后，我就能驱使天道之力了？是的。那你呢？你不是也能驱使天道之力吗？我只是以天道至宝的身份使用罢了，那是至宝本身自带的天道之力，天道并不受我的掌控。这样啊，那13件天道至宝到时候我也能使用了？是14件，包括我在内。仙母根本不避讳自己婆娑育人的身份。真的没有危险？没有，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痛苦。程哥深吸了一口气，这天大的便宜，要是不占的话，会遭天大雷劈吧？那还犹豫个屁呀！他回线入鞘，还不忘得了便宜卖乖呢。那既然你如此盛情的请求我，那我怎么好意思驳你的面子呢？我就勉为其难，帮你掌控一下这个天道好了，顺便也终结了原仙界千亿年前的纷争啊！从此再无天道争夺，整个世界都和平多了。哎呀，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啊！
虽然他这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呢，但仙母并不反感这套，他甚至还点头承认呢。确实是无上的功德。在进去前，成哥忽然又回头了。啊，对了，有事我一直没搞明白啊。什么？玄界那边不有个天道吗？他们算什么呢？按照冰级天尊等人的说法，3000真界都没有天道，只有仙界才有，其他各界拥有的最多也就是当年天道残留的一点余韵。但是玄界不同，那边的天道是真真切切的，甚至还和他产生过交集。而到现在为止，他也没听哪个天尊提到过玄界，仿佛他们的意识里根本不存在这一界。仙母降唇轻启，玄界不是3000真界之一。那他们是什么呀？老实说呀，玄界的修炼体系和其他任何一界都不同，既不沟通本源，也没有沟通天道。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上千种规则玄文。那是个被人创造出来的世界。人为创造的？谁这么厉害啊？直接创造了那么大的一个完整的世界？创世神呐！你应该听说过当年原仙界天道被盗之事吧？啊，听过啊。玄界就是那个人创造的。玄界的天道也是被他从仙界割裂出去的一小部分。这么说的话，此人实力强的超乎想象。那他人呢？啊，对了，他叫什么呀？这和今天的事情无关。仙母似乎并不愿多谈那个人。成哥眼见问不出什么了，想想那和自己没多大关系，再强的人碰到系统应该也还是被吊打，于是呢就放弃了追问了。那我去了啊。去吧。仙母圣洁的脸庞重新浮起了微笑，带着满满的欣慰。下一瞬间呢，成哥如同飞鸟投林一般冲进了那片浩瀚的茫茫天道。在和真正天道接触的第一瞬间，他就有了一种整个仙界和其他4大真界全都在自己视野范围内的错觉，那是一种全方位的俯瞰。与此同时呢，他感受到了神秘天道循环，也体会到了万物生灭、因果、命数、法则、气运、过去未来这些缥缈无形的东西，在这一刻仿佛全都变得具体了，一切都像是刚刚发生，又像仿佛发生了无数次。他不知过了多久，仿佛只是一瞬间，又仿佛过了无数年。他隐隐发现，在那无穷的变化中，始终有一样东西都没有变过，那就是秩序。天道就像一个严丝合缝到了极点的控制器，维持着世间一切的秩序。谁若掌控了天道，就等于是主宰了这些秩序。而现在呢，他的一只脚已经跨进这门了。以前没有人做过这件事，于是现在某些认知终于被证明是错的。天道根本不可能被炼化，也不需要被炼化。当他和天道彻底融为一体的时候，他也就能掌控天道。他沉浸其中，浑然忘我。而外面的格局呢，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宫行缓缓步出冰宫，遥望着远处的高天，目光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思念。距离江主公那次离开已经过去10万年了，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他身旁云梭尊者轻叹了一声：是啊，如果他看到现在的冰姐，应该会很欣慰吧。身后的风凛、众杯等人也叹了口气。那次去的人一个都没能活着回来。他们并不知道江城目前正在与天道融合，只知道10万年前突然发生了一场惊天巨变。在那场巨变中，阴阳火3大真界的7位天尊全军覆没，57位尊者无一生还。除此之外，还有300余名地境8重，他们的命牌全都在所属宗门碎裂，被证实陨落了。在此之前，4大真界中最弱的就是冰之真界，因为明觉天尊和冰仙教的覆灭，以及冰级天尊的重伤，可以说失去了和其他3大真界并列的资格。一旦这虚实被外界得知，很可能会招来灭顶之灾。本集第982集，掌控天道的正常反应。这件事一直是宫崎云梭、纪苍等人最为担心的事。然而呢，自从10万年前那场惊变之后，这些隐忧全都不见了。一夜之间，冰界原本最为忌惮的那批潜在敌人被一扫而光，另外3大真界就连个尊者都找不出来了，还拿什么和冰界斗啊？从此呢，只剩冰界一家独大。这10万年来，冰界发展极为迅速，积攒了大量的其他属性资源，渐渐有了应对将来其他更多真界的底气。冰宫大公主尹从深吸了一口气，语气感慨：这个机会是冰主以自己的牺牲为我们争取来的。当年他对于江城成为冰界之主其实有些不以为然，他并不知道本源认可成哥，只知道这一人是冰远古支持的，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跟着服从了。而现在呢，他彻底服气了。曾经和成哥有过节的纪苍紧握着双拳。是啊，他以一己之力改变了4界格局，保护我们所有人，冰界之主当之无愧。虽然江城没有留下什么命牌，但他的10万年再没有出现，
冰极天尊后来尝试找过他，但是天道13关恢复，他一关过不去，最终呢只能黯然放弃了。江城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在他们想来，冰主一定是使用了什么同归于尽的禁术，又或者什么特殊的计谋，以自己身死的代价一举干掉了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宫情没有吭声，他隐隐觉得江主公或许还没死，因为他那群弟子似乎并不这么担心呢，每天依旧是没心没肺的修炼，完全看不出丝毫悲痛伤心的样子。如今已经地境7重的纪凌寒当然毫不担心了，因为他从成哥那绑定的冰之玄文还有效果，如果江掌门死了就不会是这样了。光凭这一点呢，他就知道成哥肯定还活着。至于10万年不见人这种事呢，飞仙门弟子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了，早都习惯了。只是他知道，其他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尤其从前的6界仙魔们，联想到当年江掌门离开时说的那番话，为了给大家营造一个安定的修炼环境，我个人的安危又算什么呢？如果我真的回不来了，那也是为仙界而死，死得其所。现在看来一语成谶呢，让他们这些仙界老油条也不禁感动得泪流满面。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伟大的人。他做到了他所说的一切。如今我们真的有了一个安定的修炼环境，再也没有强敌环伺，所有强敌都被他独自解决了。只是江掌门他老人家再也回不来了，哀在，痛在，惜在呀。类似的感慨呢，这些年时常发生在那些6界仙魔之间。每人提到陈哥，都是满怀着满满的感激。如今的他已经不是6界第一魔头，而是6界第一英雄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英雄其实现在还活着，只是呢情况不太妙。一直沉浸在本源中的江城，徜徉在天道的怀抱中，早已迷失了自我。直到某一刻，急速的系统提示音像炸雷一般响起在他的意识中。宿主即将失去自我，宿主意识丧失程度10%，此状态极为危险，警告。对于系统来说，这就是最危险的情况了。江城被杀没事，他能一次又次复活，唯独丧失意志，那才是真正的灭顶之灾。那种状态不属于死亡，系统无法触发复活，那时呢，系统恐怕也会随之消亡，所以他本能地发出了警报。江城被惊醒，只觉得脑袋一片昏昏沉沉，很想睡过去。他强打起精神，发现自己正在不断融化，不断沉沦。那融化并非身体上的，而是意识上的。怎么会这样？难道这是陷阱吗？他豁然回头看向远处依旧环绕着13件至宝的仙母，婆娑玉人脸上依旧挂着淡淡的微笑，令人看不穿他究竟在想什么。即便到了这步，成哥的心态一如既往的轻松。老妹儿，你居然挖坑害哥哥呀？仙母摇头。我并没有害你，你也不会死。陈哥心说，你说话也得摸着良心呢，要不然我摸摸也行啊。那哥都快失去意识了，这和死了有什么分别吗？这是掌控天道的正常反应。想要掌控天道，就要与天道相合，而合道会丧失原本的自主意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离谱的设定呢？天道掌管着世间一切秩序，自然不能带有丝毫感情。想要掌控天道的第一步，就是要放弃生灵原本的欲念，这样才能保证天道的公平。那你为什么不早提醒我呢？仙母显得很无辜呀。你没问呢。成哥差点被气消了啊，感情在怪我自己了呗。那既然这样，其他人还争什么天道？他们疯了吗？他们似乎也不知情。那你以前还挡他们干什么呀？把其他人放进来，让他们失去自己的意识，不是很好吗？仙母淡淡的说了。他们根本合不了天道，反而会损害天道。迄今为止，你是第2个有资格合道的人。成哥心说，你怎么知道我就能合道呢？难道这其中有什么特殊原因吗？啊，那我现在体验过了，我能退出吗？他之所以不断和仙母说话，是因为困意越来越重，找点事情集中一下注意力。要是真的睡过去，从此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仙母的声音都有些模糊了。如果你能办到的话。江城不知该怎么办，他已经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自己能兑换的全部东西换成了仙元点，足足凑了45亿。他现在只想来次时光倒流回到之前，然后他就会彻底离开这个鬼地方，再也回不来了。然而点开时光倒流技能后，那一大串的零让他直接无奈了。哪怕只是回到上一秒，需要的仙元点都超过了上万亿，因为这是天道。倒流会对天道的状态进行改变，这影响太大了。说实话呀，他有机会倒流天道，已经是极其逆天的事情，足以证明系统有多强大。本集第983集，你居然还能脱离？不能这样下去了，必须要做出改变。互换，我要互换。他直接将目标锁定了外面的仙母，
然而这次系统给出的回应是无法互换，因为仙母根本就不是生灵。靠，关键时刻你不顶用，系统很无辜呀，你自己你不闯进来有这事吗？对了，玄机图。关键时刻成哥的手段很多，他想到了很久没用过的宝图空间，只要自己往宝图里面一钻，就算逃不出天道，总归不会继续沉沦，那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想到就办。然而意外再次发生了，他这次居然被卡在了外面。原因很简单，他的道心寄托在悟道仙树上，仙树已经和他形成一体了，他要进去呢，就等于是悟道仙树也要进去，而宝图承受不了悟道仙树这么高阶的存在进驻。这个过程才开始，玄机图就差点被那仙树承包了。怎么会这样呢？这仙树到底有多高级啊？他甚至都想放弃和悟道仙树绑定，先保命再说了。但就在此时呢，他忽然发现自己的意识清醒了很多，就见悟道仙树散发着道道神秘莫测的光芒，在天道中显得并不起眼，但那神光却正好笼罩住了江城，为他提供了一片安全的区域，正好避免了被天道同化。仙树荡漾的神光犹如粼粼波光，缥缈无形，如梦似幻。坐在树下的他已经彻底清醒过来了，而仙母也看到这一幕。想不到那棵树真的能够抵挡天道之力。他似乎早就知道江城得到了悟道仙树，但关于悟道仙树的真正威力，他也是此时才终于得知了。哼，那是自然。成哥得意的一撩秀发，哥身负天命，各种异宝纷纷来救，想死都难呐。仙母眼内透出一抹不解。你何必抗拒呢？认可天道并不代表你死了，你也并不会失去全部的意识，只是失去了所有欲念，你的本我还在，而你最后能得到真正的举世无敌。看起来呢，他很希望江城能合道。成哥摊摊手，哥们儿是俗人，没了欲念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变成一个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亲疏好恶，没有喜怒哀乐，只会机械行事的人吗？那和人工智能有什么区别呢？说完，他催动那棵悟道仙树，朝着遥远的外围一点点挪动。看到这一幕呢，仙母都忍不住赞叹了：你竟然有办法脱离天道，这简直不可思议。看来我当初对你的评判是对的，你确实是最危险的那个。成哥没有吭声，催动仙树的他只觉得每一步都走在泥潭中，举步维艰。不过这至少代表着他能走出去。看来我只能做出那个选择了。见到这一幕呢，仙母也不得不行动了。下一刻，整个天道空间大放光芒，无尽天道气息传遍了无尽星空，也穿越了无数的混沌乱流，跨越了一个个真界。霎时间，外面的2996个真界全都轰动了。这些真界有的最近数百万年也在努力沟通着天道，做着和冰远古类似的事情。也许再过个成百上千万年，他们所在的真界也将成功与仙界合并到一起。还有一些真界呢，因为实力较弱，也没有拥有道心的人，至今没什么眉目。最后还有一部分真界，甚至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天道已经被找到的消息。按照正常情况，再过数千万年，应该会有几百个真界陆续过来。而想要3000真界全部合为一体，那恐怕上千亿年也不一定能做到。而这一刻呢，所有真界所在的本源却是全都感知到了天道的气息，也得知了天道的位置。因为这次是天道主动隐去了隐藏，彻底暴露在了外面，不需要他们再感知寻找。天道主动对剩下的2996个本源发出了召唤。整个过程来得极为突然，也极为剧烈。所有本源在察觉到天道位置那一刻，都疯狂地动了起来，带着他们所在真界，开始了一场狂奔之旅。此时仙界这边，无数仙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了，他们只能听到轰的一声巨响，紧接着山崩地裂，整个仙界就像迎来了灭世的时刻。无数山川坍塌，江河改道，日月颠乱，星辰坠落。发生什么了？冰极天尊第一个冲出来，云缩众杯等尊者呢，也一个个飞到半空。此时外面已经无数仙人飞临半空了，每个人表情都带着浓浓的惊惧。说实话呀，也幸亏这些人人皆仙的世界，否则这样的巨变真的会摧毁所有的生灵。剑之本源，我感知到了剑之本源的气息，剑之真界过来了。无数人在这刻同时感受到剑之本源的浩瀚的气息，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整个真界。尽管尚未接触，但那强盛的足以超越阴阳冰火四界合力的气势却已经扑面而来了。一些主修剑之规则的仙魔倒是一脸狂喜，他们的本源来了，这下他们也有机会突破了。但冰远古一众高层却是面带忧色，冰阶的日子到头了呀。冰极天尊身边已经修到地境5重的冰封姬瑶好奇地问：剑之真界很厉害吗？这个问题呢，尹从和季仓等人也想问。又来了一个真界，他们似乎很在乎对方的实力。宫情面色一紧：我们冰界敌不过他们吗？冰极天尊哑然失笑：对敌？
当年元仙界剑修数量不可计数，是所有规则中人数最多的一门。剑之真界光是天尊就足足30位，尊者更是多达数百。我们和他们不是一个层次的，根本没有为敌的资格。众人当场绝望了，就连宫情也没辙了。他再聪明，面对如此巨大的实力差距，所谓计谋也无济于事。不过呢，他们的绝望没有持续太久，因为紧接着又是一声轰然巨响，剧烈的震荡之后，新的本源气息传了过来。本集第984集，元仙界成型。众人的面色微微一变，血之本源，居然是2个真界同一天到来啊！宫情连忙飞快地询问冰极天尊：“血之真界实力如何？”他现在很头疼啊，接下来要和那2个真界共处，到时候会遇到无数的麻烦，必须提前有心理准备。也不用冰极天尊开口了，云梭尊者回答了：“血之真界有3位天尊，论实力远不及剑之真界，但这个真界恐怕比剑之真界更不好惹。”纪凌寒好奇了呀，为什么？冰极天尊缓缓说了：“剑之真界大部分剑修虽然杀性很重，但还讲道理。血之真界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侵略欲和破坏欲极重，仅次于毁灭真界和战之真界。”众人都露出了担忧之色。宫情原本还想接下来派人去教好这2界，表达善意的，现在看来呀，血之真界那边恐怕走不通了。而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众人再次惊呼：“风之本源，风之真界过来了！”天哪，一天内竟然同时来了3大真界，今天到底什么日子呀？风之真界是什么实力？宫情这句话才问出来，就被下一声巨响打断了。单之本源，单界来了，第4个了。这次就连冰极天尊也无法淡定了，单界一到，彻底不太平了。为什么？难道单界比血界还要疯狂？不，他们不疯狂，但他们的丹药会让各界为之疯狂。正被尊者的解释没结束呢，轰轰轰的巨响就像冰雹一样接二连三的震荡了这个世界。水之本源，算之本源，力之本源，梦之本源。众人渐渐的已经麻木了，短短片刻就来了上百个本源真界，而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这些真界中有的极为强大，比如力之真界，论实力呢，甚至不次于剑之真界。有的真界连1个天尊都没有，比如丹之真界。而就在这天，他们同时汇聚到了仙界。从今往后，冰界所有人要与他们共处。大地一直在剧烈震动，震耳欲聋的声响一直在持续，一道又一道强大的本源气息荡漾在身边，在天道的主宰下，很快就融入到了每一寸区域。越来越充盈的仙气弥漫在四周每一个角落，位面层次逐步提升。对于在场的人来说呢，这惊心动魄的一天注定永远无法忘怀，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了一个全新世界的成型过程。那个过程是那般的绚丽，令人心神动摇。而这过程中，他们这些仙人又是那般的渺小，根本影响不了什么。短短1天时间，剩余的2996个真界一个不落，最终全都回到了天道的身边。直到此时呢，剧烈的变化才终于结束了。冰界早已不复从前的模样，冰川融化大半，出现大片的湖泊和海洋。除此之外，还有郁郁葱葱的森林，一望无际的草原。这里已经不能再被称之为冰界了。在天道的主宰下，处处都在3000本源的影响范围内。他们现在能感知到任何一种本源规则的气息。冰极天尊感受到了久违的提升契机。在这个全新的世界，天尊已经不再是上仙了。盛世即将来临，不光他呀，在场几乎每个人内心都激动澎湃，难以自已。作为修仙之人，他们无法抗拒这样的变化。唯一一个面色保持着凝重和忧虑的，就只有宫情了。未来究竟会是怎样的格局？冰界的存在还有意义吗？在这片既有冰川又有森林海洋的地域，将来会有修炼各种规则的仙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以前各大真界仙人都是因为修炼了同一门规则才凝聚成了一个整体族群，那将来呢？将来的仙人们会以什么标准来汇聚成族群呢？这样的变化才是他真正在乎的。他很清楚，在这盛世来到之前，会有一段漫长的乱世。恍惚之间，他又想起了江主公，如果那个人还在，或许自己就不用这么操心了吗？因为任何思考在那个人面前都是多余的。而被他思念的江掌门此时状态并不是很好。仙母之所以故意撕开天道的伪装，向所有本源暴露天道位置，目的就是为了压垮他。借着悟道仙术，江城居然有了要逃离天道同化的能力。仙母当然不想看到这一幕，在他看来呀，这是天道力量还不够强大。于是他暴露天道，召回了所有本源。每一个本源的回归都会壮大天道本身的力量，
当3000本源全部回归之后，天道已经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连带的14件天道至宝的威能也在成倍提升。婆娑玉人依旧还是从前的模样，但那双眼神却是时而深沉，时而皎洁，灵动无比。他已经恢复了当年的算计能力。出于某些原因，我本不想这么快召唤本源回归的，但你的出现让我不得不改变原本的计划。因为你一人，如今的仙界提前产生了巨变，光凭这一点你也足以自豪了。仙母的眼内涌出了一丝促狭的意味。只可惜世间没有人知道你现在的壮举，你的表演没有观众，是不是很失落？已经恢复到巅峰状态的他确实妖孽的很，居然一眼就看穿了陈哥骚包的本质。你够狠！陈哥朝他挑了个大拇指。他现在正在被天道一点点的向后拉扯，非但无法脱离束缚，甚至还被拖向了深处。仙母抿嘴一笑，紧接着呢，他满是歉意的说着：我也是没办法，作为天道至宝，我的天职就是守护天道，这注定了我不可能会坐视一个能够威胁到天道的生灵一直存在和成长下去。所以你准备好了吗？第985集3000试炼。准备什么呀？成哥没来得及问呢，紧接着就遭遇到了铺天盖地的打击。此时他面对的是剑之规则的轰击。仙母的声音传来：3000本源归位。天道具备着幻化任何一门规则的能力。这种攻击并不是直接的剑术攻击，也不像当年天剑山那样的剑心试炼，而是纯粹的规则侵蚀。身处其中的江掌门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他拥有剑之玄文，而且还是11重的，除非天道直接把剑之本源搬过来，否则他根本不会有事。所以此时他表面身处危险的漩涡，却是风轻云淡，丝毫没有危险和压力。他还不忘嘲讽外面的仙母呢，这天道也不咋地呀，你在给我放松吗？仙母并不气馁，反而咯咯一笑。哼哼，你误会我了，我可控制不了天道，只是你进入天道这么久，一直拒绝与它融合，渐渐把它当成了异类。他现在在甄别你的身份，任何一门规则达到地境层次，都算是过了那一关。我知道你修炼过剑之规则，过了这关也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很遗憾，天道的甄别一共有3000关，我不相信你修炼过全部的3000门规则。只要有一门没修炼过的规则引起天道的警惕和敌意，那你就会立即被当成异类抹杀。剑之规则的轰击仅仅持续了一会儿，紧接着换成了金之规则。很遗憾呢，这门规则成哥也学过，而且也是地境之上的感悟程度，所以他依然没事。哼，那你恐怕等不到那天了呀。嘴上这么说呢，心里还犯嘀咕呢。自己的玄文只有1000种，虽然所有玄文都在第7重之上，算是全都过了地境，但是本源有3000种，剩下2000种怎么办呢？系统开复活挂吗？话说被天道杀死，系统还能不能生效呢？他有些拿不准。不过呢，嘴上自然不会弱了气势了。老妹儿啊，你们这天道不够劲儿啊！啊，哥吃劲儿，使点劲儿啊！哥，你看哥今天好好的呢，拿点真本事出来啊！你们这样会让我瞧不起你们的。仙母从前和无数顶尖大能打过交道，但成哥这画风的还第一次呢。如果这个人没有掌控那种禁忌的力量，那自己绝对会很乐意看到他一步一步的崛起。他微微摇头，没用的，前期只是一些常见的规则，后面才是重头戏。你如果撑不住了，记得早点放弃抵抗，接纳天道，那样的话，你依旧还能成为天道掌控者。相比于杀死江城，他其实更希望江城合道与天道融为一体，因为这个人确实最适合。他若合道，甚至能让天道变得更强大，这是世间任何其他仙人都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金之规则之后，速度规则来了，依旧是成哥最熟悉的几门规则之一，所以依旧毫发无伤。就这样，一门一门规则如走马灯一般不断的出现在他的身边。仙母说的没错，前期确实是一些常见的热门规则。面对这些规则，成哥一点事没有。但随着时间推移呢，江城通过的规则数量逐渐的变态化，就连仙母都渐渐意外了。他知道江城会的规则有很多，比如每次战斗都能随手拍出50道玄文，保守估计应该不下100种，但实在没想到会多到这种匪夷所思的地步。你竟然都已经通过了901种规则的考验，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江掌门摊摊手，故意用满满的装逼口吻说了：修炼所有规则难道不是每个仙人都该有的基本能力吗？基操而已。哎，为什么你会这么惊讶呢？
有那么一段时间呢，仙母差点相信他了，直到极致规则的突然出现。这门规则呀，成哥都没听过，更别说修炼了。面对这门规则的洗礼，他完全束手无策。由于这只是一场甄别，极致规则并不强，而且不是直接攻击，所以呢，他并没受什么伤。但因为天道约束，他没修炼过极致规则，所以也不知该怎么应对。仙母的眼睛亮了。我明白了，你得到的是当年那个人偷走的1000门规则，除此之外的2000门规则你并不会。看到江城在那极致规则的试炼下变得左支右绌，他不禁摇了摇头。放弃吧，这样下去你真的会被天道抹杀的。天道的力量和我可不一样，当年我确实奈何不了你，那是因为我只能用一小步天道业力，但如今恢复到全盛的天道是截然不同的，他能用一切手段。眼见江城依旧在那极致规则的海洋中挣扎，他不断劝说，只要你放弃抵抗，就会被他重新认可，然后你就能够成功合道，成为整个原仙界最强大的存在。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那么固执。他的话如同一道道销魂蚀骨的魔音，一点点瓦解了江城的意志力。如果不是有系统最后的底牌呀，成哥恐怕真的会被他说服了。那当老子傻吗？啊，有系统兜底，我能好好的活着，我为什么要选择当一个人工智能呢？话说系统这次应该能靠得住吧？哼，哥的字典里就没有放弃。他高举手臂，纵声疾呼，因为哥就没有字典。我辈修仙要攀至巅峰，唯有靠着自己的努力。放弃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失败。他悠悠看了眼远处朦朦胧胧的仙母，因为放弃抵抗得来的至强，还算至强吗？他的话让仙母微微一惊，有点道理啊。但以他对成哥的了解呢，这话应该不是他这个风格的人能说出口的呀。没办法，有系统老哥当靠山，成哥随时能不分场合的装起来呀。除非在他面前竖一个请不要随地装逼的警示牌，告诉他这里装逼违规，否则呢谁都阻止不了他。带着这种信念，他最终在极致规则的考验下干脆落败了。下一刻他眼前一黑，嘎，死了。仙母说的没错，天道的手段包括了世间的一切，并不只是天道业力那么简单。唉，想不到竟然是这样的落幕方式。本集第986集，天大的机缘。看到江城死去，仙母似乎有些失落，而紧接着他的视线就投向了别处。又有不自量力的生灵来了吗？天道也是你们配染指的。此时的他眼内剩下的只有冰凉而轻蔑的杀意。如果江城看到这一幕，一定会倍感荣幸的。婆娑玉人虽然一直视他为敌，但恐怕也只将他一个人当成了同等的存在。他扬起纤纤素手，点点仙光挥洒，另外13件至宝如同得到指引，纷纷飞向了外面的13道关卡。是的，3000本源归位之后，3000真界带来了许多新的天尊，而除了这些人，一些类似霞竹至尊那样的上古残存高手也纷纷破关而出。这些人的目的就一个，那就是天道。只要夺到天道的掌控权，就能立刻成为举世无双的存在。这一条捷径几乎没有人能抗拒。新一轮天道争夺战又开始了。当婆娑玉人在外掀起了腥风血雨时，里面的成哥呢，如愿听到了系统提示音。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实力太强，复活不了。开玩笑，成哥挺好奇的，这次杀死成哥的是天道啊，解决方案难不成是干掉天道？那样这个世界会不会再次崩溃呢？不过下一刻他就知道自己想多了。宿主获得第7重极致宣文，宿主复活。在系统眼中，刚刚杀死他的只是极致规则，而想要战胜这规则，那就只有得到这门规则，并且达到地境层次。只要这样呢，就能战胜这里的极致规则了。满血复活后，成哥依旧还在天道核心，并没有脱困，不过周围的极致规则已经没有伤害了。他的玄文从之前的1000个提升到1001，他迅速点开系统提升面板一看，果然玄文分类的进度条也多了一个第7重的极致玄文。因为获得这个新的玄文，他的玄魄倒是莫名的得到一些提升，修为呢也跟着提升了一丝。不过相对于他目前的地境7重中期而言，这点提升啊杯水车薪。无论如何得到一个全新的规则，也算是一个大收获了。打了那么多仗，他早已明白一个道理，这种别人只能得到一个或者几个的东西，自己得到越多就越有优势。通过极致规则后，他又碰到了之前从未接触过的善治规则，完全没有头绪，只能死扛了。不知扛了多久呢，最后又死了。而后系统再响了，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第7重善治玄文，复活。
得到了自己的第1002个玄文之后，陈哥再次顺利的通过了这次考验。如果这也算考验的话，而他的玄魄也再次得到成长。他发现自己虽然修为提升并不多，但是玄魄也隐隐在产生了某种未知的变化，似乎变得越来越完整了。这让他忽然冒出了一个怪异的念头：如果将3000本源代表着的玄文都拿到手，会怎么样呢？想到这儿，他恨不得感谢一下仙母，多谢你提供这个绝佳的机会啊！要不是把3000本源都招过来，哥还真撞不上这天大的机缘。毕竟呢，只有主规则才能修得上去，而每个人从一开始能得到的主规则，在入圣时就固定了。就天赋就算再高，通常呢也就10几到几十个不等。偶尔有人能想办法打破这个界限，比如妙语那样轮回5次，将自己的主规则提升到了上百个，但距离3000还是太遥远了。何况呢，还要将这些主规则全都修到地境。如果不是这次机会，江城恐怕这辈子都没机会获得其余的玄文了。这已经不能用什么机缘来形容了呀，这完全就是逆天改命啊！想到这儿呢，他干劲十足。他并不知道这天道区域内的时间流速和外面不一样。就在他干劲十足的忙着赴死时，外面的世界早已是一片血雨腥风。这些年，以前的3000真界在相互攻伐和融合中不断产生变化，在天道笼罩的原仙界，几乎所有仙人都陆续拥有了道心，他们开始去其他的地域，也开始涉猎其他规则。渐渐的，许多人已经不再以来自某某真界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一些天赋异禀又或者气运深厚的仙人成为了这个时代新的主角，而那些老牌尊者和天尊也纷纷突破了原本的桎梏，有的人终于晋升到至尊了。除了他们呢，还有类似霞竹至尊那样的上古强者也逐渐醒来，同样加入了乱世逐鹿的行列中。天道争夺战作为最瞩目的盛事也一直没停，然而呢，没有人通过13件天道至宝的封锁。如今的天道至宝已经恢复到强盛状态，而仙人们的实力却并不及当年原仙界最鼎盛的时期。面对13件秒天秒地的天道至宝，面对神出鬼没的婆娑一人，许多刚刚出关和崛起的至尊身死道消。然而呢，这并不能阻挡人们对于掌控天道的渴望。虽然一直在赢，但仙母知道这样下去只会重蹈当年原仙界崩毁的覆辙。天道至宝的威力就现在这么大了，基本到上限了，而这些仙人们还没到上限，一直发展下去，再过个几百亿几千亿年，等到他们足够强大，自己恐怕就挡不住了。难道要任由这些根本不配合的人去污损天道吗？他都不禁开始埋怨已经死去的江城了。如果你愿意配合，那天道从此就有了主宰，有了明确的意志，到时候就会变得无比的稳固，根本不可能有人能撼动。可是你呢？你宁死不答应啊！不行，自己必须想办法做点什么，改变了迟早会来到的原仙界的宿命。他缓缓看向身后的13件天道至宝，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这天呢，婆娑玉人在斩杀了5名天尊和2名至尊之后，带着13件至宝其中的10件降临在了原仙界某地。本集第987集，乱世中的一缕光。原仙界某地，2群仙人正在对峙，一边5人，一边3人，勉强算是势均力敌。不过其中一边年龄服饰各异，另一边明显是来自某个宗门。这片谷地分明就是我们兄弟3个先发现的，我们都在这修炼4000年了，什么时候成为你们天浪宗的地盘了？简直可笑！原仙界重新成型之后，因为3000本源的汇聚，加上天道的恢复，许多地方呢都变成了修炼宝地。这些宝地要么仙气比外界浓郁许多倍，要么有着特殊的规则效果，要么更适合悟道。新出现的宝地绝大部分都是无主的，就看谁先发现谁先占有。比如眼前这3兄弟发现这片谷地，不过呢，伴随而来的也出现大量的纠葛和争纷。毕竟这种宝地谁不想据为己有啊？5名天浪宗弟子其实只是外门弟子，修为也就地境3重左右，还比不上那3人呢，但他们的底气却十足。这里分明就是我们天浪宗的一处宝地，5万年前就发现了。迎着对面的先来的3兄弟呢，他们直接开始了生编硬造了。对面3兄弟立即反驳了：“你胡说！我来这时，这里根本不曾有过生灵踏足。”就是啊，既然是你们天浪宗，为什么没人在此，也没有阵法禁制呢？你分明就是信口雌黄。5人为首那名弟子嘴角一扯，微微嘲讽：“这是我们的禁地，禁止所有弟子踏入，不行吗？你们3个擅闯我天浪宗禁地，该当何罪？”对面的3兄弟被这强盗逻辑气得七窍生烟了。对方不光要蛮横占据自己发现了宝地，还倒打一耙问自己的罪，岂有此理！3人中最年轻的那人枪地拔出了兵器。如今的原仙界3000本源齐聚，只能加持一种规则的真气，虽然也还能用，但是呢，已经算是过去时了。
如今仙界流行的是道器，道器因为蕴含了道韵，而且能够驾驶多种规则，威能是远超从前铜阶真气的，算是真正的仙器进阶版。此人用的是一柄气之真界那边产出的2阶道器，才刚刚祭出，整个山谷外围的气息就跟着肃杀下来。三弟切勿冲动啊！另外2人连忙阻止。那祭出道器的青年怒不可遏，天浪宗欺人太甚，必须给他教训。然而对面天浪宗5名弟子却是毫不慌乱，为首那人甚至指了指自己的脖子，来，砍这儿，有种你砍呢，我看有没有这胆儿啊！对面3兄弟面色难看，他们不是打不过这5名天浪宗的外门弟子，而是忌惮他们身后的天浪宗。那是一个有着地境6重强者的宗门，他们3人是地境4重，根本惹不起。为首那名弟子缩回脖子，面色骤然一冷，不敢就滚！宝弟有能者居之，活了这么久，这道理都不懂吧？3人满脸的愤懑，不甘之余却无可奈何。而就在此时呀，上空突然传来一声清朗的长啸。这位道友所言差矣，宝弟有德者居之才对，怎么成了有能者居之了呀？那为首弟子面色一寒，谁敢不给我们天狼宗面子？紧接着就见场中出现了一名身着青袍、面容古朴方正的青年男子。一看到此人呢，对面的5名天浪宗弟子齐齐后退一步，而后方3兄弟却是大喜，原来是闻名遐迩的甘霖仙萧怀萧道友，您来真是太好了，这下有人帮我们主持公道了。这位号称甘霖仙的萧怀，实力地境6重后期，比那天浪宗的宗主还要高一个小境界。除此之外呢，此人素来急公好义，最喜欢打抱不平，这种品质在仙界极为稀有了。然而也正因为稀有，所以才宝贵了。这些年呢，萧怀不知帮过多少闲散仙人出头，替他们主持公道，顶住了周边数个宗门家族的压力。他的存在就像是污浊世道中的一缕光，因此他深受广大散仙的拥戴和喜爱。有些被他帮助过的仙人甚至为他塑了金身。萧怀，你屡次坏我天浪宗好事，就不怕将来横死吗？萧怀一抖手中道器，朗声一笑，我辈仙人当以公理为先，岂会在意区区强权？方才的事我都听清楚了。他用道器一指对面的5名弟子，你们天浪宗距离此地足有1亿3000万里之遥，此地根本不属于你管辖范围。又指了身后3兄弟，这宝地是你3人先发现的无物，你们尽可以在此地修炼。对面那5名弟子是又气又急，却不敢发作。真要惹怒了萧怀，他是真的会杀人的。此人不惧任何宗门压力，甚至曾经有过单人独剑闯一派山门的壮举，碰到他只能认栽。好得很，这件事我们会禀报上去的，就看他们能站多久。5人丢下狠话，灰溜溜离去了。3兄弟也担忧了，萧怀能来一次，不代表下次还能来。然而不等他们开口呢，萧怀就像提前料到了3人的困境，又给了3人中为首那人一枚仙符。若天浪宗找来，大可捏碎此符，我瞬息即至。这不光帮着出头，还帮着善后，3兄弟感动的热泪盈眶啊！甘霖仙名不虚传，此等恩情，我3人记下，来日必报。我不是在帮你们，只是在维护公理，不用谢我。说完，他化作一道长虹，消失在天际了。他并不知道，遥远的高空透过层层叠叠的云雾，仙母正在悠悠俯视他的身影，美眸中既有审视，也带着思索。对于萧怀来说呀，这只是他无数次主持公道中的一次，甚至都不足以被他一直记住。但这次却终归有了不同了。3天后，他留下的那枚仙符被捏碎了，有变故，天浪宗找过去了。本集第988集，命缘笔。当萧怀赶到那片山谷时，看到的是3个被高悬于谷口的人头，上司3兄弟被杀了，一股热血直接从他的脚底冲到头顶，差点让他当场陷入疯狂。四面八方上千名仙人从山谷和云巅冒出，为首那人正是天浪宗的宗主，而他手中还握着刚刚捏碎的仙符。萧怀，你还真来了，真不知道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呀？真以为我们会一直放任你主持什么公道吗？哼，你算什么东西？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萧怀没有吭声，他只是缓缓祭出自己的道器，然而紧接着天上地下都亮起了禁制阵法的光芒，这就是一场围猎。出动的不光是天浪宗，还有周边10几个家族和宗门的高手，这些势力全都不想看到他继续活下去了，因为这么一个实力又强，同时还喜欢到处主持公道的人和他们格格不入。
他的存在挡了大家的路。大战爆发，萧怀毫无意外受到重创。就在他即将被围攻杀死那一刻，场中忽然刮过一阵狂风，紧接着萧怀的身影消失在原地。是不是？怎么回事？谁救了他呀？众人惊疑不定。他一定逃不远，搜！这些年和他有瓜葛的人全都要揪出来。霎时间呢，这片地界变得风起云涌。而另一边被救的萧怀看到一个神秘女人，是的，非常神秘，神秘到明明能正面看清她的脸，却根本记不住她的面容，只觉得她始终生活在一团无形的雾气之中。多谢前辈救命之恩，他强忍重伤，翻起身来道谢。谢幕没有阻止他的举动，一直到他道完谢，才淡淡的说：“是不是很不甘心呢？”是。想到那惨死的三兄弟，萧怀银牙紧咬，手被青筋暴突，指甲都深深的抠进了掌心了。他恨极了。谢母并没有丝毫的共情心态，他面色平静，语气古井不波：“修炼界是用实力说话的地方，你所坚持的公义和道理，似乎并没有什么用。”不，坚信的理念被质疑，纵然这是救命恩人，萧怀也还是寸步不让。这次他们的死，确实有我考虑不周的原因，但更多还是天浪宗这些势力本身的邪恶霸道。我不会后悔自己的坚持。这混乱的世道需要秩序，需要有人主持公道。是吗？仙母的声音显得有些飘渺。希望你能一直坚持下去吧。前辈。萧怀朝前伸了伸手，却连他的丝毫气息都感知不到。想到这位救命恩人的名字自己都没问呢，他遗憾而又惭愧。3个月后，他的伤势恢复了一部分，于是离开这片深山野林，秘密潜回了自己之前所在的仙城。很快他就发现这里的气氛和以前不一样了，往常的喧嚣不复踪影，街道上虽然还有人影穿梭，但每个人都面色凝重，而整个仙城内部都散发着淡淡的血煞之气。发生什么了呢？他实力很强，很快就听到了城内许多隐秘的议论。生阳阁已经成废墟了。生阳阁，萧怀心头一动，这不是自己以前帮过的一家小商铺吗？当时城内靖宇世家以势欺人，欺压生阳阁掌柜，自己仗义出头，替生阳阁逼退了靖宇世家3长老，还让后者赔偿了损失。可不是嘛，曾掌柜一家被靖宇世家屠了，还有城北那群散仙被天浪宗全灭了，那一夜死了上万人，哎呀，太惨了，血流成河呀！岂止还有啊！听到这些呢，萧怀的脑袋嗡嗡作响。这些都是被他帮过的人，而现在这些人全都遭到清算了，太霸道了！你小点声，千万别被听见了。要是被当成萧怀同党就完了。还好我没跟他打过交道。也不知道那萧怀躲在什么地方，他是不敢露面的，但是被他牵连的这些人太无辜了。就是啊，要是他当初没乱出头，那些人顶多就吃个亏呗，哪里会被杀呢？没实力还想出头，主持公道，呸！这些议论充斥在整个县城各处，除非他收回感知，否则他随时都能听到。上次天浪宗的埋伏没有摧垮他的信念，但现在这些闲言碎语却是终于让他开始自我怀疑了。是啊，如今的原仙界处在前所未有的乱世，弱肉强食才是生存法则，而自己所坚持的公理，想要守护的秩序根本只是笑话，甚至被自己帮过的人唾弃，难道是自己错了吗？如果自己不管那么多闲事，或许会逍遥自在很多吧。黑漆漆的房内亮起了道道神光，仙母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现在你还抱着之前的坚持吗？萧怀的嘴唇动了动，久久未能发出一言。仙母微微摇头，正要离去呢，身后却终于传出了斩钉截铁的声音：我依然坚持，我没有错，错的是这个世道。仙母转身，发现这个人的目光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我改变不了多少，但总比随波逐流要好。你帮助别人，很可能会害了别人，他们会被报复。那就让想报复的人不敢报复，让想要报复的人没有能力再报复。你并没有那个实力。是，我没有。他又重新变得落寂了下去。随后呢，一支仅有1尺长的石笔飘到他的面前，感受着这笔的气息，似乎有些苍茫久远，又有些缥缈虚幻，仿佛根本不是这个世界该有的东西。他向仙母投去了疑问的目光，从这支笔上，他没有感受到任何强大的规则波动。此乃命缘笔。仙母的短短5个字在萧怀脑袋里炸起了惊天响雷。他虽然只是地境6重，远不够参加天道争夺的资格，但总归不像成哥那样欠缺常识。
本集第989集，你怎么还活着？命元笔，他知道那是13件天道至宝之一，据说可以修改命数，玄妙莫测，神通广大，不知有多少大能蛇在他的面前。而现在呢，这支笔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禁看向面前的神秘女人。您是？仙母并没有回答，而是淡淡的说了：有了这支笔，你就不用担心他们被报复了。萧怀的内心翻江倒海，如果这真的是命元笔，那当然什么都不用担心了。被报复的人自己可以修改他们的命数，让他们不至于惨遭横死。那些狠辣霸道的宗门家族，自己可以修改他们的命数，让他们走向衰败。这正是他最需要的宝物，只是这一切来得太梦幻了。想得到它，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很简单，你需要将自己的命数寄托在天道上，天道若损，你亦损，以此守护天道秩序为己任。这就是仙母的计划。13件至宝，将来迟早还是挡不住越来越强的仙人。既然如此，不如将其中的10件分发下去，挑选合适的人，让他们帮忙守护天道。之所以选中萧怀，不是因为仙母也是个急公好义的好人。生老病死、善恶、恩仇、情仇这些东西，在他眼中压根没什么意义。他看重的只是萧怀对秩序的坚持。而一旦命数寄托在天道上，得到天道至宝，萧怀从此就会受到天道庇护。这堪称天道之子的气运，几乎无人能及。天道笼罩范围内，他根本就不会中途夭折，迟早会变成元仙界最顶尖的那批人。到那时，他手持命元笔，岂不是最佳的守护天道者之一吗？这样的人再多出9个，天道几乎是稳固的不能再稳固了。萧怀并不知道这些长远的谋划，将自己的命数寄托在天道上。命元笔能改变别人的命数，但自己的命数却不能掌控。是的，一旦答应，就永无反悔机会。你若不愿意，可以放弃。普天之下生灵那么多，仙母可以选择的目标很多。我愿意。萧怀几乎没什么犹豫的。命数寄托天道这种事，其他人求都求不来，这可是天道为自己做主。普天之下，还有谁能比天道更大呢？而就在他说出我愿意3个字时，整个仙界所有生灵突然感受到了一个来自意识深处的声音，可。伴随这个可字落音呢，萧怀正式得到天道的认可，他的命数寄托到了天道上，而那支命元笔也正式落在他的手中。这至宝真的属于我了。仙母摇头，现在只能算是暂时属于你，你还要通过后续的考验。什么考验？不偏不倚，不掺杂任何私心和好恶，帮别人主持1万次公道，那时候你便可以真正拥有这支笔了。1万次公道，那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每次都要不偏不倚。他小心翼翼地问：那如果我中途有了一次偏向，那这支笔就会从你手中消失，继续寻找下一个适合他的人。我会一直恪守本心，守护天道。摩挲那支笔的他有些好奇，这支笔真的能改变所有人的命数，包括传说中的至尊吗？仙母悠悠看了他一眼。命元笔能发挥出多大的威能，取决于你自身道心的强大程度。现在的你最多只能改变地境7重的命数，等到将来你真正变得强大了，区区至尊又何足道矣。说到这儿，他忽然想起了什么。不过有一个人可能是例外，他的命数就连命元笔也无法干预。谁？那个人已经死了。丢下这句话，仙母彻底消失在了他的眼前。1天之后，天浪宗内部爆发严重的叛乱，宗主被大长老所杀，其余长老形成数派，争斗不休，血流成河。3天之后，宗内高层尽数死于内斗。1个月后，天浪宗彻底崩溃，残存弟子如同树倒猢狲散。与此同时，周边各大宗门和家族也陆陆续续迎来了内斗和外敌。另一边，仙母也在物色着下一件至宝的守护人选。而此时的陈哥呢，则依旧沉浸在死亡、复活、获得下一个玄文的循环中。快乐是很快乐，但是呢，枯燥啊。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他都有些想念仙母了。那好歹有个人说说话呀。循环了几10次之后，仙母终于回来了。在外面忙了那么多年了，他总算把10件至宝都发出去了。目前剩下的已经只有包括无道剑在内的最后3件。为了选出这10个人呢，他几乎跑遍了元仙界所有地域，考察过的人选也并不止那10位。
只不过剩下的那些人没能通过他最后的考验罢了。而今大功告成，他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等这些人成长起来了。他们变强之后，守护天道的防线就将变得牢不可破，自己甚至都能清闲下来。然后呢，他就看到了天道漩涡中活蹦乱跳的陈哥。你居然还活着！在其他生灵面前高冷无比，如同神明一般的仙母，此时一脸惊讶。或许也只有江城能让他露出那么人性化的丰富表情了。哟，好久不见了！哎，你干嘛去了？陈哥明明看到他震惊了，但偏偏要转移话题，自己故意表现的对于活着这事儿不以为意，好像这就是基本操作，根本不值得讨论似的。这些年在天道里泡着，他的装叉功力似乎也越发的精湛了。仙母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了呀？难道自己上次看错了吗？不应该呀，天道分明抹杀他了呀。面对陈哥反问，他过了好半晌才缓缓说：我出去选了10个人，分了10件至宝给他们。这事儿呢，他没打算瞒着陈哥，反正那10个人有天道庇护，就算江城真想对他们下手，也不可能成功的。听说有10件至宝被发出去了，陈哥龙颜大怒：什么玩意儿？你竟然分了10件至宝出去，你咋不跟我商量一下呢？本集第990集，用不用这么拼呢？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那些天道至宝是他的呢。听到他的质问，仙母直接被逗乐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那些至宝好像与你无关吧？但那迟早会属于我呀，你这点你无法反驳吧，对不对？你怎么能把即将属于我的东西送给别人呢？拥有系统的他，其实呢也用不着这些天道至宝，主要还是天道至宝牌面太高了，拥有这个级别的宝物能增加逼格呀。仙母也算了解他的风格，闻言倒也不气恼。谁说属于你了？你又没有得到天道的认可，根本使用不了那些天道至宝。他灵动的紫色眼珠微微一转，笑眯眯的。要不你就合道算了，只要你合道了，那些至宝你就能用了。到时候我立刻召回所有的至宝，全部交给你一个人，怎么样？他这番话足以让原仙界所有大能男女落泪呀！他娘的，我们想接近一下天道，都被你杀的杀，疯的疯的。你到这小子呢，你上赶着求着他合道，这也就罢了，你还用天道至宝来诱惑，你这待遇差别也太大了吧？可是呢，陈哥偏偏不领情，哎，免了。哥和这天道不是一路人，在这儿一个玄文接着一个玄文的凭空获得，这样的机会上哪儿找去啊？合道有那个必要吗？他才刚说到这儿，就又被新的规则杀死了一次。一直留神观察他的仙母不禁眯了眯眼睛，又死了，这次绝对死了啊，绝对没看错。总算还是死了。他这话没说完呢，江城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的视野中，依旧活蹦乱跳，活得好好的，甚至比之前都更好了，因为刚才那道规则已经伤不到他了。你居然还活着！仙母这辈子都没经验过这么多次呀，而且你还学会了这门规则，这怎么可能？刚刚又开了一次系统复活卦的陈哥脸不红气不喘，哥这叫什么呀？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你不懂什么意思？这句话仙母是听过的，但是用在这里有点不明意义了。你真的不懂吗？枉他们还夸婆娑玉人最聪明狡诈呢。陈哥先是贬低了一通，然后呢开始洋洋得意的自夸了。我一开始确实不会这门规则，所以我故意将自己置于死地。这样有什么用吗？有用啊，生死间有大机缘，每到了这种关头呢，我的感悟就如泉涌啊，不对，就如同海啸来袭。江掌门反正永远都不会泄露自己复活开挂的事实。你的意思是，你在那临死前的瞬间，突然顿悟了那门规则？啊，对啊，而且还在那极短暂的时间内，将那门规则突破到了地境层次。啊，不要太崇拜哥啊！仙母很想给他一声呵呵，你当我傻呀？这种临死前顿悟的奇葩事情，发生概率可以低到忽略不计。顿悟了规则之后，还飞速突破到地境层次，那就更如同神迹了。刚才是第1067门规则，除了前1000门，后面的67门江城应该都不会。也就是说，这种神迹已经在他身上发生了67次了，这是在摩擦他的智商啊！然而他仔细想想，除了这种解释，似乎不可能还有其他解释了。复活这个可能，他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被天道杀死的人是无法用生之规则复活的。难道还真的是顿悟后飞速突破吗？啊，这还是人吗？他第一次涌起了强烈的无力感。在旁又看了几次江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操作后呢，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了。继续这样下去，这个人很可能会领悟全部的3000本源规则呀。这样的壮举，即便以前那个窃取天道开辟玄界的人也不曾做到过。天道极有可能是真的困不住他，而一旦他这次脱离了束缚，将来迟早会成为天道最大的敌人。
婆娑玉人的天职永远都是守护天道，这固定的立场注定了他不可能放任这种事情发生。而在他的眼中，江澄是无法用天道手段杀死的，所以呢，他现在杀不死他。能杀死你的，应该只有外面那些生灵的手段。他指的是那些天尊、至尊乃至更高的高手。程可心说呀，妹子呀，你想多了呀，谁也杀不死哥啊，除非哥的死亡次数超过了1亿次了。眼见老妹儿被自己打击的胡思乱想，他只能附和一下了。哎呦，这都被你发现了，太可怕了呀！仙母悠悠盯着他的眼睛。普通生灵的手段真的能够杀死你，对吗？事实上呢，这时候他已经用上了一些特殊手段了。如果江澄说谎，那他能通过天道直接察觉到。陈哥笑着，对啊，能杀死我呀。外面的高手确实能杀死他，只不过杀死后他还是能复活呀。他没有说谎。于是仙母得到了答案。只要用普通生灵的手段杀死你，再用天道封死生之本源的复活，你就彻底死掉了。你可真是个大聪明，不愧为婆娑玉人呐。我走了。说完呢，仙母的身影渐渐变得虚淡了，神秘的天道气息宛若轻纱，披在他身上美轮美奂。与此同时，3000本源中的轮回本源变得巨亮，彻底笼罩他。这一操作看得江澄一头雾水。哎，干啥你啊？你别走啊，哥在这儿一个人很闷的。仙母的身影已经淡若似无了，最后只留下一句飘飘荡荡的话：我们迟早会再见面的。陈哥一边继续死继续复活，一边暗暗琢磨，这神叨的妹子要搞什么回击呀？放弃吧，没有人能杀死哥的。不过你这么努力，哥挺欣慰。想了许久后，他突然反应过来了，他不会是打算轮回变人，用另一个身份来杀我吧？天道至宝还能轮回转世吗？你别说至宝不好说呀，那婆娑玉人还真是有可能啊。用不用这么拼呢？想明白之后，他也是哭笑不得。无论怎么做都是徒劳的，好不好？本期第991集，回归原仙界。这次仙母离开之后，陈哥陷入到了漫长的孤寂。对他来说呀，这种不断循环获得玄文的过程挺枯燥的，只是他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要比这里漫长了无数倍。在他一次次的开挂时，原仙界那边早已是沧海桑田。渐渐的，这个世界出现了很多的至尊，渐渐的，仿佛有一双无形大手在遮掩天道。渐渐的，天道争夺成了一段历史，而原仙界乱世也早已成为过去，新的格局逐渐形成。身处天道中的江澄也不知过了多久，自是他获得全新规则玄文的进程也到了尾声了。足足2900多门玄文，让他的玄魄变得越来越完整。宿主被杀，正在检测敌人实力，安排复活方案。宿主获得第7重创造玄文。听到这个玄文，陈哥惊了个讶，这门规则似乎归于逆天了呀。但紧接着就想到3000真界中有一个真界，就叫创造真界。那个真界亿万仙人全都修炼这门创造规则，所以没什么稀奇的。有毁灭自然就有创造，很平常的。这好像是最后一门了吧？这些年他无聊透顶，只能靠技术来打发时间。宿主复活到了这一步呢，他终于掌握了全部的3000玄文。而与此同时，体内的玄魄也彻底达到圆满，浑然天成的玄魄剧烈震颤，光芒中都带着无尽的血傲，紧接着轰然爆碎，化作点点星芒，洒在了那棵挂满了玄文的树苗上。程哥只感觉整个人都变得焕然一新了。从前他调动玄文之力还需要经过玄魄，而现在这步直接省略了。今后他的玄文能直接带上自身所有的仙力，不需要经过玄魄，因为玄魄和玄力种子融为了一体了。他缓缓睁开眼，发现自身的境界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达到了地境8重，而因为拥有了3000玄文，他现在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圆满感。这样的根基深厚程度已经是毫无疑问的史无前例第一人了。他招招手将悟道仙术收回，虽然依旧不太了解这棵树，但经历了这次，他算是知道它的层次有多高了。能抵挡天道的侵袭，可想而知是何等伟力。肯定不逊于任何一件天道至宝。收回这棵树呢，此时的他依旧安然无恙。通过了3000规则的全部甄别，尽管他依旧没合道，不是天道自己人，但已经算是直接通过了天道考验了。他微微一动念，便可在这天道海洋中随意的穿梭，纵横驰骋，毫无阻滞。很轻易的，他就脱离了天道范围，然后又跳了回去，然后又跳了出来。哎，哥进来了啊！嘿，哥又出去了。哎，怎么样？嘿嘿，你倒是在困住大爷呀！天道对此表示很无语，只能当他不存在。调戏了一下天道之后，他这才想起了正事，自己即将重出江湖，该提升一波实力了。点开系统面板，望着45亿仙元点，陈哥踌躇满志，先花5亿把冰之玄文提升到12重。
之所以率先选择这个玄文，不是他多么喜欢冰之力，而是因为冰之本源是唯一认可过他的本源。到了这一步，他对冰之规则的感悟程度已经超越了从前的天尊，达到至尊级强者的层次。而在他完成这一步后，立刻就感知到了冰之本源那边传来的热情回应。江澄扶持心灵，察觉到那本源有了一丝丝松动。难道我可以提前像天尊那样得到一丝本源了吗？如果真这样，那战斗力提升可就大了呀。他努力沟通了一会儿，最终发现还是自己的修为境界太低了，无法承载一丝本源的伟力。毕竟正常情况下需要天尊层次，而他现在呢，地境8重初期。等到地境8重后期应该就差不多了呀。看到玄文13重需要的上百亿仙元点，他只能选择先提升一下别的了。先是用了少量的仙元点，将3000玄文中所有第7重的全部提升到9重，随后呢，便是精准的提升个别玄文。最终他选择了剑、力、速度、轮回这4门。剑之规则是为了剑心，力之规则是因为强力，速度、轮回算是为了照顾苍灵和妙语了。毕竟呢，他俩绑定了这2个玄文。成哥的玄文提升，他们也得到巨大好处。至于剩下的阴阳水火这些，看着自己剩下的20亿仙元点，他觉得还是先缓缓吧。随后呢，他点开了神魂面板，精魂后面是紫魂，需要3亿仙元点。江澄毫不犹豫地点下去，于是呢，他的神魂境界正式超越了天尊层次，和至尊肩并肩了。又花3亿将不灭千华剑经也提升到堪比至尊层次的16阶。这次还剩14亿的他，实力已经脱胎换骨，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了。现在的他如果再碰到地境9重，那就不是打不打得过的问题了，而是用什么姿势碾压对方的问题。哥终于回来啦！他轻松冲破了重重罡风的阻隔，回到原仙界。多年没见生人，他现在装叉的欲望超级强烈，尤其是全新的强大实力，总想试试火力。望着周围的群山，他心头豪迈万丈。紫魂往外一散，整个仙界几乎是尽收眼底。随后呢，成哥的表情就变得古怪了。什么情况？仙界怎么变这么小了呀？他的紫魂感知范围极大，而这个世界才100万里，居然就到了边界了。这甚至还不如当年下界的一个国度。而在这个范围之外，是茫茫的浓雾，浓雾带着浓浓的天道气息。他没有河道，所以呢，也无法感知到深处。除此之外，他发现这个世界的仙界浓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也就是没融合之前的冰之真界差不多。而这个世界里的仙人，境界最高的那个也就地境6重，大部分人才地境1、2重，有点离谱。难不成咱直接穿越到末法时代了？不会吧？真是那样的话，哥不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无敌了吗？本集第992集十天地。江掌门当然不希望这是什么末法时代，毕竟在他的感知范围内，一个从前的熟人都没看到，他可不希望自己的故人都出事了。而且这里的境界低得跟新手村似的，在这装叉也没什么快感呢。他的神念最终锁定了一处人最多的地方，在那里好像有一场盛大的仪式正在举行。他闪到现场，发现所有人都围着一座巨大的白色高台，高台虚悬于半空，宛若一座空中仙城。而那台子的上方还有着人影绰绰，所有人仰着脑袋齐刷刷看着上方，仿佛在等待什么结果。陈哥不由好奇地看过去，就见有一名青年男子正在特殊的仙阵中接受不知名的考核呢。片刻后，就见那高台上亮起了3圈氤氲的青色光环，而台下原本屏息凝神的众人则是议论纷纷。左明居然才是3级下等天仙，他可是远近闻名的天才啊！2000万年前就破入地境了，这也太离谱了吧？那什么办法呀？只能说明他的向道之心不坚，与天赋无关。可惜了，他这辈子没啥希望了。他们的议论把陈哥给整懵了呀！什么天心呢？哥们只听过道心，没听过什么天心呢。而且道心以前也没有什么等阶测试啊，听着语气好像还特别重要的样子。难道这是末法时代新项目吗？自己居然闻所未闻，莫非自己落伍了吗？他很自来熟地拍了拍身前一人的肩膀：“哎，兄弟，测什么呢？这是3阶下等天心什么意思啊？”这玩意儿让他联想到了当年获得玄魄时的情景。当时的玄魄也分为甲等、乙等，代表着品质的高下。被他询问的人一愣：“不是吧？你连这都不知道啊？”不过紧接着他就发现自己看不穿江澄的境界，吓了一跳。原来是前辈上仙，前辈真是爱开玩笑。哎呀，好说好说。哎，所以这个天心究竟什么测试呢？所谓天心就是天道之心，代表着天道对一个人的认可程度，认可的程度越高，天心的品质和等阶就越高。陈哥瞠目结舌，这意思不就是谁对天道更虔诚吗？这玩意儿居然还能测得出来那这个天心等阶怎么提升呢？主要还是看向道之心有多坚定，然后就是道心本身的层次。刚才左明
那3阶下等代表着他是3阶品质道心。这个等阶其实算是非常天才了，只可惜他的向道之心只是下等青色，下等几乎可以被判定为天道一气之人，这辈子没什么指望了。就在他们说话时，上面已经又出了好几次结果了，其他人多半都是2阶道心，并不如之前的左明，但他们的天心品质却都超越了下等，其中一人还达到上等蓝色，引起了全场一丝轰动。江澄仔细看了一眼，那人的修炼天赋放在从前也只能算是普通平庸，反倒之前那个左明，即便是冰之真界都算是顶尖天才了。世道真是变了呀，看不懂了呀。那这个天心等阶高有什么作用吗？当然有用了，达到3阶上等的话，就有机会被接引到外面了。还有外面？对啊，外面才是真正的元仙界，我们都是被遗弃的人啊！成哥傻了。在这人的一通科普之下，他才渐渐了解了如今的格局。当年3000本源齐聚，元仙界彻底成型之后，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乱世，直到10位天道之子的出现，他们手持天道至宝，平息了无数的纷争和战火，许多大能或投降归顺，或被杀，或被封印，或被驱逐。听到这10个人，江澄立即反应过来了，这不就是仙母说过的那10个被他赐下至宝的幸运儿吗？那10个人居然发展到这个地步了吗？那人继续说，最终元仙界渐渐的平静下来，也迎来了新的格局。10位天道之子组建了天宫，统治了整个元仙界，而他们则号称10天地。当听到天宫这个名字，成哥嘴歪眼斜，差点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到另一个世界了。然后呢，他们难不成还划分了33重天呢？什么33重天呢？啊，没什么。所以你们现在这被天道遗弃是什么情况啊？天宫在每个天域都划分出了一片遗弃区，所有向道之心不坚的人以及后出生的修士，无论天赋和修为高低，全都被划分到了这遗弃区。想离开，就只能提升自己的天心等级。这不是强迫所有人都保持对天道的忠诚吗？仙母呀，啊，你当年那手貌似很有效啊，这效果简直拔群了呀。那你们应该很痛恨10天地吧？要不是他们，你们能很正常的生活在外面，不会被遗弃在这地方。他此言一出，周围好几人面色巨变，附近瞬间空了一块。先前和他说话那人也是谈虎色变，连忙不断摇头，不断后退。你休得胡言乱语！10天地为元仙界带来了久违的和平，从此元仙界秩序井然，一片祥和，我们爱戴都来不及了，怎么会痛恨呢？随后他跌跌撞撞的挤进人群，再不和江澄说话了。而远处有不少人皱眉打量江掌门，对他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似乎他刚才的话太过大逆不道，已然成了人群中的异类。好在紧接着全场的焦点再次集中到了高台上。邱雨璇，他要接受考核了，终于等到了呀！这位可是1年难出的绝世天才呀！据说他出自很久以前一个名为白玄族部落，还是第124代圣女呢。虽说第一次听到这个部族，不过圣女这个名号一听就很厉害呀。确实啊，听到白玄族3个字，成哥也终于提神了。本期第993集，仙母转世。白玄族的江澄其实一直很在意元仙界出现后玄族变成什么样的。现在一看，玄族人似乎已经融入到了元仙界。不过这也不奇怪，毕竟按照仙母的说法呀，玄界那个天道其实就是从仙界分出的，两者本就一体了。他眯眼看向高台，就见一名身着素白长裙的高挑女子缓缓步入阵中，乌黑长发如瀑，反正好看，就好看就完了。而她吸引人的地方呢，还是那美的不可方物，却又透着点圣洁气质的脸庞。此女地境5重实力，肯定连元仙界1亿名都排不进去。但如果她和其他顶尖强者站在一起，让下界凡人来分辨，恐怕谁都会觉得呀，她才是自己梦境中出现过真正的仙女。就连江澄见惯了美女的人，也不由得视线停留几秒，以表示自己对美好事物的尊重。这妹子颜值有点高啊，完全不下于苍灵妙语那个级别了。要知道，那2位可是从前的仙界5大美女。邱雨璇测试很快开始了。前面测试的是境界和天赋，地境5重，在这一气之地，仅次于高台之上那位地境6重老者，而他的天赋更是惊人呢。无论根骨资质悟性，样样评定都是仙阵所能检测到的最高上限。台下惊呼声从一开始就没停下来，众人完全是看神人的表情，一片膜拜加欢呼呀！不愧是邱雨璇呐，他也是可惜了，生不逢时，一降生被分在一气之地，要不然绝不是现在的境界。那还用说呀？要换从前，他会是所有顶尖仙门风向的人物，你我根本没资格和他同一天看同一片天。你别胡言乱语啊！就是什么从前什么宗门没听过。众人讳莫如深的表情，显然是不敢议论有关天宫的事情。很快呢，邱雨璇也进入到天心的测试环节。没过多久，高台就亮起了6圈金色的光环。
这一下全场陷入疯狂。金色，而且还是6圈金色，这是6级仙品的天心呐！6阶指的是道心的品质层次，这东西主要还是和天赋挂钩，对战斗很有帮助，倒是很有意义。至于那仙品呢，指的则是对天道的虔诚程度，也就所谓的天心。按照天宫的等级评定，下中上3品之后还有灵品、圣品，然后才是仙品。这个品阶的天心，众人虽说听说过，但这辈子还第一次见到。这太不可思议了，前途无量，未来仙宫大佬啊！必须的嘛，他将来绝对能在仙宫有一席之地。听了众人的议论，就连陈哥都不由赞叹了。这区区100万里范围的一席之地，居然能出现这个级别的人物，不愧是我白玄族的后人呢。说完这话，他内心忽然微微一惊，难道这个邱雨玄就是仙母的转世吗？这种直觉不是没有来由的呀。仙母转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杀死他，而以仙母的心机和谋划，再加上神秘的天道安排，自己重回原仙界后很可能会第一时间就和他碰面。毕竟天道行事讲究宿命，传说中的宿敌往往都会有一场命运的邂逅，混在自己身边和自己结识之后取得自己信任，最后再突然背刺自己。仙母转世，天赋不用说肯定顶级呀。邱雨轩天赋高的离谱也就算了，关键是对天道的忠诚度直接爆表了。要说世间谁对天道最死心塌地，除了天道之宝还能有谁呀？最后此女的眉眼细看之下，确实有仙母的几分韵味，越看越像，这让向来不爱动脑的陈哥罕见的思索起来。邱雨玄一脱离测试仙阵，就一大群高手围了上来向他恭喜，众人马屁如潮，而那邱雨玄则是面色平淡，毫无波澜。他抬头看向上方端坐的那名地境6重的老妪，那是他们白玄族的一位前辈，也是他在这片之地唯一的亲人。天宫为了维持所谓的秩序，虽然允许出现家族，但不允许出现这种盘根错节的庞大修仙世家，因为这些家族壮大之后有可能会威胁到天宫的统治。与之类似的还有修仙宗门，所以呢，按照天宫的规矩，新生儿都会被安排进随机的遗弃之地。虽然在遗弃之地，这些新生儿在幼年时也有专门的抚育培养，但成年后多半就是自生自灭了。邱雨玄很幸运，来到这里第一天就被邱婆收养了，而邱婆是这片遗弃之地的战力天花板，地境6重，威望极高。有了她的护佑呢，邱雨玄成长得很顺利。邱婆据说呀是来自一个名为白玄族的古老族群，于是邱雨玄幼年时就接受了白玄族的特殊仪式，拥有了白玄族的印记，成了一名白玄族人。对于他天赋呢，邱婆一直极为看重，经常念叨着，如果是以前，他一定会是当之无愧的圣女，下一任大店主。邱雨玄不知道白玄族的圣女有什么用，这里就他们2个白玄族人，就算当了大店主又能怎么样呢？不过他知道邱婆对自己很好，情同祖孙。如今取得极为出色的成绩，第一反应自然是看看他欣慰的表情，就像孙女期望得到奶奶的夸奖一样。但令他意外的是，向来宠溺他的邱婆眼神却颇为平淡，只朝他微微点头，看不出一丝喜悦。这是理所当然的，玄族信奉的是神殿内的玄族之神。邱雨玄在这测试中对天道的虔诚度直接爆表，可想而知，他内心对自己平日多次提到的神殿和白玄之神根本不以为然。对一直视他为白玄族心血希望的邱婆来说，这算是一种极致的背叛。还能面色平静点头，已经算是很溺爱他了。本集第994集，吃起了飞醋。邱婆现在心情低落，很复杂。当年原仙界重组之后，玄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00本源回归，原仙界天道无比强盛，强势收回了玄界那片被割裂出的天道。在一系列变故之后，玄族人走出玄界，渐渐融入原仙界。拥有玄魄玄文的他们很快适应了新的修炼体系，纷纷突破了原本的境界上限。那段时间虽然到处混乱，但大家风雨同舟，发展得很快。白无忌前辈第一个突破到地境9重，渐渐让白玄族有了屹立于原仙界大地上的资格。但好景不长，10天地时代来临了。白玄族作为一支信奉玄族之神的族群，被当成了迟早会对天道造成威胁的隐患，也成了天宫打击目标。白玄族高层伤的伤，失踪的失踪，放逐的放逐，剩下的族人被分别投入数不清的遗弃之地。邱婆所在这片遗弃之地，一开始有3名族人，另外2人后来通过考核离开这里，想去外面其实不难，上等天心就行了。但邱婆对于玄族之神太虔诚，他的测试一直都只是下等，所以一直被困在这里。这些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重振白玄族。邱雨玄的出现让他如获至宝，这是一位天赋远超玄族历代先辈，悟性甚至超越了白无忌前辈的绝世天才。他悉心照料培养，在他身上寄托了极大希望。这次测试之前，他其实很矛盾，一方面希望这孩子天仙达到上等，这样就能离开这破落的鬼地方，从此天高任鸟飞；另一方面
又希望他的天心等级和自己一样，只是下等，那样代表着他对白玄神殿的极度忠诚。而现在答案揭晓了，他的感觉就像自己培养了多年的心血，最终还是跟了别人的姓似的，空落落的。而台下乘客已经按捺不住了，他当然不会在这鬼地方多待一天。眼下这什么考核，完全送上门的机会，不把握住，天打雷劈。于是呢，他直接飞上高台，四周立刻出现了一片呵斥声：“你谁呀？这测试竟然不能乱闯，给下去！”考核10万年一次，每次的名单人选都是提前选定的，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不过呢，陈哥显然不按常理出牌，他压根儿不管人们说什么，直接冲进去进了那个测试仙阵。不光高台上那些高手，下方围观那些仙人也是一片哄笑，外带叫骂：“这人谁呀？面生没见过呀！不会是犯了错，刚从外面被放逐进来的吧？那犯错放逐进来的还测试什么呀？浪费时间。”然而呢，秋婆却是面色大变，变得极度不可思议。他那平静的眼眸中突然射出了震惊、喜悦、难以置信、狂热交织神采，因为他认识江澄。作为当年那批白玄族人，秋婆见过江贤者，那时他还只是个小小的年轻的地玄境，根本没资格接近那人，也没机会聆听他的教诲，只能用崇拜仰慕的眼神远远看着那人。他清楚地知道那个人对白玄族的意义，与神比肩。他匆忙站起走下台。婆婆，邱雨璇连忙迎了上去，他还以为婆婆是下来夸奖勉励自己的，结果却发现秋婆的眼神根本不在自己身上，而是在刚刚那个闯进仙阵的人身上，一丝一毫便宜都没有，这让他不爽啊！抱着秋婆的手居然撒起娇来。婆婆，只是个不懂规矩的蠢人而已，用不着您亲自下场吧？对了，我刚刚的成绩您看到了吧？怎么样？你闭嘴！听到邱雨璇竟然把江贤者称呼为蠢人，秋婆本能的一个耳光甩了过去。大逆不道的东西！邱雨璇被这耳光打懵了呀，长这么大，这还是秋婆第一次斥骂他，更是第一次动手打他。刚刚取得极佳成绩的他委屈极了呀，眼泪差点夺眶而出。而秋婆则是直接甩开他，跌跌撞撞的冲到了测试仙阵外面，最后恭敬俯下身，那叫一个虔诚，那叫一个激动啊！这一幕把所有人都看傻眼了。秋婆作为这片一气之地最高端战力，哪怕天心不够，地位还是无与伦比的。毕竟修炼界说到底还是实力说话，而他主持这么多届的考核，哪怕成绩再高的，也不曾见他有多么激烈的反应，每次都是一脸平静，古井不波。唯独这次太反常了呀！难道那人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而紧接着众人就沸腾了，因为江澄在第一个环节天赋测试同样都到了仙阵所能检测到的上限，没办法，成哥无论根骨体魄血脉规则悟性全方位都变态，也就是这个测试仙阵有上限，要不然呢他的测试成绩会更加骇人的。就连高台上的一些高手都被震惊到了。而另一边呢，浑身发颤的邱雨璇捂着半边绝美的脸庞，呆呆地望着如同泥塑的秋婆。这妹子被一耳光打得出现短暂的懵逼期，直到众人这铺天盖地的议论，才让她终于清醒过来。就因为她的天赋绝佳吗？难道我就不是？她更委屈了，就因为出了个新的天才你就不管我了？我可是你一手养大的孙女啊，你怎么能这样厚此薄彼呢？她感觉婆婆对自己的宠爱被江澄夺走了，居然吃起了飞醋了。而就在这时呢，成哥的测试进入最后一环，天心。第995集，你咋不用无道剑呢？到了这一步，台下已经没人敢轻视江澄了，更别提笑话他了。毕竟他刚才展露的天赋太惊人了。那此人会是什么天心的品阶呢？我猜测很可能是仙品。我也觉得应该不下于邱雨璇。仙品哪那么容易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看秋婆的反应就知道了。没错，秋婆主持这么多次考核，一定能看出些什么呀？邱雨璇测试完，秋婆反应平淡，但这人一上台，秋婆就跟入了魔似的，足可见此人更被他看好。确实是这么个道理呀。听到他们的议论，邱雨璇差点气懵了呀。他的心胸并不狭窄，能容得下比自己更强的人，但是这一刻，为了夺回婆婆的关注和宠爱，他却是暗暗祈祷成哥天心考核成绩稀烂。或许是他的祈祷奏效了。江掌门进入天心考核之后，别说金光了，青光都没亮。测试仙阵安安静静，一点反应没有，这是理所当然的吗？即便信奉玄族之神的白玄族人，为了继续修炼，也会将道心寄托在天道上，唯独江澄是个例外。他虽然拥有道心，但他的道心寄托在悟道仙术，跟天道压根无关呢，能有个屁的虔诚度呀！这测试仙阵和天道挂钩，甚至都检测不到他的道心存在。见到这一幕，原本还抱有极大期待的全场众人安静了，一时间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了。算什么呀这啊？测试仙阵连反应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人天心连最低等下等都做不到，他不会连道心都没有吧？那他怎么修炼到这步的呢？邱雨璇大喜过望，
天赋再高又有何用？她的天心是零啊！这一下婆婆应该会对她大失所望，然后把目光重新投向自己了吧？要不是顾及形象，她当场都笑出声了。然后呢，她就听到了秋婆的纵声疾呼：测试先阵坏了，这是先阵出问题了。她表面这样喊，内心却知道先阵没坏，而出现这样的结果更是让她又喜悦又崇拜。不愧是大贤者呀！他老人家对玄族之神居然达到了唯一信奉的极致程度，先阵连个青光都亮不起来。枉自己以前一直自觉对神殿足够虔诚，现在和他这么一比，完全自愧不如。但是呢，他不能当场暴露这个事实呀，要不然江贤者马上会被当成最大的异类，然后被天空重点针对。所以他连忙编出先阵坏了的借口。其他人一听呢，也就信了，毕竟测试那么多回，还从没出现过谁连青光都亮不起的情况呢。而秋婆威望又极高，她的话很有分量，于是众人恍然大悟。我就说嘛，这么高天赋怎么可能没有道心呢？听着众人的议论，再看着婆婆那如获至宝的火热眼神，邱雨璇心态崩了呀。她才不信先阵坏了，就算坏了，也不代表这人就比自己强吧？凭什么？她一个陌生人，凭什么能夺走婆婆对自己的关爱呢？她连忙走过去，再次拉起了秋婆的手。婆婆，你是不是看错了呀？那个先阵我看着没问题。他话音没落的，江城就出来了。秋婆再次撒下他的手，一脸狂热迎了上去，当着所有人的面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贤者，他声音发颤，两行老泪不知不觉流下。这一幕让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而原本还在吃飞醋的邱雨璇更是当场怀疑人生。发生什么了？为什么这片一席之地最德高望重的秋婆会突然跪在这么一个年轻人面前呢？他顶多也就是看中了这个晚辈的天赋绝佳，犯不着行这大礼吧。江城看到他额头上白玄族印记，于是也明白他的身份了。原本这测试最后没成绩，他还挺郁闷的。此时呢，连忙面色一正，将秋婆扶起。想不到刚出来就碰到故人了，不错。看到熟悉的江贤者，秋婆梦回当年玄界，她就像受了无数苦楚的孩子，终于见到父母一样，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大贤者，原来您还在，太好了！这些年，我由于过于激动，他嘎昏了。这一下在场众人手忙脚乱，程哥也没料到当年的迷妹看到自己之后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啊！不，邱雨璇脑洞很大，还以为秋婆死了，而且是被程哥暗中谋害的。悲愤之余，他直接朝着程哥一剑劈去。程哥正打算给秋婆来套恢复呢，迎面一道剑光就直袭而来。虽然想死，但他不会自杀，于是飞到上空，屈指一弹，把那剑震退了。都怪你，婆婆就是你害死的。邱雨璇红着眼眶，不依不饶挥剑。美人如梨花带雨，只是眼中除了悲还有恨。他只当是程哥刚才出手暗算了秋婆，心头的悲愤和悲痛是可想而知的。而程哥把他当成了仙母转世，庙宇当年转世都还保留记忆呢，更何况仙母呢？所以呢，这女人一定认识自己，就是憋着劲要杀自己，只不过在演戏。于是他一边随手挡着，一边饶有兴趣的翘了翘嘴角。接着演，后面还有什么呀？哥心情正好，可以配合你的剧本。杀人还这么嚣张，你这么轻佻，邱雨璇肺都气炸了呀！秋婆都死了，你还说什么心情好？果然你就是来刺杀他的，我杀了你！江城失望的摇摇头，随手一指，再次将他震退。你这转世的实力也太弱了，还没发育起来吧？就凭你，还想杀我？说完，他一袖将邱雨璇的仙力尽数封住，这才施施然的踏空走到他的面前，摘下他的剑。呀，咋不用无道剑呢？本集第996集，难道没带记忆？程哥上下打量他那柄二阶道器，不住的叹息。你说你啊，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你跑来跟我作对，何苦呢？他的意思是，你原本是高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的仙母，你偏得玩什么轮回转世，脱了吧？他还故意恶趣味的掐了掐邱雨璇那白皙水嫩的脸蛋，你看，现在这样搞得多没有面子呀！邱雨璇一身仙力被封，神魂也被镇压，根本反抗不了，只能用悲愤的近乎喷火的目光瞪了程哥。贼子，你要杀便杀，何必辱人？我将来生生世世轮回，也一定不会放过你。程哥乐了，继续和他进行的根本不是一个频道的对话。还要再次轮回，还没死心呢？我说啊，你也别装愤怒了，演戏累不累呀？直接认个输，我给你个体面啊！咱们都老相好了，你这样装作不认识，我会很失落的。他也只是稍微夸张了一点，毕竟他和仙母确实是老相识的。
哦哦！他这么一说呢，不远处那些仙人都发出了恍然大悟的声音。他们原本还想上来帮助羽秋玄呢，听这意思，有一腿呀！一时间呢，所有人看羽秋玄的眼神都变得意味深长了。一些爱慕羽秋玄多年的年轻男子更是满面的心碎模样。羽秋玄都快气疯了呀！这人不光杀了自己最亲的秋婆，还羞辱自己，最后还玷污自己的名节。谁跟你老相好了？你这卑鄙无耻的贼子！成哥也失去了兴致，这仙母明明要杀自己，还一直跟着装不认识呢，就是不肯亲口认输，让他觉得没什么意思。罢了，送他再次轮回吧。下次转世记得修炼的厉害点再来找我，我可是对你寄予厚望的。希望你将来真能杀我几次。说完呢，他就打算要当场将这个女人灭掉。而这时秋婆总算醒了，一听这孩子居然又在对江贤者不敬，再看江贤者要将他处死，吓得连忙火急火燎赶了过来。江贤者饶命，这孩子不懂事儿，都是我没教好，您就饶他一命吧。他连忙飞过来，又是磕头又是求饶的。成哥扶起他，这才顺手解开了邱雨璇的封印。而另一边，邱雨璇则是表情精彩。婆婆，你没死啊？当然没有啊，你这孩子怎么总是对江贤者不敬？以前你也不是这样的，这次怎么回事呢？秋婆佯装愠怒，实际上只想保下他。哪怕邱雨璇的测试让他很失望，但一起生活这么多年，好歹有感情啊。江贤者，邱雨璇总算恢复些理智了。他莫名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猛然间他想起了什么，紧接着一脸不可思议。他就是你以前总和我提起的那个大贤者江澄。秋婆喜滋滋的点点头，又轻轻拍了他一下，不悦的说了：没大没小的，江贤者可是你的前辈，还不快给他行礼？行礼？朝这个刚刚羞辱了自己还污损了自己名节的人行礼吗？开什么玩笑啊！他直接就拒绝了。成哥笑眯眯的看着他，在他眼中这是仙母对自己行礼，真要是弯腰屈膝，那乐子可就大了。演戏要演全套，你现在的人设是我的后辈，不行礼说不过去吧？邱雨璇大怒：你算什么前辈？你个卑鄙无耻的登徒子！呸！两人再次开启了不同频道的互怼。秋婆连忙呵斥：你这孩子怎么回事？这次他真的怒了呀！你对别人没礼貌就算了，怎么能对江贤者这样无礼呢？他抬手就想再给邱雨璇一记婆婆的关爱，而后者早已到了爆发的极点，没等他打呢，当场就炸了。好，他一出来你就忘了我，你的心就永远偏向他吧。他含着愤怒委屈的泪，化作一场长虹，飞向了祭坛后方大殿。站在原地的成哥嘴角抽搐，先母着眼的自己都快分不清真假了呀！这是真的入戏了吗？还是没带着从前的记忆呢？而秋婆则是连连道歉：大贤者恕罪呀，这孩子都是我教导无方，没了规矩。没事没事，咱也不计较什么礼节啊，也不用逼他的。仙母可不是善茬，万一你逼急了他，他恢复仙母状态，会连你一起干掉的。你又不是哥，能随时复活。秋婆也不知道他脑袋里转动的这些古怪的念头。大贤者还是像以前那般宽容豁达呀。对了，这些年发生什么了呀？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其他全族人呢？秋婆眼眶再次红了，仿佛终于找到能为自己做主的人，连忙将这些年玄族的变迁说了一遍。成哥听完摇头感慨，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仙母。如果不是他将那10件足以打破平衡的逆天至宝发了下去，也不会出现什么10天地，原仙界更不会是今天这种格局了。只是不知道自己其他故人怎么样了。秋婆也在无心主持什么考核，两人一块回了后殿。邱雨璇还在那闹别扭呢，秋婆眼见江贤者并无丝毫怪罪之意，上去安抚几句，把这丫头劝好了。看到成哥也在旁边呢，妹子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脸色呀，只是当着秋婆的面也不敢多说。对了，想去外面只能通过那个什么天心考核吗？秋婆连忙点头。是啊，这都是那天宫借着天道名义弄出来的规矩。大贤者是打算要出去了吗？对啊，不过我这完全没什么天心可言，只能想其他路子了。他这么一说呢，邱雨璇立即反应过来了。我知道了，原来那仙阵真的没坏，原来你的天心那么差呀！瞧他故作鄙视的表情，仿佛终于赢了江澄一丝了，那叫一个得意呀！秋婆正要骂他乱说话呢，成哥却笑眯眯地阻止了他。他发现这妹子和仙母不是一个画风的，而且似乎真的不认识自己。难道仙母转世不带记忆吗？这么大胆奔放吗？
本期第997集，不整你都对不起你。我确实没有天心，但我还是能离开这里，你信吗？他故意用挑衅和嘲弄的眼神上下扫着邱宇轩。就算你现在没有先母的记忆，你将来的使命一定也还是杀我，所以呢，哥可要好好整治你一番了呀，要不然对不起你的盛情啊。邱宇轩不信。信你个鬼，你吹吧。天心都没有的人，这辈子的成就也就止步于此了。邱婆对成哥无比尊敬，邱宇轩可不一样，对江城他很不以为然。不就是原仙界还没成型之前，在最高实力不过地境1重的低端位面称王称霸的土包子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他心里还暗盘算，这个人虽然现在比自己实力强，但他没有天心，将来不会有什么进步了，而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等自己进入地境7重、8重、9重，到时候这口气一定要找回来。看在邱婆的面子上，自己大不了不杀他，但一定打得他痛哭流涕，跪地求饶。婆婆，将来我会亲手击败他，让你看清他究竟有多可笑。邱婆闻言大怒：你在大贤者面前说什么胡话呢？江城再次抬手拦下他，顺便呢还给邱宇轩点了个赞，志气可嘉，精神饱满。那如果我能离开，你怎么样啊？要是飞仙门弟子看到他这玩味的表情，一定知道他又要坑人了。只可惜呢，邱宇轩不知道。你不可能离开的，这辈子你只能困在这里。然后等着自己神空大成回来狠狠地教训你。成哥并不在乎他的嘲讽，而是笑容可掬地提出赌约：如果我这次能离开，从此你就是我的小侍女啊！见面要先喊老爷好，敢赌吗？想想先母转世给自己当侍女，天天喊自己老爷，哎呀，那是何等之爽啊！将来他记忆恢复了，会不会气得当场暴毙呢？成哥都快陶醉了。但对面的邱宇轩心情可就另一个极端了。小侍女想屁吃吧，我都恨不得暴捶你一顿，还给你当侍女，喊你老爷。你算什么？我就问你敢不敢赌？没胆就闭嘴，好好在旁演练鼓掌啊！争取早日加入啦啦队。邱宇轩知道这是激将法，他冷静了下来。你真的没有天心啊？对啊。万一你使诈，后面突然冒出天心，然后通过……我如果靠着天心去外面，算我输。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还犹豫什么呀？邱宇轩盘算了一下，一气之地可是天宫设置的，不可能有人钻出去，这个无耻之徒更不可能，所以自己稳赢不输。好，我赌了。如果你出不去，那你以后也要给我当仆人，将来见面也要喊一声姑奶奶好。邱婆重重一拍桌案：你大胆！他实在听不下去了，这简直太过大逆不道了呀！大贤者可是和玄族之神肩并肩的，你怎么能够想着让他当仆人呢？哪怕只是有这样的想法，也是要打雷的呀！成哥又拦住他了：哎，没事，这赌约我接了啊，反正我赢定了。邱宇轩寸步不让，他骄傲的一抬下巴：哼，到手你输了，可别故意拿什么大贤者的身份来搪塞。当然不会，只希望你到时候别输不起。你以为我是你？行，那赌约就此成立。邱婆看到这一幕哭笑不得，大贤者果然还是以前的风格，表面玩世不恭毫不着调，但实际上呢，第二天这片一气之地就迎来了新的客人。恭迎仙官。这里的一众地境4、5重在邱婆的率领下恭恭敬敬地等在祭坛旁。仙官法驾降临，令我们蓬荜生辉呀！而那祭坛上方则凭空出现一道人影，此人看起来30来岁，实际上活了多少年头，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毕竟呢，他一身地境9重的气势覆盖开来之后，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如山如海一般的恐怖威压。而他头戴苍蓝仙冠帽，身着锦绣青丝袍，看着画风都和其他的修仙的不太一样。天宫有一套完整的官职体系，各司其职，这些官职管理了庞大的原仙界。此人是9品仙官，论品级属于垫底了，仅高于每品级的天宫杂役。不过呢，那也是隶属天宫的内部人员，正经的天宫部下。别说他是地境9重了，就是1重，其他仙人见到他也得恭恭敬敬，不该有丝毫得罪。毕竟人家背后站着整个天宫，不好惹呀。那个测试结果6阶仙品的天才是谁？这边测试的结果上面是能察觉到的，只是他们不知道名字身份。6阶的道心品质极高，比他这个地境9重还高2品呢。而仙品足以代表着对天道的虔诚程度，也因此上面特别重视这种天才，有着极高的培养价值。而往常来这种一气之地，只需要随便派个杂役仙官过来便可，而这次为了表达重视，特意派了他这个正式的仙官。邱婆连忙招手，邱宇轩上前见礼。这名仙官看到此女，也不禁惊为天人，这可不是利用仙术调整容貌所能达到的颜值，这是天道造物的杰作，以至于他的视线都为之呆滞了10几秒，没能做出反应。不错，
不错，果然是天资如凤的人物。我乃是百魁仙官，今后我们可以多亲近亲近。如果仅仅这番话也就罢了，在场每个人几乎都能看出他那火热的视线从始至终就没有离开过邱宇轩的脸，这让邱婆心头暗暗担忧起来。此人呢，似乎并不是什么端正的人物，明明都地境9重了，居然没断色心。邱宇轩要真跟他出去了，没准会遭遇到什么无耻的事，这可怎么办呢？百魁仙官似乎也察觉到众人皱眉的表情，于是再次散发了一丝威压，震慑了一下全场，随后提起一支御笔，在虚空刷刷写下一行字：邱宇轩，地境5重，可入嘉王道场